大秦皇朝天师院，一切都已安排好了。一名婢女跪在地上，穿着红色长裙，身材火爆，面容妖艳的女子，脸上顿时浮现了无比迫切之色，道：不管里面发生什么，都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此女名为穆星兰，是当朝天师之女，身份不凡。她叮嘱了一句后，便推门进入了面前的房间。房间内躺着一个昏迷的少年，正是秦毅。秦毅啊，秦毅，这些年我的等待就是为了今天。世人只知你拥有纯阳血脉，却不知我穆星兰乃纯阴血脉。今天之后，我必将奠定无比雄浑的根基底蕴，从此一飞冲天。我要的是成为一代女帝。穆星兰说话间，神色越显疯狂，而后她取出一粒粉色的丹药，放入了秦毅的口中。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过去，昏迷的秦毅感觉到不舒服。穆星兰见状，快速褪去了身上长裙，她深吸了一口气，便不再犹豫。此时此刻，秦毅的意识逐渐苏醒，似乎感觉周围存在异常，他疑惑不已，缓缓地睁开了双眼。下一刻，看到了穆星兰。刹那间，秦毅的脑袋仿佛被一把无形的重锤狠狠砸了一下。我不是被太昊神帝与瑶池神母偷袭暗算，灰飞烟灭了吗？这是怎么回事？为何我年少时的悲惨经历竟会重现？是幻觉吗？片刻后，秦毅的眼中闪过一抹璀璨金芒。不是幻觉，我重生了，回到了年少时，回到了我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这段悲惨岁月。3年前，他觉醒了纯阳血脉，消息震动整个大秦皇朝。太子秦彻对他起了杀心。身为太子妃的穆星兰献计于太子，给秦毅下毒，毒药引爆了秦毅的纯阳血脉，使得他终日被阳毒折磨。而后他只能不断向天师院求丹，减缓痛苦。穆星兰在这3年间，每次给他服用的乃是怨阳丹。怨阳丹可以让秦毅的纯阳血脉之力在体内不断的积累。穆星兰的目的就是为了吞噬他的纯阳血脉之力，完成阴阳合一，然后跟他爹谋朝篡位。上一世的秦毅被穆星兰吞噬掉了血脉之力后，穆星兰留他一命，关押起来。当然，穆星兰与其父篡位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当今的秦皇看似垂垂老矣，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狠角色。皇室无情可谓体现的淋漓尽致。秦皇为了续命，甚至可以拿儿女的血肉炼丹，就连被折磨到奄奄一息的秦毅，秦皇也想要废物利用。好在与秦毅青梅竹马的叶倾城在宗门修行有成，关键时刻赶到，舍命相救，他才算脱离了虎口。那时的秦毅生命本源已经糟糕透顶，叶倾城不顾自身，为了帮他治疗，求了无数人，想了无数办法。在一次为秦毅去寻找灵药治疗的过程中，叶倾城遭遇不测，香消玉殒。秦毅万念俱灰，想要一死了之，登上悬崖，一跃而下，却阴差阳错卷入空间裂缝，进入了天界。他在天界获得奇遇，短短100年时间就成为了天界人族的至强者。恰逢无上仙器鸿蒙鼎出世，他与好友太昊神帝以及瑶池神母联手夺取鸿蒙鼎。在秦毅的强势爆发之下，他们击败了10大异族神帝。可就在秦毅拿下鸿蒙鼎后，太昊神帝与瑶池神母竟一同对他出手。秦毅对这2人毫无防备，最终灰飞烟灭。这时，秦毅发现自己的丹田内竟有一座小鼎，正是鸿蒙鼎。莫非就是鸿蒙鼎导致我重生回到了少年时期？秦毅心中暗道，此乃传说中的至宝，每次出世都在天界掀起腥风血雨，无数登临绝巅的强者为之喋血，却从来没有人能将其掌控，故此无人知晓其秘。秦毅正想一探究竟，看看这鸿蒙鼎究竟有何妙用。忽然间，穆星兰加快了动作，他知道已到了关键时刻。秦毅的眸光冰冷。穆星兰、太子、父皇、太昊、瑶池，我秦毅既然重活一世，你们都休想再害我。倾城，上一世你为了我吃了无数苦，受尽委屈，还丢了性命，我欠你太多。这一世我定会好好的报答你，保护你。此时秦毅的身体状态无比糟糕，可眼下便是最好的机会。穆星兰将他当作鼎物，反过来他也同样能将穆星兰当成鼎物。穆星兰的双修之法在他看来简直是粗鄙不堪，他有无数种办法逆转阴阳。又是片刻时间过去，2种力量终于融合在了一起。原本躺着一动不动的秦毅猛然发力，瞬间就将力量收回。刹那间，他这一具千疮百孔的虚弱之躯变得强壮起来。穆星兰一直闭着的眼睛睁开，这才发现昏迷的秦毅竟然已经醒来。我的阴阳之力。穆星兰的表情顿时变得扭曲，一副恨不得将秦毅给生吞活剥了的狰狞神色。把我的阴阳之力还给我！穆星兰大喊，双手朝着秦毅的脖子掐去。秦毅猛然抓住了他的双手。穆星兰双修不成，反被夺了大量纯阴之力，体内气息紊乱，力量无法运转，根本甩不开秦毅的手。穆星兰体内还有部分纯阴之力，不能浪费了。他的眼中没有丝毫欲望的光芒，只有冰冷彻骨的寒意。穆星兰感受到剩下的力量在快速的流逝，他惊恐地喊道：“秦毅！”秦毅冷笑一声，没有回应。房间内，穆星兰啊呀乱叫。又过了许久，秦毅终于将穆星兰的纯阴之力完全吸收。穆星兰躺着，已经晕了过去，全身不断的抽搐，口吐白沫。秦毅不再看穆星兰一眼，他将一件长袍披上，
立刻盘膝而坐，感应丹田中的鸿蒙鼎。下一瞬，轰！鸿蒙鼎猛然震动，无比恢宏的气息爆发开来。与此同时，还有一股浩瀚的信息洪流涌入了秦毅的脑海中。几个呼吸的时间过去，鸿蒙鼎恢复了平静。秦毅终于明白，这传说中的至宝究竟有何用处了。升华万物，化腐朽为神奇。而刚才那涌入秦毅脑海中的信息洪流，乃是鸿蒙仙经。鸿蒙鼎内地功法定然不俗，先修炼看看。秦毅立刻按照鸿蒙仙经修炼，顿时他的体内发出一阵阵宛若江河奔涌的声音，破裂的经脉快速愈合，毁掉的丹田完成重铸。他的身体就好似一个巨大的漩涡，以惊人的速度吞吸着周围天地间的元力。天地元力进入秦毅的身体内，将他身体中一个个淤堵的窍穴冲开。武道修行分为淬体、开窍、通脉、真元、元刚等境界，每一个境界又有10重。此刻，秦毅在极短的时间内用阴阳之力修复了身体，还一鼓作气冲开了10个窍穴，开窍近10重。秦毅内视自身，感受着打开的10个窍穴，每一个窍穴都闪烁着煊赫金光，透着一股磅礴之意。而且每一个窍穴中所储存的天地元力远超常人的想象。寻常武者开窍10重便是极限，但我有秘术，只需消耗一些资源便可开启12窍。可鸿蒙仙经竟然能开15窍。上一世他在天界获得奇遇，修炼顶级神术，开启了12个窍穴，奠定了无比雄浑的根基，然后一路高歌猛进，100年时间登临绝巅之境。如果修炼鸿蒙仙经冲开15个窍，那根基底蕴将会达到何等程度？想到这，秦毅的心绪不免一阵激荡。只是想要开启15窍，需要将肉身淬炼到一个极限的程度。淬体乃是修行最难之事，不仅需要顽强的毅力，还要辅以大量资源，尤其是要开15窍，所需要的资源更是夸张。秦毅既然拥有了鸿蒙仙经，自然不会放弃这个开启15窍的机会。他的思绪飞快转动。大秦皇朝的皇家五院有一个天骄秘境，秘境最深处有一条陨落的蛟龙，蛟龙尸身蕴含强大的气血，千年不腐。蛟龙气血一散，在秘境内滋养了许多天才地宝，可一直以来从没有人能够靠近蛟龙尸身。正常情况下，一条蛟龙尸身中的气血也不足以达到修炼鸿蒙仙经开启15个窍穴的条件。可若有这至宝鸿蒙鼎相助，鸿蒙鼎可升华万物。我将蛟龙尸首以鸿蒙鼎升华为真正的龙族尸身，然后再进行炼化，或许便能冲开15个窍穴，奠定无上根基。天骄秘境每隔3年开启一次，而下一次开启就在10天后，但只有那些备受宠爱的皇子皇女，或者是立下大功的重臣子女才能得到名额。以我现在的情况，自然是没可能得到进入天骄秘境的机会，除非我能立下大功，主动争取一个名额。而眼下就有一个机会。下一刻，秦毅他看向还躺着一动不动的穆星兰，冷哼一声道：“别装了。”穆星兰毫无反应。秦毅冷哼一声，直接走到他的旁边，抓住他的脚踝拎了起来，一巴掌狠狠打过去。啪啊！穆星兰再也装不住了，睁开双眼，满脸羞愤道：“秦毅，你杀死我得了。”秦毅冷哼一声道：“杀你？你想得太美了。”上一世秦毅被他关起来，日日被他玩弄，秦毅怎会让他痛快去死？这穆星兰体内现在虽然没有了纯阴之力，但纯阴血脉还在。他爹乃是当朝天师，精通炼丹之术，有的是办法帮穆星兰恢复纯阴之力。现阶段阴阳结合对秦毅修炼的效果很好，当然是药物尽其用，将穆星兰这个顶炉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赶紧穿好衣服，不然太子待会就要到了。秦毅冷喝：“你在胡说八道！”穆星兰明显不相信，说道：“天狼皇朝使臣来了，秦皇带着太子在招待，太子现在根本走不开，今天安排这一切我都算准了时间。”秦毅道：“我不需要跟你解释什么，如果你再不快点，你觉得太子看到你这样会是什么反应？还是说你刚才没有满足，想要让我再来一次？”上一世穆星兰夺取了他的纯阳血脉之力后，没过多久秦彻就来了，不过穆星兰已经处理妥当。可现在不一样，秦毅坚持了更久的时间，如果穆星兰动作不快点，那可就真会让太子秦彻发现。秦彻之所以来天师院，是因为天狼皇朝的人来了一个号称最强开窍境的家伙，叫做达尔巴，连续打败了好几个大秦皇朝的开窍境天才，这使得秦皇很没面子，特地让秦彻来天师院，把穆星兰的亲弟弟穆康叫过去。这个穆康刚好就是开窍境时重修为，天赋不错，号称大秦开窍无敌。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穆康被天狼皇朝的开窍境武者狠狠镇压，而这件事就是秦毅的机会，他要代表大秦出战，打败达尔巴，以此功劳向秦皇索要一个进入天骄秘境的名额。穆星兰被秦毅的目光盯着，全身发抖。再来一次虽然很爽，但他受不了。现在秦毅只是掠夺了他的纯阴之力，但没有破坏他的纯阴血脉，可如果继续被秦毅搞，纯阴血脉都得毁掉，那就真的是彻底没有未来了。穆星兰赶紧穿好了衣服，他恶狠狠地盯着秦毅道：“秦毅，我警告你，今天这事算我认栽，但如果你敢说出去，我们天师院大不了拉着你玉石俱焚。”秦毅冷笑道：“那你待会可要装得像一点。”就在这时，屋外
婢女的声音响起：“奴婢拜见太子殿下。”听到这声音，木星兰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太子竟然真的来了，她心中一阵后怕。房间外，太子秦彻穿着绣有龙纹的金色长袍，发髻上插着一根带着翠绿盎然之意的宝簪。他身高7尺，体型魁梧，身上时刻散发着一股霸道的威势，尤其那一双眸子中的光芒如刀似剑。大秦皇朝这位太子殿下，乃是真元境巅峰修为，已经一只脚踩在了元刚境的门槛上。元刚境可被称之为武道宗师，整个大秦皇朝的宗师境强者不超过双掌之数。秦彻盯着跪在地上的婢女道：“开门。”声音虽然平静，但却不怒自威，吓得婢女全身抖动，狂冒冷汗。太子殿下，太子妃正在帮六皇子治疗阳毒。婢女的额头抵地，声音发颤。就在这时，吱呀一声，房门由内打开，稍微整理了一下发丝的木星兰快步走了出来。卑贱奴婢，竟敢违逆太子之意，死！此时的木星兰恢复了一丝力量，冷喝一声，直接一掌拍死了婢女。这婢女知道的太多了，必须死。秦彻对婢女之死毫不在意，他的目光看向木星兰，淡淡道：“那废物死了，太子就那么想我死吗？”秦毅的声音响起，从屋内走出。秦彻的目光陡然一凝，他盯着秦毅，眼睛微微眯起，闪烁着寒芒。秦毅迎着他的目光对视，毫无惧意。眼前这个太子秦彻也不是省油的灯。秦皇虽然没给他兵权，但他暗中修炼魔功，甚至还建立了一个魔教，用来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六弟的命倒是够硬。秦彻开口道，他心中很疑惑，秦毅今日怎么看上去精气神十足，而且跟以往完全不一样了。之前的秦毅在他面前那是连腰杆都挺不直的，更不敢与他对视。秦毅淡淡笑道：“多亏嫂嫂的手段，妙不可言。”此话一出，木星兰的表情僵硬。秦彻神色冰冷道：“以既喊星兰为嫂嫂，她帮你治病倒也是应该的。你在外边候着，待会与我一同去拜见父皇。”说完，秦彻直接走进了房间内。木星兰赶紧跟上，然后将房门关好。秦彻打量着房间，木星兰站在他身后，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忽然，秦彻转过身，盯着木星兰道：“什么气味？竟有股腥甜之意。”木星兰差点双腿一软摔在地上。太子，是我给秦毅用的毒，调整了配方。那为何这股气味在你身上最浓？木星兰立刻夹紧了双腿，尽可能让自己镇定下来，道：“调配毒药时不小心弄到身上了。”木星兰夹紧双腿，内心无比忐忑，生怕露馅。虽然他有野心，但在太子秦彻面前，他总会感到恐惧。但好在秦彻没有再揪着这个问题不放，而是问道：“你不是说他快死了吗？现在是怎么回事？”木星兰松了一口气，连忙道：“回光返照罢了。对了，殿下不是跟秦皇在接待天狼皇朝使臣吗？怎么会来这里？”秦彻将天狼皇朝开窍境师重修为的达尔巴在大秦皇宫内耀武扬威的事说了一遍。木星兰目光闪烁，原来如此，但他还是想不明白秦毅到底怎么猜到的。秦彻接着说道：“我现在带穆康过去，若穆康能打败天狼皇朝的达尔巴，父皇必定龙颜大悦，穆康将获重赏。另外，我觉得把秦毅带过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父皇现在很生气，看到秦毅这个废物在他面前晃悠，父皇便会对他更失望。到时秦毅即便死了，父皇也不会在意，就没有人会查到我们头上来了。”木星兰嗯了一声：“殿下做主便是。”秦彻从袖口中取出一只玉瓶，丢给了木星兰，道：“这丹药可以让你肌肤白皙、水润细嫩，你要坚持服用。你是我的女人，在我们成亲之日、洞房之夜，我要得到最好的你。明白了。”木星兰双手拿着玉瓶，道：“殿下放心，我也想要将最好的自己交给殿下。”秦彻嗯了一声，然后离开房间。他看到还在屋外的秦毅，道：“待会到了父皇面前，你可要积极一点，莫让父皇再次对你失望。”秦毅当然知道秦彻的心思，这个时候哪个废物皇子敢去秦皇面前，都会让秦皇更加愤怒。但不重要，只要能拿到进入天骄秘境的名额，一切明枪暗箭都不足为惧。秦毅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那就赶紧出发吧。我也许久没有见过父皇了。”接着，秦毅看向从房间出来的木星兰，道：“我这条命随时都可能还需要嫂嫂救治，嫂嫂可要好好保养身子，毕竟今日嫂嫂累得全身都已经在发颤，甚是辛苦。”木星兰心里翻江倒海，表面上却流露出一抹平静的淡淡笑容，道：“六皇子放心便是，无论你何时来，我都会全力以赴。毕竟我们穆家能有今天，乃是皇恩浩荡，我们穆家上下对皇室自当是要涌泉相报。”走了。太子秦彻听到秦毅跟木星兰对话，他心里不知为什么总感觉不太舒服。紧接着，秦彻带上了秦毅以及天师院的穆康，快速赶回皇宫。而木星兰站在原地，看着秦毅远去的背影，他眼中浮现冰冷的寒芒，道：“秦毅，你给我等着，那些阴阳之力是我的，总有一日我会将那些阴阳之力逼出来。”秦彻、秦毅、穆康等人前往皇宫的路上，虎头虎脑的穆康看向一旁的秦毅，嗤笑一声，道：“以这样的废物也有脸去拜见秦皇？秦毅这个六皇子乃是秦皇与宫女所生，秦毅的母亲在生下他后就死在了无情的皇宫之中，加上秦毅的纯阳血脉被废，毫无修炼的可能，所以
身为天师之子，而且还是太子秦彻未来小舅子的穆康，自然是不把秦毅放在眼里。秦毅冷笑一声道：“你都能去拜见我父皇，我乃皇子，我为何不行？”穆康脸上嘲弄之意更浓，道：“我现在去是为大秦皇朝争光的，我要代表大秦皇朝打败天狼皇朝的达尔巴，让天狼皇朝的人知道谁才是最强开窍劲。而你去了那种场合，除了给我们大秦皇朝丢脸，还能有什么用？”他一脸傲意，在大秦皇朝，他这个开窍劲第一名号可是响当当的。秦毅眼中闪过一抹讥讽之意。上一世他虽没有亲眼见到穆康跟天狼皇朝达尔巴的交手画面，但他知道这一战穆康会输得无比狼狈，被达尔巴打得满地找牙，还被达尔巴的威势给吓到屁滚尿流。见秦毅不再说话，穆康更加得意道：“所以你这个废物，知道谁才有资格去拜见秦皇了吗？”秦毅嘴角上扬，划过一抹冰冷的弧度，然后猛地就是一个转身，一巴掌狠狠抡在了穆康的脸上。啪！清脆的声音响起，穆康愣住了，队伍停了下来，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秦毅。秦毅这个怂货竟然敢打穆康，你竟敢打我！穆康一手捂着脸，一手指着秦毅，身上鼓起了一条条青筋。秦毅反手又是一巴掌打在了穆康另外一边脸上，他神色冰冷道：“我乃大秦六皇子，身为皇家血脉，也是你能侮辱的。你在大庭广众之下骂我废物，你眼里没有我这个皇子，还是没有整个皇室？穆康，别忘了，你爹就算是大秦皇朝的天师，但说好听点，他也只是臣子；要是说难听点，他就是我们皇室秦家的一条狗。而你只是狗崽子！”穆康气得火冒三丈，大吼：“你够了！”太子秦彻冷喝一声，秦毅神色淡然道：“太子，他以下犯上，我看在你的面子上，这才给了他2个耳光，不然我就算去向父皇告状也绝无问题。”秦彻盯着秦毅，眼神冰冷：“殿下，我……”穆康喊道。秦彻的目光看向穆康：“给我闭嘴！”一向嚣张惯了的穆康，在又气又怒的状态下，听到秦彻这句话，顿时噤若寒蝉，一个字也不敢说了。“你们要是再敢聒噪，别怪我不客气。”秦彻冷喝，然后大袖一甩，便继续赶路。众人连忙跟上，除了秦毅一脸平静，其他人全都紧张的要死。太子发怒，那可是相当恐怖。片刻后，一行人进入了皇宫，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演武场中。演武场周围聚集了不少人。演武场正东方位有一座高台，老态龙钟，好似命不久矣的秦皇坐在华贵的大椅上，已经睡着了。他的左下方坐着一个下巴留有一撇长须，看上去颇为儒雅的中年男子，正是当朝天师穆正南。右下方则是坐着一个穿兽皮大袄的粗犷壮汉，此人乃天狼皇朝的王爷鲁图，亦是天狼皇朝的使臣之首。当秦彻带着人来到高台上，顿时有一些人心中已经在暗暗嘀咕：六皇子怎么来了？他来干什么？这种场合，他这个废物就不该出现。秦彻站在秦皇的面前，行礼说道：“启禀父皇，穆康已带到。另外，六弟听闻今日之事，特地想来观看，儿臣便只能将他带来了。”所有人，秦毅这个废物竟然是主动要来的，还嫌大秦皇朝不够丢脸吗？秦毅不在乎太子秦彻说了什么，他只是在看着秦皇这个老东西垂垂老矣。可实际上一切都是表象。上一世野心勃勃想要谋朝篡位的天师穆正南，被他砍成了人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处心积虑修炼魔功，创建魔教的太子秦彻，一直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他膝下36个儿子，21个女儿，除了秦毅被叶倾城救走，其他的全都被他取了血肉用来炼丹续命。他才是大秦皇朝最可怕的狠角色，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魔鬼。这时秦皇缓缓睁开了双眼，浑浊的目光落在了秦毅的身上。秦毅神色平静，上前一步道：“儿臣拜见父皇。”然而秦皇的目光却随之看向了秦彻，用着沙哑的声音说道：“既然穆康已经带来，那就开始吧。”他直接无视了秦毅。秦毅向秦皇问安，遭秦皇无视，许多人幸灾乐祸。这六皇子简直就是自讨没趣。秦皇本来就不待见他这个废物，这种时候还跑到秦皇面前来晃悠，要不是有天狼皇朝的人在，秦皇直接骂他一个狗血淋头都不奇怪。太子秦彻心中冷笑，他的安排显然是奏效了。秦皇对秦毅越厌恶，秦毅死了就没人会重视。身为太子，他的一言一行都得非常谨慎，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留下马脚被人抓住。紧接着秦彻看向穆康道：“穆康，你可要好好表现，为我大秦争光。”穆康心潮澎湃，这可是一个露脸的绝好机会。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朝着秦皇行礼道：“微臣一定会竭尽全力。”说完，他看了一眼秦毅，眼神之中暗含讥讽之意。下一刻，他转身，双腿发力，猛然一跃而出，便犹如一只矫健的狗崽子般落入了演武场中间的位置。秦毅则是退到了高台上的一侧。“老六啊老六，你跑这里来凑什么热闹？生怕天狼皇朝的人不知道你是个病秧子吗？”带着浓浓嘲讽之意的声音响起。秦毅看向说话之人，这家伙长着一张驴脸，乃是三皇子秦海，跟太子秦彻一母同胞。秦海这家伙整日游手好闲，欺男霸女，每次见到秦毅都要冷嘲热讽几句，踩几脚。
秦毅神色淡漠道：“你这种不学无术的都来了，难道就不怕天狼皇朝的人知道你是个酒囊饭袋吗？”秦海的驴脸顿时表情有些扭曲，低吼道：“你信不信我要你好看？三哥，我劝你冷静点，分清场合。”一道声音响起，13皇子秦磊走到了秦毅的旁边。这是皇室之中唯一对秦毅好的人，从小就喜欢跟在秦毅屁股后面跑。秦磊颇受秦皇的宠爱，而且他的母亲乃是贵妃，他外公是手握兵权的大将军。这3年来，秦毅的身体出了问题，秦磊曾多次给他送丹药。有秦磊站在秦毅的身边，秦海只能咬了咬牙，冷哼一声，不再开口。秦磊看向秦毅，脸上浮现笑容，拱手道：“六哥。”看着秦磊，秦毅的脸上则是浮现一抹唏嘘感慨之色。10天后，天骄秘境开启，秦磊进入其中，然后殒命。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13，见到你真好，秦毅说道。接下来他势必要进入天骄秘境，获取蛟龙尸身，也要护秦磊度过这一场死劫。秦磊神色有些复杂，觉得这话有点奇怪，但也没有多想。而且此时这场合并不适合交谈，两人都没有再说什么。演武场上，穆康已经拔出了一把长剑，大喝：“828，给我滚上来！小爷教你做人！”下一刻，一个虎背熊腰的年轻男子猛然跳跃而起，来到了演武场，站在穆康的对面。他身上穿着兽皮，敞露出纹着一颗狼头的胸膛。达尔巴手握一根狼牙棒，眼神轻蔑地打量着穆康，咧嘴一笑，道：“希望你小子比之前那几个要更抗揍一点，能让我尽兴打一场。”穆康冷哼一声，道：“大言不惭，等我将你镇压，踩在脚下，你就会知道我们大秦皇朝武者的厉害。”话音落下，穆康猛然前冲，开窍境10重的修为力量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手中长剑狠狠斩出，剑锋带起一阵呼啸之声。这是皇阶上品的疾风剑法。功法武学共有天地玄黄4阶，每一阶又有下品、中品、上品、极品之分。在大秦皇朝，只有皇室拥有玄阶传承。对于开窍境时重修为的人来说，想要掌握皇阶上品的武学难度巨大。但穆康施展疾风剑法，像模像样，他这个大秦开窍无敌的名号，倒也不是浪得虚名。眼看着穆康的剑锋就要劈在达尔巴的身上之际，下一刻，达尔巴手中的狼牙棒狠狠砸出，当！狼牙棒击打在了穆康的长剑上，巨大的力量震荡，穆康握剑的手掌皮肉都直接崩裂，长剑脱手，穆康的身体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往后倒飞出10多丈远。砰！穆康的身体重重砸落在地，达尔巴猛然冲来，一脚踩在了穆康的胸口。啊！穆康的肋骨被踩断，发出痛苦的惨叫，口鼻喷血，甚至在达尔巴的威势之下被吓到全身发抖，屎尿齐流。这一刻，大秦皇朝的人嘴角都随之一抽，表情僵硬。好，赢得漂亮！天狼皇朝的人拍手叫好。达尔巴低着头看着脚下的穆康，道：“大秦皇朝开窍境无敌，就这废物！”达尔巴的话就仿佛一个个巴掌打在大秦皇朝每一个人的脸上。自从当今秦皇登基，几10年来，天狼皇朝各方各面都被大秦皇朝稳稳压制。在大秦皇朝所有人心里，天狼皇朝就是未曾开化的蛮夷。面对天狼皇朝的人，大秦皇朝的人心中有着无比强烈的优越感。然而，天狼皇朝一个达尔巴，接连在大秦皇宫中当着秦皇的面打败大秦皇朝的开窍境天才，现在连被誉为大秦开窍无敌的穆康也被达尔巴完虐，这对大秦皇朝的骄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达尔巴说完，抬起脚，直接将穆康踢到了演武场下。他朝着天狼皇朝的王爷鲁图行礼道：“王爷，您跟我说大秦皇朝人杰地灵，天才辈出，所以我才愿意与您一同前来，想要领教大秦天才的高招。可事实上，大秦皇朝的天才太让我失望了，一个能打的都没有。”鲁图一脸严肃表情道：“达尔巴，不得骄傲，你现在只是开窍境而已，未来的路还很长。等你达到了通脉境、真元境，甚至达到了元刚境，成为武道宗师，这个过程，你都还要翻过大秦皇朝的一座座山，明白了吗？”“是。”达尔巴说道。这两人一唱一和，大秦皇朝众人内心无比难受。秦皇的老脸上看不出什么神色变化，但那一双浑浊的双眼深处却闪过了一抹无人察觉的杀意寒芒。“朕乏了，太子，你好好招待天狼皇朝的人。”说完，便有一名老太监急忙上前搀着秦皇的手臂。秦皇站了起来，准备离开。可就在这时，秦毅忽然往前一步，启禀父皇，儿臣愿代表大秦与天狼皇朝达尔巴一战。此话一出，全场所有人都懵了。六皇子别胡闹，赶紧退下！六弟，这可不是你任性的地方。老六，你还嫌不够丢脸吗？13皇子古磊直接一步站在了秦毅的旁边，拉着秦毅的手臂，低声道：“六哥，冷静点啊！”众所皆知，六皇子秦毅3年前觉醒纯阳血脉，但因修炼不当，纯阳血脉引爆，然后变成了一个药罐子，连穆康都不是达尔巴的对手。这秦毅上场，达尔巴估计一口气都能将他吹倒。秦皇的脚步停顿了一下，然后就当没听到，继续在老太监的搀扶下离去。秦毅再次大喝：“还请父皇允许，让儿臣与达尔巴一战。而臣身为皇室子弟，自当捍卫大秦荣耀，此战儿臣必胜。”
若败，儿臣以死谢罪。声音洪亮，字句铿锵。这个时候出手镇压达尔巴，那接下来他要一个进入天骄秘境的名额，秦皇不可能拒绝。大秦皇朝在场的所有人，这一刻脑海中都只有一个想法：六皇子疯了，他就那么想死吗？秦毅今日来此，先是向秦皇问安，秦皇无视了他，然后主动申请代表大秦皇朝出战，秦皇再次无视了他。可秦毅此时却立下生死状，这让秦皇原本要离开的脚步终于停了下来。秦皇那看似显得浑浊的双眼盯着秦毅，眼底深处闪过一抹怒意。秦毅无惧，神色坚定，继续道：父皇，儿臣愿为您分忧，愿为皇室而战，愿为大秦荣誉而战，还请父皇准许。这时大秦天师穆正南连忙道：秦皇既已疲乏，身体重要，还是先去休息吧。天狼皇朝使臣到来，舟车劳顿，接下来也到了要设宴招待的时间。接着又有朝堂重臣上前开口，反正就是不希望六皇子秦毅出战。他们倒不是担心秦毅的死活，主要是连穆康都不是天狼皇朝达尔巴的一合之敌，秦毅这个废物去面对达尔巴，这只会让大秦皇朝的脸面丢得更加彻底。之前一个个被达尔巴击败的人，虽然是代表大秦皇朝出战，可他们代表的范围有限。但秦毅不一样，他不仅代表大秦，他还代表大秦皇室。而天狼皇朝的王爷鲁图此时却笑呵呵地说道：大秦六皇子血气方刚，此乃真正的武者，我们天狼皇朝最尊重有勇气的人。既然这位六皇子想要一战，我们天狼皇朝自当成全。达尔巴，你可要好好尊重这个有勇气的对手。达尔巴咧嘴一笑，手中的狼牙棒高高扬起，大笑道：早就听闻大秦皇朝六皇子身负纯阳血脉，乃是万中无一的天赋，今日能领教高招，实乃我达尔巴的荣幸。大秦皇朝所有人，他们知道天狼皇朝的鲁图跟达尔巴是故意的。秦毅虽然3年前觉醒了纯阳血脉，但早就是个废物了，此事人人皆知。太子秦彻也装作一脸严肃的表情，厉声呵斥道：六弟不得胡闹，事情到这就够了。他看出来了，秦毅不仅让秦皇愤怒，还引起了秦皇的极度厌恶。他此计谋的已经达到了，如果再让秦毅出手丢尽脸面，说不定秦皇还会迁怒于他这个太子，毕竟秦毅是他带来的。可即便如此，秦毅依旧不为所动，神色坚定地看着秦皇。秦皇冷冷道：准。他答应了。说了一个字后，他便继续在老太监的搀扶下里去，实在不想留在这里多看一眼。大秦皇朝在场之人全都神色愕然，万万没想到秦皇竟然会答应。天狼皇朝的人则是毫不掩饰脸上的笑容，收拾一个大秦皇朝的皇子，可比之前那几战的意义更大。秦毅不管这些人怎么想，他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当秦皇离去后，太子秦彻冷喝道：老六，我知道你想引起父皇的重视，但你的方法错得离谱，哗众取宠，丢人现眼。你刚才请战所说的那番话，在场那么多人都听到了，你若败，以命赎罪。秦毅冷笑一声，懒得再回应秦彻一个字。他转过身来，看着那演武场上站着的天狼皇朝达尔巴。达尔巴大笑：大秦六皇子还不赶紧下演武场，我的狼牙棒已经饥饿难耐了。六哥13皇子秦磊站在秦毅的旁边，叹息一声，然后道：用我的刀吧。说完，他看向一旁秦磊的护卫，立刻上前，双手捧着一把3尺多长的刀递到了秦毅面前。秦毅淡淡一笑，伸手接过，虽只是第一次握住秦磊的这把刀，但秦毅依旧有一种仿佛血肉相连，可以如使壁纸般的感觉。他钟情于刀，前世他在天界便以刀法扬名称雄，斩仙无数神魔。13，谢了。秦毅说道。秦磊神色凝重道：六哥千万小心。秦毅点头，下一刻纵身一跃，身形矫健，便落在了演武场上，站在了达尔巴的面前。达尔巴嘴角上扬道：烈了，虽然大秦六皇子身负纯阳血脉，但我似乎还听说大秦六皇子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我担心一下子力气收不住，把你打死了，这可不好办。秦毅表情漠然道：我以性命请战，自然便是将生死置之度外。我若死在你的手里，我认命，没有人会追究你的责任；反之，你若死，那也是你的命不好。听到这话，在场众人都觉得荒谬。秦毅怎么就如此硬气？这是真的不怕死，一心求死，受了3年的痛苦折磨，想要用这种方式结束吗？达尔巴大笑道：那这一战生死有命，但即便如此，为了避免被人说我达尔巴欺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我决定让你一只手。说完，达尔巴右手一甩，将狼牙棒扛在肩上，他盯着秦毅，狞笑一声：看好了，我可要开始了。话音落下，达尔巴猛然前冲，速度极快，身形所过之处掀起一条白色气浪，他左臂抬起，五指如钩，狠狠朝着秦毅的咽喉抓去，招式狠辣凶厉。大秦皇朝在场所有人都仿佛已经预料到了秦毅的悲惨结局，天狼皇朝的人则是兴奋地瞪大眼睛，口中发出狼嚎之声，开始欢呼。眼看着达尔巴的手爪来到秦毅身前3尺左右的距离之时，秦毅的嘴角微微上扬，一手猛然握拳砸出，他的拳头与达尔巴的手爪狠狠撞击。砰！出乎所有人预料的一幕画面出现，
达尔巴直接发出一声惨叫，5根手指都被砸断，他的身体失去平衡，往后倒飞了出去，摔在了演武场的边缘。刹那间，全场一阵死寂。达尔巴竟然被秦毅一拳轰飞，这太不可思议了！若非亲眼所见，谁敢相信达尔巴的强势？之前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秦毅的情况也人人皆知。结果一交手，秦毅直接打飞了达尔巴。6个13皇子秦磊激动的大喊，眼眶发红。6皇子恢复了，所以他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来找死，他是要借着此战重新证明自己的天才之名。6皇子殿下，代表我们大秦扬眉吐气。一道震惊夹杂着激动的声音响起。天师穆正南神色无比复杂，毕竟秦毅的事是他跟他女儿穆欣兰的精心布局，今日本该是他女儿穆欣兰收获果实的好时机，现在看来情况已经有些失控了。而太子秦彻脸色铁青，虽然秦毅就算镇压了达尔巴，这点实力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可他一想到秦毅的纯阳血脉，他心里就很不安。秦毅恢复了，凭借着纯阳血脉的天赋，说不定还能将他赶超。也就在所有人都处于震惊愕然状态之中时，躺在演武场边缘的达尔巴站了起来，他满脸痛苦之色，表情狰狞。我还没败，刚才是我轻敌了，接下来我要认真了，生死有命，这话可是你说的。接下来睁大你的眼睛，给我看清楚，这一招叫做杀破狼。下一瞬，达尔巴的身上轰然爆发出一股强横的力量波动，他的口中发出巨大的狼嚎声，紧接着再度猛冲，手中的狼牙棒朝着秦毅悍然砸去。狼牙棒表面凝聚出一头虚幻的巨狼虚影，散发出惊人威势，这才是达尔巴的全力一击，比刚才的杀伤力起码暴涨了数倍。看着达尔巴全力攻来，秦毅神色淡漠，刹那间握住刀鞘的手掌发力，铮，伴随着一道清脆声响，刀身弹出，秦毅的右手随之抓住刀柄，长刀彻底出鞘，璀璨刀光倾泻而出，随着秦毅挥动的刀锋朝着达尔巴席卷而去。秦毅手中的长刀刹那间所迸发的刀光，使得整个演武场都仿佛被淹没，闪得周围之人双目刺痛。这一刀并非什么高深武学，而是大秦皇室的一门皇阶极品刀法，名为天光斩。以秦毅对于刀法的理解，即便只是寻常招式，在他的手中亦可爆发出可怕的威力。在秦毅这一刀之下，天狼皇朝达尔巴的绝学杀破狼显得极为滑稽可笑，不堪一击。那狼牙棒表面凝聚而成的巨狼虚影，就好似一个脆弱的气泡般炸开，紧接着狼牙棒也随之被从中劈开，一同被劈开的还有达尔巴的身体。一刀结束战斗，天狼皇朝的最强开鞘进达尔巴，一分为2，死。秦毅手中的长刀瞬间收回，精准归入刀鞘之中，从拔刀、杀敌、收刀一气呵成。演武场周围再次陷入死寂，强烈的震撼之色挂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内心。6个13皇子秦磊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直接冲到了演武场上，站在了秦毅的面前。你究竟什么时候恢复的？好啊，6个，你竟然连我也瞒着！哈哈哈！秦磊开怀大笑。大秦皇朝的天师穆正南脸上则是浮现一抹急切之意，他现在只想赶紧回天师院找他女儿穆欣兰，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太子秦彻的神色阴沉，他特地拉着秦毅来此，是为了让秦皇发怒，厌恶秦毅，可结果却是他带着秦毅来此，为秦毅创造了一个立下大功的机会。我不信！就在这时，天狼皇朝的王爷鲁图发出一声大喝，右手拍碎了身边的桌子，猛地站了起来，一股强大的威压从他的身体中弥漫而出，强横雄浑的元力在他的身体表面涌动，宛若化作了一副战甲。元力成刚，元刚境修为，这个家伙乃是一个武道宗师级别的强者。他盯着秦毅，他的眼中闪烁着霸道的金芒，道：我天狼皇朝达尔巴已修炼到了开窍境的极限，就算与那些宗门开窍境武者比，达尔巴也不差多少，根本不可能有开窍境的武者能够一刀斩了达尔巴。秦毅，我怀疑你不是开窍境。此话一出，又有一些天狼皇朝的人跟着喊话。没错，这世上不可能有这么强的开窍境武者，大秦皇朝看来是输不起用更高修为境界的人来伪装成开窍境，你们大秦的手段实在卑鄙。秦毅，你就算杀了达尔巴，可你不是开窍境的话，这件事我们天狼皇朝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大秦皇朝的许多人此时也有些动摇了，莫非6皇子殿下当真是早就恢复了，已经达到了开窍境之上的通脉境？不然的话，刚才那一刀真的解释不通。太子秦彻冷哼一声道：鲁图王爷，刚才那一战我6弟赢得非常干净，我看输不起的人是你们吧？他这话竟然在偏向秦毅。秦毅心中冷笑，这秦彻的肚子里保准都是坏水，就如他所预料的那般。秦彻马上就暴露了他的真正用意。6弟，你代表大秦出战，赢下最强开窍境的称号，捍卫大秦荣誉，扬大秦之威，此乃激动人心的喜事。你能破而后立，恢复修为，也是大秦之福，我亦为你高兴。但为了堵住悠悠众口，免得有人说你隐藏了修为，不如现在就用探元宝镜检测修为，让这一战的胜利再无一丝能被人挑刺的瑕疵。他真正的目的是检测秦毅的情况，
秦毅恢复了刚才的表现，让他心中越发不安。武道修行，除非达到了元刚境之上，才能精神力外放，去探查他人的修为，不然的话，即便元刚境的宗师强者，也很难凭借肉眼看出一个人的深浅。秦彻所说的探元宝镜，就是一种专门用来检测武者具体境界的宝贝。秦毅看向秦彻，他神色冰冷道：“既然天狼皇朝的人质疑，太子殿下也都这么说了，那我接受检测也无妨。他现在必须要拿下这份功劳，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才能去向秦皇索要一个进入天骄秘境的名额。至于探元宝镜，虽有妙用，但秦毅自有妙法，他愿意给探元宝镜检测到的，探元宝镜才能检测到；他不愿意暴露的秘密，探元宝镜压根不可能发现丝毫端倪。就用我们天狼皇朝的探元宝镜！”鲁图迫不及待地喊道。话音落下，一面光滑的银色镜子便从鲁图的袖口中飞出，飞到了秦毅的身体上方。探元宝镜轻轻震动，洒落下光芒，笼罩在了秦毅的身上。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看着秦毅，想要弄清楚秦毅到底是什么境界。下一刻，被光芒笼罩的秦毅身上亮起了一个个光点，总共10个光点，每一个光点就代表冲开的一个窍穴。如果是通脉境修为的武者，身上还会浮现一条条象征着经脉的光线。开窍境10重，六皇子就是开窍境10重修为。六皇子的10个窍穴明显比一般人的要大一些，所以这就是六皇子能够一刀劈死达尔巴的原因。秦毅神色淡然，他修炼鸿蒙仙经冲开的10个窍穴，比现在所体现出来的自然是更大，但他隐藏了起来，现在就够了。鲁图王爷，你现在可还有话要说？秦毅看向鲁图，天狼皇朝的鲁图脸色铁青，嘴角狂抽，他冷哼一声，收回了探元宝镜，然后道：“大秦六皇子果然厉害。3年前，大秦六皇子的纯阳血脉出问题，恐怕是故意放出的假消息，用来掩人耳目吧。此等天赋，他日成长起来，莫说我天狼皇朝，就算大秦皇朝也将无人能敌。”这话说的可就是其心可诛了，故意挑拨离间。但秦毅毫不在意，没有鲁图的这番话，大秦皇室也都是虎豹豺狼。我六弟若能成长起来，此乃我大秦之幸。太子秦彻表面上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神色，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对秦毅的杀意更甚。他心中后悔，这3年来听信了穆星兰的话，应该早点果断一些，只取秦毅小命才对。秦皇请功。秦皇待在密室之中，身上再无一丝苍老之意，他闭目盘膝，雄浑的元刚之力运转，一股极为暴力凶残的气息从他的身上弥漫而出。就在这时，老太监进入密室，跪在地上。秦皇结束了功法的运转，睁开双眼，那一双眼睛竟是猩红如血，诡谲可怕。启禀陛下，六皇子来了。秦皇脸上浮现一抹厌恶之色，道：“这个丢人现眼的废物，他既然说了以命请战之话，那他就算来跪地磕头忏悔也没用。本皇不想见他，他的血肉与本皇无用，直接让他去死吧。”跪在地上的老太监急忙道：“六皇子他赢了达尔巴，而且一刀就杀了达尔巴。”秦皇脸上的厌恶之色顿时就被一抹惊诧取代，紧接着他双眼中的猩红之色变得更加浓郁，宛若2个血色的漩涡。秦皇请公万，由于太子秦彻还要招待天狼皇朝的使臣，所以天师穆正南带着秦毅来此向秦皇汇报战绩。13皇子秦磊也跟在秦毅身边。等了片刻，负责伺候秦皇的老太监来到了众人面前。13皇子秦磊比秦毅还心急，立刻问道：“魏公公，我父皇怎么说？”老太监名为魏贤，也是一位宗师级的元刚境强者，此人乃秦皇真正的心腹。当秦皇要大肆收割子嗣血肉用于炼丹续命，这魏贤便是秦皇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利刃。魏贤笑道：“六皇子大显神勇，一刀斩杀天狼皇朝达尔巴。陛下得知，大悦。但陛下身子的确疲乏不堪，于是就不接见六皇子了。陛下说了，六皇子为大秦争光，当重赏，所以赐六皇子灵异丹1瓶以及府邸1座。”秦毅目光一闪，灵异丹乃是大秦皇朝内的顶级宝丹，哪怕是擅长炼制丹药的天师穆正南都炼不出来。整个大秦皇朝能炼制灵异丹的人是天丹楼的楼主，可天丹楼的楼主3年前就已经金盆洗手，所以灵异丹这种修炼资源都是此前的储备，用1颗少1颗。秦毅修炼鸿蒙仙经，目标是开启15窍，奠定极致根基，但他完全可以先用前世之法，借助一些资源先冲开12窍，再提升一些实力。后面3窍的修炼则必须进入天骄秘境，获取蛟龙尸身的气血来完成。这一瓶灵异丹对他来说倒也不错。至于赏府邸1座，要知道皇子离开皇宫外出开府通常都要封王，可秦皇只是赏府邸1座而已。当然秦毅对于封不封王根本无所谓，在外边有1座府邸方便许多。老太监魏贤继续说道：“六皇子，陛下对你非常满意，你可要好好努力，不要让陛下失望。”秦毅点了点头道：“魏公公，还有一件事，麻烦你带我向父皇说一声，他要的东西还没拿到呢。”魏公公笑道：“六皇子请说。”秦毅道：“我想向父皇讨要一个10天后进入天骄秘境的名额。”此话一出，魏贤脸色微变，天师穆正南也目光闪烁，但却并未表态。而13皇子秦磊
则是帮忙说道：“六哥的身体已经恢复，开窍劲无敌，斩杀天狼皇朝达尔巴立下大功，进天骄秘境，未尝不可。”魏贤点了点头，道：“还请六皇子稍等。”当魏贤将秦毅所要奖赏的事通报给密室内的秦皇后，秦皇那苍老的脸上流露出阴冷的笑容，道：“既然他想去，就让他去，正好可以借他的手将这一张网给拉开。朕的那些儿女都太安静了一点，也需要热闹热闹，朕才方便获取一些丹药原料。”片刻后，魏贤再度来到秦毅面前，道：“恭喜六皇子，陛下答应了，此事已定。”秦毅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接下来就是为进入天骄秘境做一些准备了。在进入天骄秘境前，先利用前世秘法冲开12窍再说。魏公公，那我就不打扰父皇歇息了。秦毅说道，然后转身离去。天师穆正南也匆匆告辞离去。秦毅的变化太不可思议了，他要回去找他女儿，弄清原委。13皇子秦磊陪着秦毅去了皇室宝库，领取一瓶灵异丹。六哥，你可得跟我好好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秦磊满脸好奇。秦毅笑道：“3年前我的确修炼出了岔子，导致纯阳血脉反噬，但这3年来我一直在暗中调理，之所以瞒着大家。”秦磊立刻道：“我懂了，六哥你是怕被人盯上，低调发育。”秦毅淡淡一笑，关于大秦皇朝的那些肮脏污秽，他暂时不想告诉秦磊，免得将秦磊提前拉入风波之中。六哥，父皇赐你的一瓶灵异丹，效果好是好，但肯定不够你用。我这里还有一瓶大元丹，虽然不如灵异丹，但也还算不错，你先拿去用。另外，父皇刚赐你府邸，又没有赏赐你钱财，这是3000两银票，你先拿着，然后我再去给你张罗招收护卫与侍女的事。你可不要随便招护卫侍女，免得被人安插眼线。这些事包在我身上就行。秦磊将一瓶大元丹还有一叠银票塞到了秦毅的手里。对了，六哥，3年前你刚觉醒纯阳血脉之时，父皇赏赐你的极品宝刀，后来因为你被血脉反噬，那把刀也被收回去了，现在落入了秦海那个王八蛋的手里。你现在缺一把趁手的兵器，我这把刀也给你了，这可是上品宝刀，反正你用着顺手。说话间，他又从身边护卫的手里将那把杀了达尔巴的刀拿来，映射给了秦毅。秦毅没有拒绝秦磊的好意，他点了点头，道：“13，多谢了。”秦磊咧嘴一笑，一拳砸在秦毅的胸膛位置，道：“咱哥俩哪用得着那么客气？别忘了，我小时候我娘还未封为贵妃，我外公在外领兵吃了败仗，其他皇子皇女都欺负我，是你一直保护我。有一次，你为了帮我，你被秦海那个王八蛋打得头破血流了，却还是将我压在身下，不让我受到伤害。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报答你。”听着秦磊说这些话，秦毅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天师院，当穆正南回来，从穆星兰口中得知穆星兰反被秦毅夺了纯阴之力的消息后，穆正南脸色铁青，难怪他竟然恢复了，原来他夺了你的纯阴血脉之力。穆星兰咬牙切齿道：“别，这口气我咽不下去，我一定要将我纯阴之力吸回来。”穆正南的目光一阵闪烁，然后道：“倒也不难。”接着穆正南取出一本古旧的线装书籍，道：“此乃阴阳合欢大法，是你之前那套双修秘法的完整版，之前担心你掌控不了，所以没有完全交给你，现在非常之时，只能行非常之事了。星兰，你先调理身体状态，明日再去找他，用阴阳合欢大法将阴阳之力夺回来，但千万要记住，别被太子发现。”穆星兰接过阴阳合欢大法，郑重道：“爹您放心，那秦毅既然要搬出皇宫了，那我去找他就更加方便，不会被太子知道的。”秦毅直接搬到了刚得到的府邸中，反正他在皇宫的住处也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搬，直接人过来了就行。这座府邸不大，只有几个护卫与侍女，而且这几个护卫与侍女说不定还是一些人故意安排的眼线。秦毅压根不在意，他愿意让人看到的，别人才看得到。他若想隐藏起来的东西，谁也休想发现蛛丝马迹。夜幕拉开，秦毅待在房间内，下一瞬，他身形一闪，从屋内消失。几个呼吸的时间过去，秦毅将房间外暗中窥视的2个护卫以及一个侍女的尸体一把火烧成了灰烬，然后他才重新回到房间，进入房间内配套的修炼密室中，闭目盘息，运转鸿蒙仙经。顿时，他的丹田内无上至宝鸿蒙塔猛烈震荡。秦毅心念一动，下一瞬，鸿蒙鼎透体而出，飘在了他的面前。今夜，他便要试一试这鸿蒙鼎之玄妙。鸿蒙鼎飘在秦毅的身前，散发出一股玄妙莫测之意。秦毅的一缕感知探查鸿蒙鼎的情况，鸿蒙鼎的内部涌动着一缕缕精纯的气息，此乃先天之气，也是鸿蒙鼎用来升华万物的基础。当然，秦毅上一世刚得到鸿蒙鼎时，鸿蒙鼎内部涌动的可不是先天之气，而是鸿蒙之气。可现在鸿蒙之气早已经消失了，秦毅猜测是鸿蒙鼎带着他重生，消耗掉了鸿蒙之气，只剩下了先天之气。即便鸿蒙鼎内只剩下不多的先天之气，但对于现阶段来说还是够用的。下一刻，秦毅将那一瓶灵异丹投入了鸿蒙鼎内，顿时鸿蒙鼎中的先天之气快速汇入灵异丹中。几个呼吸的时间过去，这一瓶灵异丹就完成了升华，从极品宝丹晋升为了一阶下品灵丹。宝丹与灵丹那可是质的差别，只有那些元刚境之上达到了元丹境的武者才有资格使用灵丹。在大秦皇朝，
无人能炼制灵丹。炼制灵丹不仅对药材的要求极高，炼制手法也无比复杂。但现在秦毅却轻易获得了一瓶灵丹，哪怕只是一阶下品，但对于他现在开窍境的修行来说，也很不错了。鸿蒙鼎升华万物，并不是无限制的提升，而是根据升华之物的情况，将升华之物的特性发挥到极致。炼制灵异丹的材料，极限就是炼制出一阶下品灵丹而已。即便是我亲手炼制丹药，也无法将材料的特性完美发挥出来。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炼丹师能做到这一点。但一瓶一阶下品的灵丹，还不足以让我打开第11个窍穴。好在13还送了一瓶上品宝丹给我。说话间，秦毅将那一瓶大元丹也投入了鸿蒙鼎内。大元丹升华过后，虽然比任何极品宝丹的药性更强，但却没能达到一阶灵丹的层次，只能算是准灵丹。连续升华了2瓶丹药，鸿蒙鼎内的先天之气消耗了一丝。他看了一眼放在旁边的那把刀，秦雷所赠送的上品宝刀。此刀即便投入鸿蒙鼎内，升华一遍，也应该达不到一阶灵气的程度。就先不去浪费鸿蒙鼎的先天之气了，反正上品宝刀对我现在也够用。除非是得到了极品宝刀，能够升级为一阶灵气，能够给我的战力带来极大的提升，不然就别浪费先天之气了。毕竟到时候进入天骄秘境，还要升华蛟龙尸身，消耗的先天之气一定极为夸张。目前能省一点就是一点，若先天之气不够，在大秦皇朝可没有地方给我收集先天之气。接下来秦毅便将鸿蒙鼎重新收回了丹田之中，他取出用灵异丹升级而成的一阶下品灵丹，放入口中，开始运转功法修炼。鸿蒙仙经炼化丹药能量速度极为惊人，而且还在大范围汲取吸收天地间弥漫的元力入体。不知不觉一夜时间过去，一瓶一阶下品的灵丹，一瓶准灵丹都被秦毅全部炼化，而他也如愿所偿，冲开了第11个窍穴。力量流转，体内11个窍穴中所储存的雄魂力量轰隆轰隆似江河激荡，威势强盛。虽然只是比昨日多开了一个窍穴，但这是极限之外的一次提升，给秦毅带来的好处巨大。灵异丹已经是大秦皇朝的顶级修炼资源了，再加上一瓶大元丹，通过鸿蒙鼎升华，这才勉强冲开第11个窍穴。而冲开第12个窍穴所需要的能量更加庞大。秦毅目光闪烁，思绪转动，进入天骄秘境前，一定要先冲开12个窍穴，拥有更强的实力，才能万无一失，按照计划推进。得想办法开辟一个获得修炼资源的途径，不仅现在需要，以后也还需要。秦毅轻声自语：天师院。太子秦彻到来，穆正南与穆星兰父女2人将秦彻请入了密室中。秦彻神色冰冷道：天师大人，关于秦毅的事，我想你们应该要给我一个解释吧。即便天师穆正南权倾朝野，还是秦彻未来的老丈人，但秦彻在穆正南面前依旧显得极为强势。穆星兰眼神躲闪，不敢直视秦彻。穆正南低声道：这事实在蹊跷，还请太子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一定查清楚秦毅究竟是怎么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恢复实力的。秦彻道：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办法，不用那么麻烦。穆正南道：太子请说。秦彻道：秦毅已经从皇宫中搬了出来，那就干脆让他直接去死。不行！穆星兰条件反射似得便喊道。秦彻瞬间盯着穆星兰，穆星兰顿时全身狂冒冷汗。穆正南道：太子殿下，如今秦毅刚恢复，且斩杀达尔巴为大秦争光，陛下也对他重视了起来，现在动他的确不是明智之举。穆星兰也连忙说道：的确，殿下放心，我一定会弄清楚的，给我们一点时间。秦彻冷哼一声，他盯着穆星兰道：我没有那么多耐心，他对你毫无防范，而且还对你这些年帮他救治心存感激，我要你现在就去找他，3日之内给我答案。秦彻的语态透着一股不容置疑之意。穆星兰目光一闪道：好，我这就去，反正他也要去找秦毅，之前还想着得偷偷摸摸，免得被太子发现，现在好了，太子让他去的，不用遮遮掩掩了。秦彻闻了一声，然后假惺惺地说道：穆康昨日被达尔巴重伤，我今日来特地想要探望一下。穆正南点头：殿下有心了。穆正南带着秦彻去看养伤的穆康，而穆星兰则是奉太子之令，在他的未婚夫的催促下，光明正大去找秦毅双修。穆星兰来到秦毅的府邸，侍女通报给秦毅后，秦毅便让穆星兰进入了房间内。穆星兰看着秦毅道：六皇子，我今日来是想与你摒弃前嫌，我不喜欢太子，我承认之前想要利用你的纯阳之力来提升我的实力，但现在我意识到错了，我爹也看到了你的潜力，如果我们联手，以你的天赋加上天师院的扶持，你推翻太子，取而代之，指日可待。秦毅看着穆星兰冷笑一声道：那就拿出你的诚意来，让我看看。穆星兰轻抿红唇，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脱掉了身上长裙，很快就一丝不挂。她贴到了秦毅身上，主动抓着秦毅的手掌放在自己的身前与身后。六皇子，这个诚意你看够了吗？穆星兰的红唇靠在秦毅的耳旁，吐气如兰。秦毅嘴角上扬，直接一推，穆星兰重心不稳，跌坐在地上。秦毅盯着他道：是凭大元丹，我满足你一次。天师院拿不出灵异丹，但大元丹绝对不缺。穆星兰瞬间，她的双眼中蒙上了一层水雾。自己如此美丽，身材这般完美，肌肤白皙细腻水润，
而且还身为天师之女，未来的太子妃，秦毅的嫂嫂，主动对秦毅投怀送抱，秦毅竟然还要收费。穆星兰心中恨不得将秦毅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但他只能忍着，他还需要跟秦毅双修。如果秦毅死了，那他这些年的谋划就彻底白费了心思，一切成空。他从地上站了起来，再次走到秦毅面前，露出妩媚的神态，道：“我们天师院既然要支持六皇子，区10瓶大元丹而已，自然不算什么。不如我们先好好深入交流一番，事后我就去将10瓶大元丹给六皇子送来，如何？”秦毅神色冰冷，道：“概不赊欠。”穆星兰再一次破防了，咬着红唇道：“什么？六皇子就这么信不过我吗？”秦毅点头，信不过。穆星兰心中怒极，气得胸脯都膨胀到快要爆炸了一般。他深吸了好几口气，让情绪冷静下来，然后道：“好，我这就回去准备，保证让六皇子看到我的诚意。”说完，穆星兰穿上衣裙，然后气汹汹地离去。半个时辰后，穆星兰重新回来，10瓶大元丹摆在了秦毅面前。秦毅将丹药检查了一遍，确认丹药没有问题。在他眼里，这可不是10瓶上品宝丹，而是10瓶准灵丹，是他冲开第12个窍穴的重要资源。既然穆星兰已经将诚意带来，秦毅自然不会言而无信，很快就帮穆星兰冲开了窍穴。穆星兰沉浸在了那一轮接着一轮犹如潮水般冲击的愉悦之中，但很快他就想起了正事。他悄然运转阴阳合欢大法。秦毅察觉到穆星兰的小动作，但他不以为意，甚至主动将一丝细微的阴阳之力送给穆星兰，给穆星兰看到一丝希望，他才能乐此不疲，以后才会不断带着资源来求双修。穆星兰心中激动，有效，他更加卖力，更加主动。1个时辰后，穆星兰犹如一滩烂泥躺着，全身都在不受控制的抽搐。秦毅披上了长袍，将穆星兰的长裙丢到了穆星兰的身上，道：“别在这里待太久，免得太子怀疑。你可以走了。另外，下次再来，记得提前准备10瓶大元丹。”穆星兰顿时又委屈极了，就真的这么无情吗？刚完事就敢自己走？手脚发软的穆星兰艰难地穿上了衣裙，然后离去。穆星兰走后，秦毅立刻又进入了修炼室内，将10瓶大元丹丢入鸿蒙鼎内。天师院，穆星兰回来后，太子秦彻早已走了。穆星兰与穆正南进入密室中，穆星兰激动地喊道：“爹，有用，真的可以！我用阴阳合欢大法从秦毅体内吸了一些阴阳之力回来，虽然数量不多，但只要持之以恒，一定可以将它吸空。到时候我身负阴阳，便能将那一股被封印的力量释放出来。大秦皇朝很快就要变成大穆皇朝了。”他们父女2人之所以如此执着于阴阳之力，是因为穆正南前些年发现了一件秘宝，秘宝内封印了强大的力量，但需要阴阳之力才能解封。正是那件秘宝，使得穆正南看到了篡位成功的希望。穆正南淡淡一笑，道：“如此，为父也能放心了。”穆星兰道：“就是那秦毅，贪得无厌，我要想跟他双修，他就要10瓶大元丹。”一说到这件事，穆星兰便恨得牙痒痒的。穆正南道：“无妨，给他便是。他要那么多丹药，也来不及炼化，到时候大部分都能收回来，就当是先给他保管了。更何况，只要大计能成，区大元丹而已，算不了什么。”穆星兰了一声，点头道：“这。”秦毅府邸消耗了些许先天之气后，10瓶大元丹都经由鸿蒙鼎升级成为了准灵丹。秦毅一口就将1瓶准灵丹倒入了口中，然后运转功法炼化丹药能量。换做其他武者，哪怕是拥有宗师之名的元刚境强者，吞服1颗准灵丹都得非常谨慎，毕竟丹药能量进入体内，若是太庞大了，不仅炼化不了，还会失控，轻则经脉破裂，重则爆体而亡。但秦毅压根无需担心这种事情发生。2天后，10瓶准灵丹全部被秦毅炼化，但依旧没能冲开第12个窍穴。秦毅目光闪烁，算算时间，穆星兰也差不多到了。他闭关修炼这2天，穆星兰每天都来，但秦毅没空搭理他。现在丹药用完了，倒是可以让他爽一爽。秦毅出关，果不其然，1刻钟后，穆星兰就来了。他进入秦毅的房间内，脸色很不好看：“六皇子，你这2天不见我，让我吃闭门羹，难道你就一点也不想我吗？”秦毅嘴角上扬，道：“丹药呢？”穆星兰气得跺脚，一挥手，袖口中飞出10瓶大元丹。秦毅检查了一遍，然后问道：“天师院可有办法弄到灵异丹？如果你能拿1瓶灵异丹来，我可以让你满足3次。”穆星兰，你以为灵异丹是街上的大白菜？整个大秦皇朝也就只有天丹楼的楼主才能炼制灵异丹，但他3年前就金盆洗手不炼丹了，哪怕是秦皇开口，他也不会再炼丹。听穆星兰这么一说，秦毅思绪飞快转动，他需要一条稳定提供修炼资源的渠道。穆星兰的这条通道目前只是将就着用，而天丹楼显然很合适。天丹楼的背后有着宗门的影子，就算是那个犹如魔鬼一般的秦皇，也不敢轻易得罪天丹楼的楼主。在秦毅思索间，穆星兰已经躺好，上来吧，他催促秦毅。秦毅看着赤条条的穆星兰，冷笑道：“跪着。”1个半时辰后，穆星兰心中感叹，秦毅又变强了，这次双修比上一次收获又要多一点，这让穆星兰看到了更多的希望。他看着秦毅，好奇地问道：“
已突破到通脉境了。秦毅淡淡道：“与你无关。”木星兰，他穿好衣裙离开前提醒秦毅：“太子让我尽快查清楚你的状况。我虽然在尽量拖着，但太子显然没那么多耐心。他现在虽然不会亲自动手，但肯定会有一些针对你的举动，你要小心了。”秦毅道：“有什么消息？你提前通知我。”木星兰道：“那我通知了你，下次来找你，是不是能少给点丹药？”秦毅道：“那你不用来了。”木星兰眼中顿时浮现愤怒的火光一般，骂道：“你这个无情的男人！”说完，木星兰气冲冲的离去。秦毅正打算将刚得到的10瓶大元丹拿去用鸿蒙鼎进行强化，可就在这时，府邸前院的位置传来一声炸响，紧接着一道洪亮的大喝声响起：“老六，你三哥我来了，还不赶紧出来迎接！”秦毅眼中顿时闪过一抹寒芒。当秦毅赶到前院，便看到三皇子秦海手里拎着一把刀，趾高气昂，满脸嚣张。在秦海面前，一群由13皇子秦磊帮秦毅安排的护卫与侍女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秦海手里那把刀乃是极品宝刀，正是3年前秦毅觉醒纯阳血脉，秦皇所赐之物。但秦毅后来身体出了状况，这把刀又被收回，落入了三皇子秦海的手里。秦海看向秦毅，他脸上带着不屑的冷笑，朝着秦毅挥了挥手里的刀，然后说道：“老六，你的这些护卫与侍女太不懂规矩了，我便好心帮你教一教他们。当然，你如果非要谢我，那就将父皇赏你的那瓶灵异丹拿出来吧。你诚心感激，我这个当三哥的就勉为其难收下，你看如何？”三皇子秦海几句话就让秦毅弄清楚了他的来意，奔着灵异丹来的。就算三皇子秦海与太子秦彻是一母所生，他的母妃是当朝皇后，可灵异丹这种资源也不是想要就有的。更何况这秦海不学无术，武道天赋平平，到现在也只有通脉境2重修为，秦皇更不可能在他身上投入过多的资源。秦毅冷笑道：“灵异丹的确效果不错，就算你这种天赋，若能得到灵异丹，应该也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几重修为。但我为什么要给你？灵异丹乃父皇所赐，谁也不能来抢吧。”他的灵异丹早就用完了，但他故意强调灵异丹的效果，就是为了让秦海更想得到。秦海眼中涌出一抹狂热的光芒：“老六，你诚心送我，这可不是我来抢。”秦海说道：“我不送。”秦毅淡淡笑道：“秦海，老六，这把刀你应该很熟悉吧？他今天来准备了2个办法，秦毅若识趣点主动给，那自然是最好了，但秦毅不给的话，他就用第2个方法，这把刀便是他的筹码。”秦毅点了点头道：“当然熟悉，这把极品宝刀曾经属于我。”秦海笑道：“但现在是我的。”秦毅，莫非你是想将刀送给我，跟我交换灵异丹？秦海眼中闪过一抹嘲讽之意，道：“老六，你也太天真了，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玩一个刺激点的事，咱俩比划几招，你若赢了，我将这把刀给你，但我若赢了，你把灵异丹给我，公平较量，有没有兴趣？”老三，你也太不要脸了吧！这时冷喝声响起，13皇子秦磊带着一群护卫快步冲来。这几天秦磊也是秦毅这里的常客，一有空他就过来，哪怕秦毅在闭关修炼，他也不在乎，不仅帮忙安排护卫侍女，还给秦毅的府邸添置了不少家当。六哥，别搭理他，他是通脉境2重修为，你还只是开窍境，什么狗屁公平较量？秦磊说道。秦海讥讽道：“小13，我可没有逼他，他答应就比，不答应就算了，这还不公平吗？”说完，秦海又看向秦毅：“老六，你可是最强开窍境，我比你的境界高不了多少，当然，你要是没这个胆子，那就算了。”顺便给秦毅上一招激将法。13皇子秦磊正要帮秦毅拒绝，秦毅却直接点头道：“好，既然你想试试，我就成全你。”此话一出，秦磊顿时脸色大变，道：“六哥，这……”秦毅淡淡一笑，道：“13，你就帮忙做个见证，免得待会有人赖账。这把刀他拿定了。之前秦磊送他的上品宝刀，他没有投入鸿蒙鼎内强化，因为强化了也晋升不了灵气的层次，就不去浪费先天之气了。可这把极品宝刀强化一遍后，绝对能成为灵气。一把灵气级别的刀在手中，这对秦毅的实力将带来极大的增强。有灵气在手，再冲开第12个窍穴的话，进入天骄秘境的计划才能更顺利的进行。哈哈，老六，那就开始吧。秦海大笑着说道。他拎着极品宝刀往前走了几步，刀锋扬起，刀尖直指秦毅。六哥，小心！秦磊神色凝重的叮嘱道。最强开窍境，也终究只是开窍境无敌。秦海已经是通脉境2重修为，这一场较量，秦磊心中担忧，但事已至此，他也没法阻止了。秦毅拔出了秦磊所送的上品宝刀，刀尖同样直指秦海。秦海嘴角划过一抹狰狞之意。老六，刀剑无眼，若是伤了你，可别怪我。话音落下，秦海猛然一步前冲，手中的极品宝刀横扫而出，刀光凛冽。通脉境贯通的一条经脉所储存的天地元力，就比10个窍穴储存的元力还多了。秦海可是通脉境2重，而且秦海也还有冲开了的10个窍穴。就算秦毅的10个窍穴在与达尔巴一战结束后，经过探元宝镜照耀，显示出比常人的要大一些，但比天地元力的总量是绝对远不如秦海的。在场所有人都认为这一战的结果
毫无悬念。眼看着秦海的刀光就要席卷至秦毅的身上之际，秦毅仅只是刀锋一挑，便将秦海的刀光破去。下一刻，秦毅一刀掠向秦海，出刀的速度无比迅疾，他所施展的依旧还是之前击败达尔巴的天光斩刀法，一层层刀光倾泻而出，狂暴无比。秦毅神色淡漠，他现在可是开窍境11重，而且还修炼的是无上仙经，他所拥有的天地元力总量完全不输秦海，更何况他的刀法也完全碾压秦海。秦海的刀法在秦毅的眼里就犹如三脚猫一般，漏洞百出，滑稽可笑。几个呼吸的时间而已，秦海就已经无力招架了。秦毅再次一刀斩下，秦海再也来不及抵挡，冰冷的刀锋直接劈开了秦海的胸膛。啊！秦海的身体往后倒射，撞在了院墙上，然后贴着院墙滑落到地。三皇子，秦海的一群护卫顿时慌了神，急忙冲了过去，将秦海搀扶起来。秦海的胸膛皮肉翻卷，就连肋骨都被劈断了好几根，他那苍白的脸上浮现痛苦之色，大口大口的咳血。老六，你……秦海怒吼。秦毅淡淡道：“认赌服输，把刀留下。”13皇子秦磊压下了心中的震撼，也急忙喊道：“老三，我可是亲眼见证了这一战的，你输了，我劝你要点脸，别耍赖，不然我保证1天内，整个皇城所有人都知道你输不起的事。”秦海咬牙切齿，怒喝：“这次我认栽，但你们高兴的别太早了，我们走着瞧。”说完，将手中的极品宝刀丢在地上。走！一群护卫便要搀扶着秦海离去。慢着！秦毅那冰冷的声音响起：“来我府邸，伤了我的人，想就这么算了吗？小13，动手，让他们爬出去！”秦磊一挥手，顿时他带来的护卫冲出，砰砰砰的声音与惨叫声接连响起。片刻后，3皇子秦海便与他的护卫连滚带爬离开了秦毅的府邸。秦磊亲自去将那把极品宝刀捡了起来，递给秦毅，笑道：“六哥，这把刀终于又回到了你的手里。”秦毅接过这把极品宝刀，只等鸿蒙鼎强化一遍，便可成为灵器。秦磊继续道：“六哥，今天秦海来闹事，给我敲响了一个警钟，我还得帮你增强府邸中的护卫力量。你给我点时间，我想想办法。宗师级别的强者我请不动，但我争取给你弄一个真元境5重修为以上的强者。”秦磊的话触动了秦毅的思绪，的确，自己这府邸的防护力量得增强一些。今日的秦海只能算是明枪，而且还是没用的蜡头枪。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拿子女血肉用来炼丹续命的秦皇，暗中修炼魔功创建魔教的太子，野心勃勃的天师，群狼环伺的环境下，除了自己要变强，身边也还得有得力帮手。秦毅的脑海中很快就浮现了一道身影。上一世，皇城内，秦皇、天师、太子三方乱战，皇城一处无人在意的角落，忽有一道剑气升空，震惊了所有人。那一道剑气属于大秦皇朝销声匿迹的一位剑道宗师古千帆，亦是大秦皇朝能铸造极品宝器的寥寥几人之一。而就在那一道剑气过后，古千帆殒命。直到有人辨认出古千帆的尸体后，大家才知道，原来古千帆销声匿迹多年，是因为他的身体出了问题。他使出那一剑是为了保护他的幼子，而事后古千帆的幼子被天丹楼的人接走。秦毅心中暗道，古千帆能铸造极品宝器，他还是一位剑道宗师。另外，我刚才还在想着怎么跟天丹楼搭上线，古千帆显然跟天丹楼有联系，若能将古千帆收入麾下，那可就是一举多得。将秦海打跑后，秦毅与秦磊进入了屋内。秦磊想到刚才那一战的画面，依旧还是心绪激荡，难以平静，道：“六哥，你应该突破道通脉境了吧？”秦毅淡淡一笑，道：“也不算吧，还差一点，还差4个窍穴，冲开15窍之后，他才会选择突破道通脉境。”秦磊感叹道：“六哥，这就是纯阳血脉的恐怖吗？太不可思议了！即便秦海只是个废物，但通脉境2重修为毕竟是实打实的，结果他在你面前完全就没有一战之力，你收拾他就跟收拾鸡崽子一般简单。哦，对了，六哥，我给你准备了2瓶大元丹，还有1颗灵异丹。”说完，秦磊取出3只玉瓶，放在了秦毅面前的桌上。灵异丹对秦磊本身也有很好的效果。秦毅现在很清楚灵异丹有多难得，哪怕只是1颗灵异丹，这其中的情谊也无法用价值去衡量。秦毅的神色忽然变得凝重，道：“小13，接下来我打算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你要向我保证，不可以告诉别人，哪怕是你娘以及你的外公，更不能让父皇知道。”秦磊神色一怔，然后抬起右臂，举起3根手指，道：“我秦磊对天发誓，如果……”秦毅按住了秦磊的手臂，道：“行了，不用发誓，记在心里就行。”秦磊嗯了一声，郑重道：“六哥，你说。”秦毅道：“我能恢复，其实是因为我有一桩奇遇，获得了一些传承，我打算将2份玄阶极品的传承送给你，选择给秦磊玄阶极品的传承够了，若是太高品阶的传承，他日说不定还会给秦磊带来杀身之祸。”秦磊一听，顿时瞪大了眼睛，道：“六哥，这是真的？要知道，大秦皇朝最顶级的传承也只是玄阶中品地功法而已。”秦毅直接就要送玄阶极品的传承给他，而且直接就给2份。秦毅笑道：“我还能骗你不成？”秦磊沉默了片刻，道：“六哥，我不能要，
万一给你传承的高人知道了，没有得到他的允许，你就擅自将传承给我，引起高人不悦，恐怕会对你带来麻烦。这就是13皇子秦磊，他不是单纯，他在皇宫中生存，什么情况都见过，他只是纯粹的对秦毅好。即便诱人的玄阶极品传承摆在面前，他还是从秦毅的角度为秦毅考虑。秦毅笑道：“没事的，那位高人早就陨落了，我只是继承了他的衣钵，这些功法传承都由我说了算。”秦磊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许多。既然如此，那我就多谢6哥了。说完，站起来拱手一拜。片刻后，秦毅将一份名为纯元心经的玄阶极品功法，还有一份玄阶极品的七星拳法交给秦磊。然后，秦毅又特地指点了一回秦磊修炼。13，我教你的这些够你一段时间去吸收消化了，你现在赶紧回去闭关参悟。秦毅说道。虽然上一世秦磊是死在天骄秘境，但这一世因为秦毅的重生引起了一些事情的变化，秦磊已然卷入了其中。为了避免发生什么预料之外的变故，所以让秦磊老老实实待在修炼室闭关是最好的选择。秦磊对秦毅的话一直都是言听计从，他点头道：“6哥，那我回去闭关了。”等秦磊离去，秦毅则是先进入密室，将那把极品宝刀投入了鸿蒙鼎内。10多个呼吸的时间过去，宝刀强化升级完成。当秦毅将刀从鸿蒙鼎内取出，顿时一道凌厉无匹的刀光爆闪，刀锋轻颤，发出铮铮之声，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一些，强化成了一阶中品的灵气。秦毅打量着手中长刀，脸上浮现满意的笑容。木星兰还有秦磊送来的丹药，秦毅也都投入鸿蒙鼎内，很快就获得一颗一阶下品的灵丹以及12品准灵丹。他没有立刻修炼，而是带上几个护卫离开了府邸。他要去找古千帆。皇城西区一个毫不起眼的铁匠铺，秦毅让护卫在铁匠铺外等候，他独自进入了铁匠铺内。铁匠铺中挂着许多普通的菜刀、柴刀、锄头等铁器，也有一些没开封的寻常刀剑。一道怯生生的声音响起：“大哥哥，你买什么东西？”说话的是一个只到秦毅腰部位置的小男童，这就是古千帆之子。秦毅看着男童道：“我找你爹。”男童摇了摇头道：“爹爹身体不舒适，去休息了。大哥哥你要买什么东西，跟我说就行，我可以做主。”秦毅道：“我不买东西，我之前向你爹买了一把刀，这把刀有点问题，你把刀拿给你爹看看。”说话间，秦毅将那把已经升级成为了一阶中品灵气的长刀递给了男童。男童抱着刀道：“大哥哥你等等，我这就去找我爹。”秦毅点了点头，他完全不担心古千帆会因这把刀而动什么心思。古千帆的身体状况已经很糟糕，他只想保护他的儿子，所以才在此隐居。片刻后，一名留着络腮胡的中年男子手里拿着秦毅的刀，另外一手牵着男童，来到了秦毅的面前。古千帆盯着秦毅，他的眼中闪过一抹警告之意，随即手一甩，将刀抛向秦毅。秦毅接过长刀，古千帆道：“这位小兄弟，你这把刀不是我这里卖出去的，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请回吧。”说完，他剧烈的咳嗽起来，脸色苍白，嘴角溢出一丝鲜血。爹！男童慌了神，道：“您快回房去休息。”可下一瞬，古千帆的气息变得无比紊乱，一股灼热的气息从他的身上爆发开来。而就在古千帆身上的灼热气息爆发之际，他身上涌出一股柔和的力量，将他的儿子推到了铁匠铺的角落，避免灼热之意烧伤他的儿子。古千帆强忍着痛苦，继续盯着秦毅，低吼：“立刻走，这里不欢迎你。”他只想要一个平静的生活。那把刀是灵气，眼前这个能拿灵气来找他的少年肯定不简单，他不愿再卷入任何是非之中。古千帆这句话已然爆发了强大的威势，导致他体内那失控的灼热气息更加紊乱。也就在这时，一名戴着面纱、穿着长裙的女子冲入了铁匠铺，站到了古千帆的面前。“烈火灼心，别再运力。”女子说完，便取出一根根犹如冰晶打造而成的针，一根根冰针相继刺入了古千帆的额头、双肩、胸膛等位置。显然，他对古千帆的状况非常了解，所以根本无需诊断，直接就能动手救治。秦毅虽不认识这个女子，却已经能够猜到此女大概就是天丹楼的人。古千帆的状态以极快的速度好转，眼看着女子手中最后一根冰针就要刺向古千帆的腹部位置之际，秦毅忽然开口：“这一针你若扎下去，他必死无疑。”秦毅的话顿时使得蒙面女子手中最后一根冰针停在了古千帆的腹部前，没有扎下去。蒙面女子转头看了一眼秦毅，道：“你懂一丹之术？”秦毅淡淡道：“略知一二。”蒙面女子说道：“如果我这一针扎下去，他的确会死，但起码能多活1个月。可这一针不扎下去，他活不过今日，多活1个月也是死。”所以秦毅算是说对了，故此蒙面女子这才会停下来与秦毅对话，不然的话他才不会搭理旁人。秦毅点了点头，又道：“你这一针如果刺入他的山中穴2寸，他可以多活2个月；倘若再来一针刺入他的天池穴3寸，便能为他续命起码3个月。要是全部听我的，他甚至可以在10天内就恢复，再也不必受火毒折磨之苦。”蒙面女子那露在面纱外的乌黑明亮双眸之中闪过一抹明显不幸的光芒。古千帆的情况他太清楚了，因为他的师尊
乃是天丹楼之主朱孝。而朱孝的情况跟古千帆的情况非常相似，都是频繁接触火焰，不小心被火焰焚烧了五脏六腑，问题非常严重。这就导致他的师尊在3年前金盆洗手，不再炼丹。不是不想练，而是不敢练。一旦炼丹，必将加剧体内火毒的爆发，随时都可能会丢了性命。而他的师尊也一直就是用这套针法续命。这套针法可不简单，乃是玄阶中品的1丹之术，名为冰魄七针。秦毅前面2句话还使得他将信将疑，但听到秦毅说完全能根治，蒙面女子便觉得秦毅这是在胡说八道。怎么可能？大秦皇朝没有人比他师尊更懂1丹之术。蒙面女子不再看秦毅，而是转头看向古千帆，道：这一针要不要按我的方式来，你自己做决定。古千帆那显得粗犷的面庞上浮现了一丝犹疑之色。他这种人行事果断干脆，从不拖泥带水，但现在关乎他的性命，尤其是他的儿子尚且年幼，还需要人照顾。古千帆看向秦毅，道：这位小兄弟不知尊姓大名。他对秦毅抱有一丝期待，因为秦毅刚才给他看的那把刀是灵气，能拿出灵气来的少年怎么可能简单？或许他真的能行，自己的性命还有救呢。秦毅神色淡然，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得知面前之人就是当朝6皇子秦毅，古千帆还有蒙面少女，内心都十分震惊。古千帆深吸了一口气，朝着秦毅拱手道：6皇子，我愿意按你的方法一试。他时日无多，本以为再无希望，但现在他想拼一把，赌一次。蒙面女子也朝着秦毅施了一礼，然后他看向古千帆道：既然如此，那你的事便再与我无关。古千帆看向蒙面女子道：这些年多谢沈姑娘帮我续命，我并非不相信沈姑娘，而是我现在只能如此，希望沈姑娘能够体谅。我答应帮沈姑娘锻造的那座炼丹炉已经成功了，沈姑娘现在就可以取走。另外，倘若我赌输了，还请沈姑娘替我照顾犬子。蒙面女子点了点头。古千帆看向秦毅道：6皇子，请稍等片刻，我带沈姑娘去取炼丹炉。秦毅嗯了一声。古千帆带着蒙面女子离去。秦毅的思绪转动，蒙面女子姓沈，那她的身份已然呼之欲出。沈莲英，天丹楼之主的真传弟子，亦是大秦皇朝天赋最好的炼丹师，刚满20岁就有能力独自炼制出极品宝丹。沈莲英还是一个大美人，追求者无数，就连有秦皇赐婚的太子秦彻都极为爱慕沈莲英。秦彻与穆星兰的婚事是他为了得到天师穆正南的支持，而他最渴望拥有的女人是沈莲英。据传秦彻经常私底下去天丹楼，只为见沈莲英一面，但经常吃闭门羹。片刻后，古千帆回到了秦毅的面前。6皇子，沈姑娘已经从后门离开了。另外，我想6皇子既然能找到这里来，应该已经知道我的身份，所以我就不过多介绍自己了。我只想说，倘若6皇子能助我恢复，我古千帆一定为6皇子尽心办事。古千帆的神色极为严肃，语气郑重。他做这个选择不仅是为了自己活命，更是为了他的柚子。秦毅道：跟我走吧。古千帆看了一眼他的铁匠铺。秦毅道：你需要带走的东西列一个清单，我的人会处理。是。天丹楼。沈莲英归来后便摘掉了面纱，露出了一张精致的面庞，皮肤白皙细腻，宛若吹弹可破。他进入一间密室，密室中一名全身升腾着火光的老者正盘膝而坐，火光跳跃，炽热爆裂。老者的眉头紧蹙，面带一丝痛苦之意。察觉到沈莲英进来，老者结束了功法的运转。师尊。沈莲英朝着老者行礼。老者正是天丹楼之主朱孝。朱孝点了点头，道：以今日去帮古千帆救治，他的情况应该已经很糟糕，活不了多久了吧。沈莲英将今日发生的事情如实汇报。听完后，朱孝目光一闪，道：这个6皇子3年前被纯阳血脉反噬，此事必有蹊跷。他隐忍3年，一朝爆发，扬眉吐气，得到秦皇嘉赏。他倒是有点心机，但他在大秦皇朝终究没有根基，斗不赢其他人的。沈莲英却没有听进去朱孝对秦毅的评价，他犹豫了一下，道：师尊，这6皇子万一真的有办法治好古千帆，那您的伤……朱孝摇了摇头，道：不可能的。为师与古千帆的问题虽如出一辙，但为师的问题更严重，连古千帆都无法可治，为师就更没有希望了。莲英，你的炼丹天赋非常不错，为师已经联络了那边，到时候会有人来将你带走。沈莲英顿时红了眼眶，道：师尊，我不走，我要陪您。另外一边，秦毅带着古千帆父子回到了府邸。古千帆父子2人的住处安排好后，古千帆便独自来到了秦毅面前。他深吸了一口气，拱手道：不知6皇子打算如何帮我彻底清理掉体内火毒。秦毅随手一甩，一张写有密密麻麻文字的纸张从他的袖口中飞出。古千帆立刻双手接住。秦毅道：此乃一份秘术，乃是玄阶上品，名为净火诀，你只需每日修炼1个时辰，不超过10天，必能让你恢复如初。古千帆懵了，玄阶上品秘术，大秦皇室似乎最强的传承也就玄阶中品吧，而且他本以为会很复杂的根治过程，就仅仅只是每天修炼1个时辰净火诀，这也太简单了，简单到他根本不敢相信。秦毅继续说道：有了净火诀，你以后炼气
再也不用担心被火焰侵蚀肉身。等你身体状态恢复过来，我再传你炼制灵气之法，先帮古千帆恢复，让古千帆对他再无一丝质疑，然后就会渴望得到秦毅许诺的灵气炼制之法，便足以让古千帆静心拜。但我觉得或许可以让他知道，因为天丹楼主朱啸跟我的处境很相似，六皇子的禁火诀能救我，应该也能救朱啸。倘若救了朱啸，以朱啸的能力对六皇子争夺大位，必然可以带来极大的助力。古千帆看到了秦毅的不凡，他觉得秦毅隐忍3年，如今开始锋芒毕现，是为了夺取秦皇大位。说完这一番话后，古千帆又怕秦毅误会，连忙补充道：六皇子，我只是提一个建议。秦毅目光一闪，道：下次他再来，你跟他坦白也无妨，但给你的这份禁火诀救不了朱啸。给古千帆的禁火诀是他根据古千帆的情况进行过改动的，适合古千帆，但不适合朱啸。如果朱啸直接修炼古千帆的这份禁火诀，只会死得更快。片刻后，秦毅带着几个护卫离开了府邸，直奔天师院而去。明日就要进入天骄秘境了，他暂时无法继续提升修为，兵器也有一阶下品的灵气长刀，但准备还是不太够，得准备一些恢复力量以及驱毒疗伤的丹药。秦毅手里可没有多余的钱财去购买资源，他跟天丹楼的关系又还没有建立起来，那自然是去找木星兰。目前来说，木星兰依旧还是他获取资源的一条好通道。天师院，太子殿下，爹姐，秦毅来了。穆康慌忙冲进了一间密室，密室内，太子秦彻、天师穆正南还有木星兰正在商量事情。听到秦毅来了的消息，秦彻眼底深处闪过一抹寒芒，他盯着木星兰道：金兰，你说要查清楚他的情况，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果，我希望你能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莫要对我敷衍应付。木星兰连忙道：太子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他内心激动，这几天他依旧每天去找秦毅，结果都吃了闭门羹。现在秦毅主动来了，他积攒了好几天的劲，一定要好好的发泄到秦毅身上去。这次一定要一雪前耻，绝对不能再如同之前一样被秦毅折腾的求饶喊不要，不对，是要将秦毅体内更多的阴阳之力吸出来，这才是重点。穆正南的眸光闪烁道：太子殿下，我现在欣然去看看秦毅今日前来到底想干什么。秦彻淡淡道：我也去会会他。穆正南心中咯噔一声，穆星兰满脸紧张之色。秦彻扫了一眼两人，神色淡漠道：我虽是太子，不宜与朝中重臣私下频繁往来，但我与星兰已有婚事，我来天师院无需遮遮掩掩。说完，秦彻双手负在身后，走出密室。片刻后，秦彻、穆正南、穆星兰几人来到了秦毅面前。秦毅脸上浮现一抹笑容，道：没想到太子也在。接着他看向穆正南道：见过穆天师。然后又对穆星兰道：嫂嫂，我的身体虽然恢复的不错，但还是有些隐患未消，今日前来还得辛苦嫂嫂操劳一番了。穆星兰表情尴尬道：六皇子这话就太客气了。秦彻也转头看向穆星兰道：星兰，六弟明日就要进天骄秘境了，你可要帮他好好的检查一下身体，里里外外都要确保没有问题。他太想弄清楚秦毅的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穆星兰低头道：是，殿下。秦彻接着又对秦毅道：六弟，你嫂嫂会尽心帮你，但你也要配合，争取让身体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才能在天骄秘境中更好的彰显出我们大秦皇室风采。秦毅笑道：多谢太子关心，也请太子放心，我与嫂嫂已有默契，我甚至只是抬一下手臂，嫂嫂就能明白我的想法。秦彻说了几句后便离开了天师院。他很清楚，他若留在这里，秦毅的警惕心一定很强。秦毅信任的是穆星兰，只有跟穆星兰单独相处，秦毅才会卸下防备。待秦彻离去后，穆正南便道：星兰，你赶紧带六皇子去密室中治疗吧，可不能去穆星兰的房间，必须去密室才安全。穆星兰已经迫不及待道：六皇子请随我来。两人一同进入密室后，穆康眨了眨眼道：我总感觉秦毅对姐姐似乎另有目的，他该不会是看上姐姐了吧？穆正南冷哼一声道：就的胡言乱语。密室中，穆星兰一脸深情地看着秦毅道：六皇子，你也看到了，太子殿下逼得很紧，可我一直没有出卖你，我对你的真心，你难道还感受不到吗？我恨不得日日夜夜陪伴在你身边，与你共赴云端，享极乐欢愉。我爹知道我们的事，我爹也很看好你。不等穆星兰继续说下去，秦毅便道：8瓶大元丹，1瓶解毒的上品宝丹，1瓶疗伤的上品宝丹，如果有极品宝丹，1颗抵1瓶大元丹。穆星兰脸上的深情顿时被怒意取代，他咬牙切齿地说道：这次明明是你自己找来的，不是我去找你的。秦毅，你别太过分了。秦毅淡淡道：别忘了，太子刚才可是叮嘱过你，要你尽全力与我配合，而且你比我更想要，不是吗？如果你不想给也无妨，我这就走。穆星兰气急道：秦毅，你休想死死地拿捏我，我不会再向你妥协，除非你今日给我2次。秦毅从来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他答应了穆星兰2次的要求，对他来说毫无难度的事。很快，穆星兰就带来1颗极品驱毒宝丹，8瓶上品大元宝丹，1瓶上品疗伤宝丹。1个多时辰后，穆星兰发现还是高估了自己，他最终又跪着求饶了。秦毅一如之前那般
稍微给了木星兰一点甜头，送了一丝阴阳之力给他。秦毅还发现木星兰体内的纯阴之力恢复得很不错，应该再过段时间就可以又收割一次了。休息片刻，秦毅淡淡道：“已若不行了，那就改日再说。”如同烂泥一般的木星兰一咬红唇道：“我还行。”一想到阴阳之力，木星兰就全身忽然有了劲。然而这一次木星兰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没能吸收到秦毅体内的阴阳之力。秦毅答应了2次，但只有1次会给他阴阳之力。木星兰给的这些资源只能给1次阴阳之力。直到秦毅离开后，木星兰过了许久才恢复了一丝力气，道：“看来我的阴阳合欢大法火候还是不够，白白浪费了1次机会。不过真的好舒服啊。”秦毅回到府邸，来到后院，他驱散了护卫与侍女，再让拥有元刚境2重修为的剑道宗师古千帆盯着附近，不让任何人靠近。秦毅拔出了那一把1阶中品的灵气长刀，他手握刀柄，打量着闪烁着寒芒的刀锋，下一瞬便猛然一刀掠起，刀光如血般嫣红，刀势迅疾，一套精妙霸道的刀法随之施展开来。他有着前世的武道技艺，他前世掌握的任何手段，理论上来说都可以直接施展，但受限于修为境界的缘故，只能先用一些玄阶的武学。现在正好是一试，就当练手，让这具上还脆弱的肉身适应一下。此时所施展的刀法名为血浪刀法，乃是玄阶上品的传承。血浪刀法共有9招，一层层血浪叠加，可以爆发出惊人的杀伤力。整个后院中很快就被层层叠叠的血浪充斥。秦毅挥刀之际，双脚还踩着玄妙的步伐，这是一套身法，同样是玄阶上品的传承，名为牵引步。眨眼之间，在这层层叠叠的血色刀光之中，一道道秦毅的残影浮现，虚实难辨。皇宫，太子府邸，太子身形端坐，3皇子秦海还有数名气息不俗的年轻男女一起站在太子面前。秦海拱了拱手道：“大哥，那秦毅身怀纯阳血脉，恢复了修为，他的成长速度一定会很快，我们不能再这么任凭他变强了。明日他要进入天骄秘境，这就是铲除掉他的好机会，我们必须要采取手段才行。”一想到前些时日惨败在秦毅手里，还输了一把极品宝刀的事，秦海做梦都想弄死秦毅。秦海身后，一名身形魁梧的浓眉男子躬身一拜道：“太子殿下，明日我也会进入天骄秘境，就将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吧。”此人也是大秦权贵子弟，名为林浩，已是真元境1重修为，亦是此次进入天骄秘境之人中实力处于顶尖的天才。大秦皇朝的天骄秘境每次开启只允许20岁之下的年轻人进入。林浩身边还有一女，名为白莲，此女乃是通脉境巅峰。他也说道：“还请太子殿下放心，我们一定会将事情办好，保证不会留下蛛丝马迹。天骄秘境中本就有一些凶兽，每次进天骄秘境都有人会死在凶兽的獠牙利爪之下，秦毅就算死了，也绝对没有人能查到太子殿下这里。”秦彻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表情变化，他一言不发。3皇子秦海继续说道：“大哥，我知道你一直让嫂嫂去查秦毅的情况，但嫂嫂那边毫无进展，现在机会就在眼前，管他秦毅有什么秘密，弄死就完事。”秦彻目光闪烁，他看向林浩与白莲道：“怕接下来就得辛苦你们2个了。”林浩神色激动道：“能为太子殿下排忧是我的荣幸，不敢说辛苦2字。”白莲也跟着说道：“太子殿下，您就等好消息吧，这件事若是办好了，他们2人都可以成为太子殿下的心腹，他日太子若登基，他们也将得到无穷好处。虽然刺杀皇子乃是重罪，一旦曝光，他们将会被株连9族，可是富贵险中求，风浪越大鱼越贵，不拼不搏，人生白活。”次日，6个13皇子秦磊带着一大批护卫来到秦毅的住处。秦毅看向秦磊，立刻就察觉到秦磊修炼他给地功法已经有点收获，达到了通脉境7重修为。别的武者哪怕是元刚境的宗师，也基本不可能一眼瞧出别人的修为底细，但秦毅能够轻松做到。秦磊身边还站着2个年轻男子，这2人也朝着秦毅行礼。一人是秦磊的大舅的儿子，名为王海峰，通脉境9重修为；还有一人是大秦皇朝英勇侯之子张烈，通脉境8重修为。秦毅朝着2人点了点头，只不过目光从英勇侯之子张烈的身上扫过之际，眼底深处闪过一抹冷厉寒芒。他记得上一世太子秦彻在皇城掀起风暴之际，一直跟太子毫无关联的英勇侯却成为了太子麾下的一股重要力量。英勇侯早就在暗中与太子搅合在了一起，这个张烈自然是太子的人。上一世13皇子秦磊在天骄秘境中殒命，十有八九跟这个张烈有关。秦毅不动声色，现在揭穿张烈没有任何意义，毕竟毫无证据，更何况张烈留着也有用处，完全可以将计就计。13，我们出发吧。秦毅对秦磊说道。秦磊嗯了一声，然后一群人前往天骄秘境。大秦皇朝的天骄秘境入口就位于皇宫内。当秦毅他们抵达天骄秘境的入口后，周围已经聚集了许多人。此次天骄秘境开启，共有150人进入，其中有7个皇子，4个公主，剩下的绝大多数也都是权贵子弟，只有极少数天赋极高的平民子弟。秦毅来到后，
顿时便有大量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毕竟秦毅一刀斩了达尔巴，而后又收拾了三皇子秦海一顿的事情，最近可是传得沸沸扬扬。这些目光中有好奇，有轻蔑，也有杀气，但秦毅毫不在乎。又等了片刻后，由天师穆正南与老太监魏贤一同开启天骄秘境。秘境入口打开，一个缓缓转动的空间入口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天师穆正南开口道：“天骄秘境每次开启只有3日时间，这3天时间能得到什么，全凭各自本事。另外，你们都是大秦皇朝未来的栋梁之才，所以秦皇说了，不希望有太多的杀戮，都听明白了？”“明白。”一群人齐声回应。杀戮这种事避免不了的，只要把痕迹处理干净就行了。秦皇的意志也只是不希望有太多的杀戮，不是禁止杀戮。穆正南点了点头，然后宣布让众人进入天骄秘境。“6个，我们走。”秦磊说道。下一刻，秦毅、秦磊、王海峰、张烈4人便一同冲入了秘境之中。秘境空间很大，一望无际。秦毅进来后，顿时心绪微微激荡。位于秘境最深处位置的蛟龙尸身，他势在必得。至于暗中的敌人，谁敢动手，那就杀谁。秦毅正在打量着天骄秘境的环境，忽然一道劲风袭来。“6哥小心！”秦磊大喝一声，瞬间一拳轰出，将那袭来的劲风打散。通脉境9重修为的王海峰立刻拔出了一把长剑，通脉境8重修为的张烈也低喝一声，全身原力翻滚，汇入双掌之中。“哟，13，能这么快反应过来，还能接下我这一招，看来你最近提升不小吗？”阴阳怪气的声音响起，说话之人乃是9皇子秦业，通脉境10重修为。而秦业的身边还有一个年轻女子，乃是秦皇熙下子女中排第11的公主秦瑶，通脉境5重修为。秦业与秦瑶都是同一个母妃所生，他们母妃所属的家族跟秦磊的母妃的家族势如水火。秦磊神色冰冷，盯着秦业与秦瑶道：“你们如果想要玩，我奉陪到底。”说话间已经摆好全力以赴战斗的架势。秦业冷笑一声道：“刚才就跟你开个玩笑而已，不要如此小家子气，哈哈，我可没有心思陪你在这里浪费时间。”秦瑶则是看着秦毅道：“6哥，你说你好待在外边不好吗？非要来凑这个热闹？这好不容易能修炼了，万一把小命丢在这里，我都替你不值。”因为秦毅跟秦磊关系极好的原因，这些家伙以前也经常打压秦毅，尤其这个秦瑶泼辣狠毒，以前可没少算计秦毅，给秦毅身上泼脏水，导致秦毅挨了许多惩罚。秦毅看着秦瑶冷笑一声道：“我的命绝对比你们硬。”他记得很清楚，上一世进入天骄秘境中的皇子与皇女，不仅秦磊死了，这秦业跟秦瑶也都死了。秦瑶满脸不屑道：“6哥这才刚恢复修为，就这么嚣张了吗？那我们走着瞧。”说完，秦瑶与秦业带着人离去。这里毕竟是天骄秘境的入口，很多人看着，动手的话不好下狠手。而且刚进入天骄秘境，还是去采摘宝药比较重要，若是慢他人一步，一些好东西可就没了。天骄秘境有不少好东西，那可是在外面买不到的。秦磊看向秦毅道：“6哥，我们也走。”片刻后，秦毅4人远离了秘境入口区域，周围再无其他人。可秦毅却发现暗中有人跟着，气息不弱，绝对是真元境的修为。此次进入天骄秘境的年轻人中有真元境的天才，但秦毅在进入秘境前稍微留意了那几个人，暗中跟着他们的绝对不是那几个年轻天才。很快，秦毅心中就有了答案，能安排人偷偷进入天骄秘境，整个大秦皇朝只有一个人能做到，那就是秦皇。秦毅的思绪飞快转动，上一世秦磊、秦业、秦瑶3人都死在了天骄秘境，没人知道他们怎么死的。最后秦皇派人调查，给出的调查结果是他们都死在了秘境内的凶兽口中。然而秦皇派了实力不弱的人偷偷进入秘境，看来我这个歹毒的父皇已经开始了呀。他利用天骄秘境在收集后人血肉，用于炼丹续命了。秦毅推测出了真相，这给他敲响了一个警钟。此次想要收取蛟龙尸身，难度更大了。他必须无声无息完成这件事，不能被人发现蛟龙尸身是被他带走的。1个时辰后，秦磊他们发现了一颗价值不菲的宝药淬血果，这是用来淬体的好东西。而宝药旁边有一头足有5丈长的猛虎，猛虎体型庞大，皮毛呈现出山岩般的花纹，是山岩虎。秦磊说道：“6哥，你在旁边不要靠近，我们先杀了这头山岩虎，采摘了极品宝药，再来平分收获。表哥，你主攻。张烈，你配合我表哥进攻，我先采摘了那一颗淬血果再说。”秦磊立刻就安排好了作战计划。下一瞬，通脉境9重修为的王海峰立刻拎着长剑攻向那一头山岩虎，张烈也往前冲辅助王海峰。他们2人牵制住了山岩虎后，秦磊立刻冲向那一颗淬血果，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当秦磊采摘了淬血果后，便立刻加入围攻山岩虎的战斗中。秦毅全程没有出手，只是看着。半刻钟后，体型庞大的山岩虎便轰隆一声倒在了地上，挣扎了几下，又被秦磊一拳砸在脑袋上，彻底毙命。可就在这时，忽然间树枝箭矢呼啸射杀而来，而且
全部都是射向秦毅。当秦磊听到那箭矢的呼啸声，发现箭矢，他顿时怒目圆睁，大吼：“六哥小心！”眼看着这一支箭矢就要洞穿秦毅的身体之际，秦毅一步横移，拉开了一道道残影。箭矢只是洞穿了秦毅的残影，而这时不远处出现了两道身影，正是真元境一重修为的林浩与通脉境时重修为的白莲。林浩随手将一张大弓插在了地上，他有些遗憾地说道：“没想到六皇子的身法竟然如此精妙，那我只能换一种杀你的方式了。”说话间，林浩的双手往腰间一抓，拔出了2把短刀，而那通脉境时重修为的白莲也冷笑着取出了一根用一节节骨头打磨锻造而成的长鞭，他神色冰冷道：“林浩，把秦毅交给我，我们既然动手，就得杀完，不留活口。”林浩嘴角上扬，划过一抹冰冷的弧度，道：“那就动手吧。”下一刻，林浩手握双刀，朝着秦磊、王海峰还有张烈3人冲去，而白莲则是手持骨鞭杀向秦毅。“表弟，我拖住他片刻。”张烈，护送我表弟先走。王海峰大喊，他立刻吞服了一颗丹药，刹那间身体表面凸起一根根血管，气息暴涨，然后提着剑迎战真元境一重修为的林浩。“张烈，跟我一起先杀白莲，我们再一起对付林浩。”秦磊可没想着走，他要去救秦毅。秦磊说完，人已经朝着秦毅那边冲去，而张烈看着秦磊的背影，眼中闪过一抹冷厉，速度飙升，追上了秦磊，一把匕首抓在了手里，狠狠朝着秦磊的脖颈抹去。也就在此刻，张烈只觉得眼睛好似一花，刚才明明还在10丈距离开外的秦毅，仿佛凭空出现一般，挡在了他跟秦磊的中间。秦毅手中的长刀瞬间横扫，张烈的脑袋冲天而起，空中传来一声炸响，那通脉境时重修为的白莲手中的骨鞭已经狠狠抽打而来，爆发出一股阴森狠厉之意。秦毅一手抓住了秦磊的胳膊，施展牵引步，带着秦磊转移到10丈之外的地方。秦磊身上冒出了一层冷汗，刚才他虽然没看到张烈做了什么，但他感受到了身后传来的杀意，他猜到了张烈想要杀他，是秦毅救了他。而林浩还有白莲能这么快就找到这里来，显然也是张烈在暗中留下线索给他们。“六哥，多谢你救我。”秦磊郑重道。秦毅淡淡道：“刚才情况那么不乐观，你还是第一时间想要来救我，所以你我之间不必言谢。”说完，秦毅看向手持骨鞭的白莲，白莲的脸色不太好看，道：“你以为避开了2次杀招就没事了？你依旧还得死。”秦毅神色淡漠道：“我早就发现张烈有问题，却不揭穿。你以为我的目的是什么？我就是要让张烈把你们引来送死。”白莲怒喝：“狂妄，不自量力！等我杀了你，我必取你一根骨头接在我的骨鞭中。”话音落下，白莲在弓，骨鞭猛然抽向秦毅。秦毅冷哼一声，踏步而出，一刀斩去。白莲的骨鞭顿时缠绕住了秦毅的刀锋，可下一瞬，骨鞭被刀刃中的锋芒直接崩成无数碎片，血色刀光犹如海浪，淹没了白莲的身体。白莲的身体也随之在血色刀光中化作了漫天碎片，一刀斩之。秦毅一刀杀了白莲。看着这一幕，秦磊目瞪口呆。白莲可是通脉境师重修为，就连秦磊全力以赴也没有把握战胜白莲。而秦毅杀了白莲后，毫不犹豫便立刻施展牵引步，朝着那林浩冲去。此刻的林浩以及王海峰也都内心无比震撼，万万想不到秦毅的战斗力竟然如此强大。林浩低吼一声，右手的短刀架住了王海峰劈下的长剑。王海峰毕竟只是通脉境9重，哪怕服用了特殊的丹药，短暂增强战斗力，可也远不是林浩的动手。林浩另外一手握住的短刀刺向王海峰的胸膛，王海峰立刻往后暴退。即便如此，他的胸膛还是被划开了皮肉，肋骨都被斩断了几根。林浩逼退了王海峰后，他猛然转身面向那冲来的秦毅。死！林浩暴喝。就算秦毅一刀杀了白莲，他也有信心杀死秦毅，因为他是真元境一重修为。林浩手中的双刀同时扫向秦毅，2道刀芒斩出，这2道刀芒直接斩碎了秦毅的身体。残影！林浩的瞳孔猛地一缩，他立刻抬头，这才发现秦毅竟然已经跃至高空，出现在了他的上方。居高临下的秦毅一刀斩下，血浪刀法刹那间迸发出3重血色的刀光，当前修为境界也只能发挥出这个层次的威力了。3层血色刀光汹涌激荡，林浩双臂交叉，手中短刀准备应接秦毅这一招，但他还是低估了这3层血色刀光的杀伤力。顿时，林浩的双臂都被硬生生震碎成了血雾。林浩口中发出凄厉的惨叫，从高空落下的秦毅再次一刀斩下，这一刀直接将秦毅从头到脚劈成了2半炸开，不留活口。因为秦毅压根不需要审讯，也知他们2人是受太子秦彻的指使。秦磊猛了，王海峰也猛了。秦毅身形一闪，将林浩之前插在远处的那张大弓拿到手，这可是上品宝器。而秦磊跟王海峰也回过了神来，赶紧收拾杀了林浩、白莲、张烈以及山岩虎的战利品。秦毅背着上品宝器大弓，再用极快的速度毁尸灭迹，这才回到了秦磊身边，道：“秦磊没有去问秦毅的秘密，毫不犹豫就跟着秦毅离开。王海峰也快步跟上。而就在他们离开后，一团阴影
犹如幽灵般出现在了刚才战斗的地方。这小子的身上果然藏着很大的秘密啊！既然如此，那也该出手将他拿下，以及杀了13皇子完成任务。说完，阴影随之一闪，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可过了半个时辰后，这一团阴影出现在了秘境空间那一片堆积着无数乱石的区域。该死，竟然被他们跑了！以我的追踪之术，都找不到他们了。是意外，还是秦毅发现了我？不，他就算隐藏得很深，但也绝对发现不了我，大概率是个意外。那我只好先去将另外2个任务目标给拿下，再重新去找秦毅跟秦磊了。自语几句，这犹如幽灵般的黑影便又再次消失。而就在不远处，在一个狭窄黑暗的山洞中，秦毅待在山洞口，一丝丝特殊的气机从他结印的双手中弥漫而出。此乃玄阶中品的秘术洗尘诀。洗尘诀具有净化污秽、洗炼气息之效，用来摆脱追踪，非常管用。察觉到暗中之人已经离开，秦毅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他走进山洞深处，来到了秦磊与王海峰的面前。王海峰吞服了丹药，正在疗伤。秦磊倒是没有那么多疑惑了，毕竟之前秦毅给过他2份玄阶极品的传承，他将秦毅身上这不可思议的能力都归结到了秦毅之前所说的机缘上。倒是王海峰内心久久无法平静，秦毅的强大颠覆了他的想象与认知。表哥，答应我一件事。秦磊立刻说道。王海峰点头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放心，我明白要怎么做。这次的事情我就当什么也没看到。秦磊道：包括大舅、外公都不能说。王海峰冷了一声道：好。对于王海峰，秦毅还算是能够放心，他点了点头道：13，你们接下来哪里都不要去，就在这待着，等时间到了，我如果没有来找你们，你们就自己先走，不用等我。另外，张烈、白莲、林浩3人之死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们纯粹就是死在秘境的妖兽口中。他现在不能过多的暴露自己的能力，毕竟不论是秦皇还是太子，若是知道了，那接下来必会有更猛烈的风暴。秦毅现在还需要时间提升实力，所以一直暗中跟踪他们，然后被他们甩掉的那个秦皇麾下的强者也必须死。秦毅接下来就是要去杀了那个家伙，一来是避免自身的秘密暴露，二来也是为了收取那一条蛟龙的尸身做准备。秦磊目光闪烁，他现在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一些问题，然后道：行，我跟我表哥就在这里，哪都不去。秦毅嗯了一声，点头道：那我就出去看看了。六哥小心。秦毅郑重叮嘱道。秦毅独自一人离开了山洞，他刚才甩掉了秦皇麾下强者的追踪，现在他要反追踪。很快秦毅便捕捉到了那个家伙留下的细微痕迹。在追踪目标的路上，秦毅将那一张上品宝器级别的弓箭投入了鸿蒙鼎内进行强化升级。上品宝器级别的弓箭得到鸿蒙鼎的强化后，成为了准灵器。2个时辰后，一路追踪目标的秦毅身体隐藏在一座山谷中的巨石后方，而山谷中9皇子秦业与11公主秦瑶都已经躺在了地上，全身动弹不得。他们身边的人全部死了。一个全身笼罩在黑袍中，拥有着真元劲武重修为的家伙，全身散发着阴冷的气息，站在秦业与秦瑶的身边。秦业与秦瑶惊恐到了极点。秦业喊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我乃9皇子，你若敢杀我，我父皇绝对不会放过你。这里是天骄秘境，天骄秘境的出入口都在皇宫内，你逃不掉的。你现在放了我们，我们保证当做什么都不知道。秦瑶都已经吓到眼泪狂流。黑袍男子发出森冷的笑声道：我能进入天骄秘境，在天骄秘境中专门找你们这种皇子皇女动手，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让我动手的人就是秦皇呢？秦业与秦瑶瞪大了眼睛。不可能，父皇很宠我的。秦瑶根本不相信，而秦业却觉得这或许是真的。敢在天骄秘境动手，没有他父皇的授意，谁也不敢这么做，而且也没人能溜进来。黑袍男子继续说道：我也算是让你们死个明白了。9皇子11公主，接下来你们该上路了。话音落下，黑袍男子取出了一颗珠子，珠子飞到了秦业与秦瑶的身体上方，紧接着珠子内爆发出一股吞吸之力。秦业与秦瑶的身体剧烈的颤抖，一缕缕鲜血从他们的体内钻出，被珠子吸收，他们2人的肉身快速干瘪下去。而在不远处藏匿的秦毅眼中闪过一抹金芒，立刻从鸿蒙鼎内取出了弓箭。他深吸了一口气，体内12个窍穴中所有的元力都随之沸腾了起来。3支箭矢搭在了弓弦上，秦毅捏住弓弦的手随之发力，弓开如满月。随着他捏住弓弦的手指松开，3支箭矢瞬间击射，掀起了尖锐的音效，好似3条绚烂光河倾泻而去。奉秦皇之命，正在吸收秦业与秦瑶气血的黑袍男子心中陡然警觉，猛地回头便看到了那3支掀起绚烂光河朝着他射杀的箭矢。他的双眼之中顿时流露出一丝惊惧之意。这3支箭矢所蕴含的洞穿力，让拥有真元境5重修为的他感受到了莫大的危险。毕竟这是秦毅利用鸿蒙鼎升级强化后达到了准灵器级别的弓箭，杀伤力颇为强悍。3支箭矢的速度极快，黑袍男子的反应也不慢，他一步横移，欲要闪避。然而让他更震惊的一幕画面出现了，那3支击射的箭矢
竟瞬间就改变了射杀轨迹，显然是锁定了他的气息。黑袍男子意识到根本无法避开，他低吼一声，双掌猛然拍打而出，厚重的力量气息从他的掌心中喷薄而出。此乃玄阶下品武学开山掌，势大力沉，刚猛霸道，攻防兼备。黑袍男子的掌劲与秦毅射出的3支箭矢猛然撞击在了一起，轰轰轰，3道炸响声同时爆发，掀起了强劲的风暴气浪。黑袍男子的身体随着风暴气浪激荡而往后倒飞。也就在此时，嗖嗖嗖，又是3支箭矢爆射，威势跟刚才那3支箭矢相仿。这黑袍男子此刻已经失去了平衡，人在半空往后倒飞，双脚还未落地，他的喉咙间再度发出一声怒吼，只能勉强发力继续打出开山掌的力量。他这一次只抵挡住了1支箭矢，还有1支箭矢力量被消耗许多，射入了他的左肩，而第3支箭矢直接洞穿了他的胸膛，将他的胸膛炸出了一个拳头般大小的窟窿。黑袍男子发出痛苦的惨叫，身体砸落在地。秦毅心念一动，将大弓直接收入了鸿蒙鼎内。只有这6支箭矢射完了，目前没有储物戒之类的东西，暂时用鸿蒙鼎暂带储物法宝的功能。收了大弓的秦毅手握长刀，朝着前方猛然冲去。他施展牵引步身法，所过之处直接拉出了一条长长的残影。眼看着他就要冲到那倒地的黑袍男子旁边之际，黑袍男子的身体竟挺立而起，他的手中抓住了一把匕首，狠狠刺向秦毅，刺入了秦毅的体内。六皇子，你还真让人意外啊，差一点就连我也栽在你的手里了，但你终究还是太嫩了，是吗？冰冷的声音在黑袍男子的后方响起，而黑袍男子手中的匕首刺中的秦毅如同一个气泡炸开，残影。紧接着一股剧烈的痛苦从黑袍男子的腹部位置爆发，黑袍男子低头一看，便发现一把染血的刀尖穿透了他的腹部而出，他的丹田都被这一刀捅碎。站在黑袍男子身后的秦毅拔出了刀，黑袍男子倒在了地上，身体蜷缩，剧烈的抽搐，口中发出痛苦的呻吟。从一开始你就发现了我，你摆脱了我的追踪，然后反追踪我，趁我刚才利用嗜血珠吸收他们2人的气血之际袭击我。黑袍男子的声音断断续续，有气无力。秦毅没有看他一眼，而是伸手一抓，那一颗所谓的嗜血珠便飞到了他的手里。他拿着嗜血珠，忽然眉头一拧，不对，嗜血珠内吸收的气血之力跟他自身的气血有着极大的差别，这是本源上的不同。我不是大秦皇室血脉。秦毅心中瞬间有了判断，这个发现让他内心很不平静，这是他上一世都未曾发现的秘密。上一世他在大秦皇朝受尽折磨，秦皇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拿子女血肉炼丹，秦毅是最后一个，但他被赶到的叶倾城就走了。从那以后，他与大秦皇朝就再无接触，直到叶倾城殒命，秦毅万念俱灰，他想要一死了之，机缘巧合卷入了空间裂缝，进入了天界。秦毅的脑海中思绪飞快地转动，想到了许多事情，这一切解释得通了，难怪我3年前觉醒纯阳血脉，然后我被算计毒害后，秦皇只是象征性的派人查了查，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他要利用后人血肉炼丹，我拥有纯阳血脉，对他的效果绝对是最好的，可他却毫不在意我的情况，所以他早就知道我不是大秦皇室血脉。也就是说，上一世他最后要将我去炼丹，并不是要拿来续命，有可能纯粹是他杀心大胜，也或许另有隐情。六个，救救我！11公主秦瑶的声音响起，已经快变成人干的她在地上艰难的蠕动，朝着秦毅这边爬来，还有9皇子秦烨也在爬向秦毅，求秦毅救他。看着爬到自己脚下的秦烨还有秦瑶，秦毅神色淡漠道：我说了，我的命比你们更硬。话音落下，手中长刀一挥，便将秦烨与秦瑶斩杀。杀了秦烨与秦瑶后，秦毅就仿佛做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他看向地上的黑袍男子道：禽兽给你的任务目标都有谁？禽兽就是秦皇的名字。问话间，秦毅身上爆发出了一股强大的威势，黑袍男子全身颤抖得更加剧烈了，回应道：秦烨、秦瑶还有秦磊，我呢？不是他给你的任务目标吗？秦毅再问：是，但秦皇说盯着你，若发现你不对劲，直接杀了，让你灰飞烟灭就行。秦毅眼中寒芒爆闪，果然禽兽一直都知道他不是大秦皇室血脉，那为何禽兽明明知道却一直保留着自己6皇子的身份？秦毅想了想，暂时想不明白，索性就不去多想，直接一脚将这个黑袍男子的脑袋踩碎。他将黑袍男子、秦烨还有秦瑶3人身上有价值的物品全部收了起来，丢入鸿蒙鼎内存放着，如此一来可以避免被人发现。接着秦毅直接一把火将地上的尸体都给烧成了灰烬。解决了禽兽派来的人，秦毅便立刻赶往天骄秘境的最深处。数个时辰后，秦毅来到了天骄秘境深处，周围空空荡荡，弥漫着一股无形的威压。这股威压源自于蛟龙的尸身，就算是大秦皇朝那些顶尖的宗师级强者，也难以在这种威压之中坚持多久。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一条蛟龙尸身才能一直保留到现在。秦毅深吸了一口气，
刹那间，一股霸道无匹的气势从他的身上爆发开来，就好似一把能开天辟地的长刀出鞘。秦毅朝前走去，蛟龙尸身中弥漫而出的威压就犹如薄纸一般被撕裂。又是半个时辰过去，秦毅停下了脚步，因为蛟龙尸身已经在他面前，一条长达1000丈的青色蛟龙躺在地上，生机全无，一动不动。秦毅眼中亮起了璀璨的金芒，下一刻，他运转鸿蒙仙经，将鸿蒙鼎从丹田中祭出，在他的控制下，鸿蒙鼎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吞吸之力，吞吸之力落在了蛟龙尸身上，顿时，蛟龙尸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缩小。几个呼吸的时间过去，蛟龙尸身就被收入了鸿蒙鼎内。秦毅立刻将鸿蒙鼎收回丹田中，然后施展洗尘诀，将自己留在这里的气息痕迹全部抹除，再以最快的速度撤离。蛟龙尸身被秦毅收走后，天蛟秘境内顿时就出现了细微的变化，这种变化会越来越明显。很快，蛟龙尸身消失了的事便会被人发现。秦毅原路返回，找到了还待在山洞内的秦磊与王海峰。虽然两人都很疑惑秦毅究竟去了哪里，去做了什么，但他们都没有问。六哥，接下来我们还待在这里吗？秦磊问道。秦毅看着面前的两人，目光闪烁。蛟龙尸身消失必将引起巨大的震动，禽兽肯定会严查。秦磊还有王海峰都知道秦毅独自行动了一段时间，这是一个隐患。他相信秦磊还有王海峰不会主动出卖他，但未必架得住禽兽的严查手段。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杀人灭口，但秦毅不会对秦磊动手。虽然秦毅现在确定自己不是大秦皇室血脉，可他对13皇子秦磊的情谊依旧不会变。毕竟他跟秦磊的关系是真心实意的，并非是因为什么狗屁大秦皇室血脉，所以就得上一点手段才行了。刹那间，秦毅猛然出手，一掌打在了王海峰的脖颈上，王海峰顿时就昏迷了过去。六哥，怎么了？秦磊表情有点猛，哪怕这种情况，他也还是相信秦毅，没有做出任何防范警惕的动作。秦毅看向秦磊，道：“13，你盘膝坐下，放松心神，放心，我不会害你。”秦磊闻了一声：“我当然相信六哥不会害我。”说完，秦磊便盘膝坐下，按照秦毅的交代，放松心神。秦毅双手结印，紧接着右手的中指与食指并拢，点在了秦磊的眉心位置。然后，秦磊的眼神变得茫然，表情呆滞。秦毅的双眼中却散发出了绚烂的光芒，在这光芒中幻化出了一幕幕画面。秦毅此刻所施展的乃是幻术，他通过幻术将秦磊进入天蛟秘境中的记忆篡改。等幻术完成，秦磊只会认为他跟秦毅、王海峰、张烈进入天蛟秘境后，采摘宝药遇到危险，张烈死在了凶兽的獠牙利爪之下，王海峰受了重伤，然后他们躲在一个山洞内等王海峰疗伤。没有遇到林浩跟白莲，更不会记得秦毅单独出去过一段时间。为了稳妥起见，秦毅甚至把传授秦磊纯元功与七星拳的事都用幻术遮掩了。片刻后，秦毅的幻术完成，他又对昏迷过去的王海峰施展了一遍幻术，如此方能天衣无缝，滴水不漏。秦磊还有王海峰都还沉浸在幻术中没有醒来，秦毅则是在一旁运转鸿蒙仙经，心神投入到了鸿蒙鼎内的蛟龙尸身上。他心念一动，顿时鸿蒙鼎内的先天之气就疯狂地涌入蛟龙尸身内。蛟龙尸身的青色鳞片开始闪烁着淡淡的光芒，头顶的肉瘤一点一点裂开，真龙犄角缓缓钻出，腹部的爪子也在慢慢朝着龙爪演变。之前鸿蒙鼎将灵异丹强化到一阶下品灵丹，将极品宝刀强化到一阶中品灵器，都只是消耗了些许先天之气，而且速度极快。但现在为了让这蛟龙尸身强化成真龙尸身，所消耗的先天之气极为夸张，鸿蒙鼎内的先天之气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直到鸿蒙鼎内只剩下3缕先天之气。这次强化才终于完成，蛟龙尸身终于化作了真龙尸身。真龙尸身散发出磅礴的龙威，而且蕴含着无比浩瀚的气血能量。秦毅心绪激荡，接下来就可以炼化真龙气血，将肉身淬炼到极致，按照鸿蒙仙经的方法开启15个窍穴，奠定诸天最强根基底蕴。但也就在这时，秦毅察觉到外边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他目光一闪，立刻结束了鸿蒙仙经的运转，将秦磊与王海峰唤醒。秦磊看着秦毅，神色凝重，道：“张烈死了，我表哥又身受重伤，外边动静那么大，可能是那头残暴的凶兽追来了。不过六哥你放心，我会保护你的。”王海峰抓住了剑柄，道：“我的状态恢复了一些，我还能战。”秦毅道：“先出去看看怎么回事吧。”3人离开了山洞，很快他们就遇到了大量的人，一个个大秦禁卫军的将士，身上散发着肃杀之意，正在天蛟秘境中找人。2位皇子，天蛟秘境发生异变，所有人都得提前出去。一个禁卫军将领来到秦毅他们的面前，秦磊一脸疑惑，发生了什么？还请13皇子见谅，此事暂时不能说。禁卫军将领说道。秦磊闻了一声，然后看向秦毅，道：“六哥，那我们就先出去吧。”原本开启3天时间的天蛟秘境，只开启了2天，所有进入天蛟秘境的年轻人就都被禁卫军带出来了。娘，秦磊发现他的娘亲舒贵妃竟然来了。姑姑，王海峰也喊了一声，见过舒贵妃。
秦毅拱手行礼，因为秦磊的缘故，舒贵妃对秦毅也算是很不错。气质雍容华贵的舒贵妃朝着秦毅点了点头，然后一手揉了揉秦磊的脑袋，道：“磊儿、毅儿、风儿，你们三人在天骄秘境内没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吧？”秦磊道：“就是张烈死在了凶兽的利爪之下，表哥又受伤了，然后我们就躲在一个山洞内，便再也没有出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舒贵妃摇了摇头，神色凝重，叮嘱道：“你们不知道就好，至于更多的，我也还不太清楚。接下来，陛下可能要找你们问话，你们切记，知道什么就说，千万不要有一丝隐瞒。”舒贵妃带走了秦磊，秦毅与王海峰分开，然后便回到了住处。六皇子古千帆迎了上前，拱手行礼。秦毅一眼就看出古千帆的状态基本已经没问题了，他朝古千帆点了点头，道：“接下来，如果不是有非常重要的事，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古千帆拱手道：“是。”秦毅立刻进入了修炼室中，他全力运转鸿蒙仙经，顿时鸿蒙鼎震动，鸿蒙鼎内的真龙尸身内猛然涌出了雄浑精纯的真龙气血，真龙气血淬体。一天后，鸿蒙鼎内真龙尸身消失，而秦毅的肉身强度终于淬炼到了极致，他的身上绽放出了恢宏灿烂的气血霞光，每一寸皮肉都蕴含着磅礴的生机。五脏六腑皆好似一座座已经开启的宝藏，涌动出神秘莫测的气息，还有每一块骨骼都宛若玉石那般纯净无瑕，坚硬无比。现在的秦毅，就算仅凭肉身的纯粹力量爆发，恐怕都能与元刚境的武道宗师强者媲美。秦毅心潮澎湃，刹那间运转所有力量，猛然冲击剩下的3个窍穴，轰轰轰！刹那间3窍同开，秦毅身上的气息再度暴涨，最强根基奠定。而且这3个窍穴之中，竟都诞生了一颗犹如金色种子般的东西。也就在此刻，整个皇城的上空狂风呼啸，雷云翻滚，天地之威恐怖绝伦，宛若要摧毁万物，覆灭一切。皇城内的所有人都被吓得全身发颤。天劫将至，秦毅猛然睁开了双眼，目中金光宛若要化作实质，迸发出摄人之威。秦毅神色凝重，天劫可不是儿戏。更关键的是，他现在身处皇城之中，周围群狼环伺，即便他能扛过天劫，但也必将暴露。以他当前肉身之力，可硬汉踏入元刚境的武道宗师，但还不能跟禽兽撕破脸皮。禽兽乃是大宗师，元刚境7重才能称之为大宗师，而禽兽已是元刚境10重修为。禽兽身边那个老太监魏贤，同样也是大宗师，元刚境7重修为，而天师穆正南则是元刚境8重修为的大宗师。秦毅目光一闪，轻喝一声，鸿蒙鼎瞬间从他的丹田之中飞出，悬在了他的头顶上方。鸿蒙鼎轻轻震荡，洒落下玄妙气息，笼罩秦毅全身，将那冥冥之中涌来锁定了秦毅气息的天地规则阻隔在外。顿时，在皇城上空呼啸的狂风，翻滚的雷云，顿时便以极快的速度散去。秦毅判断出天劫已散，他松了一口气，将鸿蒙鼎收回体内。他内视自身，将注意力集中在那刚冲开的3个窍穴，这3个窍穴内各有一枚金色的种子，神通种子，奠定最强根基。可不是仅仅只打开这3个窍穴，储存更多的天地元力，这3枚神通种子才是最大的收获。神通之力，没有任何术法可以修炼。每一个生灵其实都有诞生神通的机会，但这种机会无比的渺茫，亿万生灵中难寻其一。一些血脉非凡、天赋异禀的生灵，诞生神通的机会能稍微大一些，但也全看命。上一世，秦毅在天界登临绝巅，也没有诞生过神通。虽然他战力无匹，可遇到那些拥有强大神通的对手，还是多多少少有些羡慕。而现在，他奠定最强根基，就直接拥有了3枚神通种子。其中1枚神通种子的表面，隐约间似有一条龙影在游动；另外2枚神通种子并无此意象。秦毅目光一闪，气血之力涌入那表面有着龙影的神通种子内，顿时这1枚神通种子直接化作了一条小龙，在秦毅的窍穴中游动。神通化龙，秦毅心念一动，窍穴中的小龙顿时便迸发出无上龙威，然后化作了一条盘旋在秦毅身边的青龙虚影，足有10丈之长。秦毅感受了一番化龙神通的力量，然后便将神龙虚影收回。神通施展，无需使用体内元力，而是依靠自身气血激发，气血越强，神通威能越强。未来甚至能够使得秦毅的肉身都直接化作神龙之躯，而非这般虚影状态。这1枚神通种子吸收了真龙尸身的烙印，所以诞生了化龙神通。另外2枚神通种子，倒是要好好想想该如何选择。关于神通之事，先放开一边。秦毅将心思重新放在了修炼上。之前为了进天骄秘境，他找穆星兰所要的丹药都早就强化过了，再加上在天骄秘境中得到的一些战利品，也有不少丹药，继续提升实力。唯有掌握了强大的力量，才可无惧一切。之前秦毅只是因为要奠定最强根基，这才一直停滞在开窍境。现如今最强根基已经完成，他的修行进境自然是飞快。半天时间，所有可用于修炼的丹药全部炼化，秦毅直接达到了通脉境3重修为。由于奠定了最强根基，他的经脉开阔，别人通脉每一条经脉都只是犹如涓涓细流，而他打通的这3条经脉，那可是仿佛汹涌江河，
鸿蒙仙经在通脉境也另有玄妙，人体共有10条大脉，这是固定不变的，分别连接五脏、四肢、头颅，但鸿蒙仙经却能再开2条天地之脉，共有12种境界。打通地脉，可汲取地煞之气，脚踏大地，力量源源不绝；打通天脉，便能获得天罡之力，提前获得御空飞行的能力。15窍、12脉，这才算是完整的奠定了鸿蒙仙经的修炼根基。秦毅自语，然后调整气息，平复心绪，继续运功修炼，稳定刚突破的力量。又运转了几个大周天地功法。忽然，秦毅察觉到修炼室外有细微的动静，他立刻结束了修炼，打开修炼室的大门，便发现古千帆站在门口。发生了什么事？秦毅问道。古千帆道：启禀六皇子，就在刚才，皇宫来人，说是秦皇要召见您。秦毅目光一闪，看来禽兽已经在调查蛟龙尸身消失的事情了，但他很平静，这种调查无非就是将所有此次进入了天骄秘境的人挨个询问一遍，并非是单独针对他。秦毅闻了一声，顺便问道：我闭关修炼期间可发生了什么事？古千帆道：据说天骄秘境出了大问题，死了3个皇子，2个公主。秦皇震怒，大量禁卫军待在天骄秘境中探查。秦毅心中发出一声冷笑，好狠的禽兽！禽兽最开始的目标是秦业、秦瑶、秦磊3人，秦磊活了下来，秦业跟秦瑶死了，但他们的气血没有被禽兽得到。很显然，禽兽又选了2个皇子，1个公主，凑了3人的气血来炼丹续命。算上秦业跟秦瑶，可不就是死了5个吗？古千帆继续说道。另外，半天前皇城上空出现异象，风雷滚滚，十分恐怖，但那异象来得快，去得也快。异象消失后，皇宫内有消息传出，说是太子突破晋升元刚境，成为了大秦皇朝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武道宗师。那一幕天地异象皆是因太子而起，天地同贺。秦毅的脸上浮现一丝古怪的表情，不过也无所谓，这个风头他可不想出。秦彻要了这个风头，那只会死得更快。毕竟一个能引动天地异象的武道宗师后裔，对于禽兽来说，那简直就是最完美的续命原料。另外，天丹楼的沈莲英昨日又来了，我已将自身情况如实告知。沈莲英无比着急，想要求见6皇子，但6皇子闭关修炼，不得打扰，我便将他打发回去了。古千帆又说道。秦毅闻了一声，他现在晋升了通脉境，从木星兰那条通道获取修炼资源绝对不够用了，也是时候将天丹楼沈莲英的这条通道打开。天丹楼那边，秦毅无需着急，急的是沈莲英跟天丹楼之主朱啸，他们越急对秦毅更有利。现在就先去皇宫应付一下禽兽。天丹楼，师尊，古千帆的身体真的已经完全恢复了。6皇子秦毅的手段简直匪夷所思，他能治好古千帆，那也一定能治好您。师尊，我再去找6皇子，我一定要将他请来。沈莲英的神态跟语气都颇为激动。天丹楼的楼主朱啸苍老的面庞上也浮现了一抹难以掩饰的渴望。他因火焰反噬，整整3年都不敢再开炉炼丹，即便如此，他终日都还要承受火焰粉体之痛，苟延残喘至今10日无多。如今活下去的希望摆在他的面前，他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莲英，既然是我们有求于人，还让6皇子来，多少不合适了，那就拿出我们的诚意，我亲自去。不过6皇子显然是个非常能隐忍的性子，我们也不能太高调，所以的秘密拜访。沈莲英闻言面露惊讶之色，要知道整个大秦皇朝在此之前，他的师尊朱啸也就只主动拜访过一个人，那就是当今秦皇。沈莲英回过神来，立刻道：师尊，那我这就去安排。朱啸道：另外再将我们天丹楼那一瓶正阳丹带上，当作见面礼。沈莲英脸上再度浮现惊讶之色。正阳丹乃是一阶上品灵丹，天丹楼仅此一瓶，就连当今秦皇数次亲自登门求取，朱啸都没有给。皇宫，秦毅来到了禽兽的寝宫后院，位于湖中的凉亭下，禽兽依靠在一张躺椅上，他看上去极为虚弱苍老，犹如风烛残年。老太监魏贤站在禽兽的身边，拜见父皇。秦毅神色平静，朝着禽兽行了一礼。禽兽眯着的眼睛缓缓睁开，目光显得浑浊，他点了点头，道：最近修行情况如何？秦毅道：多亏有父皇所赐的那一颗灵异丹，孩儿已突破到了通脉境3重修为，这没什么需要隐瞒的。他的确就是通脉境3重，他真正的秘密是打开了15窍才突破到通脉境，贯通的3条大脉犹如江河。禽兽那布满了皱纹的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欣慰之色，道：过来。秦毅往前走了3步，再靠近一点。禽兽说道。秦毅再往前走了2步，距离禽兽只剩1步距离，把手伸出来。禽兽盯着秦毅，这一刻他那浑浊的目光中闪过一抹凶厉，语气中也透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威严。秦毅神色如常，左手伸出，但在伸出左手的瞬间，他的丹田之中鸿蒙鼎内放置的一阶中品灵气长刀亮起了冷厉的刀光。这个距离，即便禽兽是大宗师，若要动手，他瞬间取出长刀，有8成把握斩了禽兽。不过目前的话，不是万不得已，尽量不走这一步。毕竟旁边还有一个元刚境7重修为的大宗师魏贤，而且禽兽一死，天师木正南
太子秦彻，他们的野心也都会立刻爆发，掀起恐怖的风波。禽兽抬起了右臂，5根皮包骨的手指抓住了秦毅的手腕，冰冷的气息从禽兽的手指中传出，涌入秦毅体内。别紧张，你之前因纯阳血脉反噬，现在虽然恢复了，但也不能大意，得好好检查一下身体，免得还暗藏着一些不曾发现的隐患。禽兽说话间，那股冰冷的气息源源不断从他的指尖渡入秦毅的手腕，然后在秦毅的体内流转。秦毅脸上故作感动道：“多谢父皇的关心。”他默运鸿蒙仙经，无声无息将禽兽那探查他身体的冰冷气息进行引导。10多个呼吸的时间过去，禽兽的冰冷气息犹如退潮一般离开了秦毅的身体。他松开了抓住秦毅手腕的手指，然后点了点头，恢复得很好，根基很扎实，假以时日，你的成就或许能赶超太子。秦毅目光一闪，周围可还有不少宫女太监呢，这话绝对会传入太子秦彻耳中。他可以确定禽兽这老东西一定是故意的。秦毅立刻说道：“太子已入元刚之境，成为大秦皇朝最年轻的武道宗师，甚至在突破之际天地同贺。”不等秦毅说完，禽兽便看了一眼旁边的魏贤，道：“将那把刀拿来。”是，陛下。老太监魏贤立刻走到了凉亭角落里的兵器架旁，将一把提前准备好的刀拿在了手中。禽兽看向秦毅，此乃极品宝刀，名为冲霄，是朕年轻时所用之刀，持刀者当有凌云冲霄之志，今日便赐给你了，希望你不要辜负了朕的一番期待。老太监魏贤双手捧着刀递给秦毅，道：“恭喜六皇子喜获宝刀。”秦毅一副激动模样，接过这把极品宝刀，然后对禽兽说道：“多谢父皇。接下来太子秦彻肯定要跟他撕破脸了。禽兽今日之举就是要引爆他跟太子之间的矛盾。对了，前些时日你在天骄秘境中可有发现什么特殊的状况？”禽兽随意地问道。秦毅摇了摇头，将他准备好的说辞搬了出来。禽兽点头道：“没事了，你回去吧。”秦毅沉默了片刻，面露犹疑之色，欲言又止。“你还有事？”禽兽问道。秦毅道：“父皇，此次天骄秘境开启，3个皇子，2个公主殒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什么都不问，一点也不好奇，那反而会让禽兽这个魔鬼怀疑。禽兽道：“经过调查，可能与魔教有关，魔教有人渗透到了皇宫之中，这些事你不用管，朕自有安排。”是。秦毅拱手道：“父皇，那尔臣就先告退了。”禽兽嗯了一声，秦毅转身离去，他的思绪飞快转动。禽兽今日先在他与太子秦彻之间埋下了一个必将引爆的矛盾，然后又在他面前提及魔教2个字，看来他要对太子秦彻下手了。毕竟秦彻手里可是有一个魔教势力的，这事秦毅两世为人所以很清楚，而禽兽显然也是一直都知道。秦彻太高调了，晋升为大秦皇朝最年轻的武道宗师，还将原本针对秦毅的天劫揽到了身上，说什么天地同贺。禽兽急着要用后人血肉炼丹，自然是越优秀的后人效果就越好。秦彻这是自找的。而当秦毅离开后，老太监魏贤在禽兽身边低声道：“陛下，这6皇子他……”禽兽双眼中的浑浊光芒散去，化作了猩红，道：“先留着，把它当成一把刀，倒也不错。”秦毅回到皇宫外的府邸，刚进大门，古千帆便匆匆迎了上前，朝着秦毅拱手，低声道：“6皇子，天丹楼的朱楼主还有沈姑娘一起来了，我已将他们安排到了密室中等候。”秦毅点了点头，然后道：“你盯着点外边，若发现可疑之人，直接杀。”是。古千帆郑重说道。密室中，神色憔悴的天丹楼之主朱啸坐在椅子上，很是焦急。沈莲英站在朱啸的身后，今日的沈莲英没有戴面纱，露出了一张精致绝美的面庞。太子妃穆欣兰虽然也漂亮，身材火爆，更穆欣兰跟沈莲英比，那还是差了一些的。尤其是沈莲英身上透着一股自然而然的冰清玉洁之意，这是穆欣兰没有的气质。当秦毅进入密室，顿时朱啸便猛地站了起来，满脸的期待激动之意。沈莲英的神色也颇为紧张。秦毅淡淡一笑，朝着朱啸拱了拱手，道：“见过朱楼主。”刚才那一趟皇宫之行，让秦毅意识到这一事因为他的变化，可能会导致一系列风波爆发的时间提前，所以还要加快速度提升自身的实力。天丹楼便是当前最好的选择。朱啸现在有求于人，不敢托大，他也立刻朝着秦毅拱手，道：“6皇子应该清楚老夫的来意，所以老夫也就不弯弯绕绕，直接开门见山了。”秦毅看着朱啸点了点头，道：“朱楼主但说无妨。”朱啸道：“我的情况跟古千帆很相似，他因炼气被火焰反噬，老夫因炼丹被火焰反噬，但老夫的问题比古千帆要严重许多，不知6皇子可有把握帮老夫治好？”秦毅淡淡道：“不难。”朱啸眼中流露出激动的光芒，深吸了一口气，道：“这一瓶一阶上品的正阳灵丹，便是老夫的一点诚意。”站在朱啸身后的沈莲英立刻走到了秦毅面前，他从袖中取出了一只装有丹药的玉瓶，双手托着递给秦毅。秦毅目光一闪，一阶上品灵丹若用鸿蒙鼎强化，有机会达到2阶下品灵丹的层次，对于他来说意义重大。但秦毅却并未立刻从沈莲英手里接过这一瓶正阳灵丹。朱啸看着这一幕，又开口道：“6皇子若还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
老夫一定尽力满足。秦毅道：等朱楼主的身体恢复后，我需要朱楼主替我炼制灵丹。朱孝顿十面露难色，道：六皇子，不是老夫不愿，而是老夫无能为力。老夫炼制不出灵丹，这一瓶正阳灵丹是老夫从别处获得。秦毅淡淡道：我帮你治好身体，自然有办法让你炼制出灵丹，但你炼制出的灵丹在大秦皇朝只能给我一人，如果没有鸿蒙鼎，秦毅必然要自己炼丹，但有了鸿蒙鼎，就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炼丹这种事情中了。反正即便是他亲手炼丹，也不可能炼制出毫无瑕疵的丹药，这世间再厉害的炼丹师都不可能达到完美，炼器也是如此，只不过是瑕疵多与少的区别罢了，而鸿蒙鼎却能将这些变得完美。秦毅只需点拨朱孝一番，朱孝炼出灵丹自然不是什么难事。朱孝闻言，心中顿时生出了一股荒谬的感觉，秦毅不仅能帮他治好身体，还能让他成为一个能炼制出灵丹的炼丹师，整个大秦皇朝都没有一个能炼制出灵丹的炼丹师。他朱孝为了能够炼制灵丹，曾经付出了无数的时间与精力，都始终踏入不了那个层次。朱孝沉默了片刻，然后郑重道：六皇子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秦毅点头，这才收了沈莲英手里捧着的那一瓶正阳灵丹，然后对沈莲英说道：将你那一套冰魄银针借我一用。沈莲英赶紧取出了7根犹如冰晶打造的银针。秦毅看向朱孝道：现在就可以开始了。不等朱孝反应过来，秦毅的手掌一挥，顿时7根冰魄银针便激射而出，瞬间刺入了朱孝的一个个重要穴位。紧接着，秦毅单手结印，按在了朱孝的胸膛。朱孝的身体猛然颤动了起来。师尊，沈莲英紧张无比，万万没想到秦毅就这么动手了。我没事。全身颤抖的朱孝说话都断断续续。他虽然感觉很痛苦，但这种痛苦不是在破坏他的肉身，而是秦毅正在施展手段，将侵蚀了他五脏六腑的火毒硬生生拔出来。现在时间紧迫，古千帆修炼进火诀，慢慢调理，那是因为当时的秦毅实力不够。现在秦毅打开了15窍，贯通了3脉，体内元力雄浑，所以可以更直接更快速地解决问题。唯一的弊端就是朱孝在这个过程中会比较难受。不知不觉1刻钟的时间过去，秦毅收回了按在朱孝胸膛的手。下一刻，朱孝脸色苍白，哇的一声吐了一大口血，血液落地，将地面都烧出了一个大坑。师尊，沈莲英急忙搀扶住了朱孝的胳膊。朱孝苍白的脸色立刻肉眼可见变得红润起来，他只觉得全身无比轻松，折磨了他多年的火毒竟然全部都被拔除了。朱孝推开了沈莲英搀扶他胳膊的手，他面对秦毅深吸了一口气，道：六皇子的手段简直神乎其神，老夫佩服的五体投地。六皇子救老夫一命，这个人情老夫一定报答。秦毅淡淡道：朱楼主可以先回天丹楼稍微调理一下身体，明日我会让古千帆去天丹楼与朱楼主商量炼制灵丹的事情。朱孝郑重拱手一拜，道：好，那老夫就先告辞了。说完，朱孝带着沈莲英离开了密室，而秦毅则是立刻将那一瓶一阶上品的正阳丹投入了鸿蒙鼎内。鸿蒙鼎中只剩下3缕先天之气，刹那间，这一瓶正阳灵丹就将1缕先天之气吸收掉。片刻后，这一瓶正阳灵丹完成了升级强化，比他预料中的要差一点，没能成为2阶下品的灵丹，但也算是准2阶灵丹了。有这一瓶准2阶灵丹，我的实力短时间内又可提升不少。秦毅自语，然后他命古千帆取来笔墨纸砚，誊写了一份1阶下品灵丹的丹方，以及一份简易的炼丹术，然后又誊写了一份玄阶极品地功法，还有一份玄阶极品的剑法。他将炼丹术与丹方交给古千帆，道：明日你将这2样东西送到朱孝手里。之所以只给了1阶下品灵丹的丹方，是考虑到朱孝的能力以及大秦皇朝的资源条件。另外，这份功法与剑法你自己拿去修炼，明天你顺带着在天丹楼领取一批你自己用的丹药，他们会答应的。古千帆立刻接过这些传承之法，他眼中流露出一抹对秦毅无比狂热的尊崇光芒。作为一名剑道宗师还是炼器宗师，古千帆本是一个高傲的人，但随着他对秦毅的了解越来越多，他已不再是纯粹的报答秦毅救命之恩。他意识到追随秦毅是他彻底改变人生的机会。当古千帆退出了密室后，秦毅便立刻取出一颗强化到准2阶的正阳灵丹放入口中，丹药入腹，立刻化作了精纯的能量。秦毅运转鸿蒙仙经开始修炼。皇宫，太子居住的东宫之中，太子秦彻面若寒霜，3皇子秦海站在他面前瑟瑟发抖。大哥，父皇对秦毅青睐有加，不仅说他或许能赶超你，甚至还将冲霄刀都赏赐给了秦毅，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天骄秘境之中出现突发状况，林浩与白莲还有张烈都死了，秦毅侥幸捡回了1条命，但我们不能就此罢手。另外，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天师院大嫂的身上了。大嫂根本探查不出秦毅的秘密，而且大嫂最近经常往秦毅的府邸跑，外边都已经有流言四起，说大嫂跟秦毅搞到了一起。咔！太子秦彻直接捏碎了座椅的扶手，他的眼中流露出冷厉寒芒，低吼道：秦毅，你的死期将至。接下来几天，秦毅的府邸周围出现了许多鬼鬼祟祟的身影，尤其是一到晚上，但每一个潜入秦毅府邸的人
都再也没能出去。有见到宗师古千帆在，寻常宵小之辈自然是有来无回。秦毅这次闭关持续了4天，4天时间，一瓶准2阶的正阳灵丹被他全部吸收炼化，他的修为境界也从通脉境3重提升到了通脉境7重。秦毅结束了修炼，他感受着7条大脉中流转的磅礴元力，就好似7条江河在他体内激荡奔涌，这雄浑的力量感让他颇为满意。鸿蒙仙经比他前世在天界登顶绝巅的无上神功还要强大许多，而随着修为提升，体魄自然而然得到增强，他的气血更加旺盛，他的一个窍穴中象征着化龙神通的小龙也变得粗了些许，更加真实。心念一动，化龙神通施展，原本只有10丈长的神龙虚影，如今已达到了12丈的长度。收回化龙神通后，秦毅将注意力投入了另外2枚神通种子上。我修刀法，这第2枚神通种子干脆就以刀为方向吧。做出了决定后，秦毅直接将禽兽所赐的极品冲霄宝刀丢入了鸿蒙鼎内。鸿蒙鼎中还剩下2缕先天之气，将其中1缕先天之气消耗了约莫1半的程度，这把极品冲霄宝刀便晋升为了1阶下品灵气。而后秦毅运转鸿蒙仙经，将1枚神通种子祭出，把这刚晋升为1阶下品灵气的冲霄灵刀吞噬了这把刀后，神通种子的表面顿时就浮现了一道模糊的刀影，散发出微弱的锋芒。想要使得神通种子极尽升华演化神通，这需要一个过程。第1枚神通种子之所以能直接化作神通，那是因为秦毅炼化真龙尸身淬体时，真龙的气运无比庞大。秦毅将第2枚神通种子收回窍穴之中，然后走出了修炼室。此时天色已暗，他将古千帆召至身前，看来你修炼的不错，这么快就突破了1重境界。秦毅看着古千帆说道，原本的古千帆是元刚境2重，现在已经是元刚境3重了。古千帆拱手道，多亏了6皇子所赐功法，我才能这么顺利的突破。说话间，他的内心又一次震撼。他虽然没有想着隐瞒，可他还没有来得及汇报。要知道，就算元刚境的武道宗师，若不仔细探查一番，都无法判断一个开窍境武者的详细境界。他身为宗师，却被秦毅一眼看穿，这太不可思议了。古千帆对秦毅的敬重，如今俨然已经变成了敬畏。他开始汇报这几天的情况。启禀6皇子，这4天共有23人潜入府邸，我已全部斩杀。杀他们之前，我曾尝试审讯他们，但这些人都是死士，所以没能从他们口中撬出有用的线索。古千帆将这几天的情况向秦毅汇报。秦毅冷了一声道，以后不用审了，发现就杀，没必要审。要么是太子秦彻的人，要么是禽兽的安排，想要让他去跟太子秦彻斗起来，所以直接杀了便可。他懒得浪费时间与精力在那些蝼蚁身上。秦毅继续问道，天丹楼那边情况如何？古千帆道，一切顺利，就在半个时辰前，沈莲英还亲自来了一趟，说丹药明日就可以出炉了。秦毅点了点头，准2阶的正阳灵丹用完了，虽然让朱孝炼制的丹药效果不如正阳灵丹，但好歹也是1阶下品，利用鸿蒙鼎强化，成为1阶中品绝对没问题，有可能达到1阶上品也够用。这几天太子妃没来吗？秦毅忽然想到了木星兰，上次双修过后，秦毅就感觉到木星兰体内已经恢复了不少的纯阴之力，又过去了几天，应该变成一大波了。木星兰的这条通道对秦毅依旧还是有用的，尤其是天师院暗中藏着的那一张底牌。上一世木星兰将秦毅榨干，阴阳合一，从1阶秘宝中释放出了强大的力量，他才与天师木正南正式造反。只有通脉境5重修为的木星兰，凭借着那股力量，差一点就杀死了禽兽身边那个老太监魏贤。要知道，魏贤可是元刚境7重修为的武道大宗师。秦毅打算要将天师院的那件秘宝拿到，至于天师院给不给这个问题，秦毅没有去多想，先把木星兰搞服了再说。古千帆回应道，最近外边有风言风语，说太子妃与6皇子明日久生情，所以太子妃应该是想避避风头。秦毅目露思索之意，忽然他眉头一拧，冷喝道，找死！话音落下，身形爆射而出，长刀出鞘，1阶中品的灵刀绽放璀璨刀光，一层层血浪拍击。血浪刀法6重浪，这一刀仿佛将夜幕撕开，血光漫天。轰！院子里一座假山轰然破碎开来，紧接着一道身影从迸溅的碎石与血光风暴中冲了出去，欲要遁逃。秦毅冷哼一声，抬手一抓，神通化龙，神龙虚影猛然冲出，神龙甩尾，狠狠抽打在了那想要遁逃的家伙身上。啊！惨叫声响起，这道身影砸在了地上，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秦毅收回了神龙虚影，长刀入鞘，身形一闪就站在了深坑的边缘。古千帆连忙冲来，看着深坑中那已经没了生命气息的家伙，古千帆瞳孔猛地一缩，他从这尸体中快速溢散的力量波动，便可以判断出这是一个真元境巅峰的武者。虽然对于他来说，真元境巅峰的武者不算什么，但在大秦皇朝，这已经是一等高手了。结果，这种层次的强者被秦毅如此轻易的就击杀了。更关键的是，这人明显善于隐藏，潜伏在此，古千帆毫无察觉。古千帆的身上冒出了一层冷汗，立刻单膝跪地：“6皇子，是我的疏忽。”秦毅收回了盯着尸体的目光，
淡淡道：“我遭刺杀，身受重伤，立刻送我前往天师院，找太子妃治疗。”古千帆：“是。”皇宫，太子住处。三皇子秦海无比激动地冲到了太子秦彻面前：“大哥，好消息！秦毅的府邸内，我们安排的真元境巅峰高手，虽然丢了性命，没能杀死秦毅，但却将秦毅重伤了。”秦彻眉头一拧，神情不悦道：“都是废物。”秦海道：“大哥别急，你听我说完。那秦毅在皇城之中没什么根基，他受了重伤需要救治，所以只能去天师院找大嫂。之前大嫂在秦毅身上一直没有什么收获，这可是一个好机会。”秦彻目光一闪，然后道：“我亲自去一趟天师院，直接给秦毅来一个药石无救，重伤殒命的结局。”秦海急忙道：“大哥，使不得，秦毅刚出事，消息还没传开，你就去天师院，而且还让秦毅死在天师院，那你可就洗不清嫌疑了。而且天丹楼那边，我们的人传来秘密消息，朱楼主事隔3年重新开炉炼丹，明日丹药就要出炉。根据天丹楼前几天的各种药材消耗，可以判断出朱楼主此次炼制的丹药绝对比灵异丹还要好，即便不是真正的灵丹，也是准灵丹了。大哥，你已经突破到元刚境，寻常丹药对你已无意义，所以大哥你明天肯定要去一趟天丹楼求丹的，所以今晚就别再折腾了。”秦彻沉吟片刻，而后道：“你说的倒也有道理，那你派人去天师院传一句话，让你大嫂不管用什么手段都得干死秦毅。”天师院密室中，秦毅盘膝而坐，运功修炼。忽然密室门被打开，穆星兰神色慌乱地冲了进来：“你没事吧？伤哪里了？严不严重？”一连3问，若不知详情之人定会觉得穆星兰对秦毅情深意重，但实际上他只是担心秦毅体内的阴阳之力受损，这可都是穆星兰无比渴望得到的。为了这些阴阳之力，他精心谋划数年，最近10日更是忍辱负重。秦毅睁开双眼，看着一脸焦急的穆星兰，淡淡一笑，道：“嫂嫂，还是先将密室门给关上吧，免得待会不好办事。”穆星兰神色一怔，赶紧将密室门给关好。他重新打量着秦毅，面露狐疑之色，道：“你没有受伤？”秦毅道：“我若不受伤，这大半夜的又怎么方便来天师院找嫂嫂疗伤？”穆星兰顿时面颊一红，随即娇嗔道：“原来六皇子也是想着我的呢，我还以为六皇子当真是那种日后无情之人，看来是我误会六皇子了。”说话间，穆星兰主动依偎在了秦毅的肩膀上，双臂自然而然便环绕上了秦毅的脖子。秦毅不为所动，道：“嫂嫂先冷静一下。”穆星兰咬唇道：“妈，今日你还要收我的丹药，才肯与我共度良宵？”秦毅摇了摇头道：“我岂是那般势利之人？天师院的丹药对秦毅已经没有多大的效果了，而且他今日找穆星兰另有目的。”穆星兰心中暗道：“你就是。”但他脸上却挂着笑容道：“六皇子当然不是。”秦毅道：“嫂嫂可知，在大秦皇朝境内何处有地煞之力？他现已是通脉境7重修为，也该为打通天地二脉做一些准备了。打通天地二脉需要天罡之力与地煞之力，天罡之力需抵达3000丈高空就可以提炼吸收。武道修行没有达到元丹之境，无法御空飞行。一些元刚境的大宗师级强者，或许可以通过某种秘法做到短暂的腾空，但飞到3000丈高空去修炼，这就是痴人说梦。但解决之法很简单，只需找一座3000丈的高山，在山顶修炼就行。有难度的是地煞之力，地煞之力深埋于地底，可不是随便朝着地底挖下去就有的。如果大秦皇朝境内有地煞之力的存在，那穆星兰一定会知道，因为大秦皇朝勘探矿脉这事都是由天师院负责。穆星兰眨了眨眼道：“六皇子为何打听地煞之力？”秦毅，你只需要回答我。穆星兰举起了3根手指道：“如何？”秦毅淡淡道：“你受得了，我自然没问题。”穆星兰顿时面露激动笑容，他最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距离皇城1000里左右，南边有一条玄铁矿脉，1个月前挖出了地煞之力，死了不少人。那条玄铁矿脉已经停止开采，不过虽然停止开采了，但太子还是派人封锁了那片区域，因为矿脉内发现了玄铁晶石，那是锻造灵气的材料，太子非常重视，只等地煞之力散去，他的人就会第一时间去开采玄铁晶石。对了，就在刚才，太子还派人来传话，让我不管用什么办法。秦毅得到了地煞之力的线索，心情不错，他嘴角上扬，盯着在他怀里搔首弄姿的穆星兰道：“穆星兰道，当然是这样。”2个时辰后，穆星兰躺着，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他这才明白自己太天真了。他本以为准备充分，过了好一会，穆星兰才恢复了一丝力气。他坐了起来，看着一旁运功修炼的秦毅，他的双眼中充斥着无比怨毒的光芒。“秦毅，你好狠！所以之前那几日，你是故意给我一点阴阳之力，那是你的诱饵。你这般算计，就是为了将我当成猪一样养肥来杀。”秦毅身上气息猛然暴涨，而后又瞬间恢复了平静。他结束了功法的运转，这1日修为境界从通脉境7重突破到了通脉境8重，还算不错。他看向穆星兰道：“就你这样。”接着秦毅披上长袍，然后便打开了密室大门离去。出了密室，秦毅顿时脸色变得苍白，好似无比虚弱。守在密室外的古千帆立刻迎了上前。秦毅道：“直接去天丹楼吧，都快天亮了，
他让天丹楼朱孝炼制的灵丹也差不多要出炉了。是。这时，一直在暗中关注这边动静的天师穆正南忽然身形一闪，来到秦毅面前，拜见天师。秦毅拱手行礼。穆正南道：“六皇子身体如何了？”秦毅叹息一声道：“被刺客袭击，算是侥幸捡回来一条命，好在得到了嫂嫂的治疗，伤势好了一些，但唯恐留下病根，所以现在想去天丹楼再看看。”穆正南看秦毅的状态的确很糟糕，他点了点头道：“虽然天师院也有不错的治疗手段，但终究是不如天丹楼的。既然六皇子要赶去天丹楼，那我就不耽误六皇子的时间了。”秦毅冷了一声道：“穆天师，那我告辞了。”等秦毅离开后，穆正南站在密室门口，他不好直接闯进去，毕竟他知道密室内发生了什么，就怕穆星兰还没有穿好衣服。等了片刻，却不见穆星兰出来，穆正南顿时运转气力，发声问道：“星兰，收拾好了吗？”他的声音穿透密室紧闭的大门，在密室内响起。又过了片刻，密室大门打开，满脸泪水的穆星兰看着眼前的穆正南，心中委屈彻底爆发了，哭喊道：“爹，我被算计了，我的纯阴之力再一次被夺，我不甘心啊！”穆正南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低吼道：“该死！那秦毅刚才故意装成虚弱模样，他骗过了我，他现在离开了天师院，我也不方便对他动手了。”穆星兰趴在穆正南的肩膀上，不断的抽泣道：“爹，我不服，我一定要将那些阴阳之力夺回来。爹，将那一面灵镜取出来吧，我要祭炼灵镜，将灵镜带在身上，下一次我再去找他双修，直接用灵镜掠夺他体内的阴阳之力。”穆正南眉头紧锁道：“这么做风险太大了，稍有不慎便有性命之危。”穆星兰抬起了趴在穆正南肩膀上的脑袋，满是泪痕的脸上浮现一抹无比坚定的光芒，道：“爹，女儿不怕，女儿一定要让秦毅付出代价。”穆正南叹息一声，点了点头。另外一边，秦毅带着古千帆刚来到天丹楼的门口，忽然一辆马车也从街道的另外一边出现，来到天丹楼的门口停下。虽然这马车显得很普通，驱赶马车的也只是一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老头子，但秦毅看着这辆马车，他的嘴角却微微上扬，因为马车内的气息他很熟悉。他才刚跟太子妃双修结束，就跟太子在这遇到了。太子秦彻的马车停在了天丹楼的门口，车帘掀开，秦彻盯着秦毅，顿时他的脸色变得极度难看。穆星兰又失败了，竟然没干死秦毅。秦毅笑着说道：“天还未亮，太子就偷偷摸摸来天丹楼，莫非是要做什么见得不人的事？”秦彻神色冰冷，毕竟他之前向沈莲英示好，引起天师穆正南非常不满，就连秦皇也曾警告过他要注意分寸，所以他每次来天丹楼都是偷偷摸摸的。听闻六弟被刺客袭击，受了重伤，还去了天师院救治，看来所谓的重伤也只是谣传，六弟这条命还真是够硬的。秦彻冷哼道。秦毅淡淡一笑道：“伤倒也算是挺重，但嫂嫂妙手逢春，辅以金金玉液，及时控制住了伤势，这才无碍。没想到我这点小事竟然也引起了太子的关注，显然太子对我的情况一直很关心嘛。”秦彻道：“皇子遇刺，此乃大事，我身为太子，自然要对此事上心。”说完，他放下了车帘。这时，天丹楼内一名年轻男子走了出来，古千帆立刻在秦毅耳旁轻声说道：“此人名为欧阳春，是天丹楼的副楼主之子。”欧阳春看到秦毅，顿时愣了一下，但却没有理会，而是走到了秦彻的马车旁。秦彻这才从马车内下来，朝着欧阳春点了点头。两人什么话都没说，显然颇有默契。接着便由欧阳春带着秦彻走向天丹楼的大门，秦毅也带着古千帆朝天丹楼大门走去。慢着！欧阳春忽然眉头一拧，盯着跟来的秦毅与古千帆：“六皇子，天丹楼现在还没有开门营业，你若想要购买丹药，那就在门口等等吧。”欧阳春语气冰冷，对秦毅这个六皇子毫无一丝尊重之意。秦毅道：“天丹楼还没开门营业，为何太子能进，我不能进？”欧阳春脸上浮现一抹讥讽之色，道：“太子能进，那是因为太子乃受我邀请而来，但六皇子应该没有得到任何人的邀请吧？”秦彻也开口了，冷冷说道：“六弟，天丹楼的规矩还是要遵守的，不要让人为难。”秦毅看向一旁的古千帆，古千帆直接取出了一枚令牌，道：“我乃天丹楼武道客卿，随时可以进入天丹楼。”这一重身份自然是沈莲英帮他安排的，毕竟朱孝跟沈莲英都意识到以后会经常跟秦毅打交道，但又不能暴露秦毅的秘密，于是便做了一些变通。看到古千帆手握天丹楼武道客卿令牌，顿时秦彻变了脸色，万万想不到秦毅身边的护卫竟然还有这么一重身份，难怪这几天安排去对秦毅动手的人都有去无回，丢了性命。能得到天丹楼武道客卿令牌的人自然不是弱者，起码也得是真元境大圆满的修为才有资格。欧阳春看到令牌后也无话可说，然后便冷哼一声，看向秦彻道：“太子殿下，我们先进去吧。”两人进入天丹楼，秦毅与古千帆也进入了天丹楼。古千帆带着秦毅来到了沈莲英专门安排给古千帆的客卿住处。古千帆拱手道：“六皇子，原本我与沈莲英约定了天亮再来，现在提前来了，
所以沈莲英暂时还不知道。沈莲英之前毕竟一直帮他续命，他担心秦毅会因沈莲英没有第一时间来迎接而心生不满，于是解释了一句。秦毅点了点头，道：“无妨，你现在去联系沈莲英吧。”古千帆了一声，然后匆匆离开。另外一边，秦彻来到了欧阳春的住处。奢华的房间内，数名身材曼妙的少女穿着薄纱长裙，半遮半掩，风情万种。欧阳春笑着说道：“太子放心，这些人都是专门训练过的，不仅活好，而且嘴也严，不会泄露半个字。你先好好玩一玩，等天亮了，朱楼主的丹药出炉了，我爹会亲自带你去向朱楼主求丹。”秦彻神色冰冷道：“让他们退下。”欧阳春立刻挥手将这几个曼妙女子赶走。他低声道：“太子今日心情怎么如此糟糕？莫非是因为那个秦毅？”秦彻冷了一声。欧阳春道：“太子殿下其实大可不必烦恼，这秦毅虽然恢复了修为，但他耽误了太多时间，他跟您可完全没得比。更何况太子殿下已踏入元刚之境，成为了大秦皇朝最年轻的武道宗师，甚至在突破之日，天地同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算100个秦毅，也比不上太子殿下的一根手指。”秦彻道：“欧阳兄有所不知，数日前我父皇单独召见这秦毅，不仅夸他有望赶超我，还将冲霄刀都赐给了他。这秦毅，我自然是不放在眼里。可我父皇对他的态度，那才是对我最大的威胁啊！”原来如此。欧阳春目光闪烁，然后笑道：“太子殿下，如果秦毅在天丹楼窃取丹药，被抓了个现行，当消息传开，名声大臭，您觉得秦皇会如何看他？”秦彻眼中流露出璀璨金芒，道：“父皇最重皇室声誉颜面，若秦毅做出这种事情，父皇必当大怒，严惩不贷。”欧阳春笑着说道：“等他失去了秦皇的信任，他的小命那还不是任凭太子殿下拿捏？太子殿下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吧，我保证办得漂漂亮亮。”秦毅还在等古千帆与沈莲英，忽然一道身影冲入了屋内，一名中年男子二话不说便从怀里取出了一只玉瓶，放在桌上，道：“六皇子，这是您要的极品气血丹。”秦毅眉头蹙起。就在这时，周围喧哗大起，下一刻，一群人冲了进来，带头的正是欧陆春。欧阳春神色冰冷，大喝：“李峰，原来是你！最近10日，天丹楼不断有极品宝丹失窃，你以为我们真的毫无察觉吗？今日特地布下了天罗地网，终于将你这个窃贼揪出来了。只是我万万没想到，拔出萝卜带出你，指使你的人竟然是六皇子。”欧阳春盯着秦毅道：“六皇子，现在人赃并获，你没法狡辩吧？”而那刚冲进来将丹药放在桌上的李峰，则是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欧阳少爷息怒，是我一时糊涂，才听信了六皇子许诺的好处，帮六皇子窃取丹药。”秦毅眼中闪过一抹寒芒，好拙劣的栽赃陷害，但又非常直接有效。秦彻也穿过人群，走到了秦毅面前，他冷哼一声道：“你乃皇室子弟，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皇室，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大秦皇室的颜面都被你丢尽了。”说完，秦彻看向欧阳春道：“欧阳兄，现在这种情况，我也不为他开脱，秦毅该如何处置，一切按照你们天丹楼的规矩来就行了。我也会将此事向我父皇如实禀告，但还请欧阳兄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将此事对外声张。”欧阳春点头道：“太子殿下放心，此事绝对不会传出去。”接着他又看向秦毅道：“六皇子，我给你最后一点体面，跟我去天丹楼的地牢。”秦毅神色冰冷道：“我若是不去呢？”欧阳春冷哼一声：“那可由不得你。”话音落下，欧阳春一挥手，一群天丹楼的护卫便拔出了手中的刀剑。秦毅扫了一眼这些人，一股凛冽的杀气从他身上爆发开来，道：“想死的尽管试试看。”秦毅身上弥漫着杀意，太子秦彻看出秦毅这是不愿意老老实实配合，他心情反而更好。如此一来，事情闹得再稍微大一点，到时秦皇得知才会更加愤怒。欧阳春冷笑着说道：“六皇子如果非要反抗，那就只好得罪了，动手！”刹那间，数名天丹楼通迈进修为的护卫猛然前冲，欲要将秦毅扣押。秦毅瞬间拔刀，刀锋出鞘，一刀横扫而出，刀光绚烂，凌厉迅疾，冲向秦毅的几个天丹楼通迈进护卫皆被秦毅一刀封喉，倒地而亡。见此一幕，欧阳春的表情顿时变得扭曲，厉声大喝：“好你个秦毅，窃取天丹楼丹药，还敢在天丹楼杀人！就算你是六皇子，我们天丹楼也要你脱一层皮！”他看向身边一个真元境的武者，下令道：“无需忌惮，不用客气，他若还敢反抗，那就先打断手脚。”是。这名真元境武者体内力量顿时沸腾了起来，爆发出不弱的威势。他一步向前，地面炸开，他的身体猛然前冲，右手五指如爪，抓向秦毅的咽喉。太子秦彻冷眼旁观，他已经在想着秦毅的凄凉下场，以及该如何去向秦皇汇报此事的画面了。眼看着那真元境武者的手爪就要掐住秦毅的咽喉之际，唰，一道剑气呼啸而来，直接将此人的身体从头到脚劈成了2半炸开。紧接着，古千帆身形一闪，便站在了秦毅身边，他手握长剑，杀气腾腾。“好啊，你们当真以为天丹楼是可以肆意妄为的撒野之地了吗？我就把话放在这里，不管你们有什么身份，你们都完蛋了！”
欧阳春怒喝，他带来的人全部都做好了动手的架势。也就在此刻，一道冰冷的女子声音响起：“住手！”戴着面纱的沈莲英快步来到了场中。欧阳春脸上顿时浮现一抹忌惮之意，而秦彻眼中则是闪过狂热的光芒。这沈莲英乃是他心心念念的大美人。沈莲英背对着欧阳春与秦彻，他看着秦毅，眼中流露出复杂之意，然后转身看着欧阳春道：“怎么回事？”欧阳春急忙将准备好的说辞说了一遍。秦彻也开口道：“沈姑娘，虽然秦毅乃我们皇室子弟，但我一向很尊重天丹楼。秦毅窃取丹药，在天丹楼杀人，犯了天丹楼的大忌，所以沈姑娘不必为难，不管天丹楼要如何处置他都行。我父皇那边我会去汇报清楚。”他在讨好沈莲英，一副为沈莲英着想的模样。沈莲英却没有回应秦彻，而是看向奈贵地的李峰道：“已确定是六皇子指使你窃取丹药。”李峰急忙道：“是。”天丹楼副楼主欧阳川一手抱着欧阳春的脑袋，一手抱着欧阳春的身子，他双眼布满血丝，喉咙中发出阵阵犹如野兽般的嘶吼。秦彻站在一旁道：“欧阳副楼主节哀，接下来还是要请欧阳副楼主先带我去找朱楼主求丹，等我拿到丹药，我保证一定会帮欧阳兄报仇。待我登基执掌大权，我也一定会好好补偿欧阳副楼主。”欧阳川深吸了一口气，放下欧阳春的脑袋与尸体，他站了起来，面对秦彻发出低吼：“我要将秦毅扒皮抽筋，碎尸万段，挫骨扬灰。”秦彻点头道：“可以，1个月内我必将秦毅的性命交给欧阳副楼主处置。”欧阳川立刻命人将欧阳春的脑袋与尸体缝合，安排好了后，他再次看向秦彻道：“哦，我这就带太子殿下去找朱楼主。”天丹楼楼主朱啸的炼丹房内弥漫着炽热的气息，朱啸神色凝重，盘膝坐在炼丹炉前，他的双手飞快结印，控制着熊熊火焰。火焰之中的炼丹炉内有袅袅丹药芳香弥漫而出。炼丹炉内的一阶下品灵丹已经到了最后收尾的时刻。秦毅与沈莲英进入炼丹房后，朱啸立刻看向秦毅道：“六皇子再稍等半刻钟，此丹便可出炉。”说话间，他的神色无比复杂，激动中透着震撼。他原本都已经被火毒折磨的快要绝望了，连活下去都感觉艰难，就更不敢去想有朝一日能炼制出灵丹。可秦毅不仅轻易帮他化解了体内的火毒，秦毅给他的丹方以及炼丹术，更是让他即将成功炼制出一阶下品的灵丹。他心中对秦毅充满了好奇。很显然，大秦皇朝的这位六皇子身上藏着天大的秘密。秦毅看了一眼那被火焰缭绕的炼丹炉，他一步踏出，便站在了朱啸的旁边。“我来吧。”秦毅的声音响起，刹那间，他单手结印，那环绕炼丹炉的火焰顿时变得炽热了数倍。即便丹药还未出炉，他也能凭借丹香判断出炼丹炉内的丹药品质，只能算是勉勉强强。他现在要进行最后的补救，他之所以不亲自炼丹，是不想浪费时间，要将精力都放在修炼上。即便丹药品质差一点也无所谓，可以用鸿蒙鼎进行强化升级。但现在他既然来到了这里，那就顺手而为之。炼出来的丹药若品质好一些，用鸿蒙鼎强化的过程就可以减少先天之气的消耗。目前鸿蒙鼎内的先天之气不多了，能省一点就是一点。秦毅忽然出手接管了炼丹的最后步骤，把朱啸吓了一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稍微有点差池，可是要炸炉的。炼丹炉内即将成型的丹药都要化作灰烬。可当他看到秦毅单手结印控火炼丹的画面后，他的内心再度震撼了。他看不懂秦毅的炼丹手法，但却能感受到其中的玄妙深奥。不明觉厉。朱啸的弟子沈莲英也瞪大了一双乌黑明亮的双眸，目不转睛地盯着秦毅的一举一动。片刻后，秦毅结印的手忽然解开了印法，手掌朝着炼丹炉轻轻一拍，当！炼丹炉发出一道清脆的震荡声，紧接着炼丹炉的盖子弹射而起，一颗接着一颗丹药从炼丹炉内飞出，总共10颗丹药，每一颗都显得浑圆饱满，散发着灵光与芳香。秦毅看向一旁的朱啸，朱啸急忙取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玉瓶。秦毅一挥手，一颗颗丹药相继落入了玉瓶之中。朱啸将玉瓶封好塞子，他深吸了一口气，用力嗅着空气中弥漫的丹药芳香，然后双手捧着玉瓶递给秦毅。六皇子的炼丹之术让老夫可算是大开眼界了，若是由老夫来完成最后的步骤，这些丹药的品质绝对不及此时的7成。想不到，实在想不到，整个大秦皇朝都绝对没有人能想到，六皇子竟有这般不可思议的炼丹术。他的声音充满了感慨之意。秦毅随手接过了玉瓶，道：“朱楼主，接下来还得麻烦你再炼制一批明海丹。”明海丹便是这一阶下品灵丹的名字。朱啸郑重道：“六皇子请放心，老夫一定会全力以赴。哪怕炼制明海丹的药材价值不菲，但又有什么所谓呢？秦毅救了他性命，给他炼丹传承，这已经是无法用价值去衡量的恩情。而且他亲眼看过了秦毅炼丹，惊为天人。秦毅年纪轻轻，在炼丹术上便有了如此造诣，前途无量。现在能帮秦毅做一些事，完全是他的机缘造化。丹药到手，秦毅准备回府邸升级强化丹药，然后修炼提升实力。可就在炼丹房的大门打开之际，秦毅、朱啸、沈莲英3人都没想到太子秦彻
竟然跟天丹楼的副楼主欧阳川在炼丹房门口等着。而让欧阳川与秦彻也没想到的是，沈莲英跟秦毅竟然会跟朱孝一起从炼丹房内出来。秦彻神色一怔，欧阳川的双眼中则是瞬间就浮现了一条条血丝，一股怒意与杀气从他的身上爆发开来。毕竟眼前的六皇子秦毅1刻多钟前刚杀了他的儿子欧阳春，砍下了欧阳春的脑袋。沈莲英立刻用简短的话语将刚才发生的事向朱孝汇报了一遍。听完后，朱孝的脸上如若挂上了一层寒霜，神色冰冷。欧阳川被朱孝盯着，心中顿时一颤，赶紧藏起了对秦毅的杀意，拱手道：“楼主息怒，事情的过错皆在我儿身上。六皇子已亲手杀了我儿死不足惜，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我现在来此，一是为了主动向楼主交代此事，毕竟是我教子无方，我亦有过错。除此之外，也是代太子殿下来向楼主求取此次炼制的丹药。”秦彻立刻向前一步，朝着朱孝拱手道：“朱楼主3年前金盆洗手，不再炼丹，实乃大秦皇朝炼丹界最大的损失。如今朱楼主重出江湖，炼制顶级大丹，所以晚辈特地前来，斗胆向朱楼主求丹。”在朱孝面前，他不敢托大，以晚辈的身份自居。朱孝摇了摇头，道：“回去吧，老夫炼丹失败了。”秦彻当然不信，不愿放弃，道：“朱楼主，晚辈不是白白索取丹药，你有什么条件都可以提。”朱孝神色淡漠，道：“既然如此，那老夫就说明白点，太子回去吧，以后不要再来天丹楼了。从今往后，不仅老夫炼制的丹药不会给太子，天丹楼也不再卖丹药给太子。”此话一出，秦彻完全懵了，他可是大秦太子，未来的秦皇。朱孝竟然说出这种话来，这意味着朱孝代表天丹楼彻底跟他画了一条分割线。要知道，虽然朱孝连他父皇的面子也不怎么给，但以前对他父皇以及对他，表面上起码还是客客气气的。下一刻，秦彻盯着秦毅，他认定朱孝一定是选择了秦毅，所以对他的态度才会这么坚决。也就在这时，欧阳川帮秦彻说话道：“楼主，这可不是儿戏，请您三思啊。”朱孝看向了欧阳川，用着冰冷的语气道：“欧阳川，这3年老夫一直深居简出，不怎么过问天丹楼的事，你大权在握，为所欲为，你觉得现在是不是要给老夫一个交代？”此话一出，欧阳川顿时满身冷汗，道：“楼主一定是听信了谗言。”我不等他的话说完，朱孝猛地一掌打出，烈火缭绕手掌，狠狠打在了欧阳川的身上。欧阳川的身体顿时犹如断线风筝一般往后倒射，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大口吐血。从现在起，欧阳川不再是天丹楼副楼主，来人，将欧阳川押入地牢，彻查他这3年来所做的所有勾当。朱孝的态度非常强硬，马上就有天丹楼的护卫冲来，将欧阳川直接拖走。太子，请回吧。朱孝解决了欧阳川，便对秦彻下达了逐客令。秦彻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他表情扭曲，但现在他的确不好发作，只能忍着被驱逐的耻辱，道：“朱楼主，我相信您一定会被我的诚意打动，改变主意的。晚辈就先告辞了。”离开天丹楼后的秦彻钻进了马车内。秦毅现在深受父皇重视，也不知他到底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让天丹楼的朱孝也选择了他，绝对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否则我的地位不保，秦毅必须死。立刻通知教内高手，我今天必须要听到秦毅殒命的消息。秦彻的声音从马车内传出，他要动用他暗中建立的魔教势力来铲除秦毅这个巨大的威胁。天丹楼，太子秦彻离去后，朱孝驱散了周围的人，他朝着秦毅拱手道：“秦彻此人表面谦谦君子，实际上野心很大，手段很辣。依老夫之见，六皇子不如暂且就住在我们天丹楼。”如此一来，秦彻他对六皇子便无计可施。秦毅摇了摇头道：“我终究是皇子身份，住在天丹楼颇为不妥。”他现在担心的倒不是秦彻，秦彻终究只是刚长出獠牙的豺狼罢了，真正要提防的是大秦之皇秦寿。秦毅很清楚，秦寿对他已经有一些想法了。上次召见他，秦寿的举动就是在故意激化他跟太子的矛盾，所以他就算住在天丹楼也没用，秦寿肯定会有针对性的安排。朱孝目光一闪道：“既然如此，那便从天丹楼安排一批护卫到六皇子的府邸，保护六皇子的安全。”秦毅摇头：“不必了，朱楼主只需要将心思精力放在炼丹中，多炼一些冥海丹，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他的府邸中13皇子秦磊帮他安排的护卫侍女已经够用，高端战力，还有元刚境3重修为的古千帆。天丹楼这边肯定有比古千帆更强的宗师，甚至朱孝本身都是一位元刚境9重修为的大宗师。如果天丹楼安排这种顶级战力到秦毅的身边，那可未必是好事，恐怕会严重刺激到秦寿，从而针对秦毅动用更阴狠的手段。秦毅觉得先保持目前这种状态就够了。片刻后，秦毅带上古千帆离开天丹楼，回到府邸。6个13皇子秦磊在秦毅的府邸门口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来回踱步。见到秦毅回来，他顿时激动地迎了上前，一双手抓着秦毅的胳膊道：“六哥，我听人说你昨晚受伤了，我连夜就出了皇宫，等我来了这里，得知你去了天师院，我又赶去天师院，可我到了天师院，却得知你走了。
你到底去哪里了？六哥，你伤哪了？严不严重？秦毅看着一脸焦急的秦磊，淡淡一笑，道：我从天师院离开后，便去了天丹楼求药。放心吧，我的伤势已经处理好了，没有大问题。听秦毅这么一说，再看秦毅面色红润，秦磊心中悬着的大石头这才终于落地，然后说道：另外，我今天又带了一批护卫过来，全部留在你这。就在秦磊说出这番话之际，忽然一道巨大的轰鸣炸响声从远处传来，秦毅与秦磊皆神色凝重地看向那边，那是接近皇宫的位置，去打探一下发生什么事了。秦磊立刻吩咐下去，顿时秦磊身边一个真元境巅峰的强者领命而去。片刻后，秦磊派出去的护卫神色无比慌乱地回来，道：启禀13皇子、6皇子，出大事了，太子遇袭，身受重伤，出手的人疑似魔教强者，现在皇宫内的禁卫军正在全城搜捕魔教刺客。此话一出，秦磊脸色巨变，虽然他巴不得太子去死，但这可不是小事，光天化日之下在皇宫附近袭击太子，说不定就会化作一场恐怖的风暴。而秦毅却目光一闪，思绪飞快转动，禽兽现在就对太子动手的可能性不大，毕竟如果禽兽急着要拿太子去炼丹，大可不必激化他与太子的矛盾，完全就是多此一举。所以秦毅认定这是乃太子的苦肉计，太子本身就是一个魔教的幕后之人。六哥，魔教贼子胆大包天，他们连太子都敢刺杀，接下来皇城内必将掀起血雨腥风，你还是跟我回皇宫，去我那里住吧。秦磊郑重说道。秦毅正要开口，他的府邸便发出了战斗的声音。魔教贼子来袭，保护6皇子，保护13皇子，13皇子，6皇子，我护送你们离开。秦磊带来的真元境巅峰护卫急忙说道，他显得无比紧张。秦磊的额头上浮现了一层冷汗，他看向秦毅道：六哥，赶紧跟我们走。然而秦毅却摇了摇头道：来了。话音落下，门口位置便出现了一名老者，这老者身形枯槁，皮肤黝黑，眼窝深陷，身上弥漫出一股阴冷的气息。被老者的目光盯着，秦磊等人遍体生寒，心中不受控制的生出惊悸之意，就仿佛面对着一条恐怖的毒蛇。是武道宗师。秦磊身边那个真元境巅峰的强者沉声说道，然后他拔出了一把长刀，挡在了秦磊的面前。13皇子、6皇子，我能拖多久就多久，你们赶紧走。魔教老者口中发出怪笑声道，想走全都得死。本来想着就一个6皇子，没想到还多了一个13皇子，倒是对得起老夫亲自出手了。秦毅看着这个魔教的元刚境老者，这一刻他全部都想明白了，太子秦彻果然是在用苦肉计。魔教之人先袭击了秦彻，导致秦彻重伤，紧接着魔教狂徒继续在皇城内作乱，秦毅就算死在了魔教的歹毒手段之下，也不会有人怀疑到秦彻身上。秦毅往前走了一步，看着那魔教老者，用着淡漠的语气道，来我的府邸闹事，我看你是嫌命长了。魔教老者的神色更加阴冷道，好一个狂妄之徒，死到临头还敢嚣张，待会老夫定要将你扒皮抽筋，就凭你。秦毅满脸不屑道，区区刚入元刚境的老匹夫罢了。此话一出，众人都满脸愕然，初入元刚境，那也是武道宗师啊。六哥别冲动，我的人先拖住他片刻，我们先走，禁卫军的人一定很快就能赶到的。秦磊急忙说道。秦毅淡淡道，13，退后一点，免得溅你一身血。秦磊，那魔教老者彻底被激怒了，厉喝一声，刹那间元刚境一众的修为力量轰然爆发开来，阴冷的气息使得周围都凝结成了一层寒冰。他猛然踏步向前，身形暴射。也就在此刻，一道清脆的剑鸣声随之响起，璀璨的剑光闪耀，唰，凌厉的剑气瞬间斩在了魔教老者的身上。魔教老者的胸膛被这一剑劈开，啊！魔教老者惨叫一声，身体往后倒射，然后摔在了门槛上。古千帆手持长剑站在秦毅等人前方，身上散发着一股强势霸道的锋锐之气。宗师，见到宗师！秦磊看着古千帆的背影，瞪大了双眼。秦磊的护卫也无比震惊，谁都没想到6皇子秦毅身边这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中年男子，竟然是一位剑道宗师，一剑就将魔教宗师镇压。与此同时，秦皇寝宫内，老太监魏贤来到了在运功修炼的禽兽身前。魏贤弯腰拱手说道，启禀秦皇，太子终于忍不住动用魔教的力量了。禽兽结束了功法的运转，睁开了双眼，他的眼底涌动着猩红的血光，脸上浮现诡谲之色道，那就动手吧。是。一个时辰后，皇城动荡平息下去，但很快便有一个消息如同风暴席卷，此次魔教贼子作乱，除了太子重伤，6皇子与13皇子受到惊吓，还有2个皇子、2个公主被魔教手段吸干了精血而死。当秦毅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便知道禽兽又出手了。这一刻，秦毅彻底弄明白了禽兽的计划，利用他激怒太子秦彻，让魔教的力量在皇城掀起动荡，而禽兽便可以趁此机会随意的取用子女血肉炼丹续命。秦毅嘴角上扬，划过一抹冰冷的弧度，禽兽将他当棋子，那他接下来也可将计就计。正好他要出皇城一趟，去获取天罡之力与地煞之力，用于打通天地二脉。主动请缨，
清剿魔教狂徒，这就是最好的理由。13，陪我进宫。秦毅立刻说道。秦毅带上秦磊，还有古千帆以及一批护卫，押着那只剩下一口气的魔教宗师，直奔皇宫而去。今日皇城动荡，完全就是皇宫中那个看似行将朽木的禽兽推动的局面。秦毅与秦彻都成为了禽兽的棋子。秦毅看穿了一切，他也要借着这一股风去做他想要做的事。秦毅与秦磊来到秦皇寝宫外，老太监魏贤得知秦毅与秦磊抓来了一个重伤垂死的魔教宗师，顿时面露讶异之色。紧接着，秦毅将今日发生在他府邸的事说明。魏贤让秦毅与秦磊稍后片刻，他拎着耐演一息的魔教宗师去向禽兽通报。当禽兽得知秦毅身边的护卫竟然是剑道宗师古千帆后，也不由得有些惊讶。看来这小兔崽子最近这段时间背着朕倒是偷偷摸摸做了不少事啊，这都让他活下来了，他的命道也够硬。陛下既然不想留下六皇子，不如老奴亲自出手。魏贤说道。禽兽却摇了摇头道，目前还有点用，太子已经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那就再将这把火给烧旺盛一点，也利用他将太子身边的力量给解决掉。说完，禽兽五指一抓，将地上那个魔教元刚劲老者吸到了手中。他一口咬破老者的脖子，大口大口地吞吸着血液。几个呼吸的时间过去，魔教老者的身体变成了干尸，还是不如朕那些子女的血液管用啊！而且这老东西的血液滋味也太糟糕了。接着，禽兽一阵作呕。片刻后，魏贤走出秦皇寝宫，重新回到了秦毅与秦磊的面前。魏贤看着秦毅说道：“今日皇城动荡，2位皇子以及2位公主殒命，魔教狂徒太过于猖獗，陛下大怒，伤了心神，需要好好休养，所以就不召见2位皇子了。不过陛下已决定，此事必须要彻查到底。陛下对6皇子近些时日的表现赞赏有加，所以接下来由6皇子率领3000禁卫军，限期1个月，把那一群魔教贼子连根拔除。”秦毅听后目光一闪，他还没见到禽兽，没有说明来意，禽兽做出的安排却符合他心中所想。当然他很清楚，禽兽这不是给他立功表现的机会，这么做无非就是让他跟太子秦彻的冲突更加激烈。还请魏公公替我转告父皇，我一定不会辜负父皇的期待。秦毅郑重说道。接下来由他负责彻查魔教，那他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离开皇城。根据木星兰提供的线索，距离皇城1000多里处有一条玄铁矿脉，前段时间挖出过地煞之力，导致出现了不小的伤亡。现如今那条矿脉由太子的人封锁，而那就是秦毅的第一个目标。从秦皇寝宫外离开，六哥，我这就回去，跟我娘打一声招呼，我陪你一起去。秦磊显得颇为兴奋，秦毅却摇头道：“13，这次的事你不要继续参与进去了。可是我想帮你，六哥，你放心，我不会拖后腿的。那3000禁卫军根本不够，我有办法给你找更多的人手。”秦磊郑重地说道。秦毅停下了脚步，表情严肃道：“13，这个任务人多人少根本不重要，这就是他跟太子还有禽兽3人之间的一场博弈。那什么才重要？六哥你说我都可以帮你。”秦磊说道。秦毅没有回答秦磊，而是道：“13，带我去拜见舒贵妃。”秦磊想也没想就一口答应了下来。秦毅见到舒贵妃后，直接进入了一间密室内，与舒贵妃单独密谈。他将禽兽利用子女血肉炼丹的事告诉了舒贵妃，然后让舒贵妃找个理由带秦磊暂时离开皇城，去找秦磊那位手握军权的外公。舒贵妃，等时机合适了，我会通知你们回来，到时我将秦皇大位送给13。秦毅郑重说道。舒贵妃的内心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她过了许久才勉强平静下来，道：“毅儿，你也跟我们走吧，这里太危险了。”秦毅却摇了摇头，道：“放心吧，我自有应对之法。他不好走，禽兽肯定会盯着他。此次跟着他去彻查魔教的3000禁卫军，就是禽兽放在他身边的3000双眼睛，而且他还有件事必须弄清楚，那就是他的身世。上一世，秦毅在进入天界之前的那段日子无比落魄，什么也不知道，稀里糊涂。但这一世既然有了能力，自然要将发现的问题都给弄个清楚明白。”秦毅与舒贵妃的谈话结束后，2人从密室中出来。“娘，六哥，你们神神秘秘的说了什么？”秦磊好奇地问道。秦毅淡淡一笑道：“也没什么大事，13，我就先回去为拔除魔教的事做准备了。”等秦毅离开后，秦磊看着舒贵妃道：“娘，我想帮六哥。”舒贵妃看着秦磊，她的脑海中浮现了秦毅刚才在密室中所说的那些话。她深吸了一口气道：“10天后就是你外公大寿了，你跟我准备准备，我带你去给你外公贺寿。可是六哥的事也很重要，父皇只给了六哥1个月时间，秦磊还想再争取一下。”舒贵妃的神色无比坚定道：“没什么可是的，你必须跟我去。”“什么？”秦毅身边那个人是古千帆，4长老去杀秦毅，被古千帆活捉了，还送到了父皇面前。太子秦彻得知消息后愤怒到了极点，一直为秦彻驱赶马车的老者低声道：“太子息怒，现在不幸中的万幸就是4长老从未见过太子您的真面目，所以太子您现在还很安全，没有暴露。”秦彻咬牙切齿
低吼道：“可我精心准备的局，本是要取秦义狗命，现在却反而成全了他。父皇竟对他委以重任，还给了他3000禁卫军。”老者道：“太子换一个角度想，这未必是坏事。秦义要查，那就让他查，反正他最终什么也查不到。更何况禁卫军中也有我们的人。接下来我们还有大把机会对秦义出手。之前不知道他身边那人是古千帆，所以让他侥幸逃过了今日之劫。可现在知道了，我们便可做出针对性的布置。”秦彻沉默了片刻，了一声，道：“传令下去，谁若杀了秦义，重重有赏。另外，再去弄清楚到底是谁在乱来。我明明只让他们去杀秦义，竟然还死了2个皇子跟2个公主，这么不听话的狗东西，查出来直接杀。”老者立刻点头道：“是。”秦义带着古千帆回到了府邸，他让古千帆先将儿子暂时送到天丹楼那边照顾。接着，秦义便进入了修炼室，将那一瓶异阶下品的冥海丹用鸿蒙鼎进行强化。很快，这一瓶异阶下品的冥海丹便强化成了异阶上品的灵丹，而鸿蒙鼎内也只剩下2缕先天之气了。秦义当即就吞服灵丹修炼。现如今，秦寿与秦彻都已经露出了獠牙，这一场因果很快就要做一个了断。他需要更强大的实力，他不仅要从棋盘中跳出来，他还要将棋盘都给直接掀翻。秦义抓紧时间修炼，1天后，这一瓶异阶上品的灵丹全部被炼化，体内再次贯通2条大脉，修为境界突破到了通脉境10重，15个窍穴，10条大脉所蕴含的元力极为雄浑，完全不输于一些元刚境1、2重的武道宗师。其中一个窍穴中的小龙又壮大了一些，但另外2个窍穴中的神通种子暂时还没有变化。他打算蕴养的刀道神通，目前只吸收了一把灵气级别的长刀，想要让这一枚神通种子蜕变，还需要不少灵气级别的刀拿来吞噬。宝气级别的刀，即便吞噬了也没有作用。秦义结束了功法的运转，走出了修炼室，古千帆就在修炼室外守着。6皇子、禁卫军统领柳晴已在院中等候。古千帆说道。秦义点了点头，然后带着古千帆来到府邸的前院。一名身穿银色战甲、手握银色长枪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了秦义的视线中。此人正是皇宫禁卫军的统领柳晴，同样也是一个武道宗师，元刚境2重修为。拜见6皇子。柳晴朝着秦义拱手行了一礼。秦义点了点头，道：“刘统领现在便可去召集人手，随本皇子行动，将魔教狂徒揪出来，彻底铲除。”柳晴道：“3000禁卫军已有2900人，于昨日便出发离开了皇城，根据所掌握的线索追查魔教贼子藏身之地，还有100人在皇城的城门口等候6皇子。”听闻此话，秦义眼中闪过一抹寒芒，冷喝道：“柳晴，此次彻查魔教之事由本皇子负责，没有得到本皇子的准许，谁让你擅自决定这些事的？”柳晴神色平静，毫无惧意道：“魔教贼子狡猾，想要将他们揪出来，动作自然要快。可昨日6皇子领了任务，却一直在府邸修炼，出于大局考虑，我只能先派人出城。另外，我还得赶去指挥禁卫军，就不与6皇子一同出发了。6皇子待会出了城，城门外还有100禁卫军战士，会护送6皇子前去与我们会合。”说完，柳晴再次拱了拱手，转身就走。秦义盯着柳晴离去的背影，神色冰冷。古千帆道：“6皇子，此时需要立威。”秦义却摇了摇头，道：“无妨。”他原本还想着带领这3000禁卫军出城颇有不便，毕竟他还要去那一条玄铁矿中汲取吸收地煞之力。现在倒是好了，3000禁卫军只留下100人在城门口等他，他更方便了。走！秦义带上古千帆离开了府邸，很快就出了皇城的城门。城门外100个禁卫军的战士立刻迎了上前，朝着秦义行礼。秦义扫了一眼这些人，其中实力最强的不过是真元境7重修为，他甚至都懒得多说一个字，毕竟这些人不可能为他所用。秦义率领队伍出发，离开皇城100多里后，队伍前方出现了一条狭长的峡谷，风浪穿过峡谷，发出诡异的呜咽声。秦义看了一眼身边的古千帆，古千帆立刻会意，体内元力涌动，做好了随时爆发力量战斗的准备。而那100个禁卫军的战士则是分出了一批在前面探路，一批负责殿后。秦义位于队伍的中间，就在他们来到峡谷的中间位置，忽然轰隆轰隆的声音响起，峡谷两侧竟有一块块巨石滚落。保护6皇子！大喝声响起，一群禁卫军战士纷纷发出低吼声，鼓荡体内元力，将那滚落而下的巨石打碎，或者改变巨石落下的轨迹。唰！古千帆的长剑出鞘，元刚境3重的修为爆发开来，剑光席卷，瞬间就劈碎了好几颗砸向秦义的巨石。一轮巨石过后，峡谷两侧又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箭矢，一支支箭矢击射，掀起刺耳的破空呼啸声。古千帆守在秦义身边，精妙的剑法招式施展出来，没有任何一支箭矢能突破古千帆的剑光。但那100个禁卫军可就没有如此幸运了，被巨石与箭矢袭击了2轮，已出现不小的伤亡。杀！下一刻，峡谷上方发出一声大喝，紧接着一道身影从高处猛然跃下，其中一道身影还在半空中，就好似幻化成了一条巨蟒般，元力化形，犹如实质。此乃元刚境强者的标志性象征。这是一个元刚境4重修为的强者。不用管我，杀了这个后向南而去，
与我会合。秦毅的声音在古千帆的脑海中响起。古千帆虽然境界不如此人，但秦毅对古千帆还是有信心的。毕竟古千帆修炼了他给地功法与剑法，哪怕修炼时间还不长，但也足够解决这种层次的敌人。交代了古千帆后，秦毅直接施展牵引步身法，独自突围。秦毅，你休想逃！那幻化出巨蟒形态的元刚境四重强者发出怒喝声，猛然间一拳打出，他身上的元力巨蟒便朝着秦毅扑杀而去。古千帆一剑掠起，剑气凌厉，将这扑向秦毅的元力巨蟒劈成了碎片。紧接着，古千帆猛然冲向身形落地的那个元刚境四重武道宗师，与之展开激烈战斗。而秦毅则是继续突围，一群疯狂的敌人在他前方。秦毅冷哼一声，刹那间长刀出鞘，刀锋横扫而出，刀光如血，轰然迸发，化作一层层血浪。在这犹如血色海浪的刀光冲击之下，挡在秦毅前方的敌人瞬间毙命，炸成了无数碎片，浓浓的血雾顿时就弥漫开来。秦毅的速度不减，他从血雾中横穿而过，身形灵巧无比，很快就杀到了峡谷外，然后向南而去。但他身后传来一阵呼啸声，一名老者速度极快，宛若一头凶猛的巨兽追击秦毅。这是一个元刚境二重修为的武道宗师，他与秦毅的距离在一点点拉近。当距离拉近到了他的攻击范围后，这元刚境二重修为的武道宗师猛然怒喝一声，一掌拍打而出，巨大的元刚掌印就好似一座厚重的山岳那般朝着秦毅轰去。秦毅看也不看身后，前冲的身形忽然便朝着一侧横移，轰！那巨大的掌印击空，将地面打出一个巨大的深坑，掀起滚滚烟尘。秦毅停了下来，看着那追来的老者。老者盯着秦毅，冷笑着说道：“六皇子，没有了古千帆在你身边，你已是一条我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凭我宰割了。所以，老夫奉劝你一句，不要做没有意义的抵抗挣扎。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不然的话，那你死的可能会很凄惨。”哈哈哈！秦毅神色淡漠道：“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老者冷笑道：“我乃元刚境二重修为，若连杀你的本事都没有，那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既然六皇子想要见识见识，我就成全你，让你好好感受我的厉害。”话音落下，这老者再度前冲，双掌同时拍打而出，掌印轰隆隆碾向秦毅。秦毅体内的元力猛然运转，他的气息就好似一座火山爆发，血浪刀法9层血色刀光席卷而出。那元刚境二重修为老者打出的掌劲犹如薄纸一般被劈碎，血色刀光冲击在老者的身上，老者惨叫一声，身体犹如断线风筝，然后砰的一声砸在地上。秦毅瞬间冲至，一脚踏出，踩在了老者的胸口。哇！老者大口吐血。秦毅冷眼俯视着脚下之人，淡淡道：“你有多厉害，我还真感受不到。”接着，秦毅略施手段，便让这老杂碎交代了一个重要信息：太子秦彻麾下的魔教修士从皇城撤离后，便藏在了那条之前挖出地煞之力的玄铁矿中。那一条距离皇城千里的玄铁矿脉，1个多月前挖出地煞之力，导致死伤不小。又由于那条玄铁矿脉中发现了玄铁晶石，这可是打造灵气的材料。太子想要锻造灵气，故此让人封锁了玄铁矿脉，只等地煞之力消散，再继续开采。昨日，太子秦彻在皇城内利用麾下的魔教力量，想要袭杀秦毅，掀起了一场动荡。魔教之人不敢继续留在皇城，全部撤出，暂时以那条玄铁矿脉用于藏身。而秦毅现在正好也要去那边一趟，获取地煞之力。秦毅脚下的老者在秦毅的手段之下，继续老老实实的交代。原来，昨日去秦毅府邸动手的是他们的4长老，而他是3长老，牵制住古千帆的那个则是2长老。他们的大长老拥有元刚境5重修为，目前就待在玄铁矿脉之中，那边还有400多个魔教修士，也只有他们的大长老才知道教主的真实身份，其他人连教主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过。太子秦彻这一点倒是做得不错，隐藏得很深，只是很可惜，他现在遇到的是先知先觉的秦毅以及老谋深算的禽兽。片刻后，秦毅一脚踩死了这个魔教3长老。没过多久，古千帆独自一人赶来与秦毅会合，看到地上那一具尸体，古千帆的瞳孔一缩，他隐约间能感受到这尸体中还残留着一丝元刚境强者特有的气息。哪怕古千帆刚刚亲手杀了一个元刚境4重修为的强敌，但他还是被秦毅的战绩震撼了心灵。毕竟他大概可判断出六皇子秦毅现在连真元境都没有达到，竟然就能独自斩杀5道宗师，如此能耐实在太匪夷所思。六皇子，那个元刚境4重的魔教强者已死，100个禁卫军战士死伤过半，我没有再管他们。古千帆说道。秦毅冷了一声道：“走吧，还有一条大鱼在等着我们。”秦毅率队遭遇魔教埋伏的消息很快就传入了皇城内。太子秦彻暴跳如雷，这次出动了他麾下魔教的2长老还有3长老，竟然又失败了。元刚境4重修为的2长老死在了古千帆手里，元刚境2重修为的3长老没了消息，大概率也是死了。而秦毅与古千帆2人去向不明，禁卫军那边的人也都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哪里。一群废物，全都是废物！对付一个连真元境修为都没有的秦毅，竟一次次失败。
死不足惜，死不足惜，全都该死！太子秦彻气得火冒三丈。消息同样传入了禽兽的耳中，禽兽的眼里闪过一抹阴森之意。老太监魏贤低声道：“陛下，这六皇子恐怕不好掌控了。”禽兽冷笑道：“他一直都在朕的掌心里，他以为朕赏识他，开始重视他，他一心只想在朕的面前表现，他想取代太子，他想成为太子。只要他对秦皇之位抱有一丝想法，那他就永远脱离不了朕的控制。现在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但他很快就会重新出现的。而且当他出现时，说不定便拿捏住了太子的命脉。如此一来，太子就会坐不住了，必将亲自下场。到时朕这两个优秀的孩儿为了清剿魔教狂徒而牺牲，太子创建魔教的事不会有人知道，保全了我大清皇室颜面。秦毅那小兔崽子也死了，而朕也将得到太子的血肉。作为朕最优秀的后人，对于朕来说，这可是最好的滋补大药啊！”一天后，秦毅与古千帆来到了那一条悬铁矿脉的边缘，周围有重兵把守。在来的路上，秦毅就已经将大概的情况告诉了古千帆，所以此时的古千帆非常有压力。毕竟里边有一个元刚境5重的宗师级强者，还有好几百个穷凶极恶的魔教狂徒。秦毅看向古千帆道：“你先将那个魔教大长老引出来，等我潜入进去后，你立刻就撤，不要恋战，然后等我动手，你再来攻。”六皇子，这太危险了。古千帆担心秦毅的安危。秦毅淡淡一笑道：“经我的安排便是。”古千帆深吸了一口气，神色严肃道：“是。”下一刻，古千帆猛然一跃而出，拔剑出鞘，剑光爆闪，一道道剑气呼啸激射，刹那间便斩了10多个魔教武者。他如入无人之境，杀意冲天，随着一个又一个魔教武者死在了他的剑下。忽然间，悬铁矿脉的矿洞之中发出一声怒喝：“找死！”恐怖的气息从洞口的位置倾泻而出，朝着古千帆轰去。古千帆立刻施展防御招式，但还是被这股气息打得身体失去平衡，往后倒飞。不自量力！一个身穿黑袍的老者从洞口中冲出，朝着古千帆杀去。古千帆吐了一口血，立刻就撤，来了就别走了。老者瞬间追去，而当老者去追击古千帆，身影消失后，暗中的秦毅瞬间冲向矿洞入口。周围还有大量的魔教武者，发现秦毅后全都愣了一下，他们万万想不到秦毅竟然也来了，而且还是单枪匹马要硬闯此地。顿时每一个魔教武者神色都变得无比激动，这可是他们教主说了必须杀的人，谁杀了六皇子秦毅将获得丰厚的赏赐，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杀了他！一群魔教武者兴奋的眼睛都红了，犹如饿了许久的野兽遇到了鲜美的血肉般。秦毅嘴角上扬，划过一抹冰冷的弧度，刹那间身法施展到了极致，一道道残影浮现，没有人能分清真假虚实。秦毅从容不迫，在人群中穿梭，刀起刀落，人头滚滚。片刻时间，他就已经冲到了矿洞的入口位置。正好此时，又有一群人从矿洞内往外冲，他们毫不犹豫，纷纷施展最强的杀伐手段，朝着欲要进入矿洞内的秦毅打去。秦毅体内气血狂涌，神通施展，一道震天动地的龙吟之声响起，15丈长的神龙虚影出现，携5匹龙威，悍然冲向矿洞的洞口。眨眼之间，堵在矿洞入口位置的魔教武者都在神龙虚影的力量碾压下化作了碎片。秦毅身形一闪，瞬间冲入了矿洞内，然后收回神龙虚影。他顺着矿洞的通道快速穿梭，一路遇到的魔教武者皆挡不住他一刀。一刻钟后，秦毅终于杀到了矿洞最底部，周围的岩壁弥漫出丝丝缕缕的黑色气息，这种黑色气息显得极为暴力，正是地煞之力。这是一种无法被人族武者吸收的力量，破坏性很强，也就鸿蒙仙晶拥有不可思议的造化之能，才能将地煞之力进行炼化，用于修炼。秦毅毫不犹豫，挥刀便斩，将周围岩壁劈碎。越来越多的地煞之力以更加汹涌之势弥漫而出，10多个呼吸的时间而已，秦毅的身体就彻底被地煞之气淹没。秦毅深吸了一口气，盘膝而坐，运转鸿蒙仙晶，大量的黑色地煞之力快速钻入他的身体之中。很快，秦毅便感受到了，冥冥之中体内似乎多出了一条大脉，这条大脉似真似幻，使他的身体与大地相连。地脉已成，通迈进第11重。外边魔教大长老没能追上古千帆，当他返回矿脉这边，得知六皇子秦毅竟然独自一人躲进了矿洞内的消息后，魔教大长老表情狰狞，低吼道：“他这叫自寻死路！”话音落下，魔教大长老一挥手，带着大批武者冲了进去。秦毅顺利借助地煞之力贯通了第11条大脉，这一条地脉连接着他的肉身与大地，从今往后，只要他脚踏地面，就能汲取道地煞之力为他所用。秦毅的心绪不免一阵激荡，鸿蒙仙晶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地煞之力的破坏性非常强大，这又是一个往后可以一直使用的绝招。就在这时，秦毅察觉到有大量气息正在朝着他这边赶来，他猛地睁开了双眼，站起身来，随着他深吸了一口气，周围的黑色地煞之力顿时就犹如沸腾了一般。秦毅一刀斩出，浓郁的地煞之力随着他这一刀疯狂倾泻而去。魔教大长老刚带着人即将抵达秦毅所在的地方，可忽然间恐怖的地煞之力就朝着他们倾泻。
这矿洞的通道狭窄，根本避无可避，而且通道内人挤人，想后退也完全来不及。魔教大长老首当其冲，瞬间被这沸腾的地煞之力冲击了身体，口中发出无比痛苦的嘶吼。而他身后一个个魔教武者更是在地煞之力的冲击下，瞬间就丢了性命。魔教大长老不愧是元刚劲武重修为的武道宗师，他猛然转身，强忍地煞侵蚀肉身带来的伤痛，双掌狠狠拍打，将堵在通道内的麾下武者全部打成碎片。他硬生生轰出了一条路，在求生的本能刺激下，爆发出了超越极限的速度，往外逃去。他逃出了矿洞，他的身体表面浮现一条条地煞之力化作的黑色线条，地煞之力在他的体内流淌，每一个瞬间都给他带来一种生不如死的痛苦折磨。魔教大长老再也不敢逗留于此，他爆发出最极限的速度，继续遁逃。此刻古千帆也早已经返回，看到魔教大长老狼狈地从矿洞中冲出，古千帆心中震惊，无比疑惑，秦毅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但震惊归震惊，疑惑归疑惑，古千帆手上的动作可不慢，他蓄势的一剑猛然斩出，巨大的剑气劈向了魔教大长老。魔教大长老急忙撑起双臂，运转体内元力，撑起一片元力钢罩防护。由于他状态不佳，又是匆忙防御，自然没能抵挡住古千帆这一剑。他的元力钢罩破碎，身体往后倒射，恰好秦毅从矿洞内冲出，他每一步落下，皆有地煞之力进入他的身体，然后涌入他手中的长刀内。这把一阶中品的长刀被浓郁的地煞之力充斥，变得漆黑如墨，直接斩向了魔教大长老的后背。一刀下去，魔教大长老的肉身被劈成了两半炸开，而那两半尸体落地之后，马上就被地煞之力侵蚀，几个眨眼的时间便化作了黑色的烟雾消散。古千帆看着那消散的黑色烟雾，愣了好一会，这才回过神来，将长剑收回了剑鞘之中。他快步冲到了秦毅面前，道：“六皇子，那其他魔教武者？”秦毅淡淡道：“都在里边，死在了地煞之力的爆发中。”古千帆全身不由得一颤，几百个穷凶极恶的魔教武者就这么死完了。可惜这魔教大长老若是没死，就能查出他们教主的身份了。古千帆知道不能问秦毅怎么做到的，于是转移话题来缓解心中的震撼。可谁知秦毅却直接抛出了一个让古千帆更加震撼的消息：“不用查了，他们的教主是秦彻。”古千帆目瞪口呆，道：“太子，他竟然暗中建立魔教，我明白了，太子被魔教刺杀是苦肉计。六皇子，那这事必须赶紧汇报给秦皇。”秦毅下一句话又给古千帆的内心带去了巨大的冲击。禽兽早就知道了，而今日之局完全就是禽兽故意推动的，那老东西比起太子秦彻要狠无数倍，所以这次彻查魔教根本不需要结果，便没有必要留活口当证据。古千帆的脑袋嗡嗡响，秦毅跟他说的这些话让他内心无法平静，而且他捕捉到了秦毅这几句话之中对秦皇的称呼，始乎其名。现在你知道了这些，如果不想再卷入其中，可以走了。秦毅看着古千帆说道。古千帆瞬间单膝跪地，双手抱拳，郑重道：“我古千帆这条命是六皇子救的，而且六皇子还传功于我，不管接下来六皇子要我做什么，我古千帆都在所不辞。”他是一个聪明人，这个时候想要脱身，可能吗？起来吧。秦毅淡淡道。古千帆起身，依旧保持着微微躬身的姿态。秦毅从怀里取出了一本早就准备好的秘籍，递给古千帆，道：“这是一份灵气师的传承。”古千帆激动得满脸通红，他双手颤抖地接过了秦毅给的灵气师传承秘籍。他虽是剑道宗师，但他更喜欢练气，能成为一个灵气师是他此生最大的梦想。多谢六皇子。古千帆再次郑重行礼。刚才如果他选择走，他会死；他选择留下，进一步获得了秦毅的信任。秦毅道：“矿洞内的地煞之力差不多耗尽了，里边的确有玄铁晶石，我带你进去挖一些玄铁晶石，等回到皇城后，你便开始炼制灵气。”他要为后续的事做准备了。古千帆若能锻造出灵气，将有大用。3个时辰后，秦毅带着古千帆从矿洞中出来。古千帆身上背了一个大大的包裹，里边装的是可以用来锻造灵气的玄铁晶石，当然还有一些不错的战利品。虽然秦毅可以用鸿蒙鼎暂时充当储物法宝的功能，但他不想在古千帆面前暴露这个秘密。反正古千帆是元刚境3重的宗师级强者，背一个包裹而已，这点重量毫无压力。六皇子，我们接下来是回皇城，还是去跟禁卫军会合？古千帆问道。秦毅淡淡道：“这附近哪座山最高？”古千帆道：“穿云山，此山高达6000多丈，山巅耸入云端，山顶位置常年积雪不化。我们这里前往穿云山只需半日就可到达。”秦毅点了点头，那就去穿云山。想要汲取天罡之力，最起码得达到3000丈之高，穿云山有6000多丈高，自然是更好。现在地脉已经贯通，接下来就要汲取天罡之力，贯通天脉了。只要贯通了天脉，他就能提前获得元丹境武者才拥有的御空飞行能力，而且往后不管修为境界再高，天罡之力也能大幅度提升他的速度。按照鸿蒙仙经修炼，开窍境与通脉境都是在奠定修行根基。开窍境的3枚神通种子，通脉境的天地2脉都是可以持续使用的底牌。随着秦毅修为境界越高，这些底牌都能越强。半日后，
秦毅带着古千帆来到了穿云山。你在山脚下等我。秦毅说道。是。古千帆点头。秦毅独自登山，当他来到山顶，周围都是冰雪，放眼望去，云雾缥缈。放松了心绪之后，秦毅便盘膝而坐，运转鸿蒙仙经，捕捉天罡之力的痕迹。这比直接汲取吸收地煞之力要难很多，但难不住秦毅。1个时辰后，秦毅便成功捕捉到了一丝细微的天罡之力，然后吸收入体。接下来越来越熟练，吸收天罡之力的速度也越来越快。3天后，一直以重伤为理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秦彻悄然离开了皇宫，出了皇城。因为他的人传来消息，隐藏在玄铁矿脉那边的人出事了。那个知道他身份的魔教大长老不知所踪，所以秦彻再也坐不住了。殊不知，秦彻前脚刚离开，老太监魏贤就收到了禽兽的命令，暗中尾随。穿云山山巅之处，秦毅修行已过10日，不断捕捉采集天罡之力，贯穿天脉。此时终于到了最后时刻，又是一缕细微的天罡之力被他以鸿蒙仙精修行法攫取吸收之后，刹那间冥冥之中的天脉便被打开，通脉进12重。至此，鸿蒙仙经奠定根基的修行全部完成。秦毅猛然睁开双眼，心绪激荡。他站起身来，看着周围飘渺的云雾，下一刻纵身一跃，便从这足有6000多丈高的山顶朝着地面坠落。此等高度极为恐怖，别说6000多丈，就算数百丈之高，也能随便摔死一个个武道宗师。武道修行想要飞天遁地，那得凝结元丹，元丹之下根本不可能御空，除非是借助特殊的灵气法宝。秦毅的身体急速下坠，待在山脚下的古千帆刚突破到元罡境4重修为，他结束了功法的运转，睁开双眼，脸上浮现一抹喜色。六皇子给我递功法，果然厉害，突破境界几乎感受不到瓶颈的存在，这样下去或许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晋升为大宗师了。另外，我很快还能成为一个灵气士。古千帆心情激动，感慨自语。可就在这时，他忽然听到一种无比尖锐、宛若破空呼啸的声音。他猛地抬起头，便发现一道身影从高空往下坠，下坠的速度极为惊人。古千帆拥有武道宗师级别的修为，目力极好，他认出了这道急速坠落的身影是六皇子秦毅。刹那间，古千帆的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吼，他猛地朝着秦毅即将落地的位置冲去，然后双手朝上托起，柔和的力量从他的掌心中喷薄而出。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导致六皇子秦毅从穿云山的山顶坠落，但古千帆下意识的反应便是去接住秦毅。当然，从这么高的地方砸下来，别说古千帆了，就算是一个大宗师也不可能接得住，非要硬接，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一起死，变成2滩肉泥。可忽然间，距离地面还有30多丈时，秦毅那急速下坠的身体却瞬间停了下来，他的身体悬浮在了空中，举着双手，仰头看着这一幕的古千帆彻底惊呆了，一双眼睛瞪大，嘴巴张开，表情僵硬。古千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画面，这是什么？御空飞行？六皇子竟然能御空，这可是元丹境强者才能做到的事。古千帆无比确定，秦毅并不是隐藏修为境界的元丹境强者，秦毅现在连真元境都还没到，他也没有从秦毅身上发现任何的灵气法宝的波动。古千帆还处于巨大的震撼之中，没有回过神来，秦毅便已经凌空踏步，身形飘逸，降落在了他的面前。我刚在空中看到秦彻的身影了，你先在这山脚附近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待会见机行事。秦毅说道。这就是御空的好处之一，人在高处自然看得更多更远。古千帆神色一凝，道：人多吗？秦毅淡淡一笑，道：几个送死鬼罢了，我先过去仔细探查一下。说完，秦毅瞬间飞了起来，然后体内元力涌动，扭曲了身边的光线。古千帆哪怕知道秦毅就在那个位置，可也看不到秦毅的身影了。秦毅朝着太子秦彻几人的位置飞去。古千帆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中的震撼，赶紧按照秦毅的交代找地方隐藏起来。而秦毅御空飞行，很快就来到了秦彻的上方高空。除了秦彻，还有那在皇城中专门为秦彻驱车的老马夫。这老东西是元罡境6重修为，距离大宗师只差最后一步。而秦彻身边还有一人，正是那个3000禁卫军的统领柳晴，元罡境2重修为，算上秦彻本身也是元罡境1重修为，3个武道宗师。但这3人还不算什么，秦毅又发现在秦彻3人的后方，一道身影鬼鬼祟祟的跟着，不是老太监魏贤，还能是谁？这可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宗师了，元罡境7重修为，禽兽最信任的心腹。秦毅看着那隐匿本事极为高明的老太监魏贤，他的嘴角划过一抹冰冷的弧度，自语道：看来禽兽故意在我跟太子之间拱火，弄出了现在的局面，然后禽兽要把我跟太子给一锅端了，以我为诱饵，将太子引出皇城，让太子杀我，他再让魏贤将太子控制住，然后把太子的血肉拿来炼丹续命。禽兽的做法之所以弯弯绕绕，完全是因为他一边想要拿后人血肉炼丹续命，一边又有顾虑，生怕此事暴露，所以他给这些儿女们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意外，比如之前在天骄秘境死了几个，皇城之中利用魔教动乱又死了几个，现在太子离开了皇城，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如果太子留在皇城，想要给太子制造意外身亡的假象，还是有些难度的。毕竟太子也不是任人随意揉捏的软柿子。柳统领，你确定秦毅就在前面的穿云山？秦彻神色阴沉地问道。柳青点头道：未曾发现六皇子，但发现了古千帆。古千帆这些时日一直在穿云山的山脚下，所以六皇子一定在穿云山内。秦彻冷了一声，然后看向一旁的老马夫道：秦毅的依仗就是那个古千帆，一旦发现古千帆，直接杀。老马夫道：太子放心，他古千帆如果敢出现在老夫面前，老夫一招就送他上路。就在这时，高空之中忽然发出一道嘹亮尖锐的啼鸣，隐约间好似有一只大鹏急速掠空而过，然后一道锋刃落向秦彻几人的后方。老太监魏贤脸色巨变，立刻闪身后退。秦彻三人面露疑惑之色。柳青道：凶兽不会无缘无故爆发力量，我们过去看看怎么回事。老马夫道：算了，不要节外生枝，先办正事。太子秦彻冷了一声道：杀秦毅才是最重要的。三人继续赶往穿云山，而那老太监魏贤退到了更远的位置，他神色阴沉，抬头望着天空，却再也没有发现任何飞行类凶兽的痕迹。莫非太子身边的那个老东西有所警觉，他还能操控凶兽进行试探？反正我已知道他们要去穿云山杀六皇子，我不必跟太近，以免暴露。魏贤的目光闪烁，自言自语。高空施展术法遮掩了身形的秦毅看着停下的老太监魏贤，他的嘴角划过一抹冰冷的弧度。刚才的动静自然是秦毅弄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魏贤这个老太监不要跟太近。计划成功了，只要魏贤晚一点赶到穿云山，那秦毅就有了操作的空间。这一局他要通过魏贤之手为禽兽准备一份丰厚的大礼，而这份大礼自然是太子秦彻的血肉。秦毅不再去管魏贤，他立刻御空飞行返回穿云山。一出好戏即将上演。秦毅飞回了穿云山，马上就发现了藏在山脚的古千帆。当然古千帆隐藏得很好，秦毅能轻易发现，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个本事了，起码太子秦彻那三人就不可能。待会你瞬间袭杀秦彻身边那个元刚境6重修为的老马夫，然后让秦彻跟柳青知道我在上面。秦毅的声音在古千帆的耳旁响起，交代了一声后，秦毅便直接飞向穿云山的山顶。古千帆深吸了一口气，握紧了剑柄，体内元刚境4重修为的力量快速运转。虽然秦毅让他对付的人是元刚境6重，比他高2重，但他是蓄势袭击，而且他修炼的是秦毅给地功法与剑法，他还是有很大把握的。但他还是有些紧张，这份紧张是担心自己表现不好让秦毅失望。与秦毅接触越多，他对秦毅的敬畏就越浓。秦毅太不可思议了，为他治疗，为天丹楼的楼主治疗，传他功法剑法与炼气术，也给天丹楼炼丹术，以及秦毅真元境修为都还不到就能御空飞行。如此人物完全颠覆了古千帆的认知，他已经完全认定秦毅就是他此生最大的机缘。片刻后，古千帆看到了3道身影，顿时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凌厉的寒芒。秦彻、老马夫、柳晴3人来到了穿云山的山脚下。不是说古千帆在山脚下吗？人呢？秦彻看了一眼周围，没有发现古千帆，他显得很急躁，没有耐心，因为秦毅给他带来的威胁实在太大了，而且秦毅还让他损失惨重。他好不容易扶持培养起来的魔教4个元刚境武道宗师都没了，尤其是魔教大长老下落不明，而魔教大长老又知道秦彻的真实身份。柳青低声道：太子别急，他们就算走了也绝对没有走远，肯定有痕迹留下，我这就好好检查一下，只要发现蛛丝马迹，我便有把握重新将他们找出来。秦彻能了一声：快一点！柳青立刻施展他所精通的追踪之术。老马夫站在秦彻旁边，而不远处隐藏在暗中的古千帆瞬间冲出，唰！蓄势待发的一剑斩出了璀璨的光华，凌厉的锋芒爆发开来，袭向老马夫的后背。老马夫脸色巨变：太子小心！他低吼一声，左手按在了秦彻的后背，柔和的力量将秦彻推向远处。老马夫猛地转身，右掌顺势一甩，打出了强横的掌劲，拍向古千帆劈斩出的剑气锋芒。他虽然修为境界比较高，但为了先保护秦彻，失去了最好防御的机会。他的掌劲被古千帆的剑气劈开，连带着老马夫的右臂也被古千帆这一剑从肩膀位置斩了下来，鲜血喷溅。老马夫口发出痛苦的低吼，而古千帆继续持剑猛攻，同时朝着山顶位置大吼：六皇子，我拖住这老匹夫，你快走！也就在这时，老马夫强忍断臂之痛，仅凭剩下的左臂对古千帆展开反击。他也大吼道：太子殿下，老夫还撑得住，你们先杀秦毅！秦彻立刻看向柳青，大喝：跟我上山！两人当即爆发最快的速度，朝着山顶猛冲。虽然柳青是元刚境2重，而秦彻是元刚境1重，但速度方面，秦彻完全不比柳青慢。毕竟秦彻得到地功法武学以及修行资源都是大秦皇朝最顶级的，他的战斗力也绝对比柳青更强。只是片刻时间，两人就已经来到了穿云山5000多丈高的位置。秦毅的身影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中。看到秦毅的瞬间，秦彻的眼中亮起了无比璀璨的金芒，杀气也轰然爆发了开来。老六，这一次我看你的命还有没有那么硬！
秦彻激动的大吼。山顶上的秦毅看着正在快速登山的两人，他的神色冰冷，心念一动，鸿蒙鼎内的准灵气弓箭瞬间出现在了他的手中。开弓，弓如满月，地脉开启，地煞之力涌入秦毅的体内，然后凝聚在秦毅那搭在弓弦的箭矢中。随着秦毅捏住弓弦的手指松开，汇聚了强大地煞之力的箭矢激射而出。黑色箭矢蕴含着惊人的破坏力，速度惊人，朝着秦彻射杀。秦彻的瞳孔一缩，在这黑色箭矢中，他感受到了极为危险的气息。下一刻，一把长刀出鞘，此乃极品宝刀。秦彻一刀斩向那射杀而来的黑色箭矢，黑色箭矢中的地煞之力轻易就洞穿了秦彻的刀光。当，箭矢的剑尖与秦彻的刀锋猛然撞击在一起，下一刻，秦彻的刀锋都直接崩开了一块。秦彻猛地一个侧身，这黑色箭矢几乎是擦着他的面颊而过，秦彻全身都瞬间就被冷汗打湿。紧接着，又是一道尖锐的破空呼啸声响起，第二支黑色箭矢射杀而来，但好在柳晴已经冲到了秦彻的面前，大喝一声，手中长枪抡动，硬生生将那黑色的箭矢砸开。可柳晴握住长枪的双手，掌心皮肉都被震裂，鲜血流淌而出。一起冲！我就不信他能一直射个不停！秦彻大喝。秦毅的剑的确可怕，但他跟柳晴联手，还是有把握能抵挡的。两人保持一致的速度，继续朝着山顶冲去。秦毅又一箭射出，柳晴的长枪抡动，秦彻的刀锋劈斩，挡下了秦毅的第三箭。片刻时间，他们两人距离秦毅只剩下300多丈。秦毅依旧神色平静，刹那间，3支箭矢全部搭在了弓弦上，再次拉开弓弦，捏住弓弦的手随之一拧，松开弓弦的刹那，3支箭矢携带地煞之力，竟以螺旋之势朝着秦彻与柳晴射杀而去。与柳晴一同往山顶冲的秦彻怒吼一声，右手紧握刀柄，眼看着就要劈出这一刀之际，他的脚步却往后退去。刹那间，他的左手捏爆了一块玉佩，玉佩破碎的瞬间，弥漫出一层宝光，将秦彻的身体庇护在了其中。而那柳晴独自面对3支凝聚了地煞之力、螺旋射杀而来箭矢，毫无疑问根本抵挡不住，他的身体直接被3支箭矢洞穿，然后砸成漫天碎片。3支螺旋黑色箭矢紧接着射到了秦彻身前，秦彻的护体宝光也被洞穿，然后炸开，但这3支箭矢的力量也已经耗尽。秦彻面露心悸后怕之色，差一点他也得死了。他满脸恐慌地看着山顶的秦毅，却发现秦毅已经放下了手中的大弓。你没剑了！秦彻心中的恐慌顿时又被激动取代，他低吼一声，如同野兽朝着山顶狂冲。看着冲上来的秦彻以及刚赶到山脚的老太监魏贤，秦毅神色淡漠，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此时山脚下，古千帆完全压制住了袁刚境6重修为的独臂老马夫，击杀这个老马夫只是时间的事。老太监魏贤赶到后，嘴角一抽，他就只是稍微晚了一点到，情况竟然已经有些失控。如果古千帆杀了太子秦彻的老马夫，太子秦彻可绝对不是古千帆的对手，必死无疑。他这次的任务是要将太子秦彻鲜活的血肉带回去，以及解决掉秦毅的小命。幸好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魏贤没有去理会古千帆与那独臂老马夫，他用最快的速度朝着山顶冲去。山顶，秦彻终于冲上来了。老六，你还真是藏得够深啊！不仅拉拢了古千帆，还暗中准备了这么厉害的弓箭。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可是准灵气级别的弓箭吧？秦彻盯着秦毅，咬牙切齿地说道。秦毅看着他，淡淡道：太子藏得也挺深，谁能想到大秦太子竟然暗中还是魔教的教主？看来你什么都知道了。我今日来杀你，的确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秦彻冷哼一声，下一刻便不再废话，瞬间前冲，那已经崩刃的极品宝刀狠狠朝着秦毅斩去。秦毅亦是拔刀出鞘，地煞之力涌入这把一阶中品的灵气长刀之中，一刀力劈，血浪刀法9层爆发。但此刻的刀光不再是殷红如血，而是化作浓郁的黑色。黑色刀光层层叠叠，一刀下去，秦彻斩出的刀芒便已破碎。当，秦彻的极品宝刀也随之崩断，黑色刀气撕裂了秦彻身上的长袍。秦彻的长袍之下竟然还穿戴有极品宝器层次的内甲，但这内甲也挡不住秦毅这一刀之威，内甲也被劈开。秦彻惨叫一声，身体往后倒飞。秦毅脚踏牵引步身法，快速追去。秦彻的身体砸落在地的瞬间，秦毅便也赶到，一刀刺入了秦彻的腹部。秦彻的眼睛瞪大，面部扭曲，正要发出凄厉的惨叫声之际，秦毅屈指一弹，一抹劲气落在了秦彻的口中。秦彻连一点声音也都发不出，他无比痛苦，身体蜷缩，四肢抽搐。秦毅冷眼看着秦彻，嗤笑一声道：你这点实力弱不可言，有件事我不妨告诉你，前些时日那差点降临皇城的天劫是因我而起，可不是你突破元刚导致的天地同贺。另外，你以为你创建魔教的事情做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吗？禽兽那个老狐狸早就看穿了你的一切秘密，而且魏贤就快到山顶了，他要把你带回去，用你的血肉炼制续命丹药给禽兽服用。秦毅说话间，左手还在快速结印，猛然按在了秦彻的身上。他从秦彻体内攫取了一团精血，这团精血随着他的手印变化，
快速凝结成一缕缕神秘的纹路。此乃爆血术，只要施加了爆血术的目标，秦毅的力量与之触碰，就能轻易引爆目标体内的血液。秦毅很快就完成了爆血术，他重新将这一团精血打入了秦彻的身体之中，然后一拳轰在了秦彻的脑袋上。秦彻的脑袋被打裂变形，直接晕死了过去。从现在开始，秦彻就是一个活死人了。这份大礼送给禽兽。老太监魏贤终于登上山顶，可就在这时，山顶传来一声巨大的轰鸣，下一刻，两道身影分别被狂暴的气浪掀飞。太子秦彻倒飞向了魏贤所在的位置，而秦毅则是非常倒霉，直接被气浪掀到了穿云山顶之外，然后朝着山脚坠落。魏贤心中咯噔一声，暗道不妙，立刻纵身一跃，将太子秦彻的身体接住。当他带着太子秦彻的身体落地，看着秦彻的模样，魏贤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虽然没死，但也离死不远了。好一个六皇子秦毅，不仅杀了柳晴，还将太子都给伤成这样。太子的生机在快速流逝，不能拖下去了，我得赶紧将太子送到陛下面前。魏贤马上就有了决断，然后立刻带着太子秦彻用最快的速度下山。当魏贤来到山脚下，发现古千帆与独臂老马夫的战斗也结束了。他看到了老马夫的尸体碎片，却没有发现古千帆的踪影。但此时的魏贤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禽兽对太子的血肉可是非常在乎的，要是不新鲜了，效果大打折扣。禽兽一旦发怒，就算他魏贤深得禽兽信任，禽兽也极有可能会一巴掌拍死他。至于秦毅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必死无疑。想到这，魏贤将太子秦彻拎在手里，以最快的速度返回皇城。空中，秦毅抓着古千帆的手臂，目睹魏贤离去的画面，确认魏贤已经走远，秦毅这才带着古千帆缓缓飞落而下。古千帆只觉得今日之事惊心动魄，竟然连大宗师都下场了，而这个大宗师却被秦毅给戏耍拿捏了。你调整一下状态，秦毅说道，然后重新飞到了穿云山上，将那射出去的6支箭矢全部收了起来，还有秦彻那断裂的极品宝刀，以及柳琴的长枪，这些都算是不错的东西，可以给古千帆练气用。片刻后，秦毅从山上飞了下来，重新出现在古千帆的面前。古千帆立刻结束了运功调理状态的动作，站了起来，拱手道：“六皇子，老太监魏贤绝对会认为您摔死了，接下来您便可以隐于暗中。”然而秦毅却摇头道：“直接回皇城。”如古千帆所说，隐于暗中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秦毅接下来要回皇城去做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比起对付禽兽，更重要的是，上一世这个时间点，那个与他青梅竹马进入了宗门修行的叶倾城，让人送了一批物资到皇城。可惜上一世的秦毅在这个时间点还被木星兰关押着用于享乐，秦毅没得到叶倾城让人送来的资源，直到他后来被叶倾城救走，听叶倾城提起这件事，他才知道。而这次秦毅要回皇城亲手拿到那批资源，但资源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要通过替叶倾城来送资源给他的人，转告叶倾城一句话，让叶倾城千万不要离开宗门，不要来大秦皇朝。因为上一世叶倾城为了来大秦皇朝找他，在路上遭遇了袭击，受了重伤，这也给叶倾城后来丢失性命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叶倾城待他情深意重，付出了一切，秦毅不愿再让叶倾城因为他而再受到上一世的那些伤害。至于回到皇城的安全问题，问题不大，因为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禽兽忙着用太子秦彻的血肉炼制续命丹药，这件事对禽兽来说至关重要。在此期间，禽兽没心思精力去管其他，而禽兽只要成功服用了那种血肉大丹，秦毅留在太子秦彻鲜血中的爆血术烙印便自然而然会转移到禽兽的体内。2天后，老太监魏贤将太子秦彻秘密带到了禽兽的寝宫。当禽兽看到秦彻的模样，顿时满脸怒容，一股杀气从他的体内喷薄而出，猩红的双眼盯着魏贤道：“朕让你将太子镇压后带回来，不是让你将太子弄成这样。你很清楚朕需要什么，你最好给朕一个合理的解释。”魏贤全身颤抖，急忙跪在了地上，道：“陛下息怒，太子落得如此下场，并非我出手导致，而是六皇子。”他将事情的经过详细汇报给了禽兽。禽兽听完后，眼中猩红的血光这才消散了许多。然后呢？难道这小兔崽子的血脉果然恐怖？被算计了3年，修为尽失，根基被毁，不仅能破而后立，浴火重生，短短时间竟然都能杀了柳晴，还将太子伤成这样。可惜朕这续命之法只能用后人血肉，他对朕没用。你确定他死了？魏贤道：“时我亲眼看到六皇子被风暴掀飞，朝着山下坠落，穿云山高达6000多丈，六皇子摔下去必死无疑。但因太子的情况很危险，我不敢耽误时间，所以没有去寻找六皇子的尸骨。”禽兽闻了一声，道：“看来倒也怪不得你，幸亏你抓紧时间将太子带回来了。若是再晚片刻，太子的肉身活性就会彻底消失，血肉完全失去价值。放出消息去，就说太子前些时日被魔教袭击导致的伤势忽然发作，生机湮灭。六皇子秦毅率领禁卫军清剿魔教狂徒，不幸牺牲。朕因噩耗，心神大损，
需闭关休养。说完，禽兽抓起了奄奄一息的太子秦彻，进入修炼密室之中。接下来，他要集中精力炼制血肉大丹，延年益寿。太子秦彻、六皇子秦毅两人殒命的消息在皇城内如同风暴般席卷，所有人都无比震惊愕然。太子可是大秦皇朝最年轻的武道宗师，突破宗师之日，甚至引发异象，天地同贺。六皇子秦毅3年前因纯阳血脉轰动皇朝，却惨遭反噬，沉寂3年，前些时日再度崛起，绽放了天才的光芒。结果，大秦皇朝最有潜力的2位皇子都在同一日传出死亡的消息，让人一时之间难以接受。天丹楼，师尊，我也炼制出一阶下品的冥海灵丹了。沈莲英脸上带着兴奋激动的神色，拿着一瓶丹药来到了朱啸的面前。朱啸表情复杂，他接过丹药看了看，然后道：不错，比为师炼制的冥海灵丹更好。莲英，你的天赋待在这里实在太耽误了，上次为师就跟你说过，打算送你去那边，你待会就出发吧。沈莲英立刻道：师尊，我觉得六皇子非常神秘，或许我跟他多接触接触，在炼丹术方面还会有一番机缘造化。朱啸叹息一声道：为师也希望你能跟六皇子多接触，甚至想过撮合你与六皇子。沈莲英顿时红了脸，低着头细声道：师尊，我跟六皇子还不是很熟悉。朱啸道：可惜六皇子死了。什么？沈莲英猛地抬起了头，脸色变得苍白，双眼中满是惊愕，以及透着一丝难过。朱啸道：消息已经传开了，不仅六皇子死了，太子也死了，我总感觉这大秦皇朝有问题。莲英，为师已经安排好了人送你去那边，等你成为了一个厉害的灵丹师，若有时间可要记得回来看看为师。沈莲英顿时红了眼眶，道：师尊，您跟我一起去。朱啸摇了摇头道：为师一把年纪了，也就最近才能勉强炼制一阶下品的冥海丹，去了那边也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在这里当天丹楼的楼主，逍遥自在。沈莲英沉默了片刻，深吸了一口气，朝着朱啸郑重行礼道：师尊的恩情，弟子永远记在心中，弟子一定会努力，争取不辜负师尊的教导与期待，也希望师尊要好好照顾自己。朱啸脸上浮现一抹欣慰之色，挥了挥手道：去吧。片刻后，沈莲英跟天丹楼的护卫队伍离开了大秦的皇城。出了城门后，他掀开了车帘，看着皇城的城门。对于亦师亦父的朱啸，他百般不舍。除此之外，对于六皇子秦毅，算是遗憾吧。虽然接触不多，但少女情怀已生一丝爱慕，可还没开始，就已经不再有任何可能。天师院，天师穆正南进入了一间密室，密室内木星蓝盘膝而坐，在他的头顶上方悬浮着一块巴掌大小的铜镜，铜镜洒落下光芒，光芒不断进入木星蓝的体内。感知到有人进来，木星蓝睁开了双眼，道：我可以的，最多再过半个月，我就能将灵镜吸收到体内。成功后，我再去找秦毅，与他双修。我借用灵镜之力，直接吸收他的阴阳之力，再以阴阳之力解开灵镜封印。到时候，我们穆家大计便可正式开启。然而，穆正南脸上却神色凝重，道：星蓝，有个消息得告诉你，秦毅他死了。穆星蓝的身体顿时如遭雷击，这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就死了？他死了，我去哪里找阴阳之力解封灵镜？穆星蓝的情绪波动剧烈。穆正南叹息一声道：不仅秦毅死了，太子也死了，秦皇受不了这2个噩耗，已经闭关休养，那老东西估计也撑不了太久了。灵镜入体已经开始，无法中断，只能继续。至于阴阳之力，到时候再另想办法。眼下我们的计划不得不做出改变，现在的局面却是另外一个好机会。我会尝试联络天狼皇朝那边，寻求助力，让他们帮忙。次日，一个年轻的白裙少女刚进入大秦皇朝的皇城，便向人打听六皇子秦毅的消息。当得知六皇子秦毅死了后，少女的脸上不由得浮现一抹愕然之色。如果叶师姐知道这个消息，恐怕会很难受吧。既然秦毅已死，那我便先去完成我的宗门任务，然后再回去将消息告诉叶师姐。少女自语了几句，然后便准备离开。可她刚出城门，便发现城门外聚集了大量的人。六皇子还活着，六皇子回来了，六皇子他没死。少女眼中流露出一抹诧异光芒，她的身上荡起一股柔和的气息，轻易的便穿过了拥挤的人群，然后看到了一个风神俊朗、剑眉星目的年轻男子。这一刻，刚回来就被无数人围着的秦毅，似心有所感一般，也看向了那穿着白裙的少女。两人目光相对，白裙少女愣了一下，她怎么就一下子关注到我了？是因为我的美貌吗？秦毅之所以瞬间就关注到了白裙少女，自然不是因为她的美貌，而是气息。白裙少女的气息虽然隐藏得很好，但秦毅的感知力何其敏锐，她跟周围的人比起来太独特了。更何况上一世秦毅在玄天宗见过她，知道她叫柳菲菲。秦毅看了一眼柳菲菲，然后便收回了目光。他带着古千帆径直进入了皇城，直接前往皇宫。来到禽兽的寝宫外，他要来确定禽兽的状态。现在的秦毅能够御空飞行，不管对上哪个大宗师级别的强者，也都可立于不败之地。故此，即便直面禽兽，也无需担心发生什么意外。老太监魏贤得知消息，瞬间身形一闪，出现在禽兽的寝宫外，
站在了秦毅的面前。这一刻，魏贤的身上弥漫出了一股冷厉的杀气。秦毅竟然没死！他当时明明看到秦毅从穿云山的山顶坠向山下，那个高度，就算大宗师级别的修为，有9条命都不够摔。他瞬间就想明白了，那坠崖一幕，恐怕是秦毅提前安排好的保命之计。魏贤现在最担心的是，秦毅当时发现了他吗？他一路隐藏，但到了山顶，他一跃而起去接住太子秦彻的残躯时，或许被秦毅看到了。如果秦毅看到了，那很多事情就有暴露的风险。还请魏公公通报一声，我有要事求见父皇。秦毅说道。魏贤道：陛下今闻太子与六皇子的噩耗，心神受损严重，现在需要紧急调理，暂时无法见六皇子。不过六皇子死而复生，活着回来，此乃天大的好消息。等陛下出关后，一定会颇为激动欣慰的。秦毅的神色故作凝重道：可是魔教的事牵涉巨大，我必须要亲自向父皇汇报。仅此一句，魏贤忽然就放心了许多。如果秦毅当时看到了他，肯定会猜到很多东西，现在就不会来说这件事。再往深处去想，秦毅甚至会躲起来，不回皇城了。魏贤神色凝重道：六皇子，不管事情怎样，一切都以陛下的身体为重。等陛下出关，我会向陛下禀明，到时陛下自会召见你。今日就先这样，六皇子请回吧。秦毅心中冷笑，拱了拱手道：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回府中。现在已经能够确定，禽兽正在全力以赴拿太子的血肉炼制续命大丹，接下来一段时间都会消停。秦毅离开了皇宫，然后便返回了住处。你在这守着，不要让人靠近我的房间。秦毅叮嘱古千帆。是。秦毅推门而入，随手将房门关上。房间内穿着白裙的少女正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个啃了一半的苹果。见秦毅进来，她的眼中光芒闪烁，道：你不觉得奇怪？秦毅有什么好奇怪的？少女，我可是潜入了你的房间的人，这还不够奇怪吗？秦毅淡淡道：你也知道这是我的地盘，所以我需要奇怪吗？少女一脸无语，站了起来道：你就不怕我是杀手，是刺客，是专门采阳补阴的绝世女魔头？秦毅道：不像。少女装作很凶残的样子，可秦毅一点表情变化都没有。最终少女一屁股重新坐了下去，道：行了，我没时间逗你了，我叫柳菲菲，是玄天宗的弟子。玄天宗你知道吧？秦毅故作震惊道：你既然来自玄天宗，那你认不认识倾城？少女嘴角上扬道：当然认识，叶师姐可是我的好姐姐，我这次来呢是外出执行宗门任务，叶师姐听说后知道我顺路，特地让我来这里找你，顺便让我把这瓶300年份的地心乳给你。说话间，柳菲菲便从怀里掏出了一只玉瓶，递给秦毅。就算是宗门弟子，没有达到元丹境之前，精神力无法外放，也同样不能使用储物戒。秦毅接过玉瓶，柳菲菲说道：你肯定不知道，这一瓶300年份的地心乳有多珍贵，对玄天宗的内门弟子来说，这也属于最顶级的资源了，价值甚至都能与3阶极品的灵丹媲美。就这一瓶，你们整个大秦皇朝都买不起。关键是300年份的地心乳没有固定产出，属于用一瓶就少一瓶的重要资源。这一瓶是叶师姐代表玄天宗内门弟子去参加比试，获得了第一后，宗门给她的奖励，她自己不舍得用，而是让我送来给你。有这一瓶的心乳，足以让你短时间内修炼到元刚境巅峰，甚至是凝结元丹了。你放心吧，叶师姐偷偷给我的，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所以不用怕有人来抢。秦毅当然清楚这一瓶300年份地心乳的作用，如果再用鸿蒙鼎升级强化一遍，效果会更强。他的思绪飞快转动，脑海中不由得再次浮现了上一世的许多画面。叶倾城来大秦皇朝救他，路上遭遇埋伏，身受重伤，拖着重伤之躯将他带到了玄天宗，不顾自身伤势，到处求人帮他治疗。最后为了一株有希望让秦毅身体恢复的灵药，深入险地，惨遭不测。秦毅深吸了一口气，对柳菲菲说道：柳姑娘，麻烦你现在回去告诉倾城，就说我在这边，一切都好，过些时日我会去玄天宗找他。柳菲菲眨了眨眼道：恐怕不行，因为我还有宗门任务在身，来这里找你纯粹就是顺路。另外我离开宗门时，叶师姐也接受了一个宗门试炼，试炼的地点保密，我并不知道在哪，而叶师姐说了，等她结束试炼后，她会直接来找你。其实叶师姐一直想回来找你，但她天赋好，被宗门高层看得紧，一直都走不开。之前我还不理解，以叶师姐的天赋与美貌，为什么对你念念不忘？现在见到了你，我倒是有点明白了，你长得真好看，我们玄天宗没有比你更好看的男人了。听到柳菲菲的这番话，秦毅眉头紧蹙，看来他想要阻止叶倾城来大秦皇朝是不可能的了。既然如此，那就只能用另外一个办法了，那就是变强，然后提前去叶倾城上疑似遭遇埋伏的地点，帮叶倾城解决敌人。东西给你了，我得走了，你可要好好修炼，不要辜负叶师姐的一番心意。柳菲菲笑着说道。秦毅拱了拱手道：辛苦柳姑娘了。柳菲菲摆了摆手道：小事一桩。柳菲菲说完翻窗离去。秦毅直接将那一瓶地心乳投入了鸿蒙鼎内。既然要提前去解决埋伏叶倾城的那批人，那他现在的实力还差很远，毕竟当初的叶倾城拥有元丹境10重修为，
都受了重伤。过了10多个呼吸的时间，鸿蒙鼎内的2缕先天之气直接被消耗掉了1缕，而那1缕先天之气将这瓶300年份的地心乳强化到了500年份。秦毅将地心乳取出，其实地心乳还可以继续强化，但鸿蒙鼎内只剩下1缕先天之气了，他打算留1缕先天之气用在一些关键的地方。这时古千帆的声音传入屋内：“六皇子，天丹楼的楼主来了。”秦毅走出房间，古千帆道：“我已将朱楼主秘密接到了密室中。”秦毅点了点头，他来到密室，朱孝立刻拱手道：“六皇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秦毅道：“多谢朱楼主的关心。”朱孝也不废话，直接取出了3瓶冥海丹递给秦毅：“六皇子，这一瓶比较好，是我的弟子联姻炼制的。”秦毅将沈联姻炼制的冥海丹倒出了1粒在手心，仅仅只是一眼就判断出此丹药效比朱孝炼制的差不多强了1成。沈姑娘天赋不错，假以时日，再炼丹一途，必能有所作为。若朱楼主信得过我，可以让沈姑娘过来一趟，我送她一点东西。”秦毅说道。朱孝顿时面露遗憾之色，感叹道：“实不相瞒，昨日听闻六皇子的噩耗以及太子殒命的消息，老夫感觉大秦皇朝恐有巨变，于是便让人送联姻去了丹宝阁。”秦毅目光一闪，他知道丹宝阁。上一世叶倾城为了帮他治疗，求了很多人，想了很多办法，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丹宝阁。丹宝阁跟玄天宗一样，都属于真正的修行界的势力，脱离了世俗的范畴。丹宝阁在修行界的地位比玄天宗更高。在大秦皇朝，很多人都听说过天丹楼有真正的修行界的背景，但具体背景是什么，却无人知晓。没想到天丹楼竟敢丹宝阁有关。秦毅感慨道。朱孝面露一丝复杂之色，道：“老夫并不能算是丹宝阁的人，只是有点因果，为了送联姻进入丹宝阁，那份因果也算是耗尽了。”秦毅淡淡一笑，道：“沈姑娘若在丹宝阁有所成就，那朱楼主与丹宝阁便又有了更大的因果。”朱孝神色恍然，道：“希望联姻的潜力能完全挖掘出来吧。”秦毅道：“既然朱楼主意识到大秦皇朝恐有巨变，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朱孝的神色顿时变得凝重许多，道：“六皇子但说无妨。”秦毅直接将禽兽还有秦彻的事情说出。听完后，饶是朱孝这种活了大半辈子见多了风浪的人，心中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太荒诞，太黑暗，太狠辣。他深吸了一口气，道：“六皇子需要我怎么做？”一句话就表明了立场。秦毅道：“先帮我将这份密信送到王传的手中。”秦毅所说的王传，正是13皇子秦磊的外公，手握兵马大权。现如今舒贵妃与13皇子秦磊都跟王传在一起，老夫回到天丹楼后立刻安排。朱孝说道。秦毅道：“至于其他，什么都不用做，一切如常。”朱孝点头道：“六皇子，那老夫就先告辞了。”等朱孝秘密离开后，秦毅便将古千帆召入了密室内。这一瓶丹药是一阶下品的冥海丹，你拿去服用。秦毅将一瓶冥海丹给了古千帆。古千帆内心感激，接过丹药。在大秦皇朝，一阶下品的灵丹已经是无价之物了。接着秦毅又将一份炼气术传承以及一张图纸交给了古千帆，这是一阶下品灵气火元珠的锻造之法，主要材料就用带回来的玄铁晶石，你先试试。火元珠属于一次性消耗品，这玩意砸出去引爆之后将会产生极强的破坏力。安排好后，秦毅便立刻闭关修炼。他取出那一瓶500年份的地心乳，吞服一滴，顿时精纯的能量在他的体内涌动。他运转鸿蒙仙晶，快速炼化。将这一滴滴心乳的能量炼化之后，秦毅身上的气息猛然一荡，体内的元力全部都完成了液化。这就是真元。开窍境与通脉境的武者，体内元力都是一种气的状态，而到了真元境，元力凝实，化作了液体一般。秦毅运转功法，巩固了真元境一众的修为后，直接一口服用了2滴500年份的地心乳，继续修炼。时间一晃而过，9天后，一瓶500年份的地心乳全部用完，包括朱孝送来的冥海丹也被耗尽。由于鸿蒙鼎内只剩下1缕先天之气，故此秦毅没有再对冥海丹进行强化。9天下来，秦毅的修为境界已然提升到了真元境10重。按照玄天宗的柳菲菲所说，那一瓶地心乳足够秦毅修炼到元刚境巅峰，甚至是凝结元丹。可秦毅的状况比较特殊，他打通了15窍，贯穿了12脉，而且每一个窍穴与每一条大脉所容纳的力量都比寻常武者要雄浑太多，所以他修炼提升境界所消耗的资源也比寻常武者要多得多。秦毅结束了修炼后，特地去看古千帆的炼气情况。六皇子，我成功锻造出一颗火元珠了。古千帆神色激动，将火元珠捧在手心，递给秦毅。拳头般大小的珠子，表面光滑，内部火光在跳动，散发出炽热的气息。秦毅点了点头，道：“必须是。”古千帆现在充满了动力，他锻造灵气火元珠也相当于一种修行，加上又有秦毅给的一阶下品冥海灵丹，这9天时间他一直在练气，但修为境界也突破到了元刚境5重。此时乃是夜晚，秦毅忽然飞了起来，腾空而去，很快便来到了皇宫的上空。皇宫之中灯火通明，守卫森严，禽兽的寝宫周围更是布满了禁卫军。可禽兽的寝宫内除了老太监魏贤，
便再无一个宫女太监。哪怕禽兽的寝宫放置了大量的香料，可依旧有一股淡淡的血腥气味无法被掩盖下去。秦毅在皇宫的上空飞了一圈，然后便飞到了天师院的上方。他俯瞰着天师院，感受到了一股不弱的灵气波动。上一世，木星兰便用阴阳之力动用了一件灵气，爆发出强大的力量，镇压了元刚境7重修为的大宗师魏贤。现在木星兰体内顶多就是恢复了纯阴血脉的力量，他并不具备动用这件灵气的基础，但此时灵气的波动却如此明显。秦毅的思绪飞快转动，就在这时，他看向了天师院的后院，一个阴暗隐蔽的角落，竟有一个个天狼皇朝的人从隐藏的地道中进进出出。看来，因为木星兰没有得到阴阳之力，天师院没有把握开启那件灵气，所以做出了与上一世不一样的选择。他们依旧还要造反，但却是勾结了天狼皇朝的力量。秦毅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然后又看着那些天狼皇朝的人离开天师院，分散藏入皇城的一个个区域，直到天色渐亮，他才回到了府邸，然后继续修炼。可还没修炼多久，天师院来人了。穆正南之子穆康代表天师院前来拜访秦毅。秦毅接见了穆康，穆康说有要事相商。秦毅下令平退了旁人。穆康朝着秦毅郑重行礼，道：六皇子，此前我与您有些冲突，是我的不对，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错误，希望六皇子大人大量，不要再放在心上。秦毅淡淡道：有什么话就直说吧。穆康深吸了一口气，道：六皇子，太子已死，您就是最有希望成为新太子的人，只要您成为了太子，我姐与太子的婚事自然就是落在了您的身上。但皇室之中还是有一些皇子有竞争太子之位的能力，我姐说服了我爹，让我爹支持您，但我爹想要看到六皇子的诚意，于是我姐让我来找六皇子。秦毅对这个效果还算满意，他走出修炼室，去了古千帆的炼气室。炼气室内火光熊熊，热浪滚滚，古千帆赤着上身，抡动着大锤，正在当当当敲打。察觉到秦毅进来，古千帆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大锤，朝着秦毅行礼。秦毅点了点头，道：弟婿。古千帆嗯了一声，拿着大锤继续敲打。秦毅在一旁指点，他的话不多，但只要一开口，就绝对是针对古千帆炼气过程中的问题，给出一针见血的点评以及高效的改进之法。在秦毅的点拨之下，古千帆只感觉好似一次次醍醐灌顶般，许多之前困扰他的瓶颈都轻而易举的就冲破了。几个时辰过去，他就又锻造出了一颗火元珠，虽然依旧还是一阶下品，但比之前那颗的威力要提升了不少。你继续炼气，火元珠越多越好。秦毅叮嘱了古千帆后，离开炼气室，将新的火元珠融入地煞之力，变成火煞珠。夜幕拉开，秦毅再次飞到了皇城的上空。他来到皇宫禽兽的寝宫上方。这个时候，如果丢一颗火煞珠下去，就算禽兽是元刚境圆满的修为，也得被炸成粉碎。但用火煞珠来杀禽兽太浪费，禽兽的命不值得一颗火煞珠，而且这样让禽兽去死也太便宜禽兽了。更何况秦毅还要从禽兽口中挖出他的身世秘密，所以不能让禽兽直接去死。在皇宫上方飞了一圈，秦毅又来到天师院的上空。他看到了穆正南，显得非常谨慎地进入了穆星兰居住的房间内。秦毅身形降落了一些高度，然后施展秘术听风。这听风秘术可以大范围增强听力，非常适合用来偷听。顿时，一道道细微的对话声宛若随着空中的微风传入了秦毅的耳中。爹，秦毅如果不来，那我去找他。穆星兰说道。穆正南脸上浮现一抹笑容，道：卡儿今早去找了秦毅，以天师院支持他当新太子为诱饵，他已经心动了，表示3天后会来找你。穆星兰神色激动，太好了，这次我一定要一雪前耻。灵境已入我丹田之中，待我与他开始双修，我一定能用灵境直接掠夺他的阴阳之力，然后解开灵境封印。穆正南点了点头，道：如今天狼皇朝的力量正在我的安排下陆续进入皇城之中，很快皇城内各处关键地点都将藏有我们的力量，到时若你能解封灵境，获取灵境内的力量，我们穆家便可强势攻入皇宫之中，拿下帝皇之位。朝堂之上，文武百官有半数之人皆会服从于我，剩下的再杀一批，其他自然不敢不从。星兰，接下来的时间你好好准备，毕竟成败在此一举。穆星兰郑重表示道：爹，您就放心吧，女儿这次有绝对的把握。父女对话结束，穆正南离去。秦毅飞在空中，思绪转动。穆星兰所说的灵境乃是一阶极品的灵器，这件灵器最特殊的一点在于里边封印了一个灵体。灵境解封，被封印的灵体将会附在穆星兰的身上，给穆星兰带去强大的力量。这就是穆星兰上一世差点击杀老太监魏贤的原因。但那被封印的灵体实力远不止如此，只是因为穆星兰的肉身太脆弱，承受不了那个灵体完整的力量。当然，如果穆星兰的肉身足够强大，能够容纳那个灵体完整的力量，那个灵体可就不是简单的附在穆星兰身上了，而是会直接侵吞穆星兰的灵魂进行夺舍。秦毅得知了天师院的完整计划后，他非常平静，然后飞在空中，盯着那一批批暗中行动的天狼皇朝之人，把他们藏身的据点位置全部记住。又是2天后，夜幕拉开，天丹楼朱啸带着2瓶冥海灵丹秘密来到秦毅的府邸，
他将灵丹交给秦毅后，并告知秦毅，13皇子秦磊的外公王传已经来到了皇城附近。秦毅道：“朱楼主，我们一起去见见王老将军。”朱孝神色凝重，道：“六皇子现在不太好出城，不如明天一大清早我来安排。”秦毅淡淡一笑，道：“我倒是觉得现在挺好的。”说完，他直接抓住了朱孝的胳膊，带着朱孝飞到了空中，朝着皇城外飞去。朱孝感受着身边掠过的大风，看着脚下的皇城，再看带着他在空中飞的秦毅，他的眼睛瞪大，嘴巴张开，表情僵硬，震惊的一个字都说不出。很快，秦毅便与朱孝来到了皇城外30余里处的一片密林中，两人从天而降，出现在了一群人的面前，顿时把这群人吓了一跳。六哥，熟悉的声音响起，13皇子秦磊冲到了秦毅面前，一把抱住秦毅，上次听说你死了，可把我吓坏了，还好你福大命大。对了，六哥，你会飞，这是怎么回事？秦磊松开了抱住秦毅的双手，他又激动又震惊。秦毅淡淡一笑，这些事以后再跟你说。接着，秦毅朝着一名虽然看上去年纪很大，但却精神矍铄、身形魁梧的老者拱手行了一礼，道：“见过王老将军。”此人正是13皇子秦磊的外公王传，一个元刚进寺重修为的老牌宗师。王传点了点头，道：“六皇子，按你所说，大清皇室已经腐朽透了，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老夫都愿意支持你。老夫麾下的30万大军现都已在路上，明日就可抵达。”秦毅神色平静，平静中彰显着一股难以用言语去形容的自信，道：“接下来按我的计划行事，明日之后13登基。”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神色一怔，1日之间，秦毅就能解决一切，而且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让秦磊登基。当天夜里，老将军王传以及他麾下强者皆被秦毅带着御空飞行，无声无息进入了皇城内。紧接着，天丹楼朱孝也发动了天丹楼的力量，按照秦毅的计划，抵达一个个皇城关键地点。秦毅忙到了天亮，他再次飞出皇城，来到一处荒凉的山林中。他拔出了那把一阶中品的灵气长刀，将刀插在身前的地面上。秦毅闭上眼睛，右手的手掌按在刀柄上。秦毅一动不动，他的气息，他的呼吸都仿佛逐渐的在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他似拂过的清风，似洒落下的阳光，似岿然不动的青石，似草木，似飞鸟。他进入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状态。过了片刻，秦毅猛然睁眼，睁眼的瞬间，双目之中似有2道凛冽的刀光爆射而出。按在刀柄上的手掌瞬间抓住了刀柄，手臂发力，拔出了插在地面上的长刀。地煞之力狂涌而起，冲入刀锋之中。秦毅口中发出一声轻喝，挥刀暴斩。但这一刀却不是完全被地煞之力充斥的黑色，而是一面黑一面白。天罡之力，天罡地煞皆在这一刀之中，故此这一刀除了蕴含破坏力惊人的地煞之力，还拥有天罡之力的灵巧与速度，凌厉霸道，迅疾无匹。瞬间，刀芒便劈在了100丈之外，将地面劈开了一条触目惊心的大裂缝。秦毅身形飞掠，来到这条裂缝旁边，他看着刚才那一刀留下的痕迹，脸上浮现一抹满意的笑容。那一刀不属于任何刀法，是他根据经验结合地煞之力与天罡之力所开创出的一招全新招式。天罡地煞，那这一招就叫天地一刀斩吧。秦毅自语。以后随着他越来越强，他能调动更庞大的天罡之力与地煞之力，那这一招天地一刀斩的威力自然而然也能不断提升。尝试了全新的招式后，秦毅这才飞回了皇城中的府邸内，然后服用天丹楼朱孝炼制的冥海灵丹，运功修炼。不知不觉，又是夜幕降临。皇宫禽兽的寝宫中，忽然一声凄厉的嘶吼从密室中传出，守在密室外的老太监魏贤立刻冲了进去。密室内，禽兽头发散乱，双目猩红，全身苍老的皮肤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恢复光泽，血肉变得饱满。可这种变化直到一半就停了下来。禽兽的身体左半边好似年轻气盛的壮年，右半边却依旧透着苍老腐朽之意。魏贤立刻跪在地上，大喊：“恭喜陛下，大功告成！”禽兽摇了摇头，道：“不够，还差一些。不过现在已经证明此法果然有奇效。太子殒命，6皇子牺牲，朕这些时日又在闭关，皇城内应该很热闹。说说吧。”跪在地上的魏贤立刻将6皇子秦毅还活着的消息汇报给了禽兽。禽兽听后顿时眉头一拧，这小兔崽子看来藏着的手段真不少啊！哼，不过朕要他死，他就必须得死，他还成不了气候。倒是穆正南那边有什么动作？魏贤道：“启禀陛下，如陛下此前所预料的那般，穆正南果然要反。他勾结天狼皇朝武者，暗中安排了大量天狼皇朝的力量进入皇城，大概这1-2天他们就要动手了。只要陛下一声令下，我这就带人去将天狼皇朝那些人全部铲除。但天师穆正南乃是元刚劲8重修为，恐怕需要陛下亲自动手。”禽兽听完，诡异的面庞上浮现冰冷的笑容，道：“急什么？就让他们动手，让他们闹得越乱越好。你密切关注他们的动静，一旦他们开始行动，你便趁乱动手，将朕的那些好儿子、乖女儿统统抓来。朕要一鼓作气，彻底重塑肉身活性。到时，朕的这些子女
便都是死在穆正南篡位掀起的动荡之中。只要朕重回年轻，那穆正南只不过是个笑话罢了。朕将以救世之姿横扫叛贼，护大秦基业不倒，流芳百世，名垂千古！哈哈哈！禽兽激动的大笑，声音中气十足，又带着沙哑苍老之意。秦毅结束修炼，靠着这些没有强化的一阶下品冥海灵丹，想要突破到元刚境还是有点难，需要不少时间。不过今晚倒是可以去天师院了。穆新兰为了今天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体内又积攒了不少纯阴之力，可以趁此机会一举冲上元刚之境。秦毅自语，然后走出了修炼室，然后带上古千帆前往天师院。来到天师院，穆正南带着穆康一同迎接。见过穆天师，秦毅淡淡道。穆正南脸上浮现笑容，以后我们就是自己人了。六皇子随时都可以来天师院，不必这么客气。秦毅点了点头，道：以后还请穆天师多多关照。穆正南笑着说道：行了，新兰有话想跟你说，你们年轻人先聊一聊，等你们聊完了，我再与六皇子商议接下来的大计。六皇子，我带您去我姐那边吧。穆康显得很积极。秦毅道：那就有劳小康了，自家人别客气。穆康说道，然后带着秦毅前往穆新兰的住处。片刻后，六皇子，您进去吧，我姐这几天一直在等着您呢。穆康站在穆新兰的院子外说道。秦毅看向古千帆道：你在这守着。古千帆点头，拔剑出鞘，散发出一股凌厉的威势。穆康道：六皇子，其实没必要这么紧张，这里是天师院，没有危险的。秦毅道：习惯了，谨慎一点准没错。也是，那您快进去吧，我就先告辞了。穆康拱了拱手，然后退去。秦毅则是走入了院子，推开房门，顺手关上。房间内水雾氤氲，弥漫着淡淡芳香，哗啦哗啦的水声响起。秦毅隔着垂落下的轻纱，看到了一道曼妙的身影。六皇子，我可算等到你了，这些时日我对你可是茶不思饭不想。穆新兰的声音从轻纱后方传出，语气中带着一丝幽怨。秦毅冷笑，然后踏步向前，直接掀开了轻纱，走了进去。穆新兰的身体浸泡在巨大的浴桶之中，浴桶的水面上铺满了花瓣，在蒸腾的热气之中，穆新兰那白皙细腻的香肩以及玉臂都挂满了晶莹的水珠，妖娆的面颊泛着红润之色，还有那湿漉漉的秀发随意地披在一边香肩上，如此画面无比香艳，充满了诱惑。穆新兰看着秦毅，眼中流转秋波，道：六皇子就一点也不想新兰吗？秦毅道：想，日日想，不过你自称新兰，我不太喜欢。穆新兰道：那你喜欢什么？秦毅嘴角上扬，道：我还是比较喜欢你自称是我嫂嫂。话音落下，秦毅猛然一手探入了水中，用力一抓。穆新兰惊呼一声，顿时水花激荡。穆新兰得偿所愿，再次感受到了秦毅那惊人的冲击力，他瞬间就忘记了自己要做什么，完全沉浸在了其中。片刻后，巨大的浴桶都被激荡的水花冲击得破碎。穆新兰猛然回过神来，立刻运转阴阳合欢大法，然而依旧如同之前那般毫无意义。他无法从秦毅体内获得一丁点的阴阳之力，反倒是他这些时日积攒的纯阴之力不受控制被秦毅抽取。可穆新兰此时并不慌，他还有最后的底牌，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必须等秦毅达到了最松弛的状态之际，他才能一举发动灵境的威能，瞬间夺取秦毅所有的阴阳之力，解开灵境封印。与此同时，穆康来到了穆正南的身前。爹，姐应该没问题吧？穆康有些担忧地问道。穆正南的眸光显得无比深邃，道：秦毅的确不简单，但这次你姐动用的乃是那一面灵境，灵境之力根本不是秦毅能抵挡的。穆康有些心疼姐姐，道：姐姐付出太多，我们是不是把姐姐逼太紧，逼太累了？穆正南道：成大事者自然要有所付出。穆康用力的点头，道：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开始了？先控制住皇城，然后姐姐那边应该也可以了，到时候我们便可直接杀入皇宫，杀了老太监魏贤以及那腐朽将死的禽兽。穆正南冷了一声，下一刻他右臂一挥，一支信号箭瞬间升空，顿时皇城之中那些被他收买的武将，还有暗藏起来的天狼皇朝之人都立刻开始了行动。也就在这时，皇宫内守在禽兽寝宫中的老太监魏贤立刻进入了密室，跪在禽兽面前：陛下，他们开始了。禽兽显得无比兴奋，道：动手，将朕那些子女全部抓来。是。老太监魏贤领命而去。天丹楼楼主朱孝站在高处看着皇城，他开口说道：动手。站在朱孝身后的一群天丹楼强者立刻散去，按照既定计划行动。而13皇子秦磊则是与他外公王传以及一批军中强者直接登上了城墙，斩杀看守城墙的将领，夺取对城门的控制。天师院穆新兰的房间内，外边的事情都与秦毅以及穆新兰无关，两人都很投入。许久过后，全身都快要散架，几近虚脱的穆新兰察觉到秦毅即将大爆发，他心中无比激动期待的同时，又还有一些复杂的情绪滋生。结束了，从今往后不会再有六皇子秦毅。虽然他被秦毅拿捏了多次，吃了许多苦头，但秦毅给他带来的体验也是无与伦比的。可惜走到了这一步，他不可能留手。就在秦毅达到了巅峰之际，穆新兰体内的纯阴之力也全部被秦毅彻底吸取，他的气息猛然暴涨，力量飙升，
突破元刚境。但也就在此刻，木星兰催动了丹田之中的灵境，灵境瞬间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吞吸之力。这股吞吸之力趁着秦毅还没有离开木星兰的身体，凶猛地吞噬秦毅体内的阴阳之力。这一刻的木星兰就好似一个无底洞般，但秦毅反应极快，而且他突破到了元刚境，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硬生生顶住了那股力量的吸扯，他强行脱离了木星兰的身体。也就在此刻，木星兰发出了痛苦的声音：啊啊呀呀！灵境爆发，没有从秦毅体内获得足够的阴阳之力，但那股吞吸之力已经无法终止，自然而然便开始吞噬木星兰的修为以及气血。木星兰惨遭反噬，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六皇子，救我！一日夫妻百日恩，你我多日不说情深似海，但也不能见死不救。六皇子，木星兰无比痛苦，几句话的时间，他就在灵境的反噬下变成了一个风烛残年般的老妪。秦毅神色冰冷，目光淡漠，你我双修，可你日日都想害我，何来情分之说？我没有亲手杀你，已是对你最大的宽恕。木星兰算计害他，让他纯阳血脉反变火毒。上一世，木星兰掠夺了他的纯阳之力，将他关押，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只要有时间，就压榨他，各种各样的滋补丹药，疯狂塞给他，完全不把他当人看。又过了几个呼吸的时间，趴在地上挣扎的木星兰彻底没了动静，生命本源耗尽而死。也就在此刻，一道灵光从木星兰那干瘪的尸体中冲了出来，一块巴掌大小的铜镜飞到了秦毅的面前。铜镜的镜面对着秦毅，镜面光芒闪烁，隐约间好似浮现了一张虚幻的面庞。小子，能遇到我，是你的造化，用你的阴阳之力解开封印，我赐你无上的力量，帮你实现所有的梦想。灵镜中那虚幻的面庞发出激动的声音。秦毅冷笑，面带一丝讥讽之色，道：被封印在一阶极品灵气内的灵体而已，也敢说赐予我无上的力量，简直就是可笑。也就穆正南、木星兰他们这些见识短浅之辈才会相信你的鬼话。你无非就是想要解开封印，遁逃而出，然后选择一具合适的肉身进行夺舍罢了。灵镜中虚幻的面庞顿时变得扭曲了起来。好小子，竟然知道的这么多，但你以为我奈何不了你吗？你的肉身我看上了，简直完美，我要定了。刹那间，灵镜中猛然爆射出一片光芒，光芒洒在了秦毅的身上。这光芒具有强大的禁锢之效，这股力量之强，完全是属于元刚境之上的层次。秦毅的身体顿时动弹不得，灵镜表面的扭曲面庞发出大笑声，刚将木星兰吞噬了，勉强获得了一些力量，可以让我短暂的冲开封印。紧接着，扭曲的面庞一点一点的从灵镜之中钻了出来。这张扭曲的面庞与灵镜始终有一道灵光连接着，意味着这个灵体无法完全脱离灵镜，可到达秦毅的身前已经足够了。虚幻的面庞发出狞笑声，然后钻向秦毅的眉心，一点一点钻进秦毅的脑袋中。他要先控制住秦毅的灵魂，然后释放秦毅体内的阴阳之力，解除灵镜的封印。如此一来，他就能彻底脱困，最终夺舍秦毅。当这个心思歹毒的灵体挤入了秦毅的脑袋中，正要控制秦毅的灵魂之际，刹那间，秦毅的精神力量轰然爆发。对于这个灵体来说，秦毅的精神力量犹如火山喷薄，犹如天穹崩塌，犹如巨浪冲霄。刹那间，他就被秦毅的精神力量镇压。不，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精神力量？灵体发出了无比恐惧的声音。虽然秦毅上一世的根基尽毁，但两世为人，灵魂本源本就强于常人百倍千倍，更何况鸿蒙仙经的修行潜移默化，也在不断增强他的灵魂。所以秦毅刚才不是不能避开被灵镜的光芒禁锢，而是他压根不避，他任凭这个阴险的灵体进入他的脑海中去，自投罗网。秦毅的精神力镇压了这个灵体后，瞬间在灵体之中留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从今往后，这个灵体的死活皆在他一念之中。紧接着，秦毅散去了精神力的镇压，这个灵体瞬间被灵境重新拘了回去。那笼罩秦毅身体的禁锢灵光随之消失，秦毅抬手一抓，握住了这一块一阶极品的灵镜，阴阳之力涌动而出，解除灵境封印。封印解开的刹那，一阵惊人的灵气波动瞬间扩散，席卷整个天师院。而感受到了这股波动后的天师穆正南顿时激动到了极点，大笑道：星兰成功了，我穆家大业将成。下一刻，他便带着穆康快速赶往穆星兰的住处。穆正南带着穆康赶往穆星兰居住的院子。院门外，古千帆持剑而立，看到两人冲来，手臂瞬间抬起，剑锋直指，道：穆天师，六皇子在里边办事，不许任何人打扰，滚开！穆康大喝道：我实话告诉你，你效忠的六皇子现在已经没了。然而古千帆的神色却没有任何变化，他压根不相信区穆星兰能把秦毅怎样。只有真正感受过秦毅那种能力，才会知道秦毅到底有多么不可思议。穆正南神色冰冷道：古千帆，你乃不可多得的人才，如今不过40岁便已是剑道宗师，而且还是能够铸造极品宝器的炼器师，我很欣赏你。只要你现在放下手中剑，臣服于我，我许你辉煌未来。今夜过后，大秦皇朝将变成大穆皇朝，
而我穆正南便是皇朝之主。穆正南神色激动，一切都在按照他的计划推进。他苦等多年，朝思暮想的那一天终于要到来了。古千帆不再回应，但他那举起的剑依旧不曾放下，用行动表明了态度。穆正南眼中闪过一抹寒芒，杀气从他身上迸发，道：“给你机会，可你不懂得珍惜，那就去死！”话音落下，穆正南猛然一步踏出，轰！脚下炸开狂暴的气浪。穆正南的身形爆射，冲向古千帆。袁刚劲8重的修为力量毫无保留灌注到了拳头之中，随着一拳砸出，刹那间便好似有一座山岳的虚影显化。山岳虚影透着雄浑厚重的力量波动。古千帆冷哼一声，手中长剑铮铮作响，袁刚劲5重的力量涌入剑锋之中，剑光闪烁，一剑斩出，巨大的剑气劈向那山岳虚影。山岳虚影被古千帆一剑劈开，但古千帆的身体却也在如此强大的力量冲击下失去平衡，往后倒飞，撞碎了院门，摔入了院子内。一口鲜血从古千帆的口中喷出。穆正南面露诧异之色，道：“袁刚劲5重修为，竟能接我一拳而不死。古千帆，你很让我意外。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若归顺，我必重用你。”古千帆一个挺身便站了起来，擦去嘴角的血渍，道：“我的性命是六皇子所救，我能有如今的实力，也是六皇子所赐。我此生只听命于六皇子一人。”穆正南脸上顿时浮现狰狞之色，大吼：“那就去死！”他双拳猛轰，2座山岳虚影从他的拳头中冲出，比刚才爆发的力量与威势增强了一大截。古千帆神色坚定，喉咙间发出一声低吼。就在他要拼命一战之际，一道横扫而来的刀光宛若撕开了夜幕，将那2座山岳虚影斩碎。想杀我的人，我答应了吗？冰冷的声音响起。下一刻，秦毅身形一闪，便站在了古千帆的旁边。倒不是为了考验古千帆故意等到现在才出来，而是穿衣服花了点时间，毕竟刚跟木星拦结束一场酣畅淋漓的激烈大战，总不能赤条条就跑出来一顿乱甩。看到秦毅的瞬间，穆正南还有穆康都瞪大了眼睛，满脸错愕之色。怎么会这样？按他们的计划，秦毅现在就算没死，也应该变成了人干一样。可秦毅一点事都没有，看上去中气十足。那刚才的灵境波动到底是什么情况？你对新兰做了什么？穆正南一双眼睛盯着秦毅，发出大喝声。秦毅神色淡漠，道：“你的女儿与我在里边做了什么？穆天师心里不是应该很清楚吗？”穆正南的呼吸变得急促了许多，怒火在他心中燃烧。看样子穆新兰又失败了。而这时，趁着穆正南与秦毅对峙，穆康绕开一边，进入了房间内。当他看到地上那一具干尸，穆康的双眼顿时红了。他从房间内冲出，对穆正南大吼：“姐姐死了！秦毅这个畜生，害死了我姐！”听到穆康的话，穆正南身上的杀气瞬间暴涨，冰冷的杀意好似要将这片天地都给冻结。穆正南咬牙切齿道：“我后悔了，后悔没有狠一点。如果我狠一点，直接将你镇压，再让星兰抽取你体内的阴阳之力，哪还有这些意外？啊呀呀！还我女儿命来，给我去死！”穆正南就犹如发狂的野兽那般猛然扑出。袁刚劲8重修为的武道大宗师歇斯底里的爆发，那股威势无比可怕。此刻的穆正南恨不得将秦毅给大卸8块。眼看着穆正南扑来，秦毅的嘴角上扬，划过一抹冰冷的弧度，眼神之中充斥着不屑的光芒。刹那间，天地二脉贯通，天地一刀斩，刀锋之中瞬间汇聚天罡之力与地煞之力，狂暴迅疾的刀芒斩向扑来的穆正南，斩碎了穆正南打出的力量，然后又劈在了穆正南的身上。啊！穆正南惨叫一声，身体犹如断线风筝，往后倒飞了出去，重重摔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吐血。胸膛位置的长袍破碎，一件贴身内甲也被劈开，肋骨被斩断了一排。爹！穆康被这一幕吓到了，大喊一声，赶紧冲向穆正南。秦毅随手一刀，穆康的脑袋冲天而起。穆康的双腿依旧保持着前冲的趋势，冲到了穆正南的身边。没有脑袋的尸体倒下，压在了穆正南的身上。穆正南目眦欲裂，他推开穆康的尸体，艰难地站了起来。儿女之死以及身上的伤痛让他无比痛苦。这时，天师院内大量精锐武者已经赶到，站在穆正南的身边，他们一个个都面露惊恐之色。谁也想不到，六皇子秦毅竟然拥有这么恐怖的实力。袁刚劲8重修为的武道大宗师穆正南，竟然挡不住秦毅一刀。若非有内甲护体，穆正南绝对已经被秦毅一刀劈死了。穆正南低吼：“看来大秦皇朝隐藏的最深的人，竟然是你，秦毅啊秦毅！所有人都低估了你，但你以为你赢定了吗？你再厉害，终究也只是孤军作战。而今夜，整个皇城内都是我的人，我就不信你一个人还能战胜我的千军万马。”也就在此刻，一个身上战甲染血的将领冲了进来，连滚带爬跪在了穆正南旁边。启禀天师，天丹楼朱啸率领大量强者在阻止我们行动。紧接着，又有一名天狼皇朝的人慌忙冲了过来，大喝：“穆正南，我们的人都快死完了！天师，大事不妙！13皇子秦磊与大将军王传率领大军入城了。”听到这些消息，穆正南的身体如遭雷击，刹那间他的精气神就彻底崩溃了。
充斥着极度不甘之意的双眼看着秦毅，道：“都是你的安排。”秦毅神色淡漠，输给我，这是你的荣幸。话音落下，一步踏出，冲到了穆正南的面前，斩下穆正南的脑袋。砰！穆正南的尸体摔下，脑袋落地。秦毅手握染血的长刀，脚踩穆正南的脑袋，冰冷的目光扫过全场，一股强横的威势轰然爆发，随之大喝：“都给我跪下，否则杀无赦！”秦毅之威震慑住了天师院的所有人。古千帆看着秦毅的身影，他的眼神之中充斥着一种极为狂热的崇敬之意。片刻后，13皇子秦磊、大将军王传、天丹楼的楼主朱孝带着一批武道强者冲入天师院，看着跪在地上的天师院众人以及穆正南的尸体，他们的神色都为之一怔。这可是元刚境8重修为的大宗师啊，就这么被斩下了脑袋。要知道，就算是元刚境9重修为的朱孝，如果对上穆正南，他都没有必胜的把握。毕竟朱孝的精力都放在炼丹这件事上，战斗力并不是太强。六哥，就在刚才，我们收到消息，皇城中的皇子与公主都失踪了。秦磊急忙对秦毅说道。秦毅点了点头，道：“正好可以将禽兽的魔鬼行为揭露。走去皇宫。”诛禽兽。皇宫，禽兽的寝宫，专门打造的密室中，几十个皇子与公主全部都瑟瑟发抖，跪在地上，哭喊声不断响起：“父皇饶命！求求父皇给我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孩儿保证什么都不说，就当不知道。父皇，我可是您最宠爱的女儿。披头散发的禽兽一边肉身气血充盈，一边肉身干萎如枯柴，他口中发出桀桀怪笑：“你们是不是朕的好儿女？”“是，当然是，我对父皇忠心耿耿。”三皇子秦海第一个回应。禽兽瞬间抓住了秦海的脖子，将秦海拎了起来。秦海的手脚在空中乱蹬，疯狂的挣扎，却无济于事。禽兽道：“既然是朕的好儿子，那朕需要你的血肉，你肯定要报答朕的养育之恩，不是吗？”说完，禽兽一口咬破了秦海的喉咙，咕咚咕咚，大口吞咽秦海的鲜血。秦海的身体很快就不再挣扎，鲜血被禽兽吸完了。禽兽将秦海的尸体丢到了一旁的大炉子里，然后那阴森的目光看向全部缩在密室角落里的皇子与公主：“你们难道不是朕的好儿女了吗？”没人说话，全部都恐惧到了极点。你们太让朕失望了，身为朕的儿女，竟然如此怯懦，留着你们也没用，你们没有一个能扛起大秦皇朝的重担，所以还是用你们的血肉，让朕重新恢复强壮的身体，继续带领大秦皇朝开辟盛世吧。说话间，禽兽双手一抓，一个皇子，一个公主被他的力量隔空吸了过来。禽兽接连咬破二人的脖子，吞吃他们的鲜血，然后将他们的尸体丢入后边的大炉子内。密室外，秦毅带着人杀入禽兽的寝宫，守在密室门口的老太监魏贤顿时变得无比紧张：“你们死！”不等魏贤的话说完，秦毅便一刀斩出，霸道的刀芒直接一刀就将魏贤的身体从头到脚劈成了两半。第一次见到秦毅强势出刀的秦磊、王传、朱孝等人全都震惊至极，心中掀起惊涛骇浪。秦毅看着那紧闭的密室大门，再次一刀斩出。采用特殊材料打造而成的厚重密室大门亦被秦毅一刀劈开。刹那间，一股令人作呕的刺鼻腥臭之气从密室内倾泻而出，紧接着密室外的众人瞳孔紧缩，脸色巨变，因为他们正好看到禽兽咬破一个皇子的脖子，正在大口吞咽鲜血的画面。哪怕秦毅已经对他们说过禽兽的魔鬼行径，但亲眼看到这一幕，对他们的内心所造成的冲击还是太大了。虎毒尚且不饲子，可禽兽却拿子女血肉用来续命。禽兽随手将吸干了鲜血的尸体丢到身后边的大炉子内，然后看向密室外的众人，吞食了不少子女的鲜血，他原本那一半干萎的身体也变得饱满了不少。猩红的双眼盯着带头的秦毅，冷笑道：“朕还以为天师穆正南那个蠢货会杀到皇宫来呢，没想到杀到皇宫来的人竟然是你这个小兔崽子。”接着他瞥了一眼秦磊、王传、朱孝，诡异的面孔上浮现阴森凶厉之色，道：“看样子你们的准备倒是挺充分，但你们注定会失败，因为你们都得死。真相皆是由胜利者来说，所以不管你们今天看到了什么都无所谓，朕永远都是大秦第一人。”哈哈哈！禽兽猖狂大笑，他张开了双臂，狂暴的力量从他的体内倾泻而出。在这股力量冲击之下，除了秦毅、朱孝、古千帆、王传四人，其余人都顿时就脸色苍白，连忙往后退。半步元丹境，朱孝惊呼一声，禽兽满头凌乱的长发狂乱飞舞，他身上弥漫而出的气息越发狂暴。没错，朕已摸到了元丹境的门槛，所以朕根本不在乎你们准备了什么，在朕的面前，你们皆是蝼蚁，都去死吧！禽兽大喝，刹那间，密室的角落中，一道血光爆射到了他的手中。这是一把殷红如血的刀，而且是一阶下品的灵器。灵器在这种世俗地界极为罕见，但身为大秦之皇，弄一把一阶下品灵器的刀还是不成问题的。至于天师院的穆正南得到一阶极品的灵境，完全就是机缘巧合，误打误撞捡到的。半步元丹境修为的禽兽手握一阶下品灵器，其威势再度增强。这个时候，
秦毅一颗火煞珠就能炸死他，但秦毅不想浪费宝贝对付禽兽，另有妙法。而禽兽也不想再耽误时间，狞笑一声，然后血色长刀狠狠斩出，刹那间宛若一片血幕席卷。秦毅目光一闪，天地一刀斩施展，黑白刀芒汇聚天罡地煞之力，瞬间劈向这片血幕，硬生生将血幕撕开了一条口子。可即便秦毅这一招将血色幕布的力量瓦解了大半，但剩下的力量冲击依旧将朱啸、古千帆、王传三人都给掀飞了出去。若不是秦毅强势爆发，他们三人恐怕都得瞬间毙命。禽兽见状，冷哼一声道：“今就先杀了你这个孽障！”话音落下，禽兽瞬间冲向秦毅，手中的血色长刀宛若拖曳出了一条血色长河，要将秦毅淹没。可就在刹那间，秦毅身形凌空而起，御空飞行，轻易就避开了禽兽的杀招。禽兽瞳孔猛缩，即便他已经算是半步元丹境修为了，可也还无法御空。就在禽兽震惊之际，飞到了空中的秦毅便俯冲而下，借天罡之力增幅速度，一刀劈下。禽兽猛地回过神来，横刀抵挡，当！秦毅的刀锋劈在禽兽的刀锋上。秦毅的刀乃是一阶中品灵气，禽兽的刀只是一阶下品灵气。虽然禽兽的力量有优势，但禽兽此刻属于慌忙抵挡。下一刻，禽兽的刀应声而断，秦毅的刀继续劈下。禽兽一步横移，避开秦毅的刀锋斩击，随之左手凝聚霸道的力量，一掌拍向秦毅。秦毅也随之出掌，两掌相继。就在两人的手掌碰撞在一起的瞬间，禽兽体内的气血忽然就不受控制，力量顿时变得无比紊乱。他的身体内一条条血管爆开，皮肉炸裂，正是秦毅此前留在太子秦彻体内的爆血术烙印生效。禽兽吃了太子的血肉，爆血术烙印早已经转移到了他的体内。禽兽发出凄厉的惨叫，身体被秦毅的掌劲打得往后倒射，然后砸在地上。他的肉身依旧还在不断的爆血管，蜷缩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呻吟。所有看着这一幕的人都满脸匪夷所思之色，秦毅却神色漠然，收刀入鞘，走到了禽兽的身边，一手抓住禽兽的脚踝，拖着禽兽走到了13皇子秦磊等人面前。13，剩下的事你自己处理，我有点事要跟禽兽好好聊一聊。秦毅交代了一句，便拖着犹如死狗的禽兽离去。他要弄清楚自己的身世。秦毅抓着禽兽的脚踝，犹如拖着一条死狗，来到了一个空荡的房间内。他随手一丢，把禽兽丢在角落，然后关上了房门。咳，禽兽大口大口的咳血，他双手撑着地面，艰难地坐了起来，倚靠在墙角。那一双依旧还泛着猩红光芒的眼睛，充斥着浓浓的怨毒之意，死死地盯着秦毅。你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朕的身体竟然会变成这样？禽兽发出沙哑的声音，他认定了这肯定跟秦毅有关。秦毅用着淡漠的语气道：“以吞噬后人血肉，所以我在太子秦彻的鲜血中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禽兽听后，狰狞扭曲的面庞上浮现了一丝恍然之色，道：“所以你早就知道朕在做什么事？你是何时知晓的？你没必要知道这么多了。”秦毅神色冰冷，他可没心情继续浪费时间。禽兽叹息一声，摇头道：“义儿，朕知错了。只要你让朕活下去，朕可以马上将秦皇大位传给你。朕可以保证以后安安分分。”不等禽兽的话继续说下去，一道铿锵之声骤然响起，秦毅的刀锋便已掠起，刀尖直指禽兽的眉心。什么秦皇大位，在我眼里毫无价值。禽兽，我劝你好好配合，将我的身世交代清楚。你竟然连这个都知道了？禽兽显得很震惊，随即忽然发出大笑。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得……然而不等禽兽的话说完，秦毅的声音便响起：“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话音落下，秦毅握刀的手腕忽然一翻，刀尖闪烁，眨眼之间在禽兽身上划开了大量的伤口，一缕缕刀气顺着伤口钻入了禽兽的体内，在他的窍穴经脉中，五脏六腑内肆虐。顷刻之间，倚靠在墙角坐着的禽兽便发出了撕心裂肺般的哀嚎惨叫，身体重新倒在了地上，来回翻滚。每一个瞬间都仿佛有无数把刀将他的一块块血肉切开，将他的一根根骨头斩断。这种痛苦太恐怖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是10多个呼吸的时间过去，禽兽的精神意志就已经彻底崩溃。我说，秦毅随手一挥，一缕劲气打入了禽兽的身体之中，禽兽体内那些乱窜的刀气这才消停了下来。他蜷缩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息。说，秦毅冷喝。禽兽的双眼黯淡无光，表情木然，虚弱的声音响起：你不是我大秦皇室血脉，但你的确叫做秦毅。18年前，大秦皇朝内忧外患，局势无比严峻，朕率领大军征战，惨遭大败，侥幸冲破了敌军包围，可却伤势严重，敌军紧追不舍，朕身边的将士接连战死，最终只剩朕一人躲入一处山谷之中。敌军包围了山谷，朕本以为必死无疑，可不曾想竟在山谷中遇到一个老者，那老者怀里还有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老者就吓了朕，老者告诉朕，婴儿叫秦毅，让朕将婴儿当成大秦皇室子弟抚养，3年后他会回来将孩子接走。如果3年后他没有回来，那就让朕永远守住这个秘密。3年后老者没有来，朕继续等，他一直没有来。
显然他永远不会来了。而当年那个孩子就是你，随着你一天一天长大，你表现得越来越优秀，可朕不希望看到你太优秀，因为你不是皇室后裔。若有朝一日被你夺了秦皇大位，那我禽兽如何面对秦家的列祖列宗？尤其是3年前你觉醒了纯阳血脉，朕更加苦恼。可朕还是有些顾虑，担心当年那个老者会忽然出现，朕不敢杀你，于是便动用了一些手段，推动太子跟天师院联手，毁掉了你的血脉。听到这，秦毅身上那股气息更加冰冷。没想到就连3年前他被太子与天师院坑害，竟然也是禽兽在暗中推动。禽兽又吐了一大口血，然后继续说道：待你恢复后，朕也曾想过果断将你击杀，但朕气血衰竭，肉身枯败，太子创建魔教，天师院穆正南意图造反，于是朕便想到了利用你来瓦解他们的力量，也利用你制造混乱，朕才方便在混乱中不断吞噬子女血肉，延续生命。说到这，禽兽全身剧烈的抽搐，生命气息衰败的速度加快了很多。秦毅冷喝：关于我的身世就没有别的线索了，仅凭这些话什么都判断不了。有，你身上有一块玉佩。禽兽说道。玉佩在哪？就在我身上。禽兽那抽搐的手艰难地从衣襟内取出一块玉佩，秦毅瞬间一手夺过玉佩，抹去玉佩表面沾染的血液。这玉佩呈圆形，纯净无瑕，一面刻有一个秦字，另外一面则是镌刻着一座宫殿的图案。这玉佩竟然是用天之圣玉雕琢而成。秦毅心中暗道：天之圣玉可是打造圣器的材料，这意味着他的身世藏着巨大的秘密。就在秦毅思索间，禽兽再度开口了：另外，想你死的人其实不只是朕。就在前些时日，玄天宗有人前来传话，只要你死了，就送朕一颗筑基丹，只要朕能得到筑基丹，就绝对可以踏入元丹境。秦毅眉头蹙起，玄天宗的人竟然也想他死，他跟玄天宗的因果皆在于叶倾城，叶倾城绝对不会害他。前些时日帮叶倾城来送地心乳的柳菲菲也没有问题。玄天宗的什么人？秦毅冷喝。禽兽道：我不知道是谁，但朕注意到那个传话之人的左眼不像是人类，更像是某种兽类。此话一出，秦毅顿时就知道是谁了。上一世他被叶倾城救走，带到了玄天宗，曾见过那个人，玄天宗内门弟子范奇，外号妖眼。他的左眼曾在一次任务中瞎了，然后动用某种秘术移植了一只妖兽的眼睛。这个叫做范奇的家伙是玄天宗副宗主之子周成器身边最忠诚的狗腿子，而那周成器又是叶倾城身边狂热的追求者之一。真相已经呼之欲出，周成器想通过大秦皇朝的力量杀了他，以此断了叶倾城对他的念想。此时的禽兽生命力流逝的无比严重，已经到了命悬一线的程度。他挣扎着爬了起来，跪在秦毅的面前：毅儿，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我终究对你有养育之恩，之前是我一念之差，犯下大错，求求你让我活下去。我真的知道错了。秦毅盯着跪在地上的禽兽，冷冷道：你不是知道错了，你只是知道要死了。话音落下，一刀斩出，禽兽人头落地。看着禽兽的无头尸体倒下，秦毅脸上毫无情绪波动，他转身走出了房间，看向远处，目光变得无比深邃。身世之谜，那块玉佩算是一个线索，但具体如何，目前无法继续调查下去。玄天宗副宗主之子周成器派妖眼范奇来传话，想借禽兽之手杀他，这笔账自然的清算。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先去帮即将来大秦皇朝找他的叶倾城化解那一场大凶险。一夜之间，大秦皇朝的皇城内血流成河，天师穆正南勾结天狼皇朝的力量造反，身为秦皇的禽兽暗中动手吞噬皇室子弟的血肉。这些消息传开，使得皇城内所有人的内心都掀起了惊涛骇浪，难以置信。而伴随着这些消息的传开，六皇子秦毅在这一晚所做的事，也使得秦毅成为了所有人心中的一个传奇。独自一人闯入天师院，诛杀天师穆正南，洞悉天师院所有安排，排兵布阵，镇压全部叛贼，而后带人冲入皇宫，揭穿禽兽的魔鬼面目，并且镇压了半步元丹境的禽兽。秦皇之位在所有人看来非秦毅莫属。可是很快又有一则消息轰动了整个皇城，六皇子秦毅亲自带着13皇子秦磊进入皇宫大殿，他送秦磊坐上了秦皇宝座。夜幕再次拉开，大秦皇朝的皇城内依旧弥漫着浓浓的血腥气，而皇宫之中一处密室里，刚成为秦皇的秦磊与大将军王传、天丹楼朱孝以及古千帆都站在了秦毅面前。六哥，你真的要走吗？秦磊面露不舍之意。秦毅点了点头道：13，以你的能力，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一个好皇帝。刚开始可能有点难，但有王老将军还有朱楼主帮你，应该很快就能稳住局面。另外，古千帆将驻守皇宫，负责保护你的安全。秦毅都安排好了。大秦皇朝此次虽然看上去元气大伤，但实际上根本不用担心什么。秦磊有他给的玄阶极品功法与武学，朱孝现在可以炼制一阶下品灵丹，古千帆可以锻造一阶下品灵器，而且古千帆也有秦毅给地功法与剑法，用不了多久便也能成为大宗师。秦毅给秦磊留下的底蕴，绝对是大秦皇朝有史以来最浑厚的。灵丹与灵器将会在极短的时间里
帮助秦磊掌握一股强大的力量，镇压内患，反击外敌不在话下。秦磊深吸了一口气，朝着秦毅弯腰，拱手一拜：“多谢六哥。六哥外出闯荡天下，也要注意安全。”朱孝、古千帆、王传三人也都郑重地朝着秦毅拱手行礼。年纪轻轻的六皇子秦毅，在他们心中的形象高大伟岸，他们对秦毅无比敬佩。秦毅看着面前几人，神色也略显复杂。他抬起了手臂，手掌在秦磊的肩膀上拍了拍，道：“13，保重。”话音落下，秦毅离开了密室，一跃而起，御空飞去。接下来，他要赶往云雾山脉。他记得很清楚，上一世叶倾城来大秦皇朝找他，就是在经过云雾山脉时遭遇埋伏袭击，受了重伤，修行根基都严重受损。这一世，他绝对不允许再发生类似的事。从大秦皇朝赶往云雾山脉，路途遥远，秦毅一鼓作气飞出了大秦皇朝的地界后，饶是他力量雄浑，又有天罡之力加持，可也感觉到了疲惫，然后暂时停下休息，运功恢复，力量恢复过来。秦毅取出了那一面从天师院中得到的一阶极品灵镜，紧接着灵镜的表面浮现了一张虚幻的面庞。主人召我，可是有事？这灵镜内封印的家伙已经被秦毅所控制，不敢对秦毅有丝毫不敬，毕竟他的生死皆在秦毅一念之间。出来！秦毅冷喝，灵体顿时从灵镜内钻了出来，化作一道虚影站在秦毅面前。秦毅抬手一抓，将这灵体捏成了一团，抓在手心中。灵体不敢挣扎。秦毅再将这一面灵镜投入了鸿蒙鼎中，鸿蒙鼎内还有最后一丝先天之气，他准备将这一丝先天之气用来强化灵镜。片刻后，先天之气彻底耗尽，一阶极品的灵镜也随之晋升为了2阶下品。这面灵镜的功效，秦毅已经弄清楚了，只要催动灵镜，就能捕捉目标的某种手段，释放出相同的攻击。2阶下品的灵镜可以烙印归一境，修为1重到3重之间的武者术法。武道修行，元丹之境算是真正的登堂入室了，而元丹之上乃是归一境、洞天境、阴阳境、生死境、涅槃境。玄天宗最强者便是涅槃之境。上一世叶倾城以元丹境圆满修为，在云雾山脉遭到伏击，伏击他的人中就有归一境修为的家伙。秦毅目前只是元刚境1重修为，如果想要正面去帮叶倾城解决埋伏之人，自然是不现实。他需要利用好手里的这些资源，这一块2阶下品的灵镜便算是一张底牌。灵镜完成了升级后，秦毅将之从鸿蒙鼎内取出，然后把抓在手里的灵体塞了回去。这灵体顿时无比震惊，道：“灵镜竟然更强了！主人的手段神乎其神，太不可思议了！小老儿佩服得五体投地。”秦毅神色冰冷道：“从今天开始，你就老老实实当这灵镜的器灵。正常来说，只有3阶以上的灵气才会诞生器灵，但此时有现成的，先勉强用。有器灵的话，使用起来会更方便。”“是，主人。另外，小老儿有些秘密想向主人汇报，这关乎小老儿的来历，伴随着一桩不小的机缘，暂时没兴趣。”秦毅说道，然后就动用术法，直接将灵镜封印，再丢回了鸿蒙鼎内。刚才要升级灵镜，升级过程中灵镜的封印会失效，为了避免暴露鸿蒙鼎的秘密，所以秦毅才将这个家伙抓在手里。现在封印好丢进去，这个家伙不可能发现鸿蒙鼎。至于这个家伙所说的机缘，大概率不会是假，毕竟他被秦毅控制，不敢造次。可他连夺舍这种复杂的术法都会，意味着他的来头肯定不小，他的秘密水应该很深。秦毅两世为人，深知一个道理，有多大的力气就办多大的事，不然只会因为贪心而葬送了自身。接着秦毅又取出了一颗火元珠，注入地煞之力，形成火煞珠，算上之前储备的2颗，如此一来他便有了3颗火煞珠。火元珠只是1阶下品，一次性爆发灵气，但融入了地煞之力，威力大增，可以算作是1阶中品的灵气。可惜没有先天之气了，不然再用先天之气将3颗火煞珠强化一遍就更好了。秦毅叹息一声，不过等与叶倾城会合后，去了玄天宗，不愁弄不到先天之气。在世俗皇朝地界不可能出现先天之气，可进入了宗门，真正踏入了修行界，先天之气虽然也不是随处都有，但也有不少途径可以搞到手。秦毅定下心神，然后继续御空飞行，赶往云雾山脉。7天后，秦毅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云雾山脉很大，一眼看不到尽头，到处都缭绕着云雾，美轮美奂。秦毅选择了云雾山脉中的一个山洞待着，算算时间，还有5天左右，倾城应该就会从这里经过。趁着还有点时间，我尽量再提升一些修为，增强一点是一点。秦毅服一些普通丹药，然后盘膝运功修炼。第4天，秦毅突破到元刚境2重修为。也就在这时，山洞口外忽有声音响起：“老大神神秘秘的把我们那么多兄弟带来这里，要埋伏的究竟是什么人？老大说什么就做什么，管好你的嘴，少他娘的废话。我们几个去其他位置，你就负责在这里，好吧？”片刻后，脚步声传入山洞内，有人进来了。秦毅眼中闪过一抹寒芒，在云雾山脉埋伏叶倾城的人到了，而且还如此凑巧，他藏身的山洞内竟然也是他们的一个伏击点。秦毅瞬间运转洗尘诀，这一门秘术
之前在进天骄秘境时就使用过。玄阶中品的手段，拥有净化污秽、隐匿气息之效。以他现在元刚境2重修为来施展，一般的元丹境武者也休想发现他的气息。秦毅的身体藏在了山洞内的一块石头后方。紧接着，一个脸上留着一条蜈蚣疤的中年男子进入了山洞内。这中年男子抱了一堆干柴进来，随意的坐在了山洞中间的位置，然后点燃了柴火。接着，他从包袱里取出一块肉、一坛酒。他一边喝酒，一边烤肉，很快就肉香四溢。此人酒足肉饱后，便又取出了一颗丹药丢入口中，接着便盘膝运功修炼。秦毅藏身在山洞的石头后方，一直盯着此人。他已能确定，这个家伙只是元丹境1重修为。虽然元丹境修为已经可以动用精神力探查周围，但他显然没想过山洞内会有人。当然，即便他用了精神力，也发现不了秦毅。而且元丹境武者用精神力是可以使用储物戒的，可也不是什么元丹境武者都能拥有储物戒。储物戒算是比较昂贵之物。秦毅一动不动，以他的实力正面杀了这个元丹境1重修为的武者，没什么难度，但动静会很大。一旦动静太大，那便打草惊蛇了。而现在的话，一个完美的机会已经到来。秦毅取出了鸿蒙鼎内的2阶下品灵镜，解除灵镜封印。他左手抓着灵镜，镜面对准目标。随着秦毅的力量涌入灵镜之中，刹那间一束灵光激射而出，洒落在了这个盘膝运功修炼的家伙身上。这面灵镜不仅有烙印目标术法的功效，也有禁锢之力。之前在天师院的时候，秦毅的身体就曾被禁锢过。随着灵镜强化到了2阶下品，这一股禁锢之力的效果也增强了不少。顿时，被灵光照耀了身体的元丹境武者猛然睁开双眼，力量爆发，想要挣脱束缚之际，秦毅已经冲了出来，手握1阶中品的长刀，狠狠一刀直接捅入了这个家伙的后背。染血的刀尖贯穿了他的胸膛而出。秦毅的力量、长刀的锋芒，还有地煞之力，都瞬间就在这个家伙的体内爆发开来。再随着秦毅握刀的手腕发力，刀身在这个元丹境1重修为的家伙体内搅了一圈，他这才拔出了刀，但依旧以灵镜之光禁锢着目标的身体。此人倒在地上，全身抽搐，一双眼睛瞪大，脸上浮现无比痛苦的表情。秦毅接着补了一刀，冰冷的刀锋刺入了此人的腹部，直接碎其丹田，毁掉了他的修为，这才收回灵镜。你到底是谁？他的声音断断续续，有气无力。秦毅的刀在此人的脸上拍了拍，冷喝道：你们都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给我如实交代。我乃七阴寨的七当家，我那6个哥哥就在这附近，你暗算我，我那6个哥哥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秦毅眉头微蹙，又一刀刺入了这个家伙的身上。我刚才问你的话，你没听清楚？秦毅道：我听清楚了，小兄弟冷静啊，别捅我了，我快被你捅死了。我真是七阴寨的七当家，外号阴老七，但我们为什么来这里？那你就要去问我大哥了。我只知道几天前我大哥忽然很兴奋，说领了一个大任务，干成了后我们可以潇洒快活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这次的任务目标是谁。我只需要待在这里，等天空中响起一道雄鹰啼鸣声，就意味着目标即将出现，然后我准备动手便是。听到这，秦毅的思绪飞快转动，他们的任务目标肯定就是叶倾城。上一世叶倾城对秦毅提过这件事，说是被7人伏击，但他根本不认识这7人。叶倾城甚至还觉得只是凑巧碰到的杰修看到他独自一人，然后想要抢劫他。可现在看来，这完全不是凑巧遇到。七阴寨的这7个家伙是专门在这里等叶倾城，他们提前掌握了叶倾城的行踪路线。根据前些时日给秦毅送去地心乳的柳菲菲所说，叶倾城最近进行的宗门试炼任务高度保密，就连柳菲菲都不知道叶倾城在哪里。七阴寨的家伙为何能那么确定叶倾城一定会经过这里？一个答案浮现在秦毅的脑海中，跟叶倾城一起去进行试炼的人有问题，叶倾城身边有人想害他，所以聘请了七阴寨的人动手。叶倾城的天赋很不错，现在这个阶段正是他在玄天宗声名鹊起之际。修行世界非常残酷，他的崛起必然影响了某些人的利益，导致招来了这个灾难。有人利用叶倾城赶着去大秦皇朝见秦毅的这个机会，对叶倾城设下了杀局。秦毅继续盯着殷老七道：你们七阴寨另外几个人是什么实力？他们分别藏在什么位置？殷老七被秦毅的刀尖指着，怕得要死，赶紧老老实实回答。很快，秦毅便掌握了七阴寨另外6人的藏身位置，以及了解到另外6人的实力。殷老大是归1境1重，殷老二则是元丹境9重，殷老三是元丹境6重，殷老四是元丹境5重，殷老五是元丹境3重，殷老六是元丹境2重。真正能对叶倾城造成威胁的只有一个殷老大，但如果叶倾城能够提前警觉，以叶倾城的战斗力还是能与殷老大抗衡的。毕竟上一世叶倾城毫无防范遭7人袭击，都还能杀出一条血路逃走。作为玄天宗的天才，叶倾城自然有他的本事。掌握了这些重要信息后，秦毅毫不客气，一刀劈死了殷老七，然后拿走了殷老七身上的修炼资源。殷老七的包袱里除了一些丹药，竟然还有3颗拇指般大小、晶莹剔透的石子。
这是原石，一种蕴含天地元力的矿石，可以用来辅助修炼，也可以用于武者之间的交易。秦毅想了想，直接拿着灵镜吸收一颗原石中的天地元力。灵镜刚才消耗了一些力量，现在补充回去，以便于待会使用。剩下2颗原石，秦毅左右两手各抓着一颗，然后继续运功修炼。不知不觉又是半天时间过去，秦毅手里的2颗原石都变得暗淡了许多，而他的修为境界再次突破，达到了元刚境3重。也就在这时，云雾山脉的上空忽然响起了一道雄鹰的啼鸣声，这是七阴寨的人即将动手的信号。秦毅瞬间结束修炼，睁开双眼站了起来。这一刻的他竟然有些紧张。倾城，我终于又能见到你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秦毅自语，神色坚定。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大踏步往外走去。秦毅走出山洞，瞬间腾空而起，飞到了高空。七阴寨剩下的6人也都能御空，但他们此时为了埋伏叶倾城，自然不可能飞到天上，全都隐藏在云雾山脉之中。加上秦毅又有洗尘诀抹去自身气息，所以不必担心会被发现。他根据殷老七交代的位置，锁定了七阴寨6人的埋伏地点，重点关注着殷老大，毕竟这是最具威胁的人，拥有着归一境1重的修为。片刻后，远处一抹红光骤现，朝着云雾山脉这边飞来。秦毅顿时看向那一抹红光，隐约间看到了红光内一道模糊的身影，虽然还隔着一段距离，看不太真切，但秦毅依旧能够确定里边的人就是叶倾城。倾城，秦毅轻声自语。下一刻，他直接从鸿蒙鼎内取出了那一张准灵气级别的大弓，并未取剑，而是直接拉开弓弦，以元力凝成箭矢，对准了叶倾城的方向。当他的手指松开弓弦，元力箭矢瞬间呼啸而去，掀起尖锐的破空声，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这边飞来的红光忽然停下，紧接着一片剑光闪耀而出，轻而易举的就将元力箭矢劈碎。一名容貌极美、身穿火红色长裙、身段高挑婀娜的年轻女子，手持灵剑悬在空中，她的秀眉微微蹙起。而云雾山脉内七阴寨的6个家伙此时全都懵了，眼看着叶倾城就要进入他们的伏击范围了，这忽如其来的一剑直接打草惊蛇。杀！拥有归一境1重修为的殷老大意识到出了问题，但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低吼一声，瞬间身形爆射而出，猛然冲向叶倾城。归一境1重的修为力量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殷老大双手挥动，空中顿时就凝聚了2只巨大的元力鹰爪，朝着叶倾城攻去。此乃鹰爪功，玄阶中品的武学，经由殷老大施展出来，彰显出了极为强大的杀伤力。叶倾城眼中闪过一抹寒芒，轻喝一声，手中灵剑骤然迸发出了一片烈焰般，宛若熊熊火海席卷。他施展出爆裂且不失精妙的剑法，轻而易举就将殷老大的元力鹰爪击碎。虽然他只是元丹境圆满，境界不如殷老大，但个人战力并不比殷老大弱。作为宗门天才，本就有着逆伐高阶的本事。随着殷老大出手，殷老二等人也纷纷冲出，杀向叶倾城。这个时候，他们只想赶紧围杀叶倾城，顾不得去寻找刚才射箭的人。秦毅依旧飞在空中，隐于云雾内，他的手中抓住了6支箭矢，6支箭矢皆搭在了弓弦上，他的手指捏住弓弦一拧，当弓弦松开，6支箭矢皆呈旋转形态爆射而出，射杀向元丹境6重修为的殷老三。殷老三冷哼一声，手握一把1阶中品的灵刀，瞬间转身挥刀暴斩，直接将那射杀而来的6支箭矢全部劈碎。我倒是要看看是哪个王八蛋在找死！殷老三怒吼一声，立刻便调转方向，朝着箭矢射杀而来的位置飞去。看着殷老三含怒飞来，秦毅直接将大弓收入了鸿蒙鼎内，他借天罡之力的加持，速度飙升，俯冲而下，遁入山林中。殷老三在后方穷追不舍，手中的灵刀疯狂劈斩，但秦毅的后背就仿佛长了眼睛似的，每一次都能轻松避开。殷老三的喉咙间发出低吼，速度竟有飙升，显然是动用了某些术法。眼看着他就要追上秦毅之际，秦毅忽然转身，甩手就是2颗火煞珠，砸向了暴掠而来的殷老三。殷老三一刀横扫，刀光席卷，欲要将那2颗砸向他的黑色珠子劈碎。可他的刀光触及到了火煞珠的瞬间，轰轰，2颗火煞珠同时爆开，黑色的地煞之力与火焰交织，化作黑色的火海，瞬间就将殷老三的身体淹没。殷老三发出了无比痛苦的嘶吼，紧接着全身冒着黑色火焰的殷老三从黑色的火海内冲了出来。秦毅蓄势以待，一步踏出，身形爆射，手中的灵刀铮铮作响，唰一刀下去，这殷老三的身体就被劈成了2半。秦毅解决了殷老三后，便朝着叶倾城与敌人爆发激烈战斗的区域赶去。他依旧隐藏在暗中，寻找出手的机会。虽然有了秦毅的提醒，加上秦毅解决了殷老三跟殷老七，叶倾城此时还能勉强应付，可依旧落入了下风。毕竟除了殷老大是归一境1重修为，那个殷老二的实力也不容小觑，乃是元丹境9重。殷老大跟殷老二的配合非常默契，元丹境5重修为的殷老四则是在一旁负责袭击骚扰，抓住机会就对叶倾城劈出几道剑气。元丹境3重修为的殷老五以及元丹境2重修为的殷老六，2个人待在一起，也跟那殷老四一样，时不时释放术法，
隔空轰向叶倾城。他们的力量威胁不到叶倾城，但却能不断分散叶倾城的注意力。面对殷老大与殷老二的主攻，叶倾城的眼中倏地闪过一抹璀璨的金芒，他的身体往后飞退，拉开与敌人的距离。紧接着，叶倾城手中的灵剑指向天穹，发出铿锵剑鸣之声，烈火焚天。叶倾城大喝一声，一剑斩下，此乃他所掌握的绝学，乃是玄阶上品剑法的大招。火光从他的剑锋之中倾泻而出，浩浩荡荡。就在叶倾城施展这一招之际，暗中的秦毅已然取出了那一块2阶下品的灵镜，灵镜表面光芒闪烁，倒映着叶倾城这一招烈火焚天的画面。殷老大与殷老二各自施展出最强的手段，抵挡叶倾城的绝学杀招，力量碰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火光连连爆开。殷老大与殷老二的身体也都往后倒飞了出去，但殷老大与殷老二虽然显得有些狼狈，却并未遭受致命的伤害。殷老大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道：“臭娘们，这一招过后，你的力量消耗很大吧？老子就不信你还能这么厉害！等老子拿下你，老子一定要先将你按在身下，肆意的玩弄一番，再让兄弟们都爽个够，然后再取你小命！”老二上！殷老大怒喝，再度猛冲，殷老二立刻跟上。叶倾城的脸色发白，此时的他已经在想着该如何抽身遁走。可就在这时，叶倾城的一双美眸瞪大，因为一股让他无比熟悉的力量波动毫无征兆地爆发了。秦毅手中的2阶下品灵镜表面涌动着火焰的光芒，一道炽热的火焰剑气猛然展出，烈火焚天，正是灵镜烙印之效。殷老大反应很快，瞬间闪向一旁，殷老大却来不及做出应对，这一剑强势无比地劈在了他的身上。殷老二瞬间毙命，殷老大直接被吓到了。消息有误，暗中还有不弱于目标的高手，撤！殷老大急忙喊话，原本冲向叶倾城的身体瞬间改变了方向，要遁逃。你休想逃！叶倾城心中也很疑惑，到底是谁在暗中帮忙？但他也知道，现在更重要的是将殷老大给拿下，故此叶倾城立刻追击而去。殷老四、殷老五、殷老六3人也都慌忙逃命。然而下一瞬，秦毅的身影闪过，挡在了他们的前方。3人停下，盯着秦毅。区元刚境的废物也敢来我们面前？他们已经确定暗中有高手隐藏在帮助叶倾城，但他们根本想不到，帮助叶倾城的高手就是他们眼前这个元刚境修为的小子。去死！殷老六大喝，瞬间前冲，5根手指犹如铁钩般狠狠抓向秦毅的面门。秦毅嘴角上扬，划过一抹冰冷不屑的弧度，刹那间一刀劈出，天地一刀斩，天罡之力与地煞之力狂涌，黑白2色的刀芒骤现。元丹境2重修为的殷老六直接就在秦毅这一招之下，肉身炸成了漫天碎片。与此同时，秦毅最后一颗火煞珠也已经甩出，落入了殷老四跟殷老五的中间，轰然爆开。2人各自惨叫一声，身体被掀飞。秦毅持刀冲杀而出，今日欺阴寨的家伙一个都别想活！殷老四跟殷老五的身体被火煞珠引爆的力量掀飞，2人的身体都被火煞之力点燃。秦毅脚踏牵引步，身形暴掠而出，拉出一条残影。殷老五的身体砰然砸落在地的瞬间，秦毅便已赶到，手中长刀顺势斩下，直接就斩了殷老五的脑袋。而那殷老四毕竟是元丹境5重修为，力量不弱，他控制住身体恢复了平衡，体内气息猛地一荡，将灼烧他的火煞之力扑灭。啊呀呀！小兔崽子，我要将你生吞活剥了！殷老四怒吼，猛然扑向秦毅。秦毅身形一闪，便已腾空而起。殷老四扑了一个空，眼睛瞪大，元刚境修为竟然能御空，他的心中宛若翻江倒海一般，无比震惊。但震惊归震惊，杀意却是不减。殷老四也飞身而起，他是要杀死秦毅。秦毅神色漠然，左手一甩，那一面2阶下品的灵镜飞出，灵镜之中烙印的叶倾城那一招烈火焚天已经用掉，而且灵镜内蕴含的力量也被刚才那一轮爆发消耗的七七八八了，但依旧还有用处。灵镜内剩下的力量在气灵的催动之下全部爆发，化作一片灵光，洒落在了飞向秦毅的殷老四身上。禁锢！殷老四的身体飞行速度顿时便减缓了许多，灵镜之力终究是不太够了，无法完全镇压住元丹境5重修为的殷老四，但对于秦毅来说却是足够了。他凌空踏步杀向殷老四，血浪刀法施展，9层血浪沸腾翻滚，冲击在殷老四的身上。殷老四再度惨叫一声，他的身体朝着地面坠落。轰！殷老四的身体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也就在此刻，灵镜的力量彻底耗尽，失去了灵镜压制，全身是血的殷老四从深坑中猛然爆射而出。啊！去死！殷老四用尽力气怒吼。现在的他伤势已经很重，战斗力大幅度衰减，但只要秦毅的灵气没有用了，他自认一定能杀了秦毅。看着发狂的殷老四，秦毅神色漠然，刹那间他的体内气血狂涌，窍穴之中的小龙猛地冲出体外，化作了一条长达20丈的神龙虚影。神通化龙，龙吟震天，五匹龙威爆发。殷老四的精神意志皆在秦毅的神龙虚影的威压之下崩溃，神龙虚影强势至极，龙尾一甩，抽打在了殷老四的身上。殷老四的身体
顿时就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倒飞出去。神龙虚影追击而去，龙爪直接抓向了殷老四的脑袋。轰！殷老四的头颅被捏爆，无头尸体朝着地面砸落。秦毅心念一动，收回了神龙虚影，他的身体飘然落地，那失去了光泽的2阶下品灵镜也随之落下，被秦毅一手接住，然后收了起来。他看向叶倾城追杀殷老大的方向，虽然相信叶倾城的实力单独对付殷老大绝对没有问题，但他心中仍旧免不了有些担心紧张。今日之战不是秦毅不想先拿下殷老大，而是他使用灵镜，唯一能对殷老大造成杀伤的烈火焚天剑招都被殷老大躲了过去。除了殷老大，七阴寨的另外6个都死在了秦毅的手里，这已经是秦毅能够做到的极限了。杀这几人的先后顺序、使用的手段等等，都是秦毅缜密思考后的决定。如果换做其他人来，就算秦毅这些底牌都给他，他也绝对做不到。秦毅立刻收拾战利品，就在他收拾战利品之际，忽然一道呼啸声响起，叶倾城手里拎着已经奄奄一息的殷老大飞了回来，他飞到了秦毅的面前，然后随手一丢，将那已经晕死过去的殷老大甩到一旁的地上。他看向蹲在地上低着头收拾战利品的秦毅，他的一双美眸之中浮现无比疑惑的光芒。多谢公子相助，此番恩情。叶倾城开口说道。不等叶倾城的话说完，不曾抬头的秦毅嘴角划过一抹玩味笑意，道：姑娘不如以身相许，怎样？叶倾城瞬间变了脸色，用着严肃的语气说道：公子搭救，小女子感激不尽。小女子愿意以原石，但要等修行资源以表谢意。小女子心有所属，早已认定夫婿，此生非他不嫁。秦毅心中一阵暖流涌动，道：你所说的人很好吗？叶倾城郑重道：于我而言，他就是最好的。秦毅再也没有了调侃叶倾城的想法，他站了起来，抬起头看着叶倾城。叶倾城的娇躯瞬间一颤，如遭雷击一般，一双美眸瞪大，绝美的面庞上流露出浓浓的惊愕之色。虽然3年未见，但心上人的模样日日夜夜在他的脑海中浮现。秦毅看着叶倾城，哪怕他前世在天界叱咤风云，声威盖世，可此时此刻他的内心也激动到了极点。他一步向前，张开了双臂，用力地将叶倾城拥入了怀抱中，恨不得将叶倾城揉进自己的身体内。叶倾城的娇躯显得僵硬，他仍旧还处于巨大的震撼之中。过了许久，他才从这巨大的震撼中回过神来，他的双手也用力地抱紧了秦毅的后背。毅哥哥，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做梦吧？他的声音带着哭腔，激动的已经双眼通红，泪水滑落。秦毅一手搂住叶倾城纤细的腰肢，一手轻抚着叶倾城乌黑柔顺的秀发，轻声说道：是我，这不是做梦。其实秦毅也有一种恍如做梦般的感觉。两世为人，叶倾城是他心中最柔软也是最痛的记忆。还好鸿蒙鼎给他带来了重来一次的机会，他不会再如上一世那样窝囊的什么都做不了。他这一世一定要竭尽所能保护好叶倾城。许久过后，秦毅与叶倾城这才分开了紧紧抱着的彼此，然后在这云雾山脉中找了一个安静宽敞的山洞暂时休息。山洞内柴火燃烧着，火光闪烁，叶倾城依偎在秦毅的怀中，道：毅哥哥，3年前我被玄天宗的人带走，可我一直想回去看你，但宗门长辈一直盯着我修行，看得很紧，不让我离开，甚至不允许我打探大秦皇朝那边的事，不想我分心。这次我趁着外出参加一场试炼，试炼结束后就偷偷跑了，本想着去大秦皇朝找你，我真的想不到竟然会在路上就遇到你，而且要不是你在暗中帮我，我恐怕要在这些劫修的手里吃一个大亏了。毅哥哥，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还有我感觉得出来，你明明只是元刚境修为，却为何拥有这么厉害的实力？秦毅早就想好了该如何解释，他将大秦皇朝发生的事简单说了一遍，但却没有提及自己被毒害3年的经历，因为他不想让叶倾城难受。他将自身的一切解释为遇到一个高人，得到了高人的指点，那位高人还推测出叶倾城在这云雾山中将有一劫，所以他解决了大秦皇朝的事情后，就立刻赶来了云雾山脉。叶倾城眨了眨眼，他冰雪聪明，自然听出了秦毅这番话中的许多问题，但他没有再追问下去。秦毅现在好好的就足够了。毅哥哥，接下来你跟我去玄天宗好吗？我们一起在玄天宗修行，以后就有很多时间可以见面了。叶倾城看着秦毅，眼神中充满了憧憬期待之色。秦毅点头道：好。他必须要去玄天宗，进入了宗门才有更多的修行资源，而且玄天宗内还有很多追求叶倾城的人，秦毅当然要守在叶倾城的身边。此前玄天宗的副宗主之子周成器还想借禽兽之手要秦毅性命，这笔账还没算呢。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保护叶倾城。这次七阴寨的人埋伏叶倾城，绝对是玄天宗内部的争斗，有人要害叶倾城。秦毅甚至怀疑上一世叶倾城之死也不是简单的意外，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将幕后黑手揪出来。此刻丢在山洞角落的殷老大苏醒了过来，全身抽搐，发出痛苦的呻吟。秦毅立刻松开了依偎在他身上的叶倾城，站了起来，走向殷老大，然后一脚踩在了殷老大的胸口，踩断他好几根肋骨。殷老大哀嚎，秦毅神色冰冷，
厉喝说：“是谁让你们来此伏杀？”殷老大的身体在秦毅的脚下蜷缩成了一团，大口大口的吐血。我也不知道是谁，我是在血衣楼那边领取的任务，只要杀了叶倾城，就能获得500颗原石，还有一份玄阶极品地功法，1件2阶极品的灵气。秦毅的眉头微蹙，血衣楼他知道，上一世被叶倾城救走，叶倾城将他带到了玄天宗后，他也听说过一些关于血衣楼的信息。这是一个杀手组织，隐藏的极深，只要给得起报酬，什么人他们都敢去刺杀。如果有人委托了血衣楼，血衣楼会按照刺杀目标的情况以及委托人给的价钱来决定是派他们内部的杀手出动，还是将任务交给一些外部人员。很显然，刺杀叶倾城的这个任务，血衣楼就交给了外部人员。七阴寨的家伙领取了这个任务，血衣楼就负责赚差价。叶倾城也走到了秦毅旁边，他的秀眉蹙起，然后对秦毅介绍了一遍血衣楼的情况。到底是谁想杀我？叶倾城想不明白。秦毅一脚踩死了殷老大，然后看向叶倾城道：“有谁知道你结束这次试炼后就会去大秦皇朝找我？只有提前知道这个事的人才有时间去委托血衣楼。”叶倾城神色凝重道：“有2个师姐，一个师兄，还有一个师妹都知道这件事。那个师妹，一哥哥见过了，就是帮我将地心乳送去大秦皇朝给你的柳菲菲。至于那2个师姐，还有那个师兄，都是对我极好，我极为信任的人。现在还不能确定就是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也有可能他们不经意间将我的秘密透露给了别人。易哥哥，这件事等我回到了玄天宗，我会暗中去调查。”秦毅点了点头道：“总而言之，以后一定要小心。”叶倾城认真的点头道：“易哥哥，那我们现在出发去玄天宗吧。”秦毅目光一闪道：“不急，还有另外一件事。”“什么事？”叶倾城好奇地问道。秦毅看着他道：“让你突破到归一境。”叶倾城神色一怔，随即道：“我现在虽然是元丹境圆满，但想要突破到归一境还有点差距，而且我手里头目前也没有好的灵丹。”秦毅淡淡一笑道：“我帮你。”说话间，秦毅取出了早就准备好要交给叶倾城地功法。“倾城，这份传承名为圣灵诀，是我遇到的那位高人所赐。高人说了，我可以自主决定将功法给其他人修炼。如果这门功法适合你修炼，说不定不需要什么资源，你也能凭借此法快速晋升归一境。圣灵诀乃是超越了天阶极品的圣法。”秦毅不是不想给天界的那些神功给叶倾城，但也要考虑实际情况，先拿出他觉得适合叶倾城的圣法，让叶倾城暂时修炼着，以后再看情况给叶倾城更好的。叶倾城神色有些复杂地接过了秦毅给地功法秘籍。转修功法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大事，但他对秦毅有着绝对的信任。他翻开秘籍看了一会，顿时就面露震惊之色道：“这功法还能潜移默化地强化体质，若修炼到圆满，甚至能将凡体变成极品圣体。修行界武者体质分为凡体、灵体、道体、圣体，除了凡体没有品阶，一视同仁。灵体、道体、圣体皆有下品、中品、上品、极品之分。世间武者绝大多数皆为凡体，若拥有灵体，修行速度将是凡体的数倍。往上的道体、圣体自然是更强。秦毅的纯阳血脉其实也能算是一种下品灵体。叶倾城在玄天宗毫无背景，却能声名鹊起，便是因为他觉醒了上品火灵体。这份资质在玄天宗虽说不是顶级，但也是一流水准了。易哥哥，如果这功法是别人给我的，我肯定觉得是一个大骗子。提升体质的品阶，这种事几乎是不可能的。按这功法中的描述，除了晋升圣体有点难，从凡体晋升到灵体，再从灵体晋升到道体，就跟寻常修炼突破境界一样。叶倾城觉得这很不可思议。秦毅淡淡一笑道：“先试试看行不行？”叶倾城立刻开始尝试修炼圣灵诀。片刻后，叶倾城身上弥漫出一层绚烂的灵光，灵光之中涌动着一缕缕火焰。秦毅在一旁看着这一幕，面露笑容，心中暗道：抛开体质不谈，倾城的悟性看来相当好，这么快就摸到了修行此法的诀窍。修炼了片刻后，叶倾城结束了功法的运转，睁开双眼，眸子里流光溢彩，道：“易哥哥，这好像真的有用，我感觉我的上品火灵体似乎要变强了。”秦毅点了点头道：“继续，另外我来引导你的力量运转，只不过你修为境界高我许多，所以你要稍微控制一下，别抗拒我的力量进入。”叶倾城继续修炼圣灵诀。秦毅盘膝坐在了他的面前。秦毅深吸了一口气，运转体内力量，然后道：“倾城，我要开始了。由于是第一次这样做，可能刚开始会有点难受，你忍一忍。”“明白，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易哥哥的力量随时都可以进入我的体内了。”叶倾城说道。秦毅双手飞快结印，他的手指接连点在了叶倾城身前的一个个穴位中，指尖掠过一些关键柔软部位，荡起惊人的弹性。叶倾城不受控制地发出了声音，身体甚至出现了轻微的颤动。好敏感的体质，秦毅心中暗道，但现在可不是风花雪月的时候。秦毅紧守心神，继续引导叶倾城修炼。刚开始，秦毅的力量在叶倾城体内缓缓涌动，叶倾城还未适应，他只觉得一阵胀痛。秦毅为了减轻叶倾城的疼痛，他尽量控制着力量，一点一点的深入。过了许久，
叶倾城终于适应了，那种胀痛之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比通畅的舒爽。秦毅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终于引导着叶倾城将圣灵诀修炼了一个大周天。他收回了力量，接下来由叶倾城自己去修炼便可。叶倾城身体表面荡漾的灵光越来越明亮，灵光中跳动的火焰也越发炽热，一切顺利，秦毅便也能安心修炼了。杀了七阴寨的7人，收获了不少战利品，全部加起来共有52颗原石，以及1阶灵丹若干，以及2把1阶灵气级别的刀。秦毅将这2把灵气级别的刀给运养刀道神通的神通种子吞噬，想要运养出刀道神通，依旧还是远远不够。接着，秦毅服用了丹药，左右两手各自抓着原石，运转鸿蒙仙经。不知不觉，1天时间过去，秦毅消耗了4瓶1阶灵丹以及8颗原石后，他身上的气息猛然一荡，突破元刚劲4重。但秦毅瞬间便将力量气息全部收回体内，避免这股波动影响到正在修炼的叶倾城。秦毅结束了修炼，注意力集中在了叶倾城的身上。此刻的叶倾城也已处于突破的关键时刻了，他身上弥漫的灵光随着他的呼吸不断的收缩扩张，忽然之间，收缩的灵光猛然朝着周围扩散，璀璨耀眼，带着火焰的灵光甚至穿透了山洞上方的岩壁，直冲天际。叶倾城的上品火灵体顺利晋升极品火灵体，体质的提升瞬间带动修为的提升，一举从元丹境10重突破到了归一境1重。在玄天宗，20岁之下达到了元丹境修为的弟子便是内门弟子，25岁之下若是达到了归一境，则可以成为核心弟子。叶倾城现在还拥有了极品火灵体，如此体质在玄天宗绝对属于顶级。只要回到玄天宗，叶倾城的身份地位将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此一来，他的安全也有了更多的保障。体质与修为双双突破后的叶倾城稳定了力量后，便激动地睁开了双眼。秦毅笑道：“恭喜了！”叶倾城直接飞扑到了秦毅的怀里，道：“毅哥哥，谢谢你，你我之间何须道谢？”秦毅揉着叶倾城的脑袋，要：“毅哥哥，你快问我要怎么谢你。”叶倾城催促着秦毅：“秦毅，好吧，那你想怎么谢我？”叶倾城靠在秦毅肩膀上的脑袋仰了起来，顿时红霞铺满了面颊，道：“以身相许。”叶倾城说出“以身相许”4个字后，顿时紧张的不得了。秦毅神色一正，家人心意，他又怎会拒绝？他的身体马上就有了反应，而叶倾城自然也察觉到了，毕竟2人的身体现在贴在一起。秦毅的崛起让他全身一颤，既期待又害怕。下一刻，秦毅便低下了头，吻向了叶倾城的红唇，柔软、湿润、清甜、芳香。叶倾城的身体极为敏感，这一点秦毅昨日引导他修炼圣灵诀时就已经发现。只是片刻，叶倾城便在秦毅多重路线的进攻之下彻底沦陷了，身子都快瘫软。山洞内火光摇曳，人影翻滚起伏。1日后，叶倾城趴在秦毅的身上，面颊贴着秦毅的胸膛，听着秦毅那怦然有力的心跳声，他不由得感慨道：“毅哥哥，我到现在都还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秦毅脸上浮现一抹笑容，一只手在叶倾城那光滑细腻的后背上来回抚过。叶倾城的身体又出现了细微的颤动，我也感觉恍如一场大梦。秦毅轻声说道：“上一世的经历，今生的再相逢，鸿蒙鼎让他拥有了重新来一次的机会，一定要好好珍惜。”叶倾城一直趴在秦毅的身上，不愿意下来。他对秦毅诉说着这3年来在玄天宗的经历，有关心他的宗门长辈，也有与他无话不谈的师姐师妹，还有一些为了争夺修行资源的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秦毅忽然笑道：“京城，以你的美貌与气质，还有极高的修炼天赋，在玄天宗应该有很多人在追求你吧？”叶倾城嗯了一声，道：“但是我从来不跟玄天宗的男弟子过多接触，因为我的心里只容得下一个男人。”秦毅道：“你放心，你心里的那个男人绝对值得，而且他也会比任何男人都更优秀。”趴在秦毅身上的叶倾城忽然坐了起来，他认真地看着身下的秦毅，认真地点头，郑重地说道：“我相信。”秦毅看着坐在他身上的叶倾城，再次蠢蠢欲动了起来，又是一场深入灵魂的交融。许久过后，秦毅与叶倾城终于穿好了衣服。叶倾城本想着要出发了，带秦毅去玄天宗，可他行动不太方便，毕竟初为女人，哪怕秦毅再怎么温柔，他行走起来都还会有一股疼痛感，只能先休息片刻。叶倾城准备运功调理一下身体状态，可圣灵诀刚运转，叶倾城便瞬间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震惊之色：“毅哥哥，我突破到归一境3重修为了，而且我的极品火灵体晋升到下品火焰道体了。灵体跟道体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极品火灵体跟天地之间的火属性元气拥有着极强的亲和度，而一旦达到了道体的层次，天地间的火属性元气将会主动涌来。所以叶倾城此刻很确定他的体质达到了下品火焰道体，在玄天宗极品灵体已然是顶级天赋了，而道体自玄天宗建立以来1000多年的时间里不超过3个。”秦毅淡淡一笑道：“这是你我双修带来的好处。之前秦毅与木星兰双修，他完全占据主导，掠夺木星兰的纯阴之力，
而跟叶倾城发生关系时，秦毅也暗中运转了双修之术，而且还是最顶级的双修秘法。秦毅利用自己的纯阳血脉，结合顶级双修秘法，滋养叶倾城的体质，这才使得叶倾城拥有了现在的收获。他可是完全的付出，没有索取。只不过叶倾城太敏感了，全身心投入，所以在双修过程中没有察觉到自身的变化，直到现在运功修炼才发现。叶倾城，易哥哥，这双修秘法也是那个神秘高人给你的吗？秦毅点头，没错。叶倾城眨了眨眼，道：易哥哥，那你有没有跟其他女人使用过这份双修秘术？秦毅摇头道：没有，的确没有。他跟木星兰双修时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使用的是另外一套术法。叶倾城脸上流露出甜美的笑容，道：既然双修的好处这么大，以后有时间了我就要找一个双修。秦毅笑道：只要你想，我随时都可以的。叶倾城心满意足的继续去运转功法调理身体。没用多久，叶倾城调理好了身子，然后便带着秦毅离开云雾山脉，前往玄天宗。已经是归一境三重修为的叶倾城，飞行速度极快，比起秦毅动用天罡之力还要快上很多。但即便如此，两人还是用了5天的时间，这才抵达玄天宗。玄天宗坐落在群山之中，一座座挺拔的山峰高耸入云，无数的阁楼鳞次栉比，透着一股恢宏大气之意。叶倾城已经想好了如何安排秦毅，他直接带着秦毅来到了玄天宗的一处大殿外。此地乃是专门登记玄天宗弟子身份的地方。正常来说，普通人想要加入玄天宗，只能参加1年1度的考核，但今年的考核时间早已经过了，明年的考核还要再等5个多月。但规则是可以变通的，每个月都有一些名额，可以不用参加考核。像叶倾城这种顶级的内门弟子，便有资格拿一个这样的名额给秦毅。当然，叶倾城用这种方式，只能先让秦毅加入玄天宗，成为一个外门弟子，而且这个名额得叶倾城用积分来买，一个名额500点积分。玄天宗的弟子在宗门内兑换修行资源等等，都需要使用积分，而积分的获取则是需要去做任务。如果秦毅没有玄天宗弟子的身份，那就不能留在宗门内。上一世，叶倾城将秦毅从大秦皇朝救走，带到玄天宗来，也是花了500点积分，买了一个外门弟子的名额给秦毅。根据上一世的记忆，秦毅记得再过1个月，玄天宗就会进行一场外门弟子大考核，只要能在考核中进入前10名，就能直接晋升为内门弟子。只不过上一世那场玄天宗的外门弟子大考核，秦毅没参加，毕竟上一世的他身体根基全部被毁了，每天都得通过丹药吊着一口气。而没参加外门弟子大考核的秦毅，也遭到了玄天宗的驱逐。叶师姐，你算是赶上了，这个月的名额就剩下最后一个，若是再晚一点来，说不定就没了，得等到下个月。负责身份登记的一名女弟子得知叶倾城的来意后，笑着。叶倾城神色冰冷道：我已经登记好了，先来后到，你去等下个月吧。胡媚儿道：登记好了？难道你已经扣除了积分？说完，他看向那负责登记的女弟子道：师妹，你可要如实说。女子：胡师姐，叶师姐带来的秦毅的确已经登记好了身份信息，我说的是扣除了积分吗？胡媚儿拔高了声音。女子：暂时还没。胡媚儿嘴角上扬，看向叶倾城道：既然还没有扣除积分，那这个名额就不是你们的。至于你说的先来后到，这可不管用。按照玄天宗的规矩，这种情况下，若要争夺同一个名额，那便看谁更强，更强的人便可获得这个名额，成为玄天宗的外门弟子。他所说的看谁更强，自然不是他与叶倾城比，而是他的弟弟胡文跟叶倾城带来的秦毅去比。这胡媚儿乃是半不归一境的修为，精神力可以外放，他刚到的时候就特地感应过秦毅身上的力量波动了。当然，这也是秦毅没有故意隐藏，他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气息波动，就是寻常元刚境4重修为武者的层次。胡媚儿继续说道：叶倾城，你带来的这个秦毅只是元刚境4重，而我弟胡文乃是元刚境7重，你觉得有必要比吗？我奉劝你一句，带着人滚吧，不要自讨苦吃。我看自讨苦吃的人是你们吧。秦毅冷哼一声，往前走了一步，他盯着胡媚儿与胡文，目光锐利。狂妄！胡文大喝一声，顿时抬起了手臂，指着秦毅道：区元刚境4重修为，也敢在我跟我姐面前叫嚣，你信不信老子一拳打得你满地找牙？就凭你！秦毅不屑地说道。胡文暴怒道：好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狗东西，老子绝对不会手下留情。叶倾城看向秦毅道：易哥哥。胡媚儿立刻冷笑着说道：怎么，你怕了，不敢让他跟我弟过招？叶倾城懒得回应胡媚儿，他继续对秦毅说道：随便打，不用客气，出了事我来处理。胡媚儿脸上浮现一抹阴冷之色，也对他弟弟胡文说道：给我狠狠地收拾他。胡文道：姐放心吧，处理一个元刚境4重修为的废物，对我来说那还不是手到擒来。说话间，胡文双手十指交叉揉着手腕，然后盯着秦毅道：你要是怕了，现在就给我跪下磕头认错，然后立刻滚，我可以放你一马，否则动起手来可别怪我不客气。秦毅神色漠然道：有种就放马过来便是，给你机会你不懂得珍惜，既然如此，我就让你知道厉害。下一刻，胡
胡文猛然一步踏出，朝着秦毅冲去。他的双手紧握成拳，拳头表面顿时凝结了一层元力罡气，狂暴的拳劲爆发开来，狠狠朝着秦毅砸去。秦毅毫不在意，瞬间一掌打出，他的手掌与那胡文砸来的拳头猛然撞击在了一起。轰！胡文拳头表面的力量直接崩溃，紧接着他的整条手臂都遭到了强大的力量冲击，衣袖炸开，皮肉破裂，骨骼尽碎。啊！胡文惨叫一声，身体往后倒射。秦毅动作更快，一步向前踏出，手掌一抓便抓住了胡文的手腕。随着秦毅发力，胡文的身体顿时就被秦毅抡了起来，在空中转了一圈，然后重重地砸在了地上，地面都随之一颤，被砸出了一个人形大坑。大坑之中躺着的胡文身体在抽搐，全身骨头都不知道断了多少。秦毅一脚踩在了胡文的胸膛，哇！胡文大口吐血。秦毅嗤笑一声道：“不这。”看着这一幕，胡妹儿瞬间懵了一下。他的弟弟胡文元刚境7重修为，竟然瞬间就被元刚境4重修为的秦毅打得如此凄惨。下一刻，胡妹儿脸上的表情扭曲：“你找死！”他发出一声尖锐的厉喝，半步归一境的修为力量轰然爆发，身形朝着秦毅飞掠而去。叶倾城冷哼一声，身影一闪，挡在了秦毅面前，灵剑出鞘，剑锋掠起，将那冲来的胡妹儿逼退。胡妹儿，提出要一较高下争夺名额的人是你们，你弟弟技不如人，你竟然还想亲自动手？你以为我会任凭你肆意妄为吗？叶倾城的灵剑直指胡妹儿。胡妹儿咬牙切齿，她看了一眼还被秦毅踩在脚下，在吐血哀嚎的胡文，心中那股怒火就好似火山喷发一般。叶倾城，你最好给我闪开，否则我连你一起收拾。叶倾城手中的灵剑铮铮作响，道：“你若敢再动手，后果自负。就算你是上品火灵体又如何？你以为你能拦得住我？你终究只是元丹境10重修为，而我已经一只脚踏入了归一境的门槛内。”胡妹儿说话间，她的手中光芒一闪，便出现了一根长鞭。胡妹儿的力量涌入长鞭之中，长鞭顿时爆发出一股强横的灵光波动。她的手臂一甩，长鞭狠狠抽出，朝着叶倾城攻去。叶倾城脸上如若挂着一层寒霜，刹那间，一股炙热的火光从叶倾城手里的灵剑中迸发而出。叶倾城一剑横扫，火焰剑光席卷，胡妹儿的长鞭直接就被叶倾城这一剑斩断。火焰剑光威势不减，冲击到了胡妹儿的身前，将胡妹儿的身体淹没。啊！凄厉的惨叫声响起，胡妹儿的身体在火焰剑光中挣扎。当火焰剑光散去，胡妹儿已经躺在地上，全身被烧得焦黑如炭，还有一条条被锋芒撕开的伤口。奄奄一息的胡妹儿给人一种快死了的感觉。这般动静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周围发出了一道道惊叹声。叶倾城绝对已经进入归一境了，而且还不是那种刚踏入归一境的状态。刚才那一剑的威力浩强。也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这是一个端庄美妇，身材丰满，皮肤水润，透着一股成熟的气息。拜见灵峰主。顿时周围一群人纷纷弯腰拱手行礼，叶倾城也朝着美妇行礼，拜见灵峰主。秦毅目光一闪，也跟其他人一样拱了拱手，做出行礼的姿势。玄天宗共有6峰，其中主峰为玄天峰，另外5峰分别是玄阳峰、玄阴峰、玄海峰、玄光峰、玄灵峰。眼前这位端庄淑妇名为灵韵，乃是玄灵峰的峰主。叶倾城便是玄灵峰的内门弟子。灵韵盯着叶倾城，眼中闪烁着璀璨的金芒，道：“倾城，你的体质是否发生了蜕变？”刚才他正好就在附近，察觉到天地间忽然爆发出了一股惊人的火属性元力波动，这种波动绝非灵体之能，极有可能是道体。在灵韵面前，叶倾城没有隐瞒，直接点头，即禀峰主，弟子最近有所奇遇，机缘巧合之下拥有了下品火焰道体，这是在来玄天宗的路上秦毅决定的事。他让叶倾城不必低调，尽管绽放光芒，去获取玄天宗最好的修行待遇。虽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但这种事不会在叶倾城身上发生，因为秦毅会守护着他。叶倾城当众承认，他的上品火灵体产生了蜕变，晋升为下品火焰道体。听到这句话的人全都震惊的目瞪口呆。下品火焰道体，我们玄天宗终于又出了一个道体。玄天宗创宗1300多年，叶倾城是第3个道体，也是当今玄天宗唯一的道体。一道道惊叹声随之响起，玄灵峰的峰主灵韵也面露激动之色。倾城，从今天开始，你直接从玄灵峰内门弟子晋升为真传弟子，你可愿意？灵韵说道。玄天宗的弟子身份，外门是最低层次的，然后就是内门弟子、核心弟子、真传弟子，而真传弟子皆跟随各峰之主修行。叶倾城的身份将直接跳过核心弟子，晋升玄灵峰真传，也就意味着从今往后，叶倾城已经算是跻身于玄灵峰的高层，可以参与玄灵峰的管理，以及参与一些重大事情的决策。但在场的人没有谁觉得不妥，一个道体成为真传，这很合理。道体的潜力巨大，这要是成长起来，足以为玄天宗开辟出更广阔的天地。叶倾城也面露激动之色，立刻单膝跪地，弟子拜见师尊。灵韵眼中满是欣慰之色，然后道：“起来吧。”叶倾城起身，
林韵问道：“刚才发生了何事？”叶倾城将实情说出。听完后，林韵神色冰冷道：“争夺名额本无可厚非，但胡文已败，胡媚儿身为内门弟子，却想要出手伤人，落得如此下场，乃是咎由自取。令扣罚胡媚儿往后1年所有修行资源，以儆效尤。”躺在地上，全身焦黑冒烟的胡媚儿，这时候已经无比绝望。叶倾城变得那么厉害，他是万万没想到的。叶倾城拥有了下品道体，成为了玄灵峰真传弟子。从今往后，他胡媚儿只能仰望叶倾城，再加上扣罚1年修炼资源，绝望之下的胡媚儿实在承受不住这一轮轮打击，彻底晕死了过去。但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人会去关心胡媚儿的情况。倾城，你晋升下品火焰道体，这不仅是我们玄灵峰之喜，亦是玄天宗之喜。如此大喜之事，理应向宗主汇报。为师这就带你去见宗主。”林韵说道。叶倾城连忙说道：“师尊，我想先帮一哥哥安排好入宗之事。”林韵的眉头顿时微微蹙起，他瞥了一眼秦毅。说实话，在他看来，秦毅除了长得英俊、气质极佳之外，便再无优点。哪怕凭借元刚境4重修为镇压了元刚境7重修为的胡文，但在他眼里，这并没有什么特殊。这个年纪才元刚境4重修，即便根基很雄浑，可已经注定未来不会有什么成就。尤其是叶倾城对秦毅的称呼，还有在去见宗主的事情与帮秦毅安排入宗的事情，叶倾城竟然本能的以后者为重，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林韵乃是过来人，知道这个时候不能直接去打压这段危险的关系，否则只会激起叶倾城的逆反心理。于是林韵道：“秦毅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正好柳菲菲那小妮子也做任务回来了，我让她来带秦毅处理接下来的事。柳菲菲与你关系极好，你应该能信得过她吧？”叶倾城还是有些不放心。这时秦毅开口了，道：“倾城，你先跟林峰主去见宗主吧，我这边没问题的。”叶倾城转头看向秦毅，了一声，道：“易哥哥，那等我忙完，我再来找你。”秦毅点头道：“好。”下一刻，林韵身上的力量涌动，直接带着叶倾城飞走，前往玄天宗的主峰，要将这个好消息汇报给宗主。林韵与叶倾城离开后，周围的人顿时快步走向秦毅。“秦师弟，恭喜你加入玄天宗。对了，你跟叶师姐究竟是什么关系？刚才叶师姐还没有扣除积分吧？这500点积分算我的了，谁让我与秦师弟一见如故呢？秦师弟，用我的积分吧，放心，不用还的，我送你。”叶倾城晋升真传，而且还是道体资质，前途无量。秦毅跟叶倾城的关系很明显不简单，这个时候不少人都想着巴结讨好秦毅，但也有人在远处观望，说着风凉话。叶倾城从今日开始便彻底脱离了底层，他的未来注定了要在广阔的天空翱翔，很快就会忘记只能在地面仰望他身影的普通人。不是无情，而是层次的不同，注定了往后交集越来越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肯定走不到一起。对于周围这些声音，秦毅并不在乎，他拒绝了要拿积分帮他获取外门弟子身份的人，看向负责登记身份信息的女子，道：“玄灵峰的林峰主都承认了我的身份，应该不需要积分了吧？”女子点了点头，道：“自然是不需要了。”说完，女子立刻将一块外门弟子的身份令牌刻上秦毅的名字，再将令牌交给秦毅。秦毅在这里等了一会，身穿白色长裙的柳菲菲飞掠而来，她盯着秦毅，满脸的感慨之色，道：“想不到没过多久，我们又见面了。看来叶师姐给你的那瓶地心乳，给你带来的帮助很大吗？我在大秦皇朝见你时，你连真元境修为都还没有，如今都已是元刚境4重。”秦毅淡淡一笑，接下来还得再麻烦柳师姐了。柳菲菲笑道：“小事一桩，跟我来吧。”秦毅跟着柳菲菲离去，来到了玄天宗外门弟子的生活修行的区域。玄天宗的外门弟子不属于任何一峰，只有成为了内门弟子，才有资格选择玄天宗的某一峰加入。而玄天宗的外门弟子数量极多，足有上万人。他们生活修行的区域位于玄天宗最西边，这里的环境自然是最差的，放眼望去，参差不齐的屋舍显得颇为混乱。正常情况下，一个刚来的外门弟子只能住在6人房间，但柳菲菲毕竟是内门弟子，她带着秦毅来，直接就给秦毅安排了一个单人居住的小院子。而这小院子是需要花积分的，100点积分1个月，但柳菲菲直接帮秦毅付了积分。安排好秦毅的住处后，柳菲菲站在院子里对秦毅说道：“叶师姐现在晋升为真传了，这是大喜之事，但对于你来说，你的压力肯定会更大，肯定会有人觉得你跟叶师姐的距离会越来越远，最终变成陌路人一般。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因为我很了解叶师姐，她非常重感情，不管她走得再高，只要你没有放弃，叶师姐就肯定不会放弃你。所以，秦毅，努力吧，去追赶叶师姐的脚步，尽量让差距小一些，你们在一起的难度才不会那么大。上次我见你时也没有准备什么东西，现在补一份见面礼给你。”说完，柳菲菲从储物戒中取出了一只玉瓶，递给秦毅，道：“这是2阶下品的真木灵髓液，药性温和，虽然远远比不上叶师姐上次送你的地心乳，但对你应该也有不错的效果。另外，我有个堂哥叫做柳奇，也在玄天宗外门，可惜他今天有事出去了，我会跟他打一声招呼，
让他关照关照你，以后有事你也可以主动去找他。秦毅接过柳菲菲手里的真木灵髓液，道：多谢柳师姐。柳菲菲笑道：不用跟我客气，我与叶师姐情同姐妹，我希望她能幸福，所以对你就能帮一点是一点，没其他事了，我就先走了。秦毅拱了拱手。柳菲菲离去后，秦毅便将在院门外挂上了勿扰的牌子，然后关上院门，拿着真木灵髓液进入屋内修炼，自己变得更强，才能更好的守护叶倾城，才能为叶倾城开辟出更广阔的天地。柳菲菲所赠送的真木灵髓液虽不如地心乳，但效果的确不错，毕竟是2阶下品的灵药，这种东西正常来说乃是内门弟子才有资格使用的修行资源。只是可惜秦毅的鸿蒙鼎内已经没有了先天之气，不然的话用先天之气强化一遍再来使用会更好。秦毅也不是患得患失的性子，这个想法在脑海中快速掠过，就全身心投入了修炼之中。3天时间一晃而过，秦毅将柳菲菲所送的这一瓶真木灵髓液全部用完，他的修为境界从元刚境4重突破到了元刚境6种，5道修行元丹境才算是真正的登堂入室。没有凝结元丹，哪怕是元刚境圆满的修为也只能算是门外汉。而元丹境之前修为的提升还是比较容易的，当然这也是对秦毅而言。反正没其他事，秦毅便又取出了几颗原石摆在身边，左右两手也各自抓住一颗原石继续修炼。这些都是在云雾山脉击杀了7阴寨那7兄弟得到的原石。秦毅使用原石修炼了片刻，忽然他察觉到有动静声响起，秦毅立刻结束了功法的运转，走出房间，然后打开了院门。院门外站着一个颇为俊朗的年轻男子，而且身上还弥漫着属于元丹境修为的力量波动。年轻男子看到秦毅，随即脸上浮现一抹笑容，拱了拱手道：秦师弟，我是柳奇。秦毅目光一闪，3天前柳菲菲就说过他有个堂哥柳奇，现在也还是玄天宗的外门弟子。原本柳菲菲3天前就想介绍柳奇给秦毅认识，但柳奇当时外出做任务了。秦毅也拱了拱手，原来是柳师兄，里边请。柳奇却摇了摇头道：秦师弟，今天就先办正事吧，忙完了咱们再坐下来聊聊。正事？秦毅面露疑惑之色。柳奇嗯了一声，笑着说道：而且还是好事。秦师弟且随我来，我们路上说。秦毅点头，便跟着柳奇离去。秦师弟，我先跟你说另外一件事，关于叶师姐的。秦毅道：柳师兄请说。柳奇道：3天前叶师姐正式确定为玄灵峰真传弟子，由于下品火焰道体的缘故，宗主对叶师姐也无比重视，于是直接安排了叶师姐进入一处非常安全的秘境中修炼，所以短时间内你应该见不到叶师姐了。对此秦毅倒也觉得正常，一个下品火焰道体的妖孽的确值得玄天宗最高规格的待遇。柳奇接着对秦毅介绍其所谓的正事。秦师弟刚来，所以不知道，而我那堂妹是内门弟子，所以对我们外门的事也不太清楚。就在2个多月前，玄天宗高层对外门弟子开放了存放灵气的地方，其中最好的就是剑灵与刀山。剑灵与刀山之中存放着大量的灵气，以前是内门弟子才有资格进去，但现在我们外门弟子也能去。当然外门弟子只能去剑灵的最外围区域，或者是刀山的山脚下。进去后能带出什么样的刀或者剑，那就看自己的本事了。带出来的灵气就是自己的。我听人说秦师弟修炼的是刀法，所以现在去刀山那边试试，争取弄一把好刀出来。之所以那么急着带你过去，是因为最近很多人去尝试，大家都在尽可能挑好的兵器。秦师弟再不去的话，刀山最下方可就只有被人挑剩下的了。听柳奇这么一说，秦毅顿时就来了兴趣。上一世他来玄天宗，每天都在被伤痛折磨，在思考该怎么活下去，所以哪怕他上一世在外门待过一段时间，但却根本没有精力去关注其他事情，故此并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回事。他的第2枚神通种子想要酝养出刀道神通，需吞噬大量的刀，但目前进展非常慢。而这玄天宗对外门弟子开放的刀山，说不定就是一个极佳的机会。秦毅询问了柳奇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得知每个外门弟子不管是进入剑灵还是刀山，亦或者存放其他灵气的地方，最多只有1个时辰。若1个时辰都没有收获，那只能怪自己没本事，而且机会只有1次。除此之外，在这种宗门宝地内，不管是谁都不允许动手，若有人动手打斗，必将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尤其是率先出手一方。没用多久，柳奇便带着秦毅来到了玄天宗的刀山。刀山被大阵的光芒完全覆盖，透过大阵灵光，可以看到险峻的高山犹如一把出鞘的长刀，直插天穹。刀山之中插着一把把刀，这些刀有的是玄天宗武者陨落后留下之物，有的是玄天宗武者杀敌后的战利品，也有一些是玄天宗的炼器师炼制出来的。这些刀从山脚到山顶，按照从低到高的品阶顺序排列，山顶的刀毫无疑问是最好的，而山脚下的刀基本都是1阶灵气，但也有少部分2阶的灵气，能不能找到就得看个人的眼力了。找到了也要看有没有能力将刀给拔出来，想要将刀从刀山中拔出来，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柳奇说道：秦师弟，我修炼的是枪法，我已经在其他地方用掉了这个机会，
所以就不能陪你进入刀山了。你先拿身份令牌在刀山入口处登记一下，然后进去取刀，我在这里等你。秦毅嗯了一声，正当他取出令牌准备登记之际，忽然他停下了脚步，目光看向不远处的一群人，而那群人中也有一个家伙，此时正盯着秦毅。此人身体显得干瘦，皮肤黝黑，诡异的是他的左眼犹如兽类般冰冷，透着凶厉残暴之意。柳七察觉到秦毅的异常，立刻低声道：“秦师弟，他叫范奇，元丹境2重修为，是玄天宗外门第一人。此人心思狠辣，手段歹毒，而且背后还有大人物撑腰，你尽量不要跟他产生什么交集，遇到他的话，能避则避。”很显然，柳七对范奇也十分忌惮。接着他又补充道：“另外，我听说范奇前段时间进入刀山，看上了一把刀，可他没能将那把刀拔出来，但他不想放弃，所以就一直安排一些外门弟子进去，让别人帮他取刀。”秦毅一直盯着范奇，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寒光。不用柳七说，他也知道那是范奇，外号妖眼。他背后的靠山便是叶倾城的狂热追求者之一，玄天宗副宗主之子周成器。前些时日，这个范奇偷偷去了一趟大秦皇朝，拿一颗筑基丹诱惑禽兽，要禽兽取秦毅的性命。妖眼范奇此举绝对是周成器指使。周成器想要追求叶倾城，可是叶倾城心中只有秦毅，周成器想要秦毅死，以此断了叶倾城的念想。但周成器却又怕叶倾城知道秦毅之死与他有关，然后记恨他，所以周成器不敢亲自动手，于是便让范奇去找禽兽借刀杀人。只不过他们万万想不到，禽兽不仅没能杀了秦毅，反而还死在秦毅手里。这笔账秦毅可还记在心中。他收回了与妖眼范奇对视的目光，神色平静地去登记身份信息。外号妖眼的范奇也收回了目光，他神色冰冷，对身边几人说道：“你们进入刀山的任务再加一个，给我记住那个家伙的样子，进去后找到他，盯死他，不能让他有任何收获。”范师兄，那个家伙是什么人？他莫非与你有仇？有人低声问道。范奇冷哼一声：“让你们怎么做，你们去做就行了，少他娘废话。”是。范奇身边的人急忙齐声说道。而此时秦毅已经登记好了身份信息，然后便向前走去，穿过那座笼罩刀山的阵法，进入了刀山内。一进入刀山之中，哪怕只是最下层位置，但秦毅依旧感受到了一股无所不在的刀气。这种无形的刀气所散发出的锋芒、凌厉、霸道、强势，吞噬这些刀自然不可能，玄天宗也不会允许，但吞噬刀气一样能酝养神通种子。秦毅的窍穴之中，那一枚他打算酝养刀道神通的种子，此时此刻颤动了起来，仿佛迫不及待想要汲取吸收这里的刀气。秦毅心头大喜，这刀山果然如他所预料的那般，是他蕴养刀道神通的宝地。想要蕴养神通种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枚神通种子之所以那么顺利地蜕变成为化龙神通，那是利用鸿蒙鼎内大量的先天之气，将一条蛟龙尸身强化成了神龙尸身。如果按照秦毅目前的进度，想要蕴养出刀道神通还有很大的差距。可现在机会来了，他根本不在乎周围的刀，目前完全没有取刀的想法，直接就找了一块平整的青石，盘膝坐下，激发第二枚神通种子，去吸收周围弥漫的无形刀气。无形的刀气不断被神通种子吸收，神通种子闪烁着光芒，光芒中隐约间浮现了一把刀的虚影。随着越来越多的无形刀气进入秦毅的神通种子内，那一把刀的虚影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秦毅已经早就计划好了这一枚神通种子的蜕变路线：飞道，来无影，去无踪，隔空杀敌，防不胜防。这时，一群听从范奇命令的人也进入了刀山内，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秦毅。然而，秦毅盘膝坐着，一动不动，这让他们顿时有点摸不着头脑。范师兄让我们盯着他，如果发现他要取刀，就想办法阻止，要让他毫无收获离开刀山。可现在他根本没有去取刀啊，他连找都不去找，这该怎么办？在刀山之中，谁也不能动手，此乃大忌，违者必将惨遭严惩。如果秦毅要去寻找合适的刀，他们有很多办法可以捣乱，但秦毅现在什么也不做，他们只能干瞪眼，无计可施。一人嘀咕道：“范师兄交代的是确保他毫无收获，所以他只要在这里傻坐着，倒也无所谓。留2个人在这盯着，其他人跟我一起，先去尝试把范师兄想要的那把刀给拔出来。”接着，他们留下2个人待在秦毅的附近，盯着秦毅，剩下的人全部去帮范奇拔刀。秦毅对于周围的情况感应得一清二楚，包括他们的对话也被他听在耳中，但他并不在意，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得做。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不知不觉，秦毅进入刀山就快要到一个时辰了。时间一到，他就必须离开。而此时，秦毅的第2枚神通种子已经不再是原本那犹如圆豆子般的形态，而是变成了一把小小的飞刀雏形。虽然只是雏形，还未开封，但也散发着一股霸道的凌厉之意。秦毅睁开双眼，今日虽然不能让刀道神通完全成型，但也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份收获，他已经相当满足了。想要让飞刀神通更进一步，就算继续待在这里，吸收无形的刀气，也意义不大，因为这只是刀山的最底层，这些无形的刀气
只是来自比较低层次的灵刀，它需要更加凌厉的刀器。秦毅看了一眼刀山的上方，刀山分为了4个区域，分别对应外门弟子、内门弟子、核心弟子、真传弟子，每一个区域都被阵法隔开。上边便是秦毅的下一个目标，上面的刀品阶更高，所散发出的无形刀气自然更强。秦毅觉得无需进入刀山最高的位置，只要再上一层就够了，足以让神通种子彻底蜕变成飞刀神通。秦毅站了起来，趁着还有点时间，那就去取一把刀，反正来都来了，不要白不要。而在这刀山底层，拿把刀最好，根本不用秦毅去寻找，因为有人已经帮他找出来了。外门弟子第一人，有着妖眼外号的范奇，无比渴望得到的那把刀，自然不会差。盯着秦毅的人，2人为一组，已经换了好几批，毕竟他们得轮流去尝试帮范奇拔刀。此时盯着秦毅的2个家伙看到秦毅终于动了，立刻跟上。这小子就还剩一点时间了，这点时间他还能找到好刀不成？说不定他提前得到了消息，知道一些好刀的具体位置，咱们跟上。如果他要取刀，然后拦住他，拖延一小会时间，他就得无功而返，颗粒无收的离开刀山了。没能帮范师兄拔出那把刀，但完成了范师兄交代的另外一件事，范师兄应该也不会迁怒于我们了。2人交头接耳，嘀嘀咕咕，隔着一段距离尾随着秦毅。片刻后，秦毅来到了一处极为热闹的地方，一群人围着一把通体泛着赤红光芒的刀，一个接着一个的上前尝试将这把刀给拔出来，但无人能成功。每个尝试拔刀的人，好一点的只是被刀身中的力量震开，差一点的直接被掀飞，甚至是被无形的刀气所伤。秦毅刚才在吸收无形刀气，就感应到了这里的情况，这个位置散发的无形刀气的确比其他地方的都要更强。刀山下层区域最好的刀就在这里，乃是2阶极品，也是范奇无比渴望得到的刀。此刻跟着秦毅的2人都面露惊讶之色，万万没想到秦毅竟然来了这里。哎，不行，都试过了，还是失败了。走吧。一群人失魂落魄，他们来帮范奇取刀，没能成功。虽然怪不了他们，毕竟范奇自己都不行，但以范奇的脾气，他们出去后肯定得被骂一个狗血淋头。都给我听清楚了，这把刀是范师兄看上的，你们谁要是敢上前碰一下，范师兄若是知道了，那后果可就自负，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一人大喝，即便他们失败了，也不允许别人来碰这把刀。周围人群中传来一阵议论声，太过分了，他们不行也不让别人尝试，小声点。前几天有个元丹境修为的家伙去碰了那把刀，结果那个家伙就被安排了一个几乎9死1生的任务。范奇乃是外门第一人，而且他背后的靠山来头极为恐怖，咱们招惹不起。反正这把刀范奇都拔不出来，咱们也没什么希望，就不要为了这种没希望的事去得罪范奇。得罪了范奇，在外门可就没有了容身之地，寸步难行。那代表范奇放出狠话之人对这个震慑的效果非常满意。他们正要离去之际，忽然间一道身影竟朝着那把赤红色的2阶极品灵刀走去，自然是秦毅。这把刀他拿定了，他现在的刀只是1阶中品的灵气，在大秦皇朝那种地方还勉强够用，可来了玄天宗，以及随着他的修为提升，1阶中品的灵气已经跟不上了。站住！怒喝声响起，秦毅却仿佛没有听到，继续朝着那把刀走去。顿时一群人直接站成了一排，挡在了秦毅面前，他们眼神凶横，盯着秦毅。小兔崽子，刚才的话你没听到，耳朵聋了？我们范师兄看上的东西，你没资格去碰，滚！他们也都觉得意外，范奇让他们盯着的家伙竟然想要来取范奇看上的这把刀。在他们看来，秦毅跟范奇肯定是有仇，这是故意用这种方式挑衅范奇。秦毅盯着面前的一排人，在刀山之中，他们不敢动手，秦毅也不能动手，一旦打起来，不管对错都不会有好果子吃，尤其是率先出手之人。他们拦住了秦毅，如果秦毅非要硬闯过去，那秦毅便会被玄天宗的规矩严惩。秦毅神色淡漠，冰冷的目光从面前这群人的身上扫过，他的嘴角上扬，划过一抹不屑的弧度，道：我要取刀，你们拦得住吗？你太嚣张了，我们就站在这里，你过得去吗？你要是敢动手，那就试试看，连刀柄你都碰不到，还在这里大放厥词，也不怕让人笑掉大牙。这些家伙冷嘲热讽，故意刺激秦毅，若能将秦毅逼得恼羞成怒，然后大打出手，那自然是更好。他们便算是超额完成了范奇交代的事，不仅让秦毅在刀山之中毫无收获，还要让秦毅惨遭规则的严惩。秦毅冷笑道：那就试试看。话音落下，他猛地抬起了手臂，手掌虚握，刹那间，嗡一声刀啸骤然响起，那把插在地上的2阶极品赤红色长刀骤然迸发出璀璨刀芒，绽放出霸道凌厉的锋芒。锋芒席卷，挡在秦毅与这把刀中间的一排人，后背全部被锋芒撕裂，他们发出惨叫，身体被掀飞，那把刀也随之冲天而起，然后化作了一抹赤红色的流光，最终刀柄落在了秦毅的手中。灵刀自动认主，灵气自动认主的事在玄天宗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但毕竟发生的次数不多，想要让灵气认主，两者必须拥有完美的契合度。眼下这把刀山下层最好的2阶极品灵刀便主动落入了秦毅的手中，
使得周围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赤红色灵刀在秦毅手中铮铮作响，好似无比欢愉。而被掀飞的那一群人爬了起来，一个个痛得龇牙咧嘴。毕竟他们刚才挡在秦毅与灵刀中间，灵刀爆发的锋芒使得他们的后背都已血肉模糊。你竟敢在刀山内出手袭击我们，害我们受伤，那就别怪我们反击了。就算被严惩，你才是率先出手的那个。兄弟们，干他！这些家伙怒吼。秦毅手握灵刀，一股傲然之意从他的身上迸发开来。也就在此刻，强横的气息从天而降，一名发须花白的老者出现在了场中。老者现身的瞬间，周围所有人都急忙拱手行礼，拜见端木长老。老者名为端木长风，在玄天宗有着极高的资历，就连玄天宗的宗主都得喊他一声师叔。端木长风看着秦毅，他的眼中闪过一抹金光，笑着道：“这把二阶下品的赤血刀，原本位于刀山第2层，一般的内门弟子都驾驭不了，而有能力驾驭此刀的内门弟子，又嫌这把刀的品阶太低。这把刀已经在刀山中放了50多年了，所以老夫干脆将赤血刀从第2层挪到第1层来，看看会不会出现有缘人。没想到今天倒真的出现了一个。既然赤血刀认你为主，希望你不要辜负了这把刀。”秦毅拱手，语态不卑不亢，道：“弟子一定努力修行，让赤血刀重现锋芒。”端木长风点了点头，道：“另外，既然你得到了赤血刀，那就去传宫阁取一份玄阶上品的赤心刀法，赤心刀法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出赤血刀的威力。你到了传宫阁，将这一块令牌交给传宫长老，传宫长老自然会将赤心刀法给你。”说话间，端木长风一挥手，一枚令牌便飞到了秦毅的面前。秦毅接住令牌，这令牌正面刻有玄天2字，背面则是端木长风的名字。多谢端木长老。秦毅说道：“在玄天宗，想要获取功法武学，其实都是需要积分的。一份玄阶上品的刀法所需要的积分，是绝大多数外门弟子都拿不出来的。现在端木长风直接因为赤血刀自动认秦毅为主，便赏赐了秦毅一门玄阶上品的刀法，顿时周围所有人都羡慕得眼红了。而秦毅对于刀法的赏赐并不在意，玄阶上品而已，还不如他的血浪刀法，更不如他的天地一刀斩。更何况他的脑海中有无数强大的刀法，只需要境界提升上去就能施展。真正让秦毅在意的是这个端木长风对这把赤血刀的态度。这种玄天宗的大人物竟然会在意一把2阶极品的灵刀，还特地将这把刀从刀山的第2层转移到第1层，期待有人能驾驭赤血刀。看样子这把赤血刀的背后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端木长风接着又看向那一群后背血肉模糊的家伙，淡淡道：“方才之事并非他出手伤了你们，而是灵刀认主时自然而然爆发的锋芒，所以他并没有违反刀山的规矩。你们可以滚了。”这些家伙刚才还咬牙切齿，想要找秦毅算账，此刻却大气都不敢出，连忙行礼，然后转身灰溜溜的跑了。端木长风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秦毅，没有再说什么，身形一闪，消失得无影无踪。秦毅进入刀山也到了一个时辰，故此不再逗留，拎着赤血刀便离开。刀山外，外门弟子第1人，有着妖眼外号的范奇还在等消息。他来回踱步，虽然知道那群废物大概率指望不上，但万一侥幸成功了呢？他通过一些关系了解到那把赤血刀的一些秘密。那把刀可不仅仅是2阶极品的灵器那么简单，谁能得到赤血刀，便有可能获得一桩机缘。就在这时，一群人狼狈的出来，然后快步跑向范奇。范师兄，我们没成功。他们来到范奇的面前，一人低着头说道，不敢看范奇的眼睛。范奇冷哼一声道：“我就知道，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办不了什么事。”众人心中嘀咕：范师兄你自己也不行，还不是一样废物？但这种话没人敢说出口。范奇道：“再去找一批人，我就不信没有一个人能拔出赤血刀。”范师兄，不用找人了。范奇眉头一拧道：“你再叫我做事。”范师兄息怒：“我们不敢，而是那把赤血刀被人取走了。”什么？范奇大怒道：“我看上的刀，谁那么大的胆子？是范师兄您让我们盯着的那个小子，而且还是赤血刀自动认主，就连端木长老都出现了。端木长老还因为赤血刀自动认主，决定赏赐那小子一门玄阶上品的赤心刀法。”听到这个消息，范奇顿时脑袋嗡嗡响，他想要的赤血宝刀竟然落入了秦毅的手里，而赤血宝刀所连接的机缘就是端木长风，这份机缘也被秦毅得到了。赤血刀、赤心刀法都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果进入了端木长风的视线中，以后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好处。毕竟端木长风在玄天宗的辈分极高。也就在这时，秦毅拎着赤血刀从覆盖刀山的阵法中走了出来，在外边等待的柳琪立刻快步迎向秦毅，笑道：“恭喜秦师弟得到了心仪的刀。”话刚说完，柳琪的表情便显得有些不太对劲，他认真盯着秦毅手里的刀，道：“我怎么感觉这把刀像极了范奇想要的那把？”秦毅淡淡一笑，道：“柳师兄好眼力之，正是那把赤血刀，现在属于我了。”柳琪嘴角一抽，秦毅进入刀山，直接就拿到了第1层最好的，关键是这把刀可是个烫手山芋啊！柳琪不由得看向远处的范奇，便看到范奇带着一群人气势汹汹地朝着他们大步而来。柳琪脸色巨变，
范琪带着人来到了秦毅的面前，他的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秦毅手里的赤血刀。他深吸了一口气，道：“赤血刀对我有大用，希望你能够将此刀给我，我也不会亏待你。我可以拿出500颗原石买下这把刀。”秦毅神色冰冷不卖。范琪强忍着心中怒意，道：“再加3瓶1阶极品的丹药。”秦毅提着刀直接就走。范琪眉头蹙起，一挥手，他身边的人直接散开，将秦毅还有柳琪包围。柳琪脸色无比难看，大喝：“范琪，你想干什么？”范琪冷哼道：“柳琪，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接着他继续盯着秦毅，双眼中寒芒涌动，尤其他的妖兽左眼弥漫出无比暴力之意。“我再说最后一次，我出500颗原石，3瓶1阶极品丹药，买下这把刀。在玄天宗外门得罪我没有好处，你现在最好想清楚。”秦毅脸上毫无惧意，冷笑着说道：“端木长老亲口确认此刀归我，还赐我刀法，怎么，你想强抢？”说完，秦毅举起了手中赤血刀，然后往前走去。拦在他面前的范琪一咬牙，只能选择侧身让开。这个时候，端木长风或许就在刀山内，看着这一幕，范琪就算再嚣张，也不敢真的动手，只能眼睁睁看着秦毅的背影离去。范琪咬牙切齿，喉咙间发出低吼声：“我保证，你一定会跪在我面前，哭着求我收下赤血刀。”秦毅与柳琪离开了刀山，柳琪的脸上一直挂着担忧之色，道：“秦师弟，范琪这个人心胸狭隘，你可要当心了。”秦毅神色平静，道：“柳师兄放心，我会防备的。他与范琪之仇可没有这么简单，若有合适的时机，他一旦出刀，绝对不会客气。”柳琪叹息一声，想了想，然后说道：“我实话告诉你吧，范琪的背后是咱们玄天宗的副宗主的儿子，那人叫做周成器。周成器不仅背景很大，其本身的天赋也极高，如今也就20岁的年纪，已达到了归一境高阶的修为，拥有着主峰核心弟子的身份。正是因为有周成器给范琪撑腰，范琪在外门才肆无忌惮，横行霸道。”秦毅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道：“柳师兄，我在刀山得到端木长老赏赐了赤心刀法，但需要到传功堂去领取刀法传承，还得麻烦你再带个路。”虽然玄阶上品的赤心刀法对秦毅来说并不算什么，可既然端木长风给了，那就顺便修炼一番。赤血刀、赤心刀法跟端木长风存在一段因果，这一份因果若是利用好了，说不定会有不小的好处，能让他在玄天宗更加顺利的修行。柳琪闻了一声：“行，我这就带你去。”柳琪带着秦毅朝玄天宗的传功堂走去。秦毅问道：“柳师兄对端木长老了解多少？”柳琪道：“端木长老在咱们玄天宗辈分极高，是宗主的师叔，而且端木长老曾经拥有着极为强大的实力，说是我们玄天宗最强者也不为过。可是在10年前，玄天宗遇劫，有魔道狂徒欲要覆灭玄天宗，玄天宗危在旦夕，关键时刻是端木长老挺身而出，动用秘法杀招，逼退强敌，保住了玄天宗。可端木长老也因此而遭秘法反噬，伤了根基，实力不断下跌。这些年来，端木长老就一直待在刀山，很少露面，也再不过问玄天宗的任何事情。”秦毅冷了一声，道：“那端木长老与我手中这把赤血刀可有什么渊源？”柳琪摇头道：“这我就不太清楚了。”秦毅目光闪烁，没有再问下去。片刻后，两人来到了玄天宗的传功堂。秦毅取出端木长风给的令牌，传功堂长老验证了令牌的真伪后，就直接收了令牌，然后让人将赤心刀法取来交给秦毅。“这赤心刀法修行不易，你先回去好好琢磨琢磨。5天后会有一名擅长赤心刀法的执事在传功堂这边指点外门弟子修炼，你到时候记得来一趟。若能得到那位执事的指点，胜过你无数时间的独自苦修。另外，你可要记住，玄天宗地功法武学绝对不可擅自外传，否则严惩不贷。”秦毅拱了拱手道：“多谢长老提醒，弟子明白了。”传功长老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可以走了。秦毅与柳琪同时朝传功长老行了一礼，然后离去。回到秦毅住处，秦毅邀请柳琪进入院子，两人坐着聊了一会。柳琪又对秦毅介绍了许多在玄天宗外门生活修行的事情。玄天宗对外门弟子的管束其实非常宽松，比如外门弟子的修炼以及做任务等等事情都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修炼是自己的事，全靠自觉。想要提升就自己去领取任务，赚积分，兑换各种类型的资源。想要混日子也随便你，反正混日子没有积分，便无法从玄天宗得到任何资源。每年玄天宗都会举办外门弟子大考核，每次外门弟子大考核的前10名都会得到不菲的奖励，而且还能晋升为内门弟子。如果无法通过考核，那就直接滚蛋。所以即便玄天宗对外门弟子的管束很宽松，但绝大多数外门弟子都不敢松懈，拼了命的修炼，做任务，变强。武道修行其实就是一个字：争。武道必争，争名声，争地位，争资源，争实力，争性命。秦师弟，今年的外门弟子大考核还有20天左右就要开始了，按照玄天宗的规则，加入玄天宗外门不满3个月可以不参加考核，所以秦师弟倒是不用担心考核这事。秦师弟再等1年，
参加明年的考核，说不定有机会角逐前10。凭借着考核前10晋升为内门弟子，跟用正常的途径去晋升内门弟子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考核前10晋升内门弟子，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注，自然就可能获得更多的机会。而且考核前10的奖励也很诱人，所以在玄天宗外门，有些外门弟子其实已经可以去晋升内门弟子了，但他们就是在拖时间，想要利用外门大考核来晋升内门弟子。比如那范琪，当然我也一样，都在等这个机会去晋升。秦毅淡淡一笑，没有接这个话题。他不会等明年的外门大考核，今年的外门大考核就是他成为玄天宗内门弟子的时机。只有成为了玄天宗的内门弟子，才能有机会去获取更多的修行资源，包括先天之气。柳七在秦毅的住处聊了片刻，然后就起身告辞离去。柳七离开后，秦毅关上了院门，然后取出赤心刀法的秘籍，看了一遍后，他便在院子里直接拔刀，将赤心刀法的招式施展出来，完全不像是刚接触这门刀法，就仿佛修炼这套刀法已经多年，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宛若羚羊挂角，浑然天成，无迹可寻。倏然之间，秦毅一刀横扫而出，赤色刀光猛地收缩，紧接着又剧烈迸发开来，如若洪流倾泻，朝着四面八方蔓延而去。赤心刀法终极大招，赤地千里。这一片赤色刀光蕴含强大的破坏力，顷刻之间，院子内的石桌石椅与小凉亭全部化作了齑粉，院墙也直接布满了裂痕，包括房间看上去都好似摇摇欲坠。这还是秦毅及时收回了这一招大部分的力量，如若不然，这院子都要被赤色刀光给彻底毁了。这个住处100点积分1个月，柳菲菲已经帮他支付了1个月的积分，但如果被毁了，秦毅的赔，他可没有积分，一点都没有。现在这情况，若是被人发现了，也得赔积分，秦毅可没有积分，一点都没。还好外边看不到什么，暂时先将就着继续住。接着，秦毅便进入了四处进封的房间，取出剩下的原石，运功修炼。玄天宗主峰，外门弟子范琪站在一名气宇轩昂的年轻人面前。此时的范琪显得极为卑微，低着头，弯着腰，因为在他面前之人乃是核心弟子，同时还是副宗主之子周成器。周师兄显然是因为叶师姐去了大秦皇朝，将秦毅救下，秦毅才能侥幸活下来。现在叶师姐将秦毅带到了玄天宗外门，而叶师姐又晋升为下品火焰道体，成为了玄灵峰真传弟子，我就怕随意对秦毅动手，会引起叶师姐的怒火。周成器冷哼一声道：无需担心，倾城乃是天之娇女，那秦毅不过是泥潭里的蝼蚁，他们注定走不到一起，宗门高层也不会允许倾城这样的玄天宗未来之柱与秦毅那种废物在一起。这次倾城直接被安排进入秘境修炼，一是宗门高层对他重视，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宗门高层不想让倾城与秦毅再有过多的接触。整个玄天宗内只有我才配得上倾城，秦毅那边你放手去办就行，不能让他在玄天宗站稳脚跟，让他滚出玄天宗，若有机会让他死了也无妨。他越早从倾城的视线中淡去，我才能越快捕获倾城的芳心。你若将这事办好了，我自然不会亏待你，出了什么事也有我帮你兜着。范琪听周成器这么说，还得到了周成器的承诺，顿时心里的大石头落地。他左边那只妖兽眼睛中闪过一抹阴冷的寒芒，道：周师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您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秦毅待在住处修炼，4天后修为境界突破到元刚境7重，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他的原石用完了。虽然没有额外的修炼资源，以鸿蒙仙经这门功法修炼进展也不会比玄天宗任何人慢，可对秦毅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而且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如今已达到了元刚境7重，距离元丹境不远了。凝结元丹可不是一件小事，而且每个人凝结的元丹都是有区别的。元丹的品质分为金丹、银丹、白丹3个大层次，每个大层次又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在玄天宗，绝大多数的人凝结的都是白色元丹，拥有极品白色元丹的人都已经属于优秀的了。叶倾城当初凭借着上品火焰灵体凝聚出的是中品银色元丹，秦毅的目标自然是金色元丹，而且还必须是极品金丹。他修炼鸿蒙仙经，再开窍境与通脉境，以15窍还有12脉，已然奠定了无比雄浑的根基。按部就班修炼下去，凝聚出上品金丹基本没有难度可言。但想要凝聚极品金丹，多多少少得做一些准备，使用一些比较好的修炼资源。资源是任何一个武道修行之人都绕不开的因素。秦毅的思绪转动，想要获取修炼资源，还得靠自己，不可能一直依赖叶倾城或者柳菲菲的赠予。在玄天宗，所有弟子都需要使用积分去兑换修炼资源，可积分的来源通常都是去做任务，但秦毅暂时没打算外出做任务。外门弟子能领取的任务都比较简单，而且积分奖励不多，还耽误时间，说不定领取一个任务出去一趟再回来就是10天半个月了，甚至更久。而外门弟子大考核的日子也快到了，秦毅可不想错过外门大考核。有了！忽然秦毅脑海中灵光一闪，他的嘴角上扬，划过一抹笑容。明日传功堂那边
有一个擅长赤心刀法的执事会公开指点外门弟子修炼。传功堂长老还特地提醒过秦毅，要记得去请教赤心刀法。秦毅当时并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毕竟他不需要。可现在却能通过此事去赚积分，因为柳琪与秦毅离开传功堂后，两人交谈时，柳琪提过一件事：每一个玄天宗的强者指点外门弟子修炼时，为了节省精力，都会挑一个外门弟子协助。这种协助是有积分奖励的，一天最少也有100点积分。而外门弟子能够领取的任务，绝大多数都不会超过100点积分。看来明天要再去传功堂走一趟了。从传功堂那边赚积分，秦毅很有把握，哪怕他只是练了一遍赤心刀法，但也绝对比任何一个外门弟子的熟练度更高。就算明日负责指点赤心刀法的玄天宗执事，对于赤心刀法的理解也肯定比不上他。秦毅忍受着没有修炼资源的煎熬，又修炼了一天。次日一大清早，秦毅便离开了住处，直奔玄天宗的传功堂。很快他便来到了传授赤心刀法的一处演武场。演武场中聚集了不少外门弟子，这些人都是修炼过赤心刀法的。能修炼赤心刀法的外门弟子，要么是本身实力出众，要么就是有一些身份背景。毕竟赤心刀法作为玄阶上品的传承，不是什么外门弟子都有资格修炼的。这些修炼了赤心刀法的外门弟子中，还包括所谓的外门第一人妖眼范奇。范奇盯着秦毅，目光冰冷。他自从得到了周成器的指使与承诺后，这几天其实一直在找机会，想要对秦毅下狠手。可让他郁闷的是，秦毅每天都待在住处，范奇憋了一肚子坏水，愣是没有施展的空间。因为在玄天宗外门，擅闯他人住处闹事，他可就不占理了。就算周成器帮他撑腰，但他要把这件事办好，就得尽量在规则内去做。跳出规则之外，那他承担的风险就太大了。除非是离开了玄天宗，不用担心被人发现，那便可以随意为之。他果然来了，这小子是谁？有什么特殊的吗？的确比较特殊，被叶师姐带到外门的那个家伙，5天前在刀山之中拔出了赤血刀，然后端木长老将赤心刀法赏赐给他。原来他就是秦毅啊！我听人说过，他长得非常英俊，此话倒没有夸大其词。我感觉今天有热闹看了。范奇对赤血刀可是念念不忘。据说秦毅将赤血刀从刀山中带出来时，范奇还想强买强卖，结果他完全不给面子拒绝了。周围响起一阵议论声，秦毅神色淡然，仿佛跟他没有关系一样，但那范奇却咬牙切齿。就在这时，一名中年男子飞身而来，落在了演武场最中间的位置。此人身形魁梧，面容方正，表情显得非常严肃。顿时在场的所有外门弟子都立刻拱手行礼，拜见方执事。这位就是擅长赤心刀法的玄天宗执事，名为方寸，乃是一个阴阳境修为的强者，也是玄天宗出了名的铁面无私之人。方寸的目光从在场每一个人身上扫过，他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道：此次我会连续3天在这里指点你们修炼赤心刀法，我需要一个帮手，协助我指点大家修炼。这个帮手的修为境界不一定是你们当中最高的，但一定得是你们当中最了解赤心刀法的。我会根据这个人的具体情况，奖励一定数量的积分，一天最少150点，最高的话我可以给到500点积分一天。当然这得看能不能达到我的要求。接下来如果有信心，觉得能够成为我的帮手的人，可以自己站出来让我看看。此话一出，在场许多人都表情兴奋。方寸执事给的积分很高，最少都是150点，最高甚至可能达到500点。这要是能被方寸看上，哪怕只是最少150点积分一天，3天下来也是450点积分了。外门弟子想要得到450点积分，差不多得做5个最难的任务。抛开任务的难度不说，光是时间就得2-3个月不停歇才行。许多处于中等层次的外门弟子，甚至1年下来也就只能勉强获得400-500点的积分。秦毅心中暗道，这传功堂今日是来对了。不等秦毅自告奋勇，那妖眼范奇便第一个站了出来。他朝着方寸拱了拱手，道：启禀方执事，我乃元丹境2重修为，而且刻苦修炼赤心刀法已有半年时间，现在对赤心刀法的熟练度达到了小成之境。武学的熟练度分为入门、小成、大成、圆满，总共4个层次。熟练度越高，就能更好地发挥出术法招式的威力。听到范奇说出已将赤心刀法修炼到了小成之境，周围的人顿时面露惊讶之色。原本心中还有点想法的人，都立刻打消了想法。这一笔积分只能给范奇赚了。方寸看着范奇点了点头，道：元丹境2重修为，花了半年时间就能依靠自己摸索将赤心刀法修炼到小成，你的天赋倒是不错。听到方寸的夸赞，范奇心花怒放，道：还请方执事放心，我一定会将您安排的事办好。方寸道：那就施展你的赤心刀法，让我看看吧。范奇目光一闪，道：方执事，不如找个人与我对练几招，如何？方寸点头。范奇直接看向人群中的秦毅，道：秦师弟，你能在刀山之中让赤血刀自动认主，甚至还让端木长老赐你赤心刀法，我想你的天赋一定极高，就是不知你有没有勇气在方执事面前使用赤心刀法与我过几招。就算范奇不说，秦毅也要争取这个机会。故此秦毅嘴角上扬，淡淡道：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开开眼界。此话一出，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有些古怪。这秦毅好大的口气！秦毅的话使得在场众人都面露愕然之色，在他们看来，这实在是太狂妄了。范琪可是外门弟子中的第一人，元丹境2重修为，拥有一只妖眼，还将赤心刀法修炼到了小成之境。秦毅就算得到了赤血刀，被端木长老赏赐赤心刀法，但才几天时间而已。他要跟范琪用赤心刀法交手，他竟然敢说让范琪开开眼界，这是有多不知天高地厚？大家都知道，范琪故意挑秦毅来过招，这是因为几天前秦毅拒绝了范琪强买他手中赤血刀，范琪要趁机出一口气，正常人躲都来不及呢。秦毅倒好，还赶着迎向范琪的刀，好，不愧是能得到赤血刀自动认主的人，也不愧是能让端木长老赏赐刀法的人，这份勇气与自信当真让人刮目相看。我真的很期待你到底有多少本事。范琪怒极反笑，瞬间拔出了一把2阶下品的长刀，刀光闪烁，弥漫着冰冷的气息。玄天宗的执事方寸目光微闪，然后说道：范琪，既然是用赤心刀法比拼，那你稍微收一收力量，不然在你的力量压制下，秦毅就算有再精妙的刀法也难以发挥出来。范琪点头道：是。对此他并不在意，就算稍微收一收力量，他也不把秦毅当成一回事。他收了一部分力量，但对力量的理解与运用却是始终存在的一个优势，更何况他那小成境界的赤心刀法才是最重要的。赤心刀法作为玄阶上品的传承，修炼难度很大，秦毅才得到刀法几天时间而已，能摸到入门的门槛都算他了不起了。方寸又看向秦毅道：你是元刚境7重，作为阴阳境修为的强者，方寸很轻易就感应出了秦毅的实力。秦毅点头道：正是。方寸说道：已拥有2阶极品的赤血刀，这是你的优势，所以我将范琪的修为境界压制到元刚境10重，如此一来，范琪在力量层面上占一定优势，你在兵器上占一定的优势，也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公平了。没意见吧？秦毅道：我没意见。方寸又看向范琪，范琪道：方只是考虑得很周到。方寸闻了一声，顿时屈指一弹，一缕力量没入了范琪的体内，这一缕力量直接封住了范琪的元丹。接下来范琪无法爆发元丹的威能，最多也就只能发挥出元刚境10重的修为。可以开始了。方寸说道。范琪已经等不及了，刀锋扬起，嘴角上扬，划过冰冷不屑的弧度道：秦师弟，虽然方执事封住了我的元丹之力，但你也还是要小心，毕竟刀锋无眼，难免会有一些意外受伤的情况。秦毅冷笑道：刀锋无眼，人也没有眼睛吗？实在抱歉，差点忘了，你那是狗眼。顿时范琪的身上鼓起一条条青筋，他的左眼是妖兽的眼睛，而且的确是狗妖的眼睛，但范琪最忌讳别人说他的是狗眼。秦毅，废话少说，看招！范琪怒吼，猛然冲出，即便只能发挥出元刚境10重修为的力量，但范琪所爆发出的威势也不容小觑，毕竟经验摆在那里。刹那间，范琪便已经冲到秦毅面前，手中抓住的长刀覆盖了狂暴的力量，一招斩下。赤心刀法第一招，劈山断岳，刀势迅捷。秦毅神色漠然，手中的赤血刀随意斜掠而起，看似轻飘飘的刀锋，在触及范琪劈落下的刀光之际，范琪的刀光就好似溃烂的水坝那般轰然崩碎。范琪的脸色微微一变，立刻一个闪身，避开秦毅那掠起的刀锋，随之使出赤心刀法第2招，分江断海，一刀横扫而出，刀光浩荡猛烈。秦毅依旧一脸平静之色，不闪不避，任凭那刀光席卷而来。眼看着刀光就要将他的身体淹没之际，他手中的赤血刀猛地一脚，这一片刀光便又随之破碎。范琪的脸色一变再变，他口中发出冷喝，赤心刀法的一招一式连贯使出，招招狂暴。果然是小成级别的赤心刀法，一招一式的衔接转化，随心所欲。如果范师兄没有压制境界，估计一招就让秦毅趴在地上如同死狗了。当然，即便压制了境界，也一样能镇压秦毅。很明显，秦毅连反击的能力都没有，只能不断的防御，这就是差距。2阶极品的赤血刀在他的手里简直就是明珠蒙尘，暴殄天物。周围许多跟随范琪的人都在为范琪展现出来的赤心刀法的招式拍手叫好，顺便打压贬低秦毅。还有一些中立的家伙则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暗暗摇了摇头。即便这种方式的比拼，秦毅也依旧不可能斗得过范琪。唯独玄天宗的执事方寸眼中的光芒越来越明亮，脸上表情越来越期待，甚至有一种兴奋的感觉。秦毅看似没有反击，但秦毅面对范琪每一次进攻都能精准抓住范琪招式中的破绽，而后轻松破解。这意味着秦毅对赤心刀法的理解已经达到了极为高深的境地。范琪一次次进攻显得威风凛凛，然而却连秦毅的一片衣角都触碰不到，使得范琪的表情越来越难看。忽然范琪猛地后撤，拉开了与秦毅的距离，大喝：秦毅，你这算什么？方执事明明说了让我们用赤心刀法交手，你却一直在用别的招式。周围支持范琪的人也纷纷开口：秦毅，你莫非压根还不会赤心刀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别在这里哗众取宠，浪费我们的时间了。连赤心刀法的一招半式都使不出来，
你根本不配站在范师兄的面前。范琪冷哼一声，看向方寸，道：方执事，如果他还要这样，我看就没必要进行下去了。范琪不是不想继续，可他压制了修为，竟然完全奈何不了秦毅。本想着给秦毅一个教训，让秦毅吃个大亏，结果连秦毅的衣角都碰不到，那还不如先确定这个能够赚取不少积分的名额再说。可谁知方寸却摇了摇头，道：你的赤心刀法不如秦毅，秦毅能完美的破解你的招式，已经足以说明很多东西了。协助我接下来3天在此指点外门弟子修炼赤心刀法的人，非秦毅莫属。此话一出，范琪顿时就愣住了。那些支持范琪的人全都表情僵硬，包括那些中立派的人，一个个都一脸古怪神色。我不服，方执事，他明明没用出赤心刀法的一招半式，他不配去指点其他人修炼赤心刀法。如果让他协助您指点大家修炼赤心刀法，他只会越帮越忙，甚至是误导大家。方寸的眉头蹙起，面露一丝怒意。可秦毅却在此时开口了，道：方执事，既然他不服，那我就让他心服口服。接着秦毅看向范琪，道：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了。刚才他只是为了给方寸看到他对赤心刀法的理解，争取方寸能给更多的积分，现在效果已经达到了，接下来就是最终的盖棺定论。再次听到秦毅嘴里说出狗眼2个字，范琪表情狰狞，大吼：你若再用别的招式，那就算你输。秦毅冷笑，猛然1步踏出，身形朝着范琪击射而去，一刀横扫，刀鞘迸发，赤色刀光倾泻而出，赤心刀法终极大招赤地千里，威势无匹。刹那间，范琪惨叫一声，他的身体就被赤色刀光掀飞了出去，然后重重地砸落在地，大口吐血。秦毅身形掠去，站在了全身是血的范琪身边，刀锋直指范琪的咽喉，淡淡道：服不服？全场一阵死寂。刚才还有人质疑秦毅，认为秦毅连赤心刀法的一招半式都使不出来，结果秦毅真正的出招后，出手就是赤心刀法的终极大招赤地千里。赤地千里，他竟然连赤地千里都能施展出来了，这起码也得将赤心刀法修炼到大成之境，才能勉强使用的招式。刚刚秦毅使用这一招赤地千里，完全没有什么蓄势的准备，这有可能不只是将赤心刀法修炼到了大成，说不定是圆满。他才得到赤心刀法几天的时间。在极度的震撼过后，周围的人群中发出一道道惊叹声。躺在地上全身是血，被秦毅用刀锋指着咽喉的范琪完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他教训秦毅不成，反被秦毅收拾了一顿，而且还败得如此凄惨。一直以来在外门作威作福的范琪，何曾受过这般屈辱？颜面尽失的范琪最终一口气无法平顺，又狂喷了一大口血，然后整个人直接晕死了过去。秦毅收刀入鞘，看向方寸，拱了拱手。方寸也同样面露震惊之色，道：你这一招赤地千里使用的非常好，即便是我也只能找出一点瑕疵，意味着你对赤心刀法的掌握只差一点就能达到圆满了。这是秦毅故意为之，稍微露出了一丝破绽，不然他的赤心刀法若是完美无缺，那方寸还怎么教他？总得给方寸一点成就感，让方寸参与进来，推动他往前再走一步。到时候他的赤心刀法达到了圆满境地，也有方寸的心血在其中。如此一来，他与玄天宗之士方寸便多了一份交集。修行不只是打打杀杀，还有人情世故。周围的人听到方寸对秦毅的赤心刀法做出点评，心中的波澜更加汹涌。之前他们只是猜测，现在已经得到了方寸的确定，秦毅真的在短短时间内就将赤心刀法修炼到了接近圆满的高度，实在让人匪夷所思。秦毅朝着方寸行礼，道：弟子苦思冥想，诸般尝试，想要将赤心刀法修炼到圆满，可惜不得门路，接下来还得请方执事指点迷津。方寸发出爽朗大笑，道：放心就是，我这3天都在这里，就算这3天无法帮你将赤心刀法修炼到圆满境地，以后你也可以随时去找我请教刀法上的问题。哈哈，能指点你这样的刀法天才修炼，这何尝不是我的荣幸？周围的人顿时无比羡慕秦毅。方寸刚才竟然说秦毅以后可以随时去向他请教刀法，这个待遇别说外门弟子了，就算是内门弟子也会羡慕的眼红。方寸的心情显然非常好，他继续笑着说道：既然你的赤心刀法达到了接近圆满的层次，那你这3天协助我指点其他人修炼赤心刀法，我给你按最高标准来算，500点积分一天。周围的人更羡慕了，500点积分一天，总共3天时间，秦毅马上就能获得1500点积分。就算外门中实力最顶尖的那一批弟子，一年到头都在外边做任务，也攒不到这么多的积分。秦毅拱手行了一礼，多谢方执事。方寸笑道：以你的能力，这3天可以帮我很大的忙，所以这些积分都是你应得的，不必谢我。话是这么说，但实际上给多给少都是方寸说了算，他就算只给最少的档次，也没人能说他什么。玄天宗高层安排方寸来这里指点外门弟子修行，玄天宗会给方寸一笔积分，但这种事积分并不多，所以很多有点实力的人都不愿意来做这种辛苦活。根据前些时日柳七所说，方寸大概也就能得到2、3千点的积分。这一下，方寸起码将一半都给了秦毅，
也足以证明方寸对秦毅的欣赏与重视。接下来，方寸让人将重伤昏迷的范琪抬走，然后便开始了针对这群外门弟子的赤心刀法进行指点。有着将赤心刀法修炼到接近圆满程度的秦毅协助，方寸的确省心省事，而且方寸还重点指点了秦毅如何将赤心刀法修炼到圆满。3天时间很快便过去，方寸来传功堂这边针对外门弟子修炼赤心刀法的教学结束，秦毅获得了1500点积分。除此之外，他也顺便在方寸面前展现出了圆满层次的赤心刀法。看到秦毅的进步，方寸尤为满意，他同样很有成就感。秦毅，你能将赤心刀法这么快就修炼到圆满，虽然这把赤血刀发挥了重要的用处，但不可否认，你的刀法天赋也是非常顶级的。我很期待你成为内门弟子，等你成为了内门弟子，可要继续来找我。我属于玄灵峰，我想你成为内门弟子后，最想去的也是玄灵峰吧？秦毅点头，一旦成为内门弟子，他肯定要选择玄灵峰，因为叶倾城就属于玄灵峰。方寸笑道，另外，我在内门带领一个修行小队，我那个修行小队给你留一个名额，如何？秦毅脸上流露出一抹感激之色，道，只要方执事不嫌弃，我自然是愿意的。方寸大笑道，嫌弃？怎么可能嫌弃？你这样的天才，到时候一群人抢着要，你加入我的修行小队，那可是我捡到宝了，哈哈哈。说完，方寸拍了拍秦毅的肩膀，道，小家伙，好好努力吧，我相信你的未来一定大有作为，我还有点其他事赶着要去处理，就先走了。秦毅再次朝着方寸拱了拱手，方寸身形一闪，就此飞掠而去。片刻后，方寸回到了玄灵峰，忽然一道身影闪过，玄灵峰的峰主凌韵出现在了方寸的面前。方寸立刻拱手一拜，见过峰主。凌韵闻了一声，点头道，我听说你这几天一直跟秦毅接触。方寸自然知道凌韵在想什么，他回应道，的确，这3天我都在观察秦毅，这小子不论是心性还是天赋，在年轻人中都绝对属于顶级的，是一个可造之才，未来能走到什么高度，谁也说不准，但他值得培养。峰主，我倒是觉得您没必要担心那么多，毕竟年轻人的事。不等方寸继续说下去，凌韵冷着脸道，你对他的评价倒是很高，但不用你来教我怎么做，我不会改变主意。倾城的潜力无穷，我不会让倾城被这种事情牵绊住。方寸一脸无奈，峰主，可如果你要打压秦毅的话，这是不是对秦毅太不公平了？若倾城知道了，恐怕也会对你心生怨恨。凌韵盯着方寸，方寸全身有些不自在。凌韵道，我说了要打压秦毅吗？在你看来，我就是这种人，我不希望他们在一起，但我不会用任何卑劣的手段。秦毅他能走到多高，那是他的本事，只要他不违反规矩，在我眼里，他跟玄天宗任何一个人都没区别。我要做的是让倾城走到更高的位置，看到更加辽阔的天地，到时候不需要我再做什么，他也会明白秦毅与他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方寸忽然问道，那如果秦毅也能走到与倾城一样的高度呢？凌韵道，可能吗？倾城可是下品火焰道体。方寸道，或许有可能。凌韵沉默了片刻，道，如果他也能达到与倾城一样的高度，他们要在一起，你觉得我拦得住吗？我有资格拦吗？另外一边，秦毅来到了玄天宗外门的资源兑换堂，直接将1500点积分兑换了30颗2阶中品的丹药。有这30颗2阶中品的丹药，在外门大考核到来之前，突破到元刚境10重应该问题不大。秦毅带着丹药回到住处，然后便开始了新一轮的闭关修炼。不知不觉，半个月时间一晃而过，30颗2阶中品的丹药全部被秦毅炼化，他的修为境界如愿以偿的突破到了元刚境10重。秦毅结束了鸿蒙仙晶的运转，睁开双眼，自语道，如果现在就凝结元丹的话，上品金丹肯定没问题，但想要凝聚极品金丹，仍然差了一些底蕴，看来还是得自己动手炼制筑基丹了。筑基丹是武道修行界中常用于辅助武者凝聚元丹的一种丹药，在玄天宗一颗筑基丹需要2000点积分，但说实话，那种筑基丹对秦毅没什么用，毕竟他的目标是凝聚极品金丹，玄天宗的筑基丹满足不了他的需求。他决定自己动手炼制出最完美的筑基丹。为了将修行之路上每一个境界节点都打下最扎实的根基，秦毅现在只能先不去突破，反正元刚境10重修为应付即将到来的玄天宗外门大考核已然是绰绰有余。如果想要炼制最完美的筑基丹，我需要一份不错的灵火，以及一大笔积分去兑换炼丹的灵药，也只能等我成为内门弟子才方便去获取这些资源。秦毅自语几句，然后便离开了住处，直接去找柳琪。他来到柳琪的住处，柳琪跟人合住，3人的院子，每个人每个月只需要支付30点积分，这才是玄天宗外门弟子的正常状态。就算柳琪这种有信心去争夺外门大考核前10的人，都没法住单人小院，毕竟单人小院一个月就得100点积分，也就内门弟子柳菲菲财大气粗，帮秦毅订了1个月的单人小院。不得不说，这也给秦毅提供了许多方便。如果与人合住，哪可能安安静静的修炼，必有许多烦扰。秦师弟，柳琪见到秦毅，脸上带着笑容，道：“我昨天就去找你了，
可你的院门外挂着勿扰2个字。秦毅道：柳师兄昨日去找我，可是有事？柳琦道：明天就是外门大考核了，我昨天就是想去问问你有没有打算参加，毕竟你加入外门不够3个月，参不参加都可以。秦毅淡淡一笑，好，我今日来也是为了外门大考核的事，我打算参加，不管名次高低，就当去试一试，体验一番。但我对外门大考核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便来找柳师兄了解一下情况。听到秦毅说想要去体验一番，柳琦倒也没有多想，于是为秦毅详细介绍起外门大考核的细节。半个时辰过去，柳琦将他所知道的都告诉了秦毅。秦毅与柳琦约定明日一同前去，然后秦毅便告辞离去，回到了住处。秦毅的脑海中回想着柳琦所说的情况，外门大考核共有3关，第1关是心性意志的考验，第2关与第3关则是都跟实战有关，但具体的考核方式有很多种，目前没人知道会采用哪一种，只有等考核开始后才会公布。而且每年的外门大考核都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伤亡，既然2关都是实战，不管用什么考核方式都是要打起来的。我的进攻手段已经足够了，有赤心刀法、血浪刀法、天地一刀斩，速度方面有牵引步，还有天罡之力御空飞行，兵器则是2阶极品的赤血刀，还有2阶下品的灵镜，唯独防御方面有所欠缺，现在去弄防御性的灵器显然来不及，我也没有那么多积分兑换，那就暂时修炼一门防御性武学。秦毅很快就做出了抉择，他从记忆中挑选了一门玄阶上品的防御武学，名为磐石身。此法若是修成，肉身可如磐石般坚硬。修炼防御性武学的难度比修炼身法以及攻击手段难度更大，尤其对于秦毅来说，身法与进攻手段他都是可以直接使用，但防御性武学基本都涉及到了淬体，就算秦毅有上一世的经验记忆，也绕不开淬体的过程。好在秦毅之前为了打开15窍，用鸿蒙鼎将蛟龙尸身升级为神龙尸身，然后将体魄强化了一次，他的气血雄浑，肉身强横，目前修炼磐石身是够的，只需要再稍微打磨便可。很快秦毅便盘膝而坐，运转磐石身功法，体内气血涌动，快速淬炼皮肉筋骨、五脏六腑。另外一边，伤养好了，玄天宗主峰核心弟子周成器来到了外门弟子范琪居住的院子。范琪无比卑微地站在周成器面前，弯腰低头道：多亏了周师兄让人送来的丹药，我这才能赶在外门大考核之前恢复过来，甚至再次突破，达到了元丹境3重修为。周成器冷哼一声道：范琪，你让我很失望。范琪瞬间跪在了地上道：周师兄，那是一个意外，我当时压制了修为，而那秦毅又在赤血刀的加持下施展出赤心刀法，那一招赤地千里。周成器盯着跪在地上的范琪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你马上就要通过大考核晋升内门弟子了，可我让你在外门办的事，你竟然没有一点进展，除了跟秦毅比拼赤心刀法惨败，你就什么都没做了，你是不是根本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范琪神色慌乱解释道：周师兄，我不是不想找机会，可那秦毅就跟一只缩头乌龟一样，他一直待在住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如果我强闯，那就犯了大忌，容易被玄天宗的规则惩治。周成器冷哼一声道：没有机会就去创造机会。说完，周成器随手一甩，将一只玉瓶丢到了范琪面前的地上。这玉瓶内封印着一缕能使笑月青狼发狂的气息，3个时辰后会有一头1阶下品的笑月妖狼从关押妖兽的地方溜出来，逃到外门弟子生活居住的区域。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做了？范琪立刻捧着地上的玉瓶道：周师兄放心，我明白了。当笑月青狼出现在外门弟子生活居住的区域，这一缕气息在秦毅的住处释放，届时笑月青狼被吸引过去，笑月青狼发狂，以那秦毅的实力，必然会死在笑月青狼的獠牙利爪之下。这一招借刀杀人之计实在是妙，周师兄的谋略果然高明。秦毅住处随着气血汹涌运转，秦毅的皮肤表面浮现着一层层宛若石皮的纹理，他的身上弥漫着一股厚重坚硬的气息。以我当前的气血根基，只能将磐石身修炼到大成，还差一点，哪怕是用最普通的妖兽之血淬体，磐石身也能达到圆满。秦毅轻叹一声，也只能先这样了，大成级别的磐石身也拥有不弱的防御，没办法，手里头没有多余的修炼资源了。就在这时，秦毅忽然听到一道巨大凄厉的狼嚎声响起，他目光一闪，立刻走出房间，然后便看到一头青色巨狼在外门弟子生活居住的区域上空狂奔。这一幕引发了骚乱，是一阶下品的妖兽。秦毅的心中马上就有了判断，妖兽就跟人族的元丹境武者情况相似，凝聚了元丹的武者才能算是在武道修行之路上登堂入室，而妖兽则是在体内凝聚了妖核，只有凝聚了妖核才能称之为妖兽。下一刻，秦毅的眉头蹙起，自语道：奔着我来的，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而已。这一头青色巨狼就已经来到了秦毅的院子上方，然后俯冲而下。一阶下品的笑月青狼从半空中俯冲而下，闪烁着幽绿光芒的眼睛中迸发出无比凶厉之意，狼嘴张开，獠牙尖锐似金刚打磨而成，还没有扑下来，就已经有一道如同弯月般的青色锋刃从其口中喷吐而出。这弯月般的锋刃
旋转劈斩，速度极快，爆发出尖锐刺耳的破空声。秦毅站在院中，目光冰冷，这绝对不可能是巧合。一头妖兽忽然失控，跑到外门弟子生活修行的地方，然后直接攻击他这里，问题太明显了。但不得不说的是，这一招借刀杀人之计非常管用。人死了，那是妖兽发狂杀的，真要追究，顶多也就是那些看管妖兽的人遭受一些不痛不痒的惩罚，因为妖兽的看押、饲养、驯化等等事情都是内门那边负责。内门弟子看管的妖兽失控，导致一个外门弟子丢了性命，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事。此刻，远处妖眼范奇看着那扑向秦毅的院子的笑月青狼，他的脸上浮现一抹兴奋之色，然后低吼道：“妖兽发狂，速速随我去镇压妖兽！”他装模作样带着人赶了过去。而这时，那一道旋转劈斩的青色锋刃已经距离秦毅不到3尺，眼看着青色锋刃就要劈在秦毅身上。一阶下品的妖兽施展的天赋杀招，就算一些元丹境2、3重修为的武者，若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匆忙应对，都必然会吃大亏，甚至一个不小心还有丢了性命的危险。可忽然间，秦毅身上猛地照耀出一道灵光，2阶下品的灵境从秦毅的体内飞了出来，迸发而出的灵光轻而易举便抵挡住了那一道凌厉迅猛的青色锋刃。紧接着，灵光笼罩了同样扑到秦毅近处的笑月青狼。禁锢！这一头笑月青狼的身体顿时就好似被钉在了秦毅的身体上方，全身僵直，无法动弹。唰！赤血刀瞬间出鞘，赤色刀光猛然席卷，秦毅一刀斩去，这一头笑月青狼的身体便从头到尾直接被劈成了2半，滚烫的狼血洒落而下。秦毅不闪不避，任凭狼血落在他的身上。刹那间，他便运转盘石身功法，汲取吸收这妖兽狼血中蕴含的能量。几个呼吸的时间而已，原本卡在大成与圆满之间的盘石身瞬间得以突破，盘石身圆满。这一刻，秦毅的身体表面乃至于脏腑骨骼都浮现了一层石头的纹路，整个人的气息变得无比厚重。紧接着，他散去了盘石身。秦毅的院子外，一大群外门弟子已经赶来，范奇带着人直接冲开了紧闭的院门。然而下一刻，范奇便神色一怔，原本以为进来后会看到秦毅的身体都已经被笑月青狼撕碎的画面，然后他再带人镇压失控的笑月青狼。一石二鸟，不仅杀了秦毅，他还能立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功劳。结果秦毅全身虽然都是血，但却还好好的站在那，反倒是笑月青狼变成了2半。范奇嘴角抽搐，这都没弄死秦毅，他盯着了悬在秦毅身体上方的那一面灵镜，很显然就是这玩意保住了秦毅的性命，还让秦毅反杀了一阶下品的笑月青狼。秦毅随手收回了灵镜，塞入怀里，然后看着范奇，他没有说话，只是眼神冰冷，涌动着可怕的寒芒。虽然这事也算是间接成全了他的盘石身修炼，但一码归一码，搞事情的人是想害他性命，哪怕没有什么证据，但也能确定这事是谁干的。被秦毅的目光盯着，范奇终究是有些心虚，目光躲闪道：“没想到秦师弟手里头的宝贝倒是挺多，幸好秦师弟有这么好的宝贝，不然的话，即便我带人第一时间赶来，恐怕也只能帮秦师弟拼凑被撕碎的尸体了。既然没事了，那就都散了吧。”范奇的话说完，便朝着地上那2半的笑月青狼尸体走去，随手拔出了刀，刀尖一挑，一枚拳头般大小的青色晶核便从笑月青狼的尸体中被他的刀尖挑飞。这就是妖核，蕴含妖元力。妖元力乃是妖兽的肉身特性与天地元力结合而成，人族武者不能直接吸收妖元力，但妖核有其他用处，可以布阵，可以炼丹，也可以拿来炼器。一头妖兽身上价值最大的就是妖核。然而范奇正要伸手抓住妖核之际，一股吸扯之力忽然爆发，妖核飞向了秦毅，被秦毅抓在了手里。范奇的眼睛顿时微微眯起，看向秦毅道：“虽然这一头笑月青狼是你杀的，但这妖核可不属于你。”秦毅盯着范奇道：“这笑月青狼的妖核难道属于你？莫非这笑月青狼是你的？”此话一出，范奇脸色骤变，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如果笑月青狼是他的，笑月青狼失控，他可就要为此而负责了。秦毅冷笑道：“既然这笑月青狼不是你的，笑月青狼又是我杀的，那这妖核归我，没有问题吧？”范奇咬牙切齿，沉声道：“这笑月青狼属于内门管，我只是要将妖核送往内门，我们谁也没有资格私吞妖核。”秦毅道：“要交给内门，也是我去交。笑月青狼失控这种事，内门那边绝对没人敢来认领这颗妖核，认领了妖核就要担责，所以妖核在谁手里就是谁的。”就在这时，秦师弟，柳七来了。他从人群中挤了进来，看着满身是血的秦毅，面露担忧之色，道：“没事吧？”秦毅淡淡道：“没有大碍。”柳七闻了一声，然后看向范奇道：“范奇，外门大考核明天就要开始了，我劝你一句，不要在这个节骨眼闹出什么事来。”范奇没有说话，只是冷哼一声，将手中长刀收回刀鞘之中，然后转身离去。“都散了吧。”柳七走到院门口，对外边的人说道，然后将院门一关，他与秦毅进入了房间内。究竟怎么回事？柳七低声问道。秦毅手里抓住了一只破碎的玉瓶，这是柳七驱散众人时
他在院子里发现的。这是什么？柳七好奇地问道。秦毅道：玉瓶中残留一丝气息，这种气息能刺激到笑月青狼，显然是在笑月青狼出现前，有人将这玩意丢到了我的院子里，所以笑月青狼才会直奔我这里来。可恶！柳七怒喝道：既然找到了证据，那我这就带你去玄天宗的执法堂，让执法堂彻查，我就不信他们能做到天衣无缝。秦毅摇了摇头道：柳师兄，明天早上就是外门大考核了，我们如果要去执法堂查这件事，必然会耽误参加外门大考核。先这样吧，等外门大考核结束后再说。柳七，可是现在不查，拖的时间久了就没法查了。秦毅道：外门大考核更重要，不用查也知道谁干的，查下去未必会有结果，所以秦毅选择用自己的办法处理。反正每年的外门大考核都会出现不可避免的伤亡，那这便是一个机会。范琪该死了！柳七见秦毅很坚定，于是也不再劝说，而是提议让秦毅今晚去他那边住，免得对方再出手。秦毅感谢了柳七的好意，但拒绝了。对方刚出手一次失败，不敢马上就来第二次的，否则一天内秦毅这里2次出事，那不是明摆着告诉所有人这有问题吗？待柳七离去之后，天色已暗，过了今晚就要开始外门大考核了。秦毅待在房间中，看着那一颗笑月青狼的妖核，他的思绪飞快转动。第3枚神通种子就用妖核来酝养金身神通。秦毅所说的金身神通全名九转金身，这本是天界一门顶级神功，但修炼难度巨大，修炼时需要承受无法想象的痛苦淬体过程。纵然秦毅上一世修为达到了天界的巅峰，但也仅仅只是将九转金身修炼到了8转的地步。至于第9转，他曾经也多次尝试，但每一次都失败了。倘若他当时能将九转金身修炼到第9转，就算太昊神帝与瑶池神母联手偷袭他，也不可能毁掉他的肉身。九转金身第9转的淬体过程已经超出了天界任何生灵的承受极限，但如果我能用神通种子来酝养，那就可以免去肉身的痛苦了。秦毅逐渐兴奋了起来，他今日修炼磐石身，便是想着要增强防御手段，让自己更全面。磐石身只是玄阶上品的防御武学，只能算是秦毅目前拿来过度使用，以后肯定要修炼其他的淬体之术。但如果能按照现在的设想，酝养出九转金身神通，就可谓是一劳永逸了。以后只需要专注酝养神通就行。而修炼九转金身最好的资源便是妖核，利用妖核中那种狂暴的妖元力来淬炼肉身。现在秦毅用神通种子代替肉身来接受妖元力的淬炼，如果能成，那就能踏入他上一世无法达到的金身第9转之境。下一刻，他立刻施展九转金身功法，然后将手中的笑月青狼的妖核中所蕴含的妖元力提炼出来，注入第3枚神通种子内。源源不断的妖元力涌入秦毅的第3枚神通种子内，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秦毅完全没有感受到一丁点的痛苦。他手中的妖核弥漫的青色光芒逐渐暗淡下去，一个时辰后直接破碎开来，化作了粉末飘散。秦毅这第3枚神通种子吸收了一颗妖核的妖元力后，他继续运转九转金身功法，让妖元力与神通种子形成完美的融合，以及引导这一枚神通种子朝着九转金身的方向去蜕变。一夜时间过去，秦毅的第3枚神通种子表面出现了一缕极为微弱的金光，比发丝还要细，需要极为敏锐的感知力才能发现。果然可行。秦毅结束了功法的运转，睁开双眼，脸上浮现一抹喜色。至此，再开窍劲奠定的最强根基，然后得到的3枚神通种子便都已经算是定下了最终的方向。第1枚神通种子化龙，第2枚神通种子飞刀，第3枚神通种子金身。化龙神通、飞刀神通都是攻击层面的，但各有侧重。金身神通乃是极致的防御。秦毅修炼了一晚，心情很是不错，忽然闻到全身散发着腥臭之气，这才意识到昨天淋了一身的狼血还未清洗，他立刻去清洗了身体。柳七走在前面，带着秦毅、宋超、李明峰从人群中穿过。柳七的实力摆在这里，这些外门弟子纷纷主动让开一条路。他们4人走到了人群最前方的位置。柳师兄，一道女子的声音响起，一名身材高挑、身材火爆的外门女弟子，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朝着柳七走来。黄师妹。柳七笑着点了点头。柳师兄，我听人说你都已经到了元丹境2重修为，恭喜你了，拿下前世肯定没问题。女子笑着说道。柳七道：黄师妹已经突破到了元丹境1重，显然也有机会竞争前十。两人交谈了几句，女子又跟宋超还有李明峰打了招呼，最后她看向秦毅，眼中光芒闪了闪。柳七给秦毅与这女子做了介绍，女子名为黄泥。她对秦毅面带笑容说道：秦师弟的大名我也有所耳闻了，只是秦师弟如果一定要参加外门大考核的话，可要非常小心。范琪渴望拥有的赤血刀在你手里，你还用赤心刀法让范琪吃了大亏，昨天又拿了范琪想要的那颗妖核，这外门大考核实战部分若被他抓住机会，他绝对会出手的。范琪不仅自己实力强，他身边还有很多帮手，尤其是……说到这，黄泥的声音压低了许多。负责主持今年外门大考核的人已经确定了，是周副宗主。此话一出，柳琪、宋超、李明峰3人的脸色都立刻出现了变化。玄天宗的周副宗主
自然不会去为难秦毅这种外门弟子。但周副宗主的儿子是周成器，很多人都知道，所谓的外门第一人范齐就是周成器的狗腿子。柳奇道：好了，不用想那么多，范齐虽然是周成器的狗腿子，但外门大考核，玄天宗高层都在关注，谁想动手脚都有顾虑。李明峰也说道：我也觉得周成器不可能会因为范齐而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插手考核的事情，毕竟一旦暴露了，就算他是副宗主之子，也没有好果子吃。宋超则是没有说话。黄泥淡淡一笑：我也只是这么一说，没必要太担心，周成器插手的可能性不大，只要防着点范齐就行了。而且范齐为了争夺考核第一，他的心思肯定是侧重考核的事情，或许都顾不上秦师弟。秦毅只是淡淡一笑，没有说什么。周成器插手也好，不插手也罢，他都不在乎，反正这外门大考核的第一名他拿定了，趁此机会晋升内门弟子，得到奖励，获取资源，炼制完美筑基丹，凝聚极品金丹，踏入元丹境。除此之外，人他也杀定了。范齐已经数次挑衅他，这次外门大考核他必杀范齐，有机会的杀，没机会创造机会也得杀。这时范齐在一群外门弟子的簇拥下来到了人群的最前方。范师兄，你看那秦毅也来了，他竟然要参加考核。范齐身边一名男子显得很惊讶，很多人都觉得秦毅大概率不会参加外门大考核，毕竟他把范齐得罪得很彻底，肯定会想着尽量避免有范齐的场合。结果秦毅还真就来了。范齐看向不远处的秦毅，瞬间捏紧了拳头，一抹杀意寒光在他的腰眼深处涌动。每年的外门大考核，那可都是有一定死伤的。秦毅，咱们之间的账都将在这次考核中清算，我会亲手砍下你的脑袋。范齐心中暗道。片刻后，一道无比雄浑的气息从天而降，来到了演武场的上方。这是一名中年男子，身穿青色长袍，看上去颇显儒雅之风。此人便是玄天宗的副宗主周文。周文到场后，目光环视了一圈在场的上万外门弟子，随即道：此次外门大考核共有3关，前面2关不分排名，只是筛选掉不合格的那部分，通过前面2关之人皆可继续留在玄天宗修行。第3关考核则将进行排名，具体规则与奖励等前面2关考核结束后再公布。现在进行第1关考核。说完，周文手臂一挥，一颗白色的灵珠瞬间飞到了演武场的上空，紧接着灵珠中洒落下一片明亮的光芒，将所有外门弟子都笼罩在光芒之中。这是天威灵珠，蕴含强大的威压，能在这威压中坚持1刻钟时间便算通过。周文的声音再度响起，刹那间笼罩了整个演武场的灵光猛然震荡起来，紧接着一股强大的威势直冲所有人的精神意志。玄天宗的外门大考核正式开始。精神意志乃是成为一个强者的重要因素，没有足够强大的内心与信念，是不可能在武道修行这条充满荆棘的路上走多远的。此时此刻，那一颗飘飞在空中的灵珠洒落下的光芒，就好似水浪般在席卷荡漾，其中所蕴含的威势，对在场上万的外门弟子形成了强大的心灵压迫。秦毅神色淡然，就直接平静地站着，任凭那种无形的威压冲击而来。而绝大多数外门弟子都已经盘膝而坐，紧守心神，对抗这股威压。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过去，就已经有外门弟子倒在了地上，捂着脑袋在打滚。一道道身影飞入场中，将承受不住这种威势压迫的人给带走。毕竟如果让他们继续留在场中，从那一颗灵珠中弥漫而出的威压将会彻底压垮他们的心灵，很容易就会变成痴呆的傻子。当然，被带走的人也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将不再是玄天宗的外门弟子，他们会被踢出玄天宗，哪里来的回哪里去。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越来越多人倒下，虽然没有肉身上那种看得见的伤害，但每一个承受不住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其实比肉身的伤势更加严重。半刻钟过去，原本与秦毅一样站着的柳奇、黄泥、宋超、李明峰4人也全部都已经盘膝坐下，闭上了眼睛，集中精神去对抗。就算是元丹境修为的武者，精神力的强度已经达到了外放的层次，可在这种情况下也得认真对待。又过了一会，整个演武场上上万人都在坐着，紧守心神，只有2人依旧站着，极为惹眼。一人正是秦毅，还有一人则是素有外门第一人之称的范齐。范齐已经拥有元丹境3重修为，他能有这个表现，没人觉得奇怪。可秦毅也显得这么轻松，自然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外门大考核算是玄天宗的大事，不仅由副宗主周文亲自主持，还有玄天宗各峰的长老、执事、真传弟子、核心弟子、内门弟子前来观看。秦毅的修为境界自然被人看出来了，引起了许多惊叹声。元刚境10重修为，精神意志如此坚定，有点出人预料。看来此子在过往的修行中经历了很多事，备受磨砺，说不定是一颗阵法师的好苗子。现在就下定论还是为时过早了。想要成为一名阵法师，最重要的一点还是看精神力够不够雄浑。在这修行界，有2类人是最受欢迎的，一类是炼丹师，还有一类便是阵法师。炼丹师的丹药是每一个武者提升实力必不可少的资源，而阵法师的阵法则是可以直接提升战斗力。
只要给阵法师充足的时间，阵法师具有逆转局势的能力。当然，不管是成为炼丹师还是阵法师，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得要有武道修为的底子，炼丹师需要与火焰亲近，将火焰炼化到身体之中，阵法师则是需要远超寻常武者的精神力。周围议论纷纷，演武场上站着的范琪看向距离他不远的秦毅，冷哼一声道：就凭你也配与我相提并论？我看你只不过是在哗众取宠，咬牙强撑，现在恐怕已经到了极限吧。范琪可不信秦毅的精神意志能与他媲美，要知道他当初瞎了一只眼，为了承受那一只犬妖之眼，可是吃了莫大的苦头，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他咬牙挺了过来，他的意志也因此而被打磨得极为坚定。秦毅淡淡道：我倒是觉得你不配与我相提并论。范琪听后顿时脸色变得十分难看，这种场合，秦毅这句话无异于是当着所有玄天宗的人面前挑衅他，如果这都不反击，别人会怎么看他？别看这外门大考核第一关跟第二关都不计排名，但那么玄天宗的高层在关注，若能有突出的表现，自然会有好处。武道修行除了要有天赋、有实力、有人脉、有资源，也还要懂得去表现自己。范琪心中顿时有了计划，他看向高台，拱手一拜，启禀周副宗主，弟子想要在今日挑战一下自身的极限，还请周副宗主增强对我的精神冲击。周文眉头微蹙，他可不想搭理这种货色。可就在这时，刚刚赶到站在周文身边的周成器帮着说话了：爹，反正也不违反规矩，不如就满足他吧，好让大家看看他的极限在哪。紧接着又有一名老者笑呵呵地说道：老夫给这第一关外门大考核加1点彩头，表现最好的，老夫私人奖励1瓶3阶下品的养魂丹。这老者乃是玄天宗的一个阵法师，而他许诺的养魂丹顿时就引起了一阵喧嚣。3阶下品的养魂丹，这可是好东西，大部分内门弟子都买不起，而且蕴养灵魂的丹药比较稀少，3阶下品的养魂丹的价值比绝大多数3阶中品的灵丹的价值还要大。副宗主周文点头表示同意了，然后屈指一弹，一抹气息注入灵珠之中，灵珠内爆射出一束更加浓郁的光芒，单独落在了范琪的身上。范琪嘴角上扬，看向秦毅道：看到了吗？这就是你跟我的差距。他的心情振奋，这不，好处就来了，马上就能得到1瓶3阶下品的养魂丹，说不定还有机会被阵法师看中，然后挖掘出成为阵法师的天赋潜力。一旦成为阵法师，那以后就有好日子了。秦毅原本就只是正常的在应付这一关考验，刚才范琪想要增强威压，冲击出风头，秦毅都不打算理他，反正第一关考核跟第二关考核都不涉及排名，但现在多出了1瓶3阶下品养魂丹的奖励，那他便有了兴趣，增强灵魂，壮大精神力，也可极大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故此，秦毅也看向高台，道：周副宗主，弟子也想试一试。周文已经同意了范琪的请求，自然不可能拒绝秦毅。他嗯了一声，控制灵珠，爆射出一道浓郁了许多的灵光，笼罩在了秦毅的身上。不自量力，就凭你也想跟我比？范琪对此毫不在意，完全没有将秦毅放在眼里。他再度看向高台，周副宗主，弟子申请再增强3成威压。秦毅淡淡道：我也一样。周文一挥手，笼罩两人的光芒都又增强了3成。片刻后，其他人的第一关考核时间到了。这一关淘汰了1000多人，笼罩整个演武场的灵光现在就只剩下2束，分别笼罩着范琪的身体与秦毅的身体。所有人都看着较劲的两人，显得很震惊，也很好奇，秦毅竟然还能扛得住，他们2人到底谁的精神意志更强？范琪已经产生了一种难受之意，他咬着牙低吼：周副宗主，弟子要再增强2成，我跟上。秦毅淡淡道。周文再次一挥手，灵光又一次加强，范琪脚下猛地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而秦毅仍旧还是云淡风轻的模样。范琪已经快到极限了。就在这时，秦毅主动开口：再增强3成。我也一样。范琪想也不想，脱口而出。下一刻，笼罩两人身体的灵光再度增强，扑通一声，范琪的双腿跪在了地上，双手抱着脑袋，发出了痛苦的嘶吼，一缕缕血液从他的七窍之中流出。副宗主周文立刻撤去了灵珠的威压，七窍流血的范琪身体已经躺下，蜷缩成一团，不断的抽搐，不断的发出痛苦的呻吟。秦毅如同没事人一样站在那，孰强孰弱，一目了然。秦毅赢了，他的精神意志坚定的有些恐怖了，太匪夷所思了。高台上，周成器的眼底闪过一抹晕色，没用的范琪竟然又成全了秦毅。副宗主周文面无表情，而那许诺3阶下品养魂丹的阵法师则是一挥手，一只装有3阶下品养魂丹的玉瓶便飞到了秦毅的面前。秦毅接住玉瓶，然后朝着老者拱手：多谢长老。不知道对方身份，喊一声长老就没错了。老者满脸笑容道：老夫刚才既然说了，那这就是你应得的。等外门大考核结束后，你抽个时间来找老夫，老夫要好好检查一番，看你有没有成为阵法师的潜力。此话一出，引得无数人羡慕。前些时日，秦毅才在刀山那边得到赤血刀自动认主，引起端木长风现身，
获得端木长风赏赐刀法，现在又得到了身为玄天宗高层的阵法师奖励的3阶下品养魂丹，以及一个成为阵法师的机会。这时，玄天宗副宗主周文开口了：外门大考核第1关结束，第2关开始。所有通过第1关的外门弟子进入第2关考核之地，等待安排。他收回了那一颗释放精神威压的灵珠，然后祭出了一块石碑，石碑飞到了高空，顿时便使得空间都发生了震荡。玄天宗最强者也只是涅槃境修为，自然是不具备击穿空间的能力。之所以现在空间产生了波动，是因为那块石碑乃是打开秘境空间的钥匙。轰隆轰隆，石碑震动，空间发出轰鸣，紧接着一条裂缝在空中缓缓浮现，裂缝之中射出一束光芒，光芒落在了演武场的地面上。第2关考核将在秘境中进行，都进去吧。周文的声音响起：秦兄，我们走。柳琪开口，秦毅点了点头，便与柳琪、黄泥、宋超、李明峰几人一起通过这从秘境空间中洒落下的光束通道进入了秘境内，其余人也相继进入。七窍流血的范琪被人搀扶着站了起来。范琪看向高台的位置，周成器神色冰冷，朝着范琪点了点头。紧接着，范琪便被搀扶着进入了这个秘境之中。率先进入秘境的秦毅打量着周围，这个秘境的层次比起大秦皇朝之前那个所谓的天骄秘境要高级多了，不仅秘境空间更大，空间也更稳定。秦师弟，想不到你的精神意志竟然如此不可思议，我可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半步元丹境修为的李明峰拱手说道。宋超也满脸感慨之色道：倘若他日秦师弟真的成为了一名阵法师，那可要多多关照我们。黄泥眼中光芒闪烁道：看来我们以后都要沾秦师弟的光了。秦毅淡淡道：能不能成为一名阵法师，现在下定论还太早了，当然是没问题的，而且无需谁帮忙，他也可以。上一世他的阵法造诣跟炼丹水准在天界虽然不是顶级的，但也都属于接近顶级的水准。秦毅现在不想讨论这件事，他看向柳琪道：柳师兄，现在可以推断出第2关的考核方法了吗？柳琪摇了摇头道：暂时推断不出来，既然还没有通知，那我们就在这耐心的等吧。秦毅嗯了一声，点了点头，然后5人稍微分开了一段距离，各自找了位置运功修炼，静待第2关考核的通知。秦毅现在手里头又有了修炼资源，而且还是3阶下品的丹药，可以蕴养灵魂，他直接就取出了2颗养魂丹丢入口中。另外一边，范琪待在秘境中的一个山洞里，忽然一道身影无声无息地再进入了山洞内。拜见周师兄。范琪立刻单膝下跪，来人正是周成器。周成器冷哼一声道：你可是又一次让我失望。范琪，我让你处理秦毅，你反而一次次成全了秦毅，一次次成为秦毅的踏脚石，我怎么会选中了你这个废物办事？范琪脸上表情充斥着难受以及恐慌之意道：周师兄息怒，我也不想这样。周成器随手一甩，一个包裹从他的储物戒中飞了出来，砸到了范琪面前。这里面有第2关以及第3关考核的信息。第2关考核我已经跟人打过招呼了，你就待在这里，用包裹里的丹药调理灵魂。这第2关考核就算对秦毅动手也意义不大，成功了只是将他淘汰掉而已。我要的是让他死，所以第2关且放过他，让他进入第3关。等你状态恢复过来，进行第3关考核时，那就是杀秦毅的好机会。这包裹里有一些关键的物品，可以让你随时锁定秦毅的位置，以及防止秦毅跑掉。这个机会，你如果再把握不住，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是，范琪郑重说道。请周师兄放心，我一定会杀了秦毅，保证不会再让周师兄失望。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周成器冷喝。说完，他身形一闪，就此从山洞中消失。范琪解开地上的包裹，查看第2关以及第3关的考核内容。原来如此，范琪嘀咕了一声，然后将周成器帮他准备的用来杀秦毅的宝贝收入了储物戒内。另外一边，秦毅花了大半天时间将2颗3阶下品的养魂丹炼化。他心念一动，刹那间一缕无形的力量从他的眉心中弥漫而出，席卷方圆100丈。在这方圆100丈区域内，所有的动静皆在秦毅的感知之中。这股无形的力量便是精神力。没有服用养魂丹前，秦毅就早已经能做到精神力离体，但只能笼罩方圆10丈左右的区域，而这个层次其实是许多元丹境3、4层修为武者的水准。精神力笼罩方圆100丈，这已经相当于元丹境巅峰，甚至是归一境初期武者的层次了。精神力的增强带来的作用不仅仅是感知，还能让思维变得更加敏捷，在战斗的时候更加精准地捕捉对手的招式，更快速地做出应对。这玄天宗外门大考核的第2关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布信息，很多人都显得有些紧张忐忑。秦毅也有点好奇，这第2关考核究竟是怎么回事。忽然他的精神力量发现了好几缕隐藏起来的细微气息波动。秦毅不动声色，他结束了修炼，前往柳琪所在的位置，在行动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些隐藏着的细微气息波动。秦师弟见秦毅走来，柳琪结束了修炼道：有点奇怪，我们都进来这么久了，第2关考核的消息还不通知，这不太对劲啊。下一刻，秦毅的精神力传音便在柳琪的脑海中响起：柳师兄，我大概猜到了第2关考核的方法，而且应该快要开始了。接着
秦毅将发现的气息波动告诉了柳琪，柳琪得知后，神色顿时变得有些凝重。然后柳琪按照秦毅的交代，将黄泥、宋超、李明峰召集在了一起，将情况告知三人。又是小半个时辰过去，忽然，这没有昼夜之分的秘境空间忽然暗了下来。也就在此刻，一道身影犹如鬼魅般飞掠到了秦毅、柳琪、黄泥、宋超、李明峰5人的附近。柳师兄，在你身后，动手！秦毅的传音同时在4人的脑海中响起。刹那间，元丹境2重修为的柳琪瞬间转身，一杆长枪猛然捅杀而出，绽放出了璀璨耀眼的荧光。元丹境1重修为的黄泥与宋超，还有半步元丹境修为的李明峰，也在同一时间出手。那悄然前行而来的身影本想着袭击，结果反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黑暗中袭来的身影面对柳琪捅来的长枪，他手中灵剑斩击，瞬间便将柳琪的长枪给荡开。可黄泥双手结印施展的术法，化作了一条条藤蔓般缠绕住了此人的脚踝。宋超挥拳砸去，李明峰则是双掌拍击。发起袭击之人低吼一声，硬生生震断了黄泥那缠绕住他双脚的元力锁链。长剑横扫，逼退了宋超与李明峰。而柳琪的攻击再度爆发，长枪抡动，幻化出密集的枪印，狠狠砸下。发起袭击之人匆忙间只能将长剑横荡在身体上方。轰轰轰！柳琪的一道道枪影砸在了他的长剑上，他的半截身体也随之陷入了地底。不等他再爆发力量，一把刀就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秦毅竟已绕到了他的身后，赤血刀若是再稍微发力，就可以砍下一颗脑袋。慢着，别用力！半截身体埋入地底的家伙急忙喊道：“张师兄！”柳琪已经看清楚了此人的模样，显然是认识。柳琪的表情有些古怪，看向秦毅道：“秦师弟，收回刀吧。我当初刚进入外门，张师兄对我颇为照顾。”秦毅点了点头，收回了刀。黄泥、宋超、李明峰都围了过来。这个被柳琪称之为张师兄的男子，一脸郁闷地从地底爬了起来，然后随手一甩，5枚玉佩分别飞向秦毅、柳琪、黄泥、宋超、李明峰。恭喜你们通过第2关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柳琪问道。男子道：第2关考核，考验的是你们在危险状态下的应变能力。黄泥目光微闪，张师兄，你可是内门弟子，如果我们不是有所防范，被你偷袭，岂不是都得被淘汰？我们都如此，那绝大多数外门弟子更不可能通过了。这第2关考核不可能淘汰那么多人吧？男子道：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些出手的内门弟子全部都压制了修为，只能发挥出元丹境3重的实力，就算被我们镇压，也不一定会淘汰。被淘汰的只有那些在危险情况下彻底失去了理智，毫无勇气去面对的人。众人面露恍然之色，原来如此。秦毅发现他之前感知到的藏在附近的那几缕细微气息波动，全都已经动手了，而且已经干脆利落地结束了战斗。本来我就觉得你们几个肯定没问题的，但我万万没想到，你们反而还将我给镇压了。这个张姓内门弟子说话间看向了秦毅：秦师弟，你的刀可够快的。秦毅淡淡一笑道：只是因为我境界不高，张师兄刚才只顾着他们4人，忽略了我，这才给了我可乘之机。张姓内门弟子想了想，好像也的确是这么回事。柳琪几人都憋着没有说出真相。其实张姓内门弟子被镇压，主要功劳就在秦毅身上，是秦毅先发现了问题，而且也是秦毅精准地判断了反击的时间与方位，不然的话他们绝对镇压不了张姓内门弟子。虽然不至于惊慌失措，但被打一个手忙脚乱是避免不了的。你们5人收好手里的玉佩，这是你们参加大考核第3关的重要物品，我就先走了，我还要去对其他外门弟子进行考核。张姓男子说道。柳琪急忙道：张师兄，秦师弟刚才那一刀。张姓男子笑道：我像是那么小赌鸡肠的人吗？放心吧，我压根不在意。当然等外门大考核结束后，你们几个得请我喝酒，让我好好宰你们一顿。柳琪道：没问题，到时我做东。张姓男子离开后，柳琪对秦毅说道：秦师弟，张师兄全名张虎，他真正的修为乃是元丹境7重。张师兄是个爽快人，他刚才都那样说了，肯定不会因为你那一刀而心怀芥蒂的，所以你不必担心。秦毅点了点头道：多谢柳师兄。柳琪道：是我们得谢你，要不是你发现了，我们多多少少肯定要吃亏的。黄泥、宋超、李明峰也纷纷附和，3人现在已经确定了一件事：秦毅的精神力肯定能够离梯了，而且精神力已经有了一定的强度。之前第1关秦毅的表现只能证明他在精神力方面有很大的潜力，现在的话意味着秦毅成为一名阵法师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元刚境10重修为就能精神力离体，这可是天赋异禀，天生的阵法师。3人对秦毅更加热情了。接下来秦毅再次回到了原本的位置，服用了一颗3阶下品的养魂丹修炼。因为第3关考核应该快要开始了，所以少服用1颗，免得待会没时间炼化，浪费丹药的能量。黄泥、宋超、李明峰3人看着秦毅都面带羡慕，这3阶下品的养魂丹效果是真的好啊，估计他刚进来秘境空间就服用了养魂丹，所以精神力得到了不小的增强，才能在元刚境10重做到精神力离体。秦师弟来到玄天宗没多久，但机缘还真不少，
柳琪道：“行了，都别去羡慕了，抓紧时间修炼，能提升一点是一点，争取在第3关考核中有更好的表现。”又是一个时辰过去，笼罩在秘境空间中的黑暗散去，一道洪亮的钟声随之响起，所有人集合。顿时，一道道身影冲向那声音传来的位置。当所有外门弟子抵达，原本差不多9000人进入了秘境空间，现在只剩下6000多人。第2关考核淘汰了3000人左右，淘汰的数量还是很多的，但除了被淘汰的人，便再也不会有人会去在乎这些事。不行就是不行，修炼资源都是有限的，得将资源留给更有潜力的武者。玄天宗这种淘汰可不仅仅是在外门大考核中进行，在修行期间，每一个阶段还会有一些相应的考核，无法通过考核就得走。玄天宗每年招收大量的新弟子，淘汰大量的老弟子，新老交替，不断的筛选，才能保证宗门内始终拥有活力，将资源给到更值得培养的人身上。负责主持外门大考核的副宗主周文飞在高空，散发着一股强大的威势，道：“留在这里的人，未来1年都可以继续待在玄天宗修行，但下1年，你们当中肯定也还会有人被淘汰。当然，我更希望的是，下1年，你们当中已经有很多人都已经晋升为了内门弟子。”说了几句套话之后，周文停顿了片刻，然后宣布第3关考核的规则。第3关考核，你们需要在这秘境空间中猎杀妖兽。秘境空间内投入了500头1阶下品的妖兽，你们可以单独去杀，亦或者组队去杀。毕竟组队去杀也能体现个人的领导能力与决策能力。如果遇到危险，可以捏碎玉佩，玉佩破碎后将会立刻传送出去。另外，同门可以竞争，但禁止杀戮，一旦发现，严惩不贷。此次考核为期3天，你们在秘境中所得，不论是灵药还是矿石，皆无需上交，属于你们自己。3天后，根据你们所获得的1阶下品妖核数量进行前10排名，前10之人皆可直接晋升为内门弟子。除此之外，还有额外奖励。第1名奖励积分3000点，玄阶极品武学1份，以及下品元力泉眼10天的使用时间。第2名奖励积分2000点，玄阶极品武学1份，以及下品元力泉眼9天的使用时间。第10名奖励积分500点，玄阶上品武学1份，以及下品元力泉眼1天的使用时间。宣布完了奖励之后，每一个拥有元丹境修为的外门弟子都面露激动之色。当然，那些没有希望争夺前10的外门弟子也会认真对待，毕竟在这秘境中探索一番也不错，可以收获一些秘境内特有的资源。秦毅眼中金光一闪，第1名除了玄阶极品地功法，他觉得无所谓。3000点积分，还有10天的下品元力泉眼使用时间，都很不错。元力泉眼是非常好的修炼资源。这时，秦毅忽然感应到一缕杀气，他循着感应到的方位看去，这股杀气源自于范琪。秦毅的目光与范琪的目光产生了无形的碰撞，两人的眼中皆涌动着杀意寒光。秦毅与范琪互相盯着对方，这一幕自然被不少人察觉到了。大家都知道，这两人积怨已深，只要找到了机会，范琪一定会出手，狠狠的报复。至于秦毅，大家都觉得他肯定会想尽办法避开范琪。秦毅与范琪的数次冲突，虽然都是秦毅占了便宜，但那是因为几次冲突之时，范琪都没有机会展现出真正的实力。而接下来不一样了，在这秘境空间之中，范琪能够完全的展现他奈元丹境3重修为的力量。秦毅收回了目光，在他眼里，范琪只不过是一个将死之人罢了。玄天宗的副宗主周文宣布完了规则与奖励后，停顿了片刻，他的目光从一群外门弟子的身上扫过。玄天宗外门大考核第3关，现在开始。随着周文的话音响起，顿时便有大量的外门弟子爆发出最快的速度冲了出去，也有许多外门弟子站在原地与相熟之人商讨组队之事。一个人行动固然方便，收获全都是自己的，但也非常危险。不去猎杀妖兽，小心翼翼寻找秘境内的灵药或者矿石，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万一遇到了妖兽，那可就麻烦了。玄天宗这些外门弟子中，有能力独自面对1阶下品妖兽的不超过双掌之数，组队的话便拥有了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但收获的东西如何分配，这就有点麻烦了，尤其是在遇到一些问题做决定时更麻烦。所以组队的人必须是彼此之间非常熟悉且能够信任的。秦毅、柳琪、黄泥、宋超、李明峰5人站在一起，但他们不可能组队，原因很简单，柳琪是元丹境2重修为，黄泥与宋超都是元丹境1重修为，他们3人都是要去竞争前10的。如果3人凑在一起，虽然这个队伍的战斗力会很强，但绝对会影响猎杀妖兽的效率。柳师兄、秦师弟，我打算拉一批人组队，咱们就此分开行动，祝你们好运。黄泥说道。宋超则是与李明峰一起，也要去拉一批人组队。当然，除了想要去竞争前10这个原因，还有一点，那就是黄泥、宋超、李明峰3人都深知范琪肯定会找机会对秦毅出手，这个风险他们不想承担。他们与秦毅现在算是认识了，建立了一点交情就够了。秦毅是有潜力，值得结交，可前提是不要被秦毅连累了。很快，场中就只剩下柳琪与秦毅。柳琪看向秦毅道：“秦师弟，你跟我一起
另外，我再找几个元刚劲8中到10中的人。秦毅却道：“我与柳师兄组队便可。至于其他人，我倒是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柳琪目光闪烁，随即笑道：“那我们现在出发。”两人的身影顿时就朝着前方激射而去。柳琪虽然能御空飞行，但毕竟只是元丹境2重修为，飞不快，而且还要带上秦毅的话，也飞不稳。秦毅能飞得很快很稳，但他没必要在这个时候暴露这张底牌。2刻钟后，秦毅与柳琪已经离开了出发点几10里，穿过一片荒凉的山脉时，忽然之间，前方猛地发出了一声兽吼，一头啸月青狼瞬间从一侧扑杀而出。为了这次外门大考核，玄天宗抓捕了很多妖兽，其中最多的就是啸月青狼。上次忽然袭击秦毅住处的啸月青狼，便是玄天宗抓来给外门大考核第3关使用的。一阶下品的妖兽也有强有弱，这一头啸月青狼就比上次袭击秦毅的那头稍微强了一些。柳琪的反应很快，瞬间止住了前冲之势，腰腹发力一扭，猛然转身，手中长枪狠狠抡砸而出。啸月青狼吐出的青色锋刃被柳琪的长枪打爆，柳琪紧接着冲向啸月青狼，长枪急刺，枪尖一抖，幻化出了一片密集的枪影。啸月青狼身形灵巧，快速闪避，但还是被击中了，口中发出一声愤怒的狼嚎，气息变得更加狂暴。可就在这时，秦毅的身体化作了一片残影，犹如鬼魅一般绕到了啸月青狼侧面，唰，赤血刀出鞘，一刀斩下，赤心刀法劈山断月，这一刀直接就斩了这头啸月青狼的脑袋。战斗结束，柳琪站在啸月青狼的尸体旁边，他显得很惊讶。秦毅寻找出手机会的能力太变态了，就跟之前对付第2关考核的内门弟子张虎一样，秦毅瞬间移动，精准地把握战机，出招就直逼目标要害。柳琪压下了心中的波澜，枪尖一挑，将妖核挖了出来。秦师弟，这啸月青狼的皮毛血肉基本没什么价值，刚才是你完成的最终斩杀，这一颗妖核就给你了。柳琪将妖核递给秦毅，秦毅道：“这一颗妖核，柳师兄先收着吧，我们接下来猎杀的妖兽得到的妖核，1人1颗。”柳琪也不扭扭捏捏，爽快的点头道：“好。”如果是其他元刚进10重修为的外门弟子与他组队，自然没有资格跟他平分收获。可秦毅不一样，这跟内门弟子柳菲菲交代他关照秦毅没有关系，而是出于对秦毅的认可。秦毅的作用很大。柳琪将妖核收入了储物戒内，对秦毅说道：“秦师弟，我们继续吧。”秦毅却道：“柳师兄，稍等片刻。”话音落下，秦毅的手掌一抓，直接从啸月青狼的尸体中攫取了一滴精血，在掌心。随着秦毅的双手飞快结印，这一滴啸月青狼的精血忽然化作了一只犹如蝴蝶般大小的啸月青狼虚影。柳琪看着这一幕，顿时瞪大了眼睛，满脸好奇之色。“秦师弟，这是？”秦毅道：“这是我曾经机缘巧合之下得到的一份玄阶中品秘术，名为血影。通过这一滴啸月青狼的精血，便能寻找到方圆100里之内的其他啸月青狼。当然，我之前也没有尝试过，现在先看看效果。”他随便找了个理由解释2句，然后他面前这一滴精血所化的小小啸月青狼虚影便朝着东南方向飞去。秦毅与柳琪立刻跟上，仅只是穿过20多里，他们果然找到了第2头啸月青狼。柳琪主攻，秦毅负责瞅准机会袭杀，两人配合之下，几个回合就轻易击杀了目标。这一颗妖核归秦毅。柳琪显得极为激动：“秦师弟，拥有这种秘术，咱们寻找妖兽可就方便多了。这样下去，说不定第1跟第2名就是我们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第1名给你，让你先出去，我拿第2名就行了。反正第1跟第2的奖励差距并不大。”秦毅说道：“柳师兄，这血影秘术用来追踪非常好用，而且修炼难度不大，要不我教你？”柳琪再次震惊了，虽然只是玄阶中品的秘术，但这种秘术的效果他已经看到了，这已经能算得上是秦毅的绝活了。秦毅竟然要教他，秦师弟，这合适吗？秦毅笑道：“我觉得很合适，柳琪这人不错，所以秦毅自然不会亏待他。而且秦毅这3天不可能一直跟柳琪待在一起，他还有别的事要做。首先是杀范琪，他不打算让柳琪参与，哪怕柳琪可以信任，但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点风险。玄天宗的外门考核第3关的规则禁止杀戮，否则一旦发现严惩不贷，只要不被发现，自然是没有问题。除此之外，秦毅还要多多猎杀妖兽，获取妖核，用来酝养第3枚神通种子，这是他真正的底牌之一，目前也不宜暴露出来。所以现在教柳琪血影秘术，待会2人分开后，柳琪也可以凭借此术，另外去拉一批人组队，然后猎杀其他妖兽。柳琪深吸了一口气，他朝着秦毅拱手，郑重地说道：“秦师弟，那就多谢了。”秦毅淡淡一笑，然后将血影秘术传授给柳琪。大半天时间过去，2人配合猎杀了5头妖兽，而柳琪在秦毅的指点下，也已经掌握了血影秘术，并且成功找到了第6头啸月青狼。2人配合将目标斩杀，这一颗妖核归秦毅。2人各分到了3颗妖核。秦毅正准备提出分开行动的话，忽然他那敏锐的感知力发现了异常，他看向远处，只见范琪带着数名气息不弱的外门弟子以极快的速度冲来。秦毅盯着冲来的范琪等人，柳琪也随之察觉到了动静，
顺着秦毅的目光看去，顿时柳琪的脸色变得极为凝重。秦师弟，走！柳琪轻喝一声，秦毅点头，直接跟着柳琪就跑。秦毅要杀范琪，结果范琪现在送上门来了，但这个时机不好，就算他杀了范琪，以及杀完了范琪身边的队友，但还是别让柳琪看到比较好。修行界各种手段层出不穷，很多事如果有人非要一查到底，被查之人再怎么嘴硬，也会被撬开嘴巴。比如动用生不如死的酷刑折磨，亦或者迷幻手段，甚至可以直接搜魂。秦毅很清楚，他的对手是范琪背后的周成器。周成器乃是归一境高阶修为的核心弟子，还是副宗主之子，所以不能大意，必须要足够的谨慎，不能让对方抓住自己任何的把柄。柳琪、秦毅，你们逃不掉的，给我停下，将你们的妖核都交出来！带着人追来的范琪发出洪亮的大喝声，他神色激动，周成器给的东西果然好用，直接锁定了秦毅的位置。他之所以现在才找来，夹杂了一点小心思。如果第3关一开始，他就在这偌大的秘境空间内快速找到了秦毅，这明显有问题，所以他拖延了一点时间，先带着人猎杀了3头异阶下品妖兽，得到了3颗妖核，也给秦毅跟柳琪一点时间去猎杀妖兽。如此一来，当他带着人前来镇压柳琪与秦毅时，还能得到额外的妖核，这便是一举多得。元丹境3重修为的范琪速度极快，他冲在最前方，不断拉近与柳琪还有秦毅的距离。柳琪神色凝重，低喝道：“秦师弟，我拖住他片刻，你先走。放心，我虽然打不过他，但自有脱身之法。”他没有提捏碎玉佩的事，因为他要争夺前十，他觉得秦毅也想要争夺前十，所以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那样做。捏碎玉佩，那可就相当于弃权了。秦毅也很果断，道：“有师兄，那你千万小心。”他不担心柳琪，柳琪比范琪只是低了1重境界，不至于被范琪碾压。而且秦毅很清楚，范琪的目标是他，他走了后，范琪根本不会在柳琪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柳琪安全脱身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故此，秦毅继续保持刚才的速度，快速遁去。柳琪猛然一个转身，施展出枪法，与那冲来的范琪展开了激烈的交战。范琪手握长刀，刀锋连连劈斩，一片片刀光席卷，但所有冲击到柳琪身前的刀光都被柳琪的长枪挑破。跟随范琪而来的人也冲了过来，其中有一个元丹境1重修为的家伙，正打算出手协助范琪围攻柳琪。范琪大喝：“你们去追秦毅，别让秦毅跑了，等我镇压了柳琪，再去找你们会合，我一定要狠狠教训秦毅一顿。”他故意如此，营造出他在对付柳琪的假象。待会他利用周成器给的宝贝，精准锁定秦毅的位置，再偷偷摸摸过去，直接取了秦毅的性命。到时没人会将秦毅的死联系到他身上。在别人看来，他所做的顶多就是因为之前的一些矛盾，想要收拾秦毅，但被秦毅跑了。一群人立刻按照范琪所说，朝着秦毅消失的方向追去。范琪则是继续与柳琪对战。柳琪显得有些吃力，劣势逐渐扩大，他已经拖延了范琪片刻，以秦毅的速度应该已经跑远了。追击秦毅的人中，就算有元丹境1重修为的，但应该也追不上秦毅。柳琪跟秦毅配合过，他对秦毅的速度还是有信心的。故此，柳琪低喝一声，手中长枪搅动，枪尖位置卷起了巨大的原力漩涡，将范琪的刀芒全部搅碎。紧接着，他左手一甩，一颗珠子砸了出去，珠子在范琪面前轰然爆开，掀起一层狂暴的气浪。范琪的身体往后倒飞，柳琪则是转身就逃。范琪大喝：“给我站住！”他继续去追，追逐之间动静颇大，被不少在这秘境空间内的外门弟子发现。又过去1刻钟时间，范琪追丢了柳琪，他停了下来，脸上流露出冷笑道：“秦毅，接下来到你了。”说话间，范琪从储物戒中取出了一块巴掌大的玉石小镜，玉石小镜的表面一个红点在闪烁，这个红点象征着秦毅身上那块玉佩的位置。停下来了吗？看样子是找到了一个自认为安全的藏身之地。既然他认为安全，那肯定够隐蔽，正好方便我取他狗命。下一刻，范琪立刻朝着玉石小镜中那个闪烁着光芒的红点所在位置赶去。而此时，秦毅停在了一座幽静的山谷中，他没有隐藏，就直接站在山谷内最显眼的位置。停下了半刻钟，那些跟随范琪、奉范琪命令追击秦毅的人，这才来到了秦毅的面前。他们立刻分散，将秦毅包围，总共7人，一个元丹境1重，2个元刚境10重，4个元刚境9重。为首的元丹境1重修为的武者盯着秦毅，冷哼道：“你小子倒是跑得够快啊！你继续啊，有种你就再跑给我看看！哼，就凭你也敢3番5次跟范师兄过不去，这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下场。等我们将你拿下，范师兄待会到了之后，你便会知道后悔2个字怎么写了。”秦毅神色漠然，眼中闪过一抹不屑的光芒，刹那间他一步踏出，身影消失。那元丹境1重修为的家伙只觉得眼前一花，顿时他就感觉到了剧烈的痛苦席卷全身。秦毅竟如同凭空出现，站在了他的面前，而秦毅的刀已经捅入了他的腹部，捅碎了他的丹田。秦毅拔出了刀，此人的身体直接瘫倒在地上，双手捂住腹部那冒血的窟窿，口中发出杀猪般的凄厉惨叫声。秦毅一脚踩在了他的脖子上，他盯着脚下之人道：“后悔2个字怎么写？
我还真不用知道。话音落下，脚掌发力，咔嚓一声，将脚下之人的脖子踩碎，踩死了一个元丹境一重修为的武者后，秦毅看向剩下6人，这6人急忙聚集在了一起，脸上都浮现恐惧之色。他们手握兵刃，但手脚都有些微微发颤。毕竟谁也没想到，秦毅的战斗力竟然如此强大，连元丹境一重修为的武者在他面前都完全没有挣扎的余地，连捏碎那一块玉佩的机会都没有。秦毅，你完蛋了！周副宗主说了，同门之间禁止杀戮。原本范师兄只是打算教训你一顿，可你现在犯了大忌，我们都是证人，你必将遭受严惩。你这是自找的。他们虽然害怕，但6人凑在一起还是有些底气的，所以根本没想过要捏碎玉佩离开秘境。他们6人加在一起，有着默契的配合，战斗力比起元丹境一重修为的武者还要强不少。只要他们不分散，秦毅就没有将他们逐个击破的机会。秦毅听着这些话，嗤笑一声道：“证人死了还怎么当证人？”话音落下，秦毅的身影再次从原地消失。2个元刚境10重修为的武者，3个元刚境9重修为的武者皆心中一紧，然后喉咙间发出低吼声，各自施展拿手的本事。然而当秦毅的刀光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时，他们的力量形同虚设，脆弱的仿佛连薄纸都不如。一招赤心刀法的赤地千里过后，残肢碎片漫天飞舞，全部杀了。总共7人，就算那元丹境一重修为的家伙也没有储物间。秦毅收拾了一下战利品，连一颗妖核都没有找到，只是收获了几10块原石、10多瓶1阶的灵丹以及几件1阶的灵器。秦毅直接将这些东西全部丢到了鸿蒙鼎内放着。就算他已经在人前展现过精神力外放的本事，可以光明正大的使用储物间，但毕竟是杀人越货，放在鸿蒙鼎内比较稳妥一些。解决了范琪的狗腿子后，秦毅便在这山谷中盘膝而坐，等范琪前来送死。约莫小半个时辰后，范琪终于赶到，他站在山谷的边缘，一眼就发现了秦毅。下一刻，范琪直接将手中那一块玉石小镜甩了出去，玉石小镜顿时悬在了山谷的上空，一缕缕特殊的气息波动弥漫而出。紧接着，范琪冲入山谷内，来到了秦毅的面前。此时，秦毅已经提着刀站了起来。范琪扫了一眼周围的残肢碎片，他的脸上浮现冰冷的寒意。你竟然将他们都杀了！范琪低吼。秦毅淡淡道：“我也可以送你去与他们作伴。”范琪咬牙怒喝道：“秦毅，你这是死到临头而不自知？你以为你能杀了他们，就能在我手里保住性命？你太天真了！我不妨告诉你，就算你现在捏碎手里那块玉佩也没用，空中那块玉石小镜的力量可以阻断玉佩的效果。”秦毅瞥了一眼那块玉石小镜，冷笑道：“看来你的准备倒是挺充分的。”范琪冷喝道：“我最近可是连做梦都想杀你，现在有机会动手了，我当然不会允许发生任何意外。”一想到最近10日在秦毅面前屡屡吃瘪的那些画面，范琪便彻底失去了所有的耐心。我会先砍断你的手脚，让你变成人质，慢慢将你折磨致死。范琪发出了咆哮声，刹那间冲向秦毅，元丹境3重的修为力量顿时便毫无保留地爆发了出来，刀锋劈斩，演化巨大的刀芒，刀芒之中散发出狂暴的气息，迅疾如电光。秦毅直接一刀斜掠而起，血浪刀法，一层层血色刀光从刀锋之中狂涌而出，足足9层血色刀光巨浪，刹那间便彰显出了浩荡威势。范琪的刀芒瞬间便破碎开来，血色刀光猛然冲击到了范琪的身前。范琪低喝一声，左手甩出一张符箓，符箓乃是阵法师才能制作品出来的东西，符箓算是阵法的一种体现，制作难度很大，虽然远不及真正的阵法之威，但也能发挥出不小的作用。这范琪有着不错的精神力资质，所以能快速激发这张1阶中品符箓的力量。符箓的光芒绽放，化作了一面虚幻的盾牌，挡在范琪的身前。轰！秦毅的血色刀光被这虚幻的盾牌挡下，力量的冲击掀起巨大的轰鸣，范琪的身体不由得往后倒飞出了数10丈。强大的震荡力穿透了符箓所化的虚幻盾牌的防护，使得范琪的嘴角溢出了一缕血液。范琪满脸都是惊骇之色啊！你明明还没凝聚元丹，我是极品白丹，而且还是元丹境3重修为，可力量的爆发上却不如你。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直到现在他才真正意识到秦毅的厉害。秦毅冷笑道：“要不是一直没什么机会，不然的话，早在你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我就一刀斩了你的脑袋。”范琪咬牙低吼道：“秦毅，刚才只是我低估了你，才让你占了便宜。就算你爆发力强，可你今天也依旧不会是我的对手，你一定会死在我的手里。我的能力也不止如此。”刹那间，范琪的左眼那一只犬妖之眼弥漫出妖异的光芒，光芒流转，范琪的脑袋竟然变得与狗头有5分相似，而且他的皮肤表面也冒出了大量的狗毛，肉身变得更加强壮，一块块隆起的肌肉将身上的长袍都给撑裂，双手食指的指尖处指甲尖锐犹如金刚。汪！范琪仰天咆哮，汪汪汪！秦毅，这才是我真正的力量。我妖眼范琪，外门弟子第1人，可不是浪得虚名。就算与一些内门弟子比起来，我的实力也不遑多让，能让我动用这种状态，你就算死
也算是荣幸了。汪汪汪！范琪大喊，不断发出犬吠之声。下一刻，他手中长刀猛然投掷而出，朝着秦毅爆射。长刀所过之处，空气被撕裂，掀起了翻滚的白色气浪，发出尖锐的破空呼啸声。紧接着，范琪手脚并用，在地上狂奔，带着那一面符箓所画的盾牌虚影，朝着秦毅扑杀而去。秦毅依旧还是一脸不屑之色，就算这范琪底牌全出，秦毅依旧不把他放在眼里。猛然之间，天地二脉开启，天罡地煞汇聚而来。秦毅手中的赤血刀骤然变成了黑白二色，天地一刀斩，秦毅一刀斩出，黑白二色刀芒顿时爆发出了毁灭的气息，直接将范琪那投掷而来的长刀劈碎。紧接着，那符箓所化作的盾牌虚影也被秦毅这一刀劈得爆开，全身充斥着凶残野性，如狗子般扑来的范琪亦毫无悬念的被秦毅这一招劈得往后倒飞了出去，鲜血喷溅。之前兴奋的汪汪声变成了凄惨的呜咽。范琪的一条胳膊已经粉碎，全身上下都已经血肉模糊。紧接着，范琪那残缺破烂的身体硬生生悬在了空中，没有砸在地上，鲜血不断的从他体内流淌而出，朝着地面滴落。此刻的范琪内心再一次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他最强状态都爆发了，竟然还是敌不过秦毅。这种情况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谁敢相信一个元刚境10重修为的外门弟子竟然会有这么恐怖的实力？范琪不断发出呜咽声，内心惊恐到了极点，再也不复之前的嚣张。秦毅，我杀不了你，但你也休想杀我，我能御空，已经立于不败之地，等我离开这个秘境空间，我一定会揭发你残害同门性命之罪。说话间，范琪朝着那悬在山谷上空的玉石小径飞去。这面玉石小径的力量封锁了这片山谷，他要收了此物，然后捏碎玉佩离开这个秘境空间。以他现在的状态，他根本没机会继续去竞争外门大考核的前10了，只能放弃。眼看着范琪就要飞到玉石小径的旁边，忽然秦毅身形一闪，出现在了玉石小径旁，飞到了范琪的面前。范琪瞳孔紧缩，你还会飞？他的内心再一次大感震撼。秦毅的手段一次次颠覆了他的认知。秦毅一刀横扫，刀锋斩断了范琪的脑袋。秦毅的左手一抓，抓住了范琪脑袋上的头发。范琪的无头尸体朝着地面坠去，那一双眼睛瞪大，嘴巴还在一开一合。秦毅神色淡漠，已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当然你也没有机会知道更多了，比如化龙神通，还有秦毅灵石淬体掌握的盘石身，以及一些可以用来拼命的爆发型秘术，他今日都没有使用，很轻松就解决了这个有着妖眼之称的外门弟子第一人范琪。范琪那瞪大的眼睛逐渐失去了所有的光芒，死的不能再死。击杀了范琪后，秦毅从范琪的储物戒中发现了一件2阶下品的灵器，200多块原石，2阶灵丹若干，以及3颗1阶下品的妖核。从他一人身上收获的战利品便已远超刚才那7个外门弟子，不愧是所谓的外门弟子第一人，周成器的狗腿子，颇为富裕。如此一来，秦毅便拥有了6颗妖核。3天考核时间如今才过去大半天而已，接下来他便要好好利用玄天宗外门大考核第3关这个机会，尽量多获取一些妖核，酝养第3枚神通种子，争取早一点能够施展9转精神。外门大考核第3关，3天时间一晃而过，一道洪亮的钟声在整个秘境中响起。时间到，秦毅随手将刚击杀的1阶下品妖兽的妖核取出，然后便立刻朝着钟声传来的位置赶去。3天时间下来，秦毅猎杀了29头1阶下品的妖兽。除此之外，第1天杀了范琪，得到了3颗妖核。后面2天多的时间里，还有几个不长眼的家伙发现了秦毅后，想着收拾秦毅一顿去讨好范琪，亦或者纯粹想要抢劫秦毅。秦毅不主动去杀无冤无仇的外门弟子，但在这种场合下，谁对他出手，他都不会刀下留情，直接杀。这外门大考核第3关，他的收获不小，现在共有45颗妖核，300多颗原石，灵气与丹药若干。他留了15颗妖核放在一个小包裹里，其他战利品全部塞到了鸿蒙鼎内。这15颗妖核拿下考核第1绝无问题，毕竟第1天的时候范琪带着7个人花了大半天时间也才得到3颗妖核，其他人自然不可能做得更好。至于柳琪那边，虽然秦毅教了柳琪一手追踪妖兽的秘法血影术，可柳琪施展血影术寻找妖兽的效率远远比不上秦毅，更何况就算柳琪拉了一群人重新组队，他们猎杀1阶下品妖兽的效率也一样远远比不上秦毅。很快，手里拎着包裹的秦毅就已经来到了集合地，大量外门弟子的身影也在陆陆续续赶到。站在副宗主周文身后的周成器一直死死盯着秦毅，很显然范琪又失败了。他现在最想弄死的人反倒不是秦毅，而是范琪那个没用的废物。这第3关考核3天里，有不少人都遇到危险后就捏碎玉佩离开了秘境空间。6000多人参加这第3关考核，此时却只剩下不到1000人坚持了3天。有人敏锐地发现了一个事，范琪没来，难道他中途捏碎玉佩传送出去了？他可是元丹境3重修为，还有一只犬妖之眼，一手刀法也颇为厉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然让最有希望拿下第1的范琪都放弃了？有负责维持考核秩序的中年执事用着极为肯定的语气告诉所有人，
范琪并未捏碎玉佩离开。范师兄没有弃权，可现在这么还不出现，再等等，说不定待会就到了。他能出什么事？他的实力跟一阶下品妖兽单挑都完全没问题，更何况他身边还有不少帮手。也是，范琪的实力的确够强，出事的可能性不大。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柳琪带着几个人回来了。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扫来扫去，发现了秦毅后，便快步冲到了秦毅的面前。秦师弟，总算是见到你了，看到你没事，我这悬着的心也终于能放下来了。柳琪感慨道。秦毅淡淡一笑，道：当日甩掉那群家伙后，我就找了地方隐藏起来。柳琪嗯了一声，然后压低了声音道：秦师弟，你收获如何？秦毅道：还行。柳师兄呢？柳琪脸上流露出兴奋之色，伸出了9根手指。他得到了9颗妖核，这个成绩已经非常好了。秦师弟，你呢？柳琪好奇地问道。他总觉得秦毅就算独自一人，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秦毅道：我算比较幸运，稍微比柳师兄多一点。柳琪对此并没有一丝郁闷，他反而觉得理所当然。哪怕秦毅只是元刚进士重修为，他也觉得这很正常。接着，黄泥、宋超、李明峰3人也凑到了秦毅跟柳琪身边。黄泥感慨道：柳师兄，秦师弟，我听人说你们遇到了范琪，范琪对你们出手了。当时我还带着人想要去找你们，帮你们一把，可惜没找到你们。宋超点了点头，我们听说此事后也想着去支援，可秘境空间太大了，现在看到你们平安无事，还坚持到了第3关考核结束，看来我是白担心了。李明峰感慨道：柳师兄与秦师弟，这就叫吉人自有天相。对于这3人，秦毅只是淡淡一笑，没有说什么。柳琪随便应付了几句，一些漂亮话而已，听听就好了，没有必要当真，也没有必要去拆穿。只要不是敌人，彼此之间保持表面的客气与友好，这种事在任何地方都很常见。片刻后，集合时间结束，没有出现在这里的人不计成绩。范琪依旧没有出现。玄天宗的副宗主周文派人在秘境空间中搜寻，毕竟有可能一些外门弟子受了重伤，没法赶回来，总得把人找到。去找人的队伍出发后，周文便让在场的外门弟子将这3天收获的妖核取出。查验成绩的时刻到了，这些外门弟子中大部分手里都没有妖核，他们要么是组队帮忙，要么就是只专注于在秘境空间中采药挖矿。李雄7颗妖核，厉害！李师兄是元丹境2重修为，只带了3个人组队，能得到7颗妖核，已经很不可思议了。黄泥6颗妖核，宋超5颗妖核，柳琪9颗妖核。当柳琪那9颗妖核取出后，所有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柳琪。9颗，范琪肯定是出事了，那恐怕没有人能比柳琪更强了。这第一，柳师兄拿定了。一道道惊叹声响起，看着柳琪的目光中透着浓浓的羡慕之意。柳琪看向秦毅，一脸无奈之色，催促道：秦师弟，你赶紧的吧，大家都在说第1名非他莫属了，可他知道不是，所以此时多少有点尴尬，便催促秦毅快一点。不等秦毅将妖核取出，忽然便有笑声响起：柳琪，你以为拿定这个第1名了？我可不答应。说话的是一个长相俊美、气质阴柔的男子，此人名为吕波，在玄天宗的外门弟子中名气其实也很大，仅次于范琪。显然他跟柳琪的关系并不好，不然的话完全没必要在这个场合说出这种话来。柳琪眉头蹙起，看向吕波，冷哼一声道：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吕波冷笑道：睁大你的眼睛给我看清楚了，我猎杀的妖核比你多。说完，吕波一挥手，顿时他的储物戒中哗啦哗啦一颗颗妖核飞了出来，落在地上，总共10颗。这第1是我的了，哈哈。柳琪，你现在是不是很难受？本以为第1拿定了，结果被我压了一头。众人看着地上那10颗妖核，眼睛都瞪大了。10颗，吕师兄才是第1。吕师兄厉害，那是自然的。要知道，范琪没有获得那一只妖眼之前，其实是不如吕师兄的。而且吕师兄的姐姐是玄灵峰的内门弟子吕方师姐，吕方师姐一有空就会指点吕师兄修炼，给吕师兄资源。吕师兄能有这个成绩，倒也正常。这时秦毅的眼中光芒一闪，吕方这个名字他并不陌生，在玄灵峰内门，吕方跟赵倾城的关系不错。而上次知道赵倾城结束历练后就要去大秦皇朝的人共有4个，柳菲菲是1个，还有1个内门男弟子，2个内门女弟子，吕方便是那2个内门女弟子之一。上一世赵倾城从大秦皇朝回来，受了重伤，而且还到处求人帮秦毅治疗。赵倾城也带着秦毅去找过吕方。原本与赵倾城关系极好的吕方，不仅将他们2人拒之门外，甚至连曾经欠赵倾城的一些修炼资源也不认账。虽然不能以此确定吕方就是想要害赵倾城的人，但秦毅对吕方那可是厌恶至极。没想到吕方的弟弟竟然也是外门弟子，而且还在这次考核中得到了10颗妖核。此时的吕波满脸得意之色，道：柳琪啊柳琪，就算范琪出事了，这场考核的第1也还轮不到你。柳琪的脸色不太好看，他在乎的不是第1，毕竟没有吕波还有秦毅，他就没想过拿到第1，但被吕波这家伙恶心了一顿，让他如鲠在喉。也就在这时，秦毅冷笑一声道：可这第1也同样轮不到你。吕波脸上得意的神色顿
顿时变得阴冷了起来。他盯着秦毅道：“区区元刚竟是重修为的废物，这里轮到你说话了吗？”秦毅神色漠然，随手一甩，包裹打开，足足15颗妖核落在了地上，一颗颗妖核就好似一个个拳头，狠狠砸在了吕波的脑门上，打得吕波脑瓜子嗡嗡响，周围顿时陷入了一阵死寂。过了好一会，才发出惊叹声。在场的一些玄天宗高层强者都觉得很不可思议，而那站在副宗主周文身后的周成器脸色更是难看。范琪又失败也就算了，秦毅竟然还成为了外门大考核的第一。秦毅的15颗妖核堆在一起，弥漫着浓郁的妖元力，所有人的目光在妖核与秦毅的身上来回转动。秦毅神色淡然，柳琪面露惊讶之色的同时，还带着一丝激动。秦毅比他多了6颗妖核，这可不是多一点。当然，最重要的是，刚才还在他面前得意忘形的吕波，眨眼间就挨了一个无形的耳光。哪怕这个耳光不是柳琪打的，但他仿佛听到了声响，心里很爽。吕波脸色铁青，难以接受这个结果。本以为范琪出了事，可以捡个漏，拿下外门大考核第一，但半路杀出来一个秦毅，抢了他的风头。第一跟第二奖励的差距其实不大，但第一就是第一，第二就是第二，这个荣誉的意义天差地别，只有第一才会万众瞩目，至于第二，顶多就是偶尔被人提几句。吕波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他咬着牙捏紧了拳头，一言不发。这时，之前奖励秦毅3阶下品养魂丹的阵法师老者脸上带着笑容道：“周副宗主，现在可以宣布结果了。”周文嗯了一声，忽然间，周文的儿子周成器往前稍微走了半步，低声道：“爹，此事有蹊跷。”周文看向周成器，周成器继续说道：“这秦毅终究只是元刚进时重修为，这点实力杀那么多妖兽，这根本不可能。在外门弟子中，就算他找人组队，也组不出这样的战力。这些妖核做不得假，明显是这2、3天刚杀的。那么问题肯定出现在别的方面。”周成器此话一出，那一脸不甘心的吕波顿时就领悟到了周成器的意思，他当即也往前走了一步，朝着周文拱手道：“周副宗主，我怀疑秦毅用了规则允许范围之外的手段，还请周副宗主严查，确保此次外门大考核的公平。”周成器趁热打铁，继续说道：“爹，外门大考核乃是玄天宗1年1度的大事，面对任何可疑的情况，都理应查出一个真相，这样才能让所有人对最终的结果心服口服。”周文的眼中闪过一抹异色，他的儿子，他了解，显然是跟这个外门弟子秦毅有些过节。正常来说，这种小事，他身为一宗副宗主，根本不会去在意。但现在周成器当众这么说了，而且也算是言之有理，故此，周文点了点头，他看向吕波道：“你的话的确有几分道理。”将事情推到吕波头上去，把他的儿子周成器从这件事里摘出来。接着，周文的目光看向秦毅道：“秦毅，吕波的质疑并非无的放矢，此时此刻，在场所有人都应该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你若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第一当然是你的。可你要是用了一些规则允许范围之外的手段，那你的成绩可就不作数了。而且弄虚作假这种行为还得接受惩罚。”秦毅面对周文的目光，依旧显得很镇定，道：“这些妖核都是我自己斩杀妖核得来的。”吕波立刻冷笑道：“你是说你自己一个人杀的，没有找人组队联手？”“没错。”秦毅淡淡道。吕波拔高了音量，还敢嘴硬？就凭你一个人能杀这么多1阶下品的妖兽？秦毅，你以为在场的人都是傻子任你糊弄吗？你这种话根本没有人会相信。我信。柳琪神色非常坚定地说道。吕波，你相信没有用，你跟秦毅就是一丘之貉，你做不到的事不意味着我做不到，毕竟你自己废物，难不成别人也都得跟你一样废物？秦毅的声音再度响起，吕波顿时被气的眼睛仿佛要喷火，鼻孔要冒烟。好，既然你说这些妖兽是你自己杀的，那你现在可有胆量就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与我比一场？如果你赢不了我，便证明你所说的皆为谎言。吕波说话间，直接拔出了一把2阶下品的灵剑，剑锋直指秦毅。秦毅眼中闪过一抹不屑的光芒，道：“既然你要自取其辱，我不介意成全你。”他对付范琪等人要找无人之地，并不是要隐藏实力，纯粹只是要杀人灭口，抹去所有可能会暴露的风险罢了。所以他根本不在乎在这个场合展现出自己的力量，更何况区区一个吕波而已，也根本不可能让他暴露真正的底牌。听秦毅答应了下来，顿时在场所有人都面露期待之色，想要看看秦毅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究竟是真材实料还是弄虚作假。站在副宗主周文身后的周成器嘴角划过一抹冰冷的弧度，他可不相信秦毅有这么厉害。只要秦毅被吕波镇压，那秦毅注定身败名裂，还要被宗规严惩。稍微运作一番，将秦毅直接从玄天宗驱逐出去，轻而易举。只要秦毅被玄天宗驱逐，那拥有下品火焰道体，成为了真传弟子的叶倾城，自然就不会对这种丢人现眼的家伙再心存一丝幻想。而且秦毅被驱逐了后，他想怎么弄死秦毅都可以。这一刻的周成器感觉自己与叶倾城的距离已经拉近了一大截。场中，秦毅随意地拔出了赤血刀，刀锋出鞘的瞬间，赤红刀光闪过，发出清脆声响。吕波冷哼一声，气息爆发开来，
元丹境三重。吕师兄什么时候突破到了元丹境三重？惊呼声响起，吕波的脸上随之浮现傲然之意，道：秦毅，你以为我是怎么得到10颗妖核的？我在第3关考核的第2天就已经突破到了元丹境三重，即便如此，我还带着一支小队才有了这个成绩。而你算个什么玩意？拿15颗妖核出来说是你自己杀的，也不怕让人笑掉大牙？秦毅神色冰冷道：别浪费时间了，有什么手段就尽管使出，放马过来便是。如你所愿。吕波怒喝，身形瞬间激射而出，他手中的灵剑刹那掀起一片璀璨耀眼的光芒，密集的剑气呼啸。这是一门玄阶中品的剑法，而且吕波已经将这门剑法修炼到了大成之境，结合他那元丹境3重的修为爆发，威力的确不俗。毕竟他有一个好姐姐吕方，在玄灵峰内门颇有影响力，经常给吕波送资源，指点吕波修炼。此时也有很多人觉得秦毅恐怕在吕波的攻势下连一个回合都撑不住，便会被狠狠镇压，原形毕露。吕波都已经在脑海中预想到了接下来的画面，秦毅将会全身血淋淋地趴在地上。他用实力揭穿了秦毅的谎言，守住了外门大考核的第1。可就在吕波的剑气即将劈落在秦毅身上之际，唰，一片赤色刀光倏然席卷开来。赤心刀法，赤地千里。吕波的剑光与剑气在赤色刀光之下直接湮灭。秦毅的刀锋横扫，朝着吕波的咽喉斩去。吕波的瞳孔紧缩，刹那间他感觉全身冰冷，仿佛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秦毅那扫来的刀锋在即将斩断吕波的脖子之际，忽然他握刀的手腕一翻，变成了赤血刀的刀身侧面，狠狠抽在吕波的面颊上。啪啊！吕波一边面颊被秦毅这一刀给狠狠抽烂，他惨叫一声，脑袋一歪，身体横飞出去数10丈，砸落在地后，又连着滚了10几圈。全场一双双眼睛瞪大，这简直比刚才看到秦毅拿出15颗妖核的画面还更加震撼。元刚境10重修为的秦毅，一刀就镇压了刚突破到元丹境3重修为的吕波，这太变态了吧！秦毅就仿佛做了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他随意的收刀入鞘，然后转身看向副宗主周文，道：周副宗主，我这个解释应该能让人心服口服了吧？一旁那阵法师老者轻咳一声，道：周副宗主，该做结论了。周文脸上看不出喜怒等神色变化，他点了点头，而后道：玄天宗外门大考核第1名秦毅，晋升内门弟子可任选一封加入，奖励积分3000点，玄阶极品传承1份，下品元力泉眼10天使用时间。随着周文的声音响起，此次外门大考核便算是尘埃落定。秦毅马上就可以利用这些奖励的资源去准备凝聚极品金丹了。玄天宗1年1度的外门大考核结束，秦毅获得第1，吕波第2，柳琪第3，黄泥第7，宋超第10。接下来前10之人可以自由选择玄天宗的任意一峰加入，成为内门弟子。6峰分别为玄天峰、玄阳峰、玄阴峰、玄海峰、玄光峰、玄灵峰。副宗主周文宣布完结果后便随之离去，那名阵法师老者则是笑盈盈地飞到了秦毅面前。秦毅拱手拜见明长老。外门大考核第3关第1天，秦毅就从柳琪口中得知了这位长老的具体信息。此人名为明千尺，是玄天宗4阶极品阵法师，不属于玄天宗6峰中的任何一峰，而是玄天宗符阵堂的长老。玄天宗6峰以武道修行为主，另外玄天宗还有符阵堂、炼丹堂、炼气堂。明千尺对秦毅点了点头，道：以小子的精神意志极为坚定，有这种基础，精神力肯定也弱不到哪里去。接下来就看你能不能感应灵纹了。老夫很欣赏你，不如你先跟老夫去一趟符阵堂，若检测出能感应到灵纹的天赋，干脆就直接加入符阵堂。想要成为一名阵法师，感应灵纹非常关键，灵纹能沟通天地之间的力量，是符箓与阵法的基础。此话一出，顿时又惹得周围传来一道艳羡目光。玄天宗的符阵水平很不错，所以符阵堂的地位远超炼丹堂与炼气堂。若能进入符阵堂，这可比加入玄天宗6峰中的任何一峰都要舒服多了。秦毅神色真诚，依旧保持着拱手的姿势，道：承蒙明长老厚爱，但弟子还是想去玄灵峰。明千尺的眼中闪过一抹光芒，道：以小子想去玄灵峰的原因，老夫知道，不过你就不怕竹篮打水一场空吗？秦毅平静道：我相信不会。明千尺的表情略微有些复杂，道：既然如此，老夫也就不勉强你了。当然，你即便加入玄灵峰，也可以去符阵堂检测一下是否能感应灵纹，若可以，那就抽时间修炼符阵之术，多一点本事傍身，不会有坏处。说话间，明千尺忽然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张明黄色、3指宽、手掌般长度的符纸，他另外一手的中指与食指并拢，在这一张明黄色的符纸上快速书写。随着他的指尖掠过，符纸表面浮现一缕缕闪烁着淡淡灵光的纹路。接着，明千尺将这一张符箓交给秦毅，道：你若想去符阵堂检测灵纹感应天赋，就拿出这张符箓，符阵堂的人看到符箓后会给你安排最好的检测方式。秦毅接过符箓，道了一声谢。明千尺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眼神中略带一丝遗憾，然后飞身离去。秦师弟，我也打算去玄灵峰。柳琪笑着说道，他
他的堂妹柳菲菲在玄灵峰，去了玄灵峰，多少能照应一些。黄泥道：“我打算去玄天峰。玄天峰是玄天宗的主峰，在6峰之中实力最强，当然竞争压力也最大。”宋超也开口道：“我去玄光峰。”几人聚在一起，表明选择，然后互相说了几句祝福的话。接着，柳琦便与秦毅直接前往玄灵峰。他们由外门大考核前10的成绩，不管加入任何一峰都不会被拒绝。柳琦带着秦毅先到玄灵峰，找到了柳菲菲。当柳菲菲得知秦毅在外门大考核中得到第1的成绩后，显得颇为惊讶。然后他亲自领着2人去完成了玄灵峰内门弟子的身份登记。然后柳菲菲还帮2人安排了住处，2人住在同一个院子。内门弟子的2人居住的院子同样需要积分，1个月100点，2个人平摊，1人1个月50点积分。这第1个月，财大气粗的柳菲菲直接帮2人缴纳了积分。齐哥、秦师弟，首先恭喜你们进入内门，接下来你们要好好适应内门的生活与修行节奏，这里跟外门是完全不一样的。内门弟子分为初级、中级、高级、顶级4个层次，每一次身份的提升都需要进行考核。在外门的时候，宗门对你们没有什么要求，一切看自觉，但内门弟子却有了明确的要求，比如每年必须要通过任务获得不低于1000点的积分，如果做不到，4年直接淘汰。除此之外，内门弟子还会有一些强制性的任务，这种任务安排下来，谁也不能拒绝，必须参加，否则会被驱逐。当然，成为内门弟子后，修行资源也有了一定的保障。你们现在是初级内门弟子，每个月可以得到20颗原石、1瓶1阶极品的丹药，这些只能算是基础的修行资源，但想要让自己更快的变强，多做任务获取积分，兑换大量资源才是唯一的途径。柳菲菲详细介绍了关于内门的一些情况，其实主要是说给秦毅听的，毕竟柳琦早就对这些事有所了解，而秦毅加入玄天宗外门都没有多久，肯定不了解这些。柳菲菲说完，然后看向柳琦道：“琦哥，你以外门大考核第3的成绩成为玄灵峰内门弟子，我建议你现在回4方城一趟，向家族报喜。反正刚成为内门弟子，起码1个月内不会有任何强制性的任务安排下来给你们。”柳菲菲跟柳琦都是4方城柳家的人，这4方城乃是这片区域最繁华的一座大城，柳家只是4方城的一个小家族。而此次外门大考核第2名的吕波所在的吕家也是4方城的一个小家族。上一世叶倾城到处想办法帮秦毅疗伤，就带着秦毅去过4方城。柳琦点了点头道：“我的确打算回去一趟，为了尽快回来修炼，我待会就出发。”片刻后，柳菲菲离去，柳琦则是准备回4方城柳家。他热情地邀请秦毅去4方城柳家做客，但秦毅婉拒了，他接下来还有大事的办。柳琦离开后，秦毅便直接去了玄灵峰专门兑换资源的地方，一口气兑换了2950点积分的灵药，这些灵药都是用来炼制完美筑基丹的。除此之外，顺便将外门大考核第1所奖励的玄阶极品传承也一并领取了。他选择了一门玄阶极品的金乌刀法，既然要在玄天宗修行，总得掌握一些玄天宗的手段，反正他很快就能学会，浪费不了他的时间。而灵药跟功法到手后，秦毅又将使用下品元力全眼修炼10天的机会使用掉。玄天宗6峰都位于天地元力极为浓郁之地，再通过阵法的力量汇聚天地元力，然后形成元力全眼，在元力全眼中修炼，事半功倍。正常来说，哪怕是下品元力全眼，使用1天得100点积分。玄灵峰的下品元力全眼位于一个个修炼室内，秦毅进入其中一个修炼室，顿时就感觉到了极为浓郁的元力波动，身体周围无形的元力好似水流在涌动。先结虚丹，做好突破的最后一步准备，然后再用完美筑基丹结合虚丹，一举晋升极品金丹。秦毅眼中流露出璀璨金芒，神色坚定，马上就静下心来，全力运转鸿蒙天仙经。玄灵峰山顶，一名老者来到峰主凌运的面前，启禀峰主，好消息，倾城在秘境中修炼收获巨大，已经达到了归一境5重修为，而且倾城已经找到了秘境中那把火灵剑。凌运脸上流露出激动喜悦之色，道：“不愧是下品火焰道体，潜力果然巨大，用不了多久，玄天宗新生代最强之名便会属于他了。即便放眼整个青州，有朝一日，倾城也必将能在最高的位置占据一席之地。”老者拱了拱手道：“另外，秦毅也加入我们玄灵峰了。”凌运眉头微蹙，他不是刚成为外门弟子没多久吗？老者道：“峰主有所不知，秦毅参加了外门大考核，凭借元刚境10重修为拿下了第1，此子也不简单，一刀就将元丹境3重修为的外门弟子击败，或许这也是一个了不得的天才。”凌运的目光闪烁道：“这小子人在何处？”老子道：“他加入玄灵峰后，就直接使用下品元力全眼修炼了，以他的境界，估计是想着一鼓作气冲上元丹境吧。”凌运嗯了一声道：“等他从下品元力全眼修炼室出来，检测一下他的元丹品质。”老者拱手道：“是。”算了。凌运想了想道：“到时候我亲自去看看。”元力全眼修炼室内，秦毅运转鸿蒙仙经，以极快的速度吸收炼化周围涌动的天地元力。换作玄天宗其他内门弟子，哪怕使用的只是下品元力全眼，
但也完全够用了，根本吸不完。可秦毅的情况却是，他还得稍微放慢一点节奏，不然这修炼室中的阵法对他供应天地元力的速度根本赶不上他吸收的速度。时间一天接着一天过去，第6天，秦毅的丹田中已然凝聚了一个拳头般大的元力球。秦毅继续吸收天地元力，压缩这个元力球，元力球不断缩小，变得更加凝实。第9天，原本的元力球已经缩小到仿佛一枚鸽子蛋般大小，但表面却散发着一层朦胧的光芒，显得似乎有点虚幻。这就是虚丹。秦毅接下来只需要通过完美筑基丹，再淬炼一遍虚丹，就能让虚丹化作极品金丹。这种先凝虚丹的做法在天界其实很常见，但在这一方世界却无人通晓方法。我还可以再使用1天下品元力泉眼修炼室，修为境界现在是没法提升了，那就酝养神通种子吧，争取尽快养出9转金身的第1转。秦毅在玄天宗外门大考核第3关，总共获得了45颗1阶下品的妖核，拿出来证明成绩的那15颗妖核并没有被玄天宗高层收走，仍旧属于他。现在这45颗妖核都被秦毅放在鸿蒙鼎内，他心念一动，一颗接着一颗妖核从鸿蒙鼎中飞了出来，然后炼化妖核，用于酝养第3枚神通种子。1天时间下来，45颗妖核全部炼化。秦毅的第3枚神通种子表面弥漫的那一层金光显得极为浓郁，而且这枚神通种子也已经出现了生根发芽的趋势。妖核数量虽然不少，但终究全部都是1阶下品的妖核。秦毅叹了一口气，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暂时只能得到这些资源。倘若鸿蒙鼎内还有先天之气，那还好说，但先天之气已经耗尽，补充先天之气这件事也该做一些准备了。就在秦毅自语间，这个下品元力泉眼修炼室的阵法忽然停止了运转，这意味着10天时间已到，要出去了。秦毅用身份令牌解开了这个下品元力泉眼修炼室的禁制，打开门后便往外走去。可刚走到门口，他表情忽然一怔，然后停下了脚步。外边很多人，玄灵峰的峰主凌运站在最前方，凌运身后还有好几个年纪颇大的老者，这些都是玄灵峰的长老。在这几个长老身后是一群气息雄浑的中年人，其中之前指点秦毅修炼赤心刀法的方寸也在。除此之外，周围聚集着大量年轻人，根据他们的衣着可以判断出9成都是玄灵峰的内门弟子，还有一部分是核心弟子。发生什么事了？秦毅目光闪烁，心中暗道。紧接着他往前走了几步，站在了凌运的面前，拱了拱手道：弟子秦毅拜见凌峰主。凌运神色平淡，点了点头道：已参加外门大考核，凭借元刚境10重修为创造了一个奇迹，夺得考核第1。而这10天你都待在这下品元力泉眼修炼室内，应该已经凝聚元丹了吧？其实他已经感应到秦毅身上有元丹的气息波动了，这就是走个程序问一句。秦毅现在只是凝聚的虚丹，但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的确是凝聚了。关于虚丹这种事跟其他人没法解释，故此秦毅点了点头道：峰主慧眼如炬，的确弟子已凝丹了，那就看看你的元丹究竟是何品质吧。凌运说道。元丹的品质没法通过感应去判断，而且元丹无法离开武者的丹田，检测元丹品质乃是通过一种特殊的灵气。凌运刚说完，便有一位玄灵峰的长老立刻祭出了一颗珠子，珠子飞到了秦毅的面前。老者道：秦毅，你抓住这颗珠子便可，若珠子散发白光，就意味着你凝聚的乃是最基础的白丹；若珠子散发出银光，则象征你凝聚出了银丹。当然，如果能让珠子散发出金光，那便是最高品质的金丹。不管是白丹还是银丹，甚至是金丹，都能根据珠子散发出的光芒强弱，确定最终的品质。这一刻，秦毅忽然明白了为何这么多人站在修炼室门口，这跟他凭借外门大考核第1的成绩加入玄灵峰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跟叶倾城、跟凌运有关。叶倾城现在是真传弟子，而且拥有下品火焰道体，万众瞩目。他跟叶倾城的关系不是秘密，所以他也因此而得到了大量的关注。作为玄灵峰的峰主，都要亲自来检测他的元丹品质，不引起轰动才怪。秦毅刚才已经承认的确凝丹了，现在只能配合检测一下。他看着飞在面前的珠子，然后伸出了手掌，抓住了那一颗珠子。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被秦毅抓在手里的珠子，很好奇这个跟叶倾城关系很不一般的家伙天赋究竟如何。几个呼吸的时间过去，被秦毅抓在手中的珠子忽然轻轻一颤，紧接着一层微弱的白光闪烁了起来，明灭不定，就好似风中残烛一般，随时都可能会熄灭。所有人白丹，而且还是下品白丹。说是下品白丹都有点勉强，毕竟光芒太弱了。这是我见过的品质最差的元丹，他能凭借元刚境10重修为，一招就击败吕方师姐的弟弟吕波。吕波可是极品白丹，而且还是元丹境3重修为，按理来说他的天赋不至于这么糟糕吧。人群中一个眉眼狭长的年轻女子冷哼一声道：我弟吕波只是因为急于突破元丹境3重，导致力量不稳，再加上大意轻敌，才会输给了他。另外有些人在某个阶段显得很强，但却是动用了一些手段，提前透支了潜力，想要在武道这条路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
那就不能走任何捷径，所有的歪门邪路都是自毁前程。这个女子便是在玄灵峰内门中颇有影响力的吕方，拥有元丹境10重修为的顶级内门弟子，而且她凝聚的是下品银丹，同时她还是重品寒冰灵体的资质。听了吕方的话，周围一群内门弟子都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玄灵峰的峰主灵韵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的光芒，如果秦毅是顶级潜力，那他配得上叶倾城。从今往后，玄灵峰双骄将会给玄灵峰带来无数的荣耀。但很显然，秦毅不是，非常勉强的下品白丹，这种资质可谓是差到了极点。跟叶倾城的下品火焰道体比起来，中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天堑鸿沟。虽是下品白丹，但也莫要自暴自弃，武道之路，强者不息，好好努力。灵韵对秦毅做了一番鼓励，然后便心情极为轻松地飞走了。一群玄灵峰的长老也都摇头叹气，本以为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天才，结果却是这般平庸，浪费了他们时间。很快，众人相继散去，但玄灵峰执事方寸却没有直接离开，他走到了秦毅面前，伸出手掌拍了拍秦毅的肩膀，道：管他白丹银丹金丹，相信自己继续往前走就行了。下品白丹也不是不能在修行界站稳脚跟，只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汗水，一样有机会出人头地。秦毅，我之前对你说的那番话依旧作数，你已成为内门弟子，我在玄灵峰带领的修行小队随时给你留一个位置。秦毅看着面前的方寸，郑重地拱了拱手，道：多谢方执事。方寸道：那我等你。按照玄灵峰的规则，刚成为内门弟子得1个月后才能加入修行小队，毕竟先要熟悉内门的情况，适应内门的生活与修行节奏。1刻钟后，秦毅返回了玄灵峰内门弟子的住处。下品白丹，他脸上浮现一抹古怪的神色。接下来他可是要成为拥有极品金丹的男人。秦毅现在已经凝聚了虚丹，而且还准备好了炼制完美筑基丹的材料。接下来还差2样东西，炼丹炉跟灵火，这也是炼丹师必备。玄天宗的炼丹堂那边有炼丹炉以及灵火，但都需要积分兑换。秦毅在外门大考核得到第1，奖励的3000点积分，花掉了2950点去兑换灵药，就只剩下50点积分了。最差的一阶下品炼丹炉都得好几百点积分，至于灵火，哪怕是下品的灵火也需要上万点积分。灵火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而灵火之上便是道火、圣火、神火。像叶倾城现在是下品火焰道体，他就能凭借自身释放下品道火。但秦毅早有计划，他要去四方城。四方城内有丹宝阁，丹宝阁是青州丹药生意做的最大的势力，这一方世界名为苍界，而玄天宗、四方城、大秦皇朝都属于苍界青州的一部分。上一世，叶倾城带着秦毅去四方城求药，秦毅就听说过一件事，只要能成为丹宝阁的注册炼丹师，丹宝阁便会赠送1份灵火以及1座炼丹炉，而且丹宝阁的炼丹炉以及灵火比起玄天宗的炼丹堂品质肯定要更好，并且可供选择的数量以及种类也更多。但要成为丹宝阁的注册炼丹师，得有人引荐。丹宝阁那边，秦毅岛也有熟人，大秦皇朝天丹楼之主朱孝的弟子沈莲英，当初便被朱孝派人送到了丹宝阁。沈莲英的资质还行，在丹宝阁站稳脚跟的问题不大，可以找沈莲英引荐。不过能否直接找到沈莲英是个未知数，所以秦毅要做第2手准备。他之所以回住处，其实是为了看看柳七回来没。柳七所在的柳家就在四方城，虽然不是四方城的顶级豪门。3天后，四方城柳家，秦毅找到了柳七。柳七带着秦毅见到了柳家的家主，也就是柳菲菲的父亲柳明。柳明看到柳菲菲的玉佩，然后听了秦毅的来意后，他面露一抹难色。秦毅道：如果柳家主有难处，那就不必勉强的。柳明摇了摇头道：倒也不是不行，只是丹宝阁那位与我们柳家关系极好的3阶炼丹师最近出事了，被吕家的人打压，然后离开了四方城，调到了小地方去。秦毅目光一闪，吕家。一旁的柳奇道：就是吕波所在的吕家，吕波的大伯吕海涛是丹宝阁的注册炼丹师，前些时日晋升为4阶下品炼丹师了。这吕家跟我们柳家的关系一向很糟糕，针锋相对。吕海涛成为4阶下品炼丹师后，身份地位都暴涨，然后便用极为强势的手段，将丹宝阁内跟我们柳家关系好的人都给打压了一遍。秦毅的目光闪烁，柳明想了想，然后对秦毅说道：你稍等片刻，我去找找其他人。秦毅等待期间，询问柳奇是否听说过丹宝阁有一个人叫做沈莲英。柳奇摇头表示不知。1个时辰后，柳明找到愿意帮秦毅引荐之人，这是一个看上去40多岁的中年男子，一身青色长衫，下巴留着短须，是丹宝阁的1阶极品注册炼丹师。柳明已经与他说清楚了。中年男子看向秦毅道：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只负责引荐，至于成不成，那是你的事。秦毅点头道：明白，那接下来就麻烦张丹师了。中年男子道：跟我走吧。在中年男子的带领下，秦毅来到了四方城的丹宝阁。丹宝阁位于四方城最中心地段，占地极大，气派奢华。中年男子将秦毅带到了丹宝阁专门用于给炼丹师注册的地方，为秦毅做了引荐。我能帮你的就到这了，接下来只能靠你自己。中年男子说道。秦毅拱手多谢前辈，另外
我想向前辈打听一个人。说话间，秦毅将之前还没有用完的3阶下品养魂丹取了一颗出来，递给中年男子。中年男子顿时面露一抹喜色，收了秦毅给的养魂丹，道：“你想打听谁？”沈莲英。秦毅道。中年男子一脸震惊，已认识沈莲英。秦毅淡淡道：“我与他算是老相识了。”中年男子深吸了一口气，道：“他虽然来丹宝阁不久，但因为天赋很好，被丹宝阁首席炼丹师收为了弟子。”秦毅道：“不知前辈可否帮我联系一下沈莲英？”中年男子道：“好，我去找他。”如果是之前，他肯定不想搭理秦毅，但现在收了秦毅的好处，而且秦毅跟沈莲英有这么一层关系，那他就很热情的帮忙了。中年男子离开后，一个负责炼丹师注册之人监督秦毅开始考核。丹宝阁的炼丹师注册有3关考核，一是辨别灵药，2是操控火焰，3是炼丹。辨别灵药需要在1个时辰内，在数千种灵药中找到丹宝阁指定的10种灵药。操控火焰则是考验对火焰的使用手法。最后一步炼丹，则是炼制最基础的1阶下品丹药就行。而且每一关考核不仅有人盯着，还会有留影晶石记录画面，防止有人收买监督之人进行作弊。秦毅开始第1关考核，而此时丹宝阁内，玄天宗玄灵峰内门弟子吕波神色匆匆找到了一个年轻男子。他以玄天宗外门大考核第2的成绩成为玄灵峰内门弟子，但因为跟秦毅交手受伤，所以最近都待在四方城吕家休养。强哥！吕波喊道。此人名为吕强，乃是吕海涛的长子，同时也是个1阶上品的炼丹师。吕强看着吕波笑道：“你怎么来了？”吕波道：“强哥，那个在玄天宗外门大考核中抢了我第1，还伤了我的秦毅，来了丹宝阁。”吕强目光一闪，他来做什么？吕波道：“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他想成为丹宝阁的注册炼丹师，是柳家那边帮忙牵的线，替他引荐。”吕强一听，随之面露冷笑，道：“原来如此，这口气我替你出了。”吕波道：“多谢强哥。”吕强笑道：“你我兄弟，不需要如此客气。”吕波低声说道：“强哥，下手狠一点，就算不方便弄死他，也要让他吃个大苦头。”吕强冷了一声，道：“放心吧，我会废了他。”秦毅仅用1刻钟，便从上千份胡乱堆积的灵药中找到了指定的10份灵药，轻松通过了第1关。接下来便是第2关，控火。负责炼丹师注册之人将秦毅带到了一个密室中，密室内显得极为灼热，因为密室中有一缕蓝色火苗飘在一个小小的香炉上方，这是下品蓝灵火。你需要做的是在1刻钟内将其收入香炉中，便算通过。负责炼丹师注册之人说道。秦毅点了点头。可就在这时，吕强走了进来。吕少，负责炼丹师注册的男子立刻拱手，满脸笑容。吕强他爹现在是4阶下品的炼丹师，在丹宝阁的影响力提高了1大截，所以吕强的身份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吕强淡淡道：“刚好闲来没事，就过来看看。行了，你出去吧，这里交给我。”是。此人离去。吕强瞥了一眼秦毅，眼中满是不屑之色，道：“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开始！”秦毅已经猜到了吕强的身份，他在柳家等消息的时候，柳琦对他介绍过吕家的一些情况。吕波的大伯吕海涛有一个儿子吕强，也有炼丹师的天赋，是丹宝阁的1阶上品炼丹师。吕强前来插手他的炼丹师注册，显然不是什么好事。但事已至此，那就继续，见招拆招。他看向那飘在小香炉上的下品蓝灵火，下一刻单手结印，一缕气息朝着蓝灵火涌去。他的气息注入这下品蓝灵火内，顿时蓝色的火苗轻轻一晃，便在秦毅的控制下朝着下方的小香炉落去。只要在1刻钟内将蓝灵火收入小香炉内，这一关考核便算通过。看到秦毅如此轻易就控制住了蓝灵火，吕强的眼中不由得闪过一抹诧异之色。下一瞬，他的嘴角上扬，划过一抹冰冷的弧度，藏在袖中的手屈指一弹，一缕无形的气息猛然射向那小香炉。原本即将落入小香炉内的下品蓝灵火，顿时就被弹射而起，而且下品蓝灵火的力量也被激发，小小的火苗陡然化作了一片蓝色的烈焰，朝着秦毅席卷而去。他不仅要阻止秦毅的考核，还要趁此机会利用火焰反噬秦毅。秦毅不死也得脱一层皮。眼见着蓝色的烈焰就要将秦毅的身体淹没之际，秦毅冷哼一声，依旧还是单手结印，顿时靠近他的火焰直接消散，蓝灵火恢复到了之前那火苗般的形态。吕强眉头微蹙，紧接着藏在袖中的手掌探出，猛然一抓，下品蓝灵火便直接飞到了他的掌心中。秦毅看向吕强，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寒芒。吕强冷笑道：“你继续啊，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通过这一关考核。很愤怒是吗？哈哈，你再怎么愤怒也没有用。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吕家之人，吕波是我堂弟。秦毅啊秦毅，你在玄天宗外门大考核时抢了我堂弟的第1名，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完全不给我堂弟一点面子，害他丢脸受伤。现在你来了我的地盘，我当然得为我吕家之人出一口气。话我就放在这了，只要有我在，你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丹宝阁的注册炼丹师。”他满脸嚣张，完全不把秦毅放在眼里。秦毅看着被吕强抓在手中的蓝灵火，道：“这里可是有留影晶石的。”吕强毫不在乎，道：“留影晶石记录的画面而已，如果留影晶石毁了，那自然就没有用处了。”说话间，吕强另外一手
朝着密室的角落一抓，一颗晶石瞬间飞向他的手里，但秦毅也随之抬手一抓，直接将飞向吕强的流影晶石截获。吕强冷哼一声道：“就算你拿到了流影晶石又怎样？流影晶石是死的，人是活的。以我们吕家现如今在丹宝阁的地位，没有人会愿意替你出头而得罪我们吕家。蓝灵火在我手里，你休想通过这一关考核。”秦毅淡淡道：“你确定你能抓住蓝灵火？”吕强大笑：“我乃一阶上品炼丹师，我掌握有玄阶中品的控火之术，我本身甚至炼化了中品灵火，这区区下品蓝灵火而已，我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秦毅冷哼一声，刹那间双手结印，下品的蓝灵火内刚才已经注入了他的气息。此刻秦毅施展的控火之术名为太眼焚天诀，此乃天界控火奇术。刹那间，秦毅施展的太眼焚天诀便与蓝灵火中他的气息产生了共鸣。轰！火光猛然间就在吕强的手掌中爆开。啊！吕强顿时发出一声惨叫，他的手掌遭受重创，而且蓝色烈火直接将吕强的全身笼罩。此刻的蓝灵火所爆发的威势远超下品灵火的范畴，吕强的控火之术压根控制不住蓝灵火的爆发。吕强的头发、眉毛以及身上长衫都被点燃，全身皮肤也开始被焚烧炙烤，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而已，吕强的身体便倒在了地上，全身焦黑，被烧得皮开肉绽，冒着烟雾。秦毅这才收回了下品的蓝灵火，随手一甩，将蓝灵火投入了那小香炉内。随着蓝灵火落入小香炉内，轰隆隆，密室的门缓缓打开。秦毅拿着小香炉往外走去，看到秦毅出来，那原本负责炼丹师注册的人只是有些惊讶秦毅的速度之快，而他的身边站着的另外一人却是傻了眼。此人正是跟着吕强来的吕波。你竟然没事？吕波嘀咕了一声，他的脸色不太好看，毕竟吕强可是跟他说了会将秦毅给废掉。强哥！吕波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刻冲向密室。轰！秦毅毫不客气，直接一脚踹在了吕波的腹部。哇！吕波的身体顿时弓了起来，往后倒射，砸在地上后，哇的一声吐了一大口血。那负责炼丹师注册之人也意识到了不对，他立刻冲入了密室内。当他看到被烧成黑炭一般奄奄一息的吕强后，他整个人都懵了一下，紧接着他赶紧将吕强抱了起来，冲出密室。来人！此人大喝。刹那间，一道道身影激射而来，这些都是丹宝阁培养的武者，一个个气息雄浑，明显是训练有素。吕波捂着肚子站了起来，吐了一口血沫，大吼：“好你个秦毅，竟敢在丹宝阁暗害我强哥，你死定了！在丹宝阁闹事，别说你只是玄天宗的内门弟子，就算是真传弟子也没用，都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还愣着干什么？动手啊，将他宰了！”秦毅神色冰冷，一股强大的威势轰然爆发开来，顿时震慑住了丹宝阁的护卫。紧接着他大喝道：“都说丹宝阁是个公平的地方，我实在没想到丹宝阁竟也是藏污纳垢之地，都给我看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洪亮，掀起滚滚音波，那一颗流影晶石顿时从他手中甩出，飞到了空中，然后洒落下一片光芒，光芒内浮现了刚才在密室中发生的一幕幕画面。看到这些画面，包围了秦毅的丹宝阁护卫全都皱起了眉头，而那吕波则是神色无比难看。也就在这时，一名中年男子走来，他看了一眼全身焦黑在痛苦呻吟的吕强，然后又看了一眼捂着肚子还在吐血的吕波，最后看向秦毅：“我乃丹宝阁护卫队统领李伟，这种事由我负责。”说完，他朝着空中的流影晶石伸手一抓，流影晶石飞到了他的手里，紧接着流影晶石咔嚓一声直接粉碎。李伟看着秦毅的目光顿时变得冰冷，怒斥道：“狂妄小儿，来我们丹宝阁闹事，我看你是活腻了，动手！杀无赦，我看谁敢！”也就在此刻，一道女子的冷喝声响起，身穿白色长裙，不论是容貌还是身材都无可挑剔的沈莲英飞掠而来，飘落在了秦毅的面前。秦毅看着沈莲英，心中不由得感叹，他才来丹宝阁没多久，不仅修为突破到了元丹境，他的气质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而沈莲英看着秦毅，他那精致无瑕透着清冷之意的脸上也不由得流露出了复杂的神色。当初他对秦毅心中已生情愫，但奈何还未萌芽，秦毅就已经出事了。他来到丹宝阁后，脑海中还是会经常浮现秦毅的身影，万万想不到竟然能与秦毅还有再见之时。秦毅与沈莲英四目相对，沈莲英的情绪波动较大。秦毅淡淡一笑道：“沈姑娘，我们又见面了。”沈莲英的思绪收了回来，道：“我实在没想到还能与六皇子再相见。”语气之中颇有感慨之意。他来到丹宝阁后，只是派人给大秦皇朝天丹楼的楼主朱孝传过一封书信，目前还没有收到朱孝的回信，所以他对大秦皇朝发生的事情暂时还一无所知。秦毅道：“我已不是大秦皇朝的六皇子，现在我的身份是玄天宗的玄灵峰内门弟子，沈姑娘以后无需再称呼我为六皇子了。”沈莲英目光闪烁，随即冷了一声道：“如果不介意的话，那我便喊一声秦大哥。”秦毅点了点头道：“这是我的荣幸。”沈莲英随即问道：“秦大哥，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秦毅用简短的几句话将刚才发生的情况说了一遍。听完后，沈莲英的脸上
浮现一抹怒意。他转过身去，看向那担保阁护卫队统领刘伟，用着冰冷的语气说道：“刘统领，你好大的胆子，竟无视担保阁的规矩，还当众销毁证据。你以为你能在担保阁一手遮天了吗？还是说，你觉得刚成为4阶炼丹师的吕海涛能将这些事给压下去？”刘伟的脸色苍白，他万万想不到秦毅竟然跟沈莲英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刚才听到两人的对话，刘伟就已经彻底慌了。别看沈莲英才来担保阁没有多久，但沈莲英现在可是担保阁首席炼丹师的弟子。担保阁的首席炼丹师，放眼整个青州，那也是大名鼎鼎之人，就连担保阁的阁主都得对首席炼丹师客气有加。刘伟急忙低头弯腰拱手道：“沈丹师，请听我解释。”沈莲英冷哼一声道：“没什么好解释的，你自己去担保阁的执法堂老老实实交代吧。”接着沈莲英又扫了一眼在场的担保阁护卫，道：“虽然刘伟毁掉了刘影晶石，但你们刚才都看到了刘影晶石的画面，或许你们当中有人打算硬着头皮当作不知道，甚至是做伪证，但我相信总有人会说出真相。只要有人说出真相，那其他做伪证或者装糊涂的人会有什么后果，就不用我再强调一遍了吧。”顿时便有护卫跪在了地上，道：“沈丹师放心，我一定会将所看到的如实上报。我也看得一清二楚，的确是吕强不顾规矩，为难秦公子的注册考核，是吕强咎由自取。刘统领为了讨好吕强的父亲，当众销毁证据，我们都看在了眼里。”这一刻，刘伟面如死灰，他完蛋了。刚晋升4阶下品炼丹师的吕海涛根本保不住他。接着沈莲英看向那被秦毅踹了一脚还在吐血的吕波，冷喝一声：“担保阁是担保阁，玄天宗是玄天宗，你们玄天宗的事闹到担保阁来，这可不合规矩。来人，将吕波与吕强给押下去。”立刻就有跪在地上的护卫站了起来，按沈莲英的命令将吕波扣押，哪怕是全身焦黑如炭奄奄一息的吕强也被带走。处理完了这件事后，沈莲英众心转过身，看向秦毅道：“秦大哥既然已经通过了前面2关的考核注册，还剩下最后1关，那就由我来监督吧。秦大哥意下如何？”秦毅道：“那就麻烦沈姑娘了。”沈莲英稍微提了点音量道：“我都喊秦大哥了，秦大哥再喊我沈姑娘，是不是不太合适？”秦毅：“那就麻烦莲英了。”沈莲英的脸上浮现一抹狡黠的笑容道：“那我们走吧。这第3关注册考核乃是炼制出担保阁指定的1阶下品灵丹。”秦毅拿到了丹方以及炼制丹药所需要的灵药。这一关考核可以使用自己的炼丹炉与灵火，也可以使用担保阁提供的炼丹炉与灵火。当然，用自己的炼丹炉跟灵火炼丹肯定更方便，但秦毅没有，他只能使用担保阁提供的炼丹炉与灵火。反正只是1阶下品灵丹而已，没什么难度可言。整个过程，沈莲英都在一旁仔细的观看。虽然他来了担保阁，他得到了莫大的机缘，接触到了青州最顶级的炼丹术，但他对秦毅的炼丹术依旧非常好奇。毕竟秦毅在大秦皇朝的时候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段时间他没有见过秦毅炼丹，现在总算是有机会了。只是看了片刻，沈莲英的眼中便流露出了震惊的光芒。这种1阶下品的灵丹炼制起来很简单，但也不该这么简单吧。秦毅不管是萃取灵药精华，还是融合灵药精华凝结成丹丸，亦是温养丹丸，都简单到完全不像是炼丹，化繁就简。沈莲英的脑海中浮现了4个字：将所有没必要的步骤全部省去了。不，省去的不是没必要的步骤，而是用简单的手法将那些复杂的步骤的作用全部体现了出来。师尊作为担保阁的首席炼丹师，若是他来炼制1阶下品的灵丹，能做到这个地步吗？沈莲英心中暗道，不断拿他师尊来跟秦毅做对比，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毕竟他的师尊在炼丹方面的造诣，在偌大一个青州，就算不是最强的，但也足以排进前3。1个时辰后，秦毅便完成了丹药的炼制。当丹药取出后，沈莲英认真的检查每一颗丹药，浑然天成，药性圆融。秦大哥的炼丹术太厉害了，沈莲英不禁感慨道。秦毅淡淡一笑道：“见丑了，现在是否可以去注册了？”沈莲英点头：“当然可以，我这就带秦大哥去将手续给办了。”在沈莲英的带领下，秦毅很快就完成了担保阁炼丹师身份的注册，得到了1块令牌。令牌的正面是担保阁3个字，背面则是秦毅的名字以及1阶炼丹师的身份。秦大哥，有了这1块令牌，以后你来担保阁购买灵药、丹药都能享受8折的优惠，而且你炼制的丹药也可以拿到担保阁进行售卖，担保阁按照丹药售卖价格收取1成的利润。另外，你现在拥有了注册炼丹师的身份，担保阁可以送你1份灵火以及1座炼丹炉。反正这东西不要白不要，得到后不用也可以拿去卖了换原石。我这就带秦大哥去挑选好点的灵火以及炼丹炉。他知道秦毅没有灵火以及炼丹炉，但却没有说出来，而是说不要白不要，非常照顾秦毅的面子。秦毅正想说这件事，沈莲英便提了出来，省得他开口了。好，秦毅点头说道。送的灵火自然是好不到哪里去，正常来说都只是送下品灵火，但沈莲英动用了一点关系，给秦毅走了后门，最终帮秦毅得到了1份上品的灵火。这份上品灵火名为赤阳火，灵火封印在1块玉石中，
纯净的玉石内，一缕赤色的火光在跳跃。沈莲英将封印着赤阳火的玉石递给秦毅，多谢了。秦毅接过，然后说道：“一份下品灵火，最便宜的都需要上千颗原石才能买到，而上品灵火价值最低都不会低于1万颗原石。就算沈莲英动用了关系，再抹除了丹宝阁本该送给秦毅的下品灵火的差价，沈莲英也绝对还拿了不少原石出来。沈莲英现在是丹宝阁首席炼丹师的弟子，但他手里未必有那么多的原石。可沈莲英没说这些事，秦毅也没多问，记在心中便可。到时候找个机会赠送一份机缘给他，当做回报。秦大哥，灵火已经到手了，你先进旁边的密室中看看合不合适，如果不合适就换，若合适的话，我再带你去挑选一座好点的炼丹炉。”沈莲英笑着说道。秦毅点头，了一声，然后进入了密室。另外一边，4阶下品炼丹师吕海涛从丹宝阁的牢房中将吕强与吕波接了出来。看着吕强的惨状，吕海涛的眼睛都仿佛在喷火，无比愤怒。秦毅那个小兔崽子现在在哪里？吕海涛低吼。吕海涛身后立刻有人答道：“北丹师，秦毅已经完成了注册，沈莲英带他挑选了上品赤阳灵火，估计待会就要带他去挑选炼丹炉了。”吕海涛的眼睛微微眯起，寒芒迸发道：“这事的确我们理亏，而且那沈莲英帮秦毅撑腰，我不好亲自出面，去跟管理炼丹炉的周丹师说一声，把所有好东西收起来，弄一些破烂给他捡。”秦毅进入密室之中，那一块封印了上品赤阳灵火的玉石被他拿在手里，随着手掌发力，玉石直接破碎开来，封印消失，赤色的火光倏然暴涨，猛地席卷。不等火光触碰到秦毅的衣物，秦毅的双手便以飞快结印，运转太眼分天诀。紧接着，熊熊燃烧的赤色火焰便陡然收缩，重新变成了一缕在他面前跳动的赤色火苗。火苗虽然只有指头般大小，可却散发着灼热的气息。秦毅的嘴角微微上扬，这赤阳火乃是上品灵火，不管用来炼丹还是用来战斗，对于他现在的境界来说，都属于非常不错的选择了。随着秦毅双手不断的结印，他的气息与力量源源不断的打入赤阳灵火之中，仅用了不到1刻钟时间，上品赤阳灵火便被秦毅成功炼化，吸收进入了丹田之中。就算是一些3、4阶的炼丹师，修为境界更高的武者，想要炼化上品灵火都不可能这么轻松。沈莲英刚才也只是提议让秦毅先试一试这赤阳灵火是否合适，结果秦毅直接就炼化了。其实以我现在的状态，就算炼化极品灵火也问题不大，但沈莲英毕竟刚来丹宝阁没有多久，即便成为了丹宝阁首席炼丹师的弟子，可自身的底蕴还不够，帮我弄到上品灵火已经是尽力了，倒也无妨。太眼分天诀可以融合不同的火焰，使得火焰的威力不断提升，不像寻常修士只能拥有一种灵火，要替换灵火时还得舍弃旧的灵火。秦毅调整了气息，然后就走出了密室。秦大哥怎样？在密室外等着的沈莲英立刻迎了上前问道。秦毅点了点头道：“这上品的赤阳灵火与我倒是非常契合。”沈莲英点头道：“这就好，那我们去挑选炼丹炉吧。”片刻后，沈莲英带着秦毅来到了丹宝阁存放炼丹炉的地方。负责管理炼丹炉的人名为周若，乃是一个3阶极品的炼丹师。周前辈，他是秦毅，刚通过我们丹宝阁的炼丹师注册，我带他来挑选一座炼丹炉。沈莲英对一名妇人行礼。很明显，沈莲英跟这个周若不熟，语态之中有一种生疏感，不像刚才带着秦毅去挑选灵火时，他跟负责管理灵火的炼丹师对话时，就仿佛跟自家长辈交流一样。秦毅也朝着妇人拱了拱手道：“见过周丹师。”周若面无表情了一声，然后道：“跟我进来吧。”周若走在前面，沈莲英与秦毅跟上，3人进入了一个极为宽敞的房间。房间内放着一座炼丹炉，可一进来，秦毅的眉头就已微微蹙起。这里的炼丹炉数量不少，但全都有问题。有的炼丹炉布满了锈迹，有的炼丹炉则是表面有一道道裂痕，还有的炼丹炉更是直接残破不全。虽然丹宝阁拿来送的炼丹炉不可能有高级的货色，但也绝对不至于都是些破烂玩意。沈莲英的脸色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道：“周前辈，这些炼丹炉不对吧？送给刚完成注册的炼丹师的炼丹炉不可能是这种品质的，就算再差也是完好的1阶下品。”周若道：“你有所不知，就在今日，副阁主下了命令，说要将所有1阶的炼丹炉拿去检查一遍，所以目前只剩下这些可以给秦毅挑选了。就在今日，是不是太巧了？”沈莲英的眉头紧锁，而秦毅则是目光一闪。刚才跟沈莲英过来的路上，他听沈莲英说过一些丹宝阁的情况，丹宝阁的副阁主跟他那个身为丹宝阁首席炼丹师的师尊关系可不太好，而吕海涛以及这个叫做周若的妇人都是丹宝阁副阁主阵营的人，他当然也看出来了，这不可能是巧合，是故意为之。沈莲英的话顿时使得周若那原本毫无表情的脸上浮现冰冷之意，他冷哼一声道：“沈莲英，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不用如此阴阳怪气，而且这的确是副阁主传达的命令，你若不信，你大可以亲自去向副阁主求证。”沈莲英当然不可能直接去找副阁主，他的身份地位还到不了那个层次，
他深吸了一口气，道：“请问那批炼丹炉什么时候才会送回来？”周若道：“最快也得7天后啊。秦毅今天刚通过炼丹师注册，这批炼丹炉就被送走了。按照丹宝阁的规矩，若刚通过注册之人7天内没有挑选灵火与炼丹炉，就视为放弃。”沈莲英的脸上浮现怒意：“你们刚好就卡住这7天，就真的一点也不掩饰，如此肆无忌惮吗？”周若冷笑：“沈莲英，注意你说话的分寸，你没有资格质疑我，更没有资格质疑副阁主的决定。这些炼丹炉就在这里，你们要就选，不要就离开。我可没有时间陪你们在这里浪费时间。”沈莲英非常生气，但他此时也无可奈何，于是看向秦毅：“秦大哥，我们走，我用其他办法送你一座炼丹炉。”然而秦毅却摇了摇头，道：“莲英，虽然这里的炼丹炉都多多少少有点问题，但也有一些能将就着用，我看看有没有稍微好一点的。毕竟不要白不要。”他已经有目标了，在这一堆残破的炼丹炉中，他发现了一座炼丹炉颇有特殊之处。沈莲英道：“也没有多想，的确不要白不要，就算残破用不了，拿了也能卖1点原石。要就动作快一点，我还有事，最多只给你1刻钟时间挑选。”周若用着冰冷的语气说道。秦毅并没有直接走向那一座特殊的残破炼丹炉，而是先看了其他几座炼丹炉，然后才走到了目标前方。这一座炼丹炉倒是完整，但表面布满了锈迹，明显可以看到大量的裂纹。秦毅的一只手伸出，按在了这炼丹炉的表面，顿时他感受到了一股极为惊人的灵性波动，而他的体内窍穴中由神通种子所化作的小龙虚影，此刻变得无比活跃起来。秦大哥，这一座炼丹炉虽然比较完整，但已经完全没有了灵气特有的气息波动，还是换其他的吧。沈莲英说道。行了，赶紧做决定，我得去忙其他事了。周若催促道。秦毅道：“就这个了。”沈莲英没有再说什么，反正即便换其他的也好不到哪里去，都是拿去当破烂卖掉换点原石。选定之后，秦毅便要开启储物戒，将这一座炼丹炉收走。他手中的这一枚储物戒还是杀了范奇后得到的，他抹去了范奇的气息痕迹，加上他现在已经是名义上的元丹境修士了，所以使用储物戒也很正常。然而那周若却忽然身形一闪，挡在了秦毅的面前，一手按在了炼丹炉的表面，压住了炼丹炉，使得秦毅的储物戒没能将炼丹炉收进去。“你这是何意？”沈莲英怒道。周若冷笑道：“你选择了，就是你的吗？炼丹炉皆为灵气，你得能够控制这座炼丹炉，才能带走。”接着周若看向沈莲英道：“我眼里可容不得沙子，我不像管灵火的家伙那样不顾规矩，对你百般纵容。一座残破炼丹炉，如何能掌控？”沈莲英气的胸脯都在剧烈起伏，这周若实在欺人太甚，将好的炼丹炉弄走，搬来一堆破烂，只给1刻钟时间，不断催促。现在就连破烂也不想给秦毅带走。残破的灵气，尤其是这种毫无灵性波动的类型，已经跟破铜烂铁没有区别了，这怎么掌控？让谁来也没用。莲英，既然这是规矩，那我就按规矩来办事。秦毅抓住了沈莲英的胳膊，免得沈莲英被刺激之下犯错，被对手找到攻讦的机会。接着他看向一手按在炼丹炉表面的周若道：“还请让开。”周若冷笑，收回了手掌，机会只有一次，不行就给我滚。秦毅神色淡漠，单手结印，瞬间按在了炼丹炉的表面。刹那间，他体内窍穴中的小龙虚影释放出一丝龙气，龙气经由秦毅的手掌注入面前的炼丹炉中。下一刻，异变陡生，这布满锈迹与裂痕的炼丹炉表层脱落，光华大放，一条缭绕着熊熊火焰的蛟龙从炼丹炉内猛然冲天而起，发出了洪亮的龙吟之声，散发出恐怖威压。原本布满了锈迹与裂痕的炼丹炉，忽然之间迸发出如此威势，使得周若还有沈莲英都惊呆了。那恐怖的火焰蛟龙在空中盘旋一圈，然后便俯冲而下，重新回到了炼丹炉内。紧接着，炼丹炉那已经没有了锈迹与裂痕的表层，浮现了一条栩栩如生的蛟龙图案。此地的动静不小，顿时惊动了许多人，一道道身影冲了进来。而秦毅趁着周若还处于震惊失神之际，瞬间将炼丹炉收入了储物戒内。沈莲英猛地回过神来，道：“秦大哥，我们走。”慢着！周若也已经回过神来。按照丹宝阁的规矩，赠送的炼丹炉品阶最高不能超过3阶，那座炼丹炉起码是4阶，绝对不能给秦毅带走。紧接着，周若身形一闪，挡在了沈莲英与秦毅的面前。沈莲英道：“我可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你这分明就是胡搅蛮缠。”周若冷哼一声道：“你们如果非要强行带走那座炼丹炉，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倒是要看看谁敢对我的弟子不客气。”一道冷喝声响起，紧接着一名年纪颇大的老妪出现在了场中。轰！一股强横的气浪爆发，周若的身体直接倒飞了出去，砸在地上后大口大口的吐血。师尊！沈莲英立刻对老妪拱手行礼，此人便是丹宝阁的首席炼丹师，放眼整个青州，炼丹术也能排入前3的楚玄。秦毅也朝着楚玄拱手行了一礼。楚玄打量了秦毅一眼，然后看向沈莲英道：“说说吧，刚才那么大的动静是怎么回事？”沈莲英将事情说明，楚玄眼中流露出一抹诧异之色。他虽然也很想看一眼那座炼丹炉，但现在场合不对，他道：“走吧。”说完，
就要带沈莲英与秦毅离开。那被楚玄的力量掀飞，倒在地上吐血的周若，急忙爬了起来，道：“楚丹师，这滚！”楚玄毫不客气，一声冷喝，手臂猛然甩动，周若再次往后倒飞了出去。也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身影冲了进来，随手一挥，柔和的力量接住了周若。楚丹师的脾气倒是很大，随意就对我的人动手，看来在楚丹师的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个副阁主啊！老者冷喝，其身份已然呼之欲出，丹宝阁的副阁主李栋。紧接着又有一群人冲了进来，站在李栋的身后。沈莲英对秦毅低声说道：“右边第二个就是吕海涛。”秦毅瞥了一眼吕海涛，吕海涛也在怒视着秦毅。一想到他儿子吕强的惨状，吕海涛就恨不得将秦毅给大卸八块。而周若这时也赶紧将情况汇报了一遍。当李栋、吕海涛等人得知秦毅竟然从一堆破烂炼丹炉中找到了宝，刚才的动静正是秦毅找到的炼丹炉所发出，众人脸色都变得有点古怪。楚玄冷笑道：“李副阁主，这里为什么全都是破破烂烂的炼丹炉？你难道心里没数吗？”李栋冷喝：“这种小事我何须关注？”楚玄一声嗤笑道：“可周若却说这是你的命令。”李栋他看向周若，周若顿时低着头，不敢与李栋对视。李栋顿时就明白了，周若在扯他的虎皮。这种事其实也没什么，但偏偏现在这个节骨眼却成为了他们落在楚玄手里的把柄。楚玄继续说道：“丹宝阁给每一个刚注册成为炼丹师的人都会送上一份灵火，一座炼丹炉，这是一直以来的规矩。如果这个规矩被打破了，那别人怎么看丹宝阁？岂不是会被人说丹宝阁送不起？不管秦毅得到了什么，这都是在规则范围内得到的。李副阁主，你若不想因为这点小事而惹人非议，我劝你就别再踩这浑水了。”说完，楚玄便要继续带着秦毅与沈莲英离去。李栋的表情阴冷，但却没有再说什么。他的确不好再纠缠下去，不然影响的是他的名声。可就在这时，人群中一名年轻男子却站了出来：“秦毅，那一座炼丹炉是你发现的，归你所有，的确没有问题。但是以你现在的能力，使用那么高品阶的炼丹炉，实乃浪费资源。不如将炼丹炉拿出来，我们给你一些补偿，再送你一座2阶的炼丹炉，如何？”你既然选择来丹宝阁注册炼丹师的身份，肯定也是想要借助丹宝阁的影响力谋取利益。大家有事都可以好好商量，没必要弄得这么剑拔弩张，和和气气才是正途。沈莲英在秦毅身边低声道：“秦大哥，他是李副阁主的孙子李翔，2阶中品炼丹师。”李翔接着说道：“我们的诚意已经很大了，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慎重决定。毕竟伤了感情，那可不是什么好事。”此话就明显带着一些威胁之意了。有些话，有些事，他那身为丹宝阁副阁主的爷爷李栋不好说，不好做，但他们年轻人来说，来做就方便多了。身居高位的人有些顾虑的事，对年轻人来说却毫无问题。秦毅看着李翔，淡淡道：“我们之间本就没有感情，何来伤了感情一说？”李翔脸上的笑容消失，神色变得冰冷，道：“我劝你重新想一想，再说一次。”秦毅道：“不必了。”李翔的脸色已然变得铁青，冷哼一声道：“我倒是有个提议，不如你我用炼丹师的方式比一比。比炼丹的话，我毕竟是2阶中品炼丹师，你才刚注册成为炼丹师，我就算赢了，也会被人说欺负你。所以我们可以进行斗火，正好你拥有上品灵火，我也拥有上品灵火，这就显得很公平了。若是斗火你输了，那就将那座炼丹炉留下。斗火是炼丹师之间用于比拼的一种方式，双方祭出火焰进行比拼，看谁的控火之术更精妙，谁的火焰更强。在炼丹师的圈子里，斗火非常受欢迎，毕竟炼丹师比炼丹消耗时间久，而且过程枯燥，但斗火便刺激很多了，短时间内就能分出胜负，激烈程度可以与武者之间的战斗媲美。李翔之所以提斗火，当然不是所谓的公平，而是斗火比炼丹多了许多凶险，他想要用斗火的方式给秦毅一个狠狠的教训。公平？沈莲英满脸寒意道：“李翔，你是皈依劲武重修为2阶中品炼丹师，你得到上品灵火也有好几年的时间，而我秦大哥才刚刚得到上品灵火，你所谓的公平，也不怕传出去让人笑掉大牙？”丹宝阁首席炼丹师楚玄对秦毅说道：“你不答应也没事，我保证那座炼丹炉是你的，谁也抢不走。”李翔用着阴阳怪气的语调道：“怎么，身为一个男人，连自己的事都做不了主吗？”秦毅看向李翔，淡淡道：“我若输了，将那座炼丹炉留下，这没问题，但你若输了呢？总不能让你就这么空手套白狼吧？”李翔目光一闪，心中激动，他意识到秦毅已经中了他的激将法，上钩了，于是立刻道：“我若输了，我的上品灵火归你。”秦大哥，别跟他比。沈莲英急忙说道。秦毅道：“无妨，他想要玩，我就陪他玩玩。”沈莲英帮他得到了上品赤阳灵火，如果再得到李翔的上品灵火，通过太眼焚天诀融合，他便将拥有极品灵火。拥有了极品灵火，不管是炼丹还是拿来战斗，效果自然比上品灵火要强一大截。既然李翔非要送，他就收下李翔的这份心意。接着秦毅看向李翔道：“那么多人在此见证，甚至有丹宝阁的副阁主以及首席炼丹师，我想你不会输了赖账吧？”李翔大笑：“秦毅啊秦毅，你倒是过于自信了，你若能赢我，
我说到做到，我的上品灵火归你。我李翔堂堂7尺男，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到做到。当然，我也得提醒你一句，如果你输了想要赖账的话，我保证你走不出丹宝阁的大门。这一刻，丹宝阁的副阁主李栋、4阶下品炼丹师吕海涛、3阶极品炼丹师周若等人都对李翔投去一个带着赞意的眼神。李翔这一招击将法用得妙，至于这一场斗火，在他们看来，李翔赢定了，李翔就没有一丁点输的可能。沈莲英神色复杂，有些紧张。丹宝阁首席炼丹师楚玄眼里则是浮现一抹失望之色，在他看来，秦毅的心性不行，被对方3言2语相击，就上了当。那就别浪费时间了，开始吧。李翔说道，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秦毅要跟李翔斗火，周围的人绝大多数脸上都带着一抹戏谑之色，当然是针对秦毅的。毕竟李翔乃是归一境5重修为，2阶中品炼丹师，这2个因素对于操控火焰都有极大的加持。更何况李翔拥有上品灵火多年，而秦毅刚得到上品灵火，现在充其量也就将上品灵火收入了丹田之中。想要随心所欲的操控灵火，得花许多时间与心思，配合精妙的控火法诀。综合来看，秦毅根本没有一丝的胜算，必败无疑。轰！猛然间，一团爆裂的火光从李翔的身上爆发开来，火光缭绕着他的身体在跳跃。李翔的右臂抬起，掌心向上，顿时熊熊大火便又在他的手中化作了一条灵巧的小火蛇，在他的手指缝隙中穿梭，活灵活现。李翔的控火术乃是玄阶极品的预言功，他从小就在控火方面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看现在这情况，他的预言功恐怕都已经达到了大成之境吧。厉害，不愧是李副阁主的后人，这预言功颇为复杂，修炼难度巨大。咱们丹宝阁内很多3阶的炼丹师都无法修炼此功，而且李翔这上品灵火乃是用999条3阶以上的火灵蟒的妖核以及血肉当作燃料，再辅以秘术点燃，最终才成型，命名为蛇灵火。蛇灵火说是上品灵火，但实际上已经无限接近极品灵火的层次了。而且这种从妖兽身上提炼出来的灵火，在攻击力方面效果非常突出，用来与人斗火最合适不过了。周围响起一道道议论声。沈莲英因为过于担心紧张，脸色非常难看，他看向丹宝阁首席炼丹师楚玄，投以求助的眼神。楚玄却并无表示，他原本可以帮秦毅，可秦毅自己非要往坑里跳，现在他也不好再出面阻止这件事。李翔的神色傲然，一双眼睛盯着秦毅道：秦毅，你该不会连上品赤阳灵火都还无法祭出来吧？言语之中带着嘲弄之意。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斗火就没必要继续了，你已经输了。秦毅的表情很平静，淡淡道：我只是先看看你有什么花招罢了，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话音落下，赤色火光瞬间出现在了秦毅的手中。李翔嘴角上扬，划过一抹不屑的冰冷弧度，道：能将火焰祭出，这只是最基础的罢了，我保证你连一个回合都撑不过去。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顶尖的控火能力。能输给我，这是你祖上18代积攒下来的福气。说话间，李翔单手结印，屈指一弹，顿时一缕火光便从他的指尖弹射而出，火光在空中暴涨，化作了一条威风凛凛的火蟒。眼看着这条威风凛凛的火蟒就要扑到秦毅身上之际，秦毅手中的赤阳灵火也倏然暴涨，火光变得炽烈，赤色的火光瞬间就将那一条火蟒击溃。顿时场中所有人都神色随之一凝，不是秦毅这一击有多厉害，而是因为秦毅才刚得到上品的赤阳火就能发挥出这种水准，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李翔刚才还说秦毅在他的面前连一个回合都撑不住，结果他的手段瞬间就被秦毅给瓦解了，这无疑是打了李翔的脸，李翔的面子挂不住了。而这时秦毅的赤阳灵火之力瓦解了李翔的火蟒后，便化作了席卷的赤色火浪，冲击到了李翔的面前。李翔低喝一声，他的蛇灵火顿时化作了一条生有9颗脑袋的火蟒。9头火蟒的威势极为夸张，一颗颗火蟒脑袋都张开了嘴巴，喷出火焰，击溃秦毅那一片赤色的火浪。这是上品蛇灵火的最完美形态，厉害，太不可思议了！李翔竟然已经能将蛇灵火的威力发挥到这个层次。9头火蟒一出，这世上就再也没有更强的上品灵火。李翔刚才丢了点面子，但马上就将面子找回来了。他将蛇灵火最强形态展现出来，引起一道道惊叹声。他脸上再度流露出得意以及不屑之色，道：我倒是要看看我这一招你如何能应对。紧接着李翔双手飞快结印，显然释放出蛇灵火最强形态对他来说也不轻松。随着他结印的双手猛然朝着秦毅打出，刹那间这9头火蟒便携带着无比凶悍之威朝着秦毅狠狠扑去。秦大哥！沈莲英紧张的大喊一声，而丹宝阁首席炼丹师楚玄暗暗摇了摇头，掌心中已经凝聚一股柔和的力量，准备就下秦毅。他对秦毅这种鲁莽冲动受不了一点刺激的心性，不太喜欢，但他很宠沈莲英，所以自然是不会真的袖手旁观。可就在这时，秦毅掌心中跳动的赤阳灵火的火苗忽然脱离了他的手掌，飘到了空中。下一瞬，赤阳灵火的火苗竟直接化作了一轮赤色的大日。大日浑圆，
爆发出恢宏之意，霸道强势。紧接着这一轮赤色大日猛然砸下，砸在了那一条9头火蟒的9颗脑袋与身躯连接的位置。9头火蟒轰然砸在了地上，紧接着一颗颗脑袋轰轰轰接连爆开，火蟒之躯也随之崩碎。哇！李翔直接吐了一口血，他的身体猛地踉跄，差点摔倒在地。幸好他的爷爷丹宝阁的副阁主李栋及时伸出了一条手臂，将李翔搀扶住。李翔脸色煞白，面露痛苦之意，双眼之中则是浮现了难以置信的光芒，道：你竟然能轻易就释放出赤阳灵火的最强形态。他的语气中充满了不甘与震撼。他只是勉强展现出了蛇灵火的最强形态，可秦毅却是轻易的就演化出了赤阳灵火的最强形态。高下立判，胜负已分。这一刻，场中所有人都目光灼灼盯着秦毅，若非亲眼所见，谁敢相信秦毅才刚得到上品灵火就能做到这个地步？沈莲英松了一口气，楚玄目光闪烁，丹宝阁的副阁主李栋盯着秦毅，用着冰冷的语气说道：小子，你这赤阳灵火不是刚得到的吧？你在丹宝阁又要了一份赤阳灵火，你是想用2份相同的灵火融合，进化成极品的双阳赤灵火？我没猜错吧？正常情况下，火焰融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同的火焰不能融合，但相同的火焰有机会融合成功。李栋可不相信秦毅刚得到赤阳灵火就能做到这个程度，所以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李栋的话也相当于解开了在场每一个人心中的疑惑。原来如此，难怪秦毅能做到这一步，之前尽早就拥有了赤阳灵火，所以才有胆子跟李翔斗火。秦毅的手掌一抓，赤色大日随之散去，赤阳灵火飞到了他的手中。秦毅无需向李栋解释什么，而是盯着李翔道：赌注可是你自己定下的，所以交出蛇灵火吧。李翔咬牙切齿，表情扭曲，但今天太多人看着了，关键是还有丹宝阁首席炼丹师楚玄在场，他若不给，输了耍赖，那他李翔以后可就要成为4方城内被人在街头巷尾讨论的笑话了。哼，区上品蛇灵火而已，我根本不在乎，反正我最近也打算舍弃蛇灵火，准备换极品灵火来使用了，我不要的东西给你便是。说完，李翔立刻解除了他与蛇灵火的气息关联，随手一甩，将蛇灵火丢给了秦毅。他本就受伤了，现在又强行解除了体内的蛇灵火，再次哇的一声吐了一口血。霞儿，李栋担心李翔的情况，立刻带着李翔离去。而李栋与李翔离开后，譬如吕海涛、周若等人自然也不敢在这里继续面对楚玄，一个个都犹如双打的茄子般蔫了吧唧，低头弯腰赶紧走。秦毅立刻施掌控火术，将蛇灵火封印，用太眼焚天诀将赤阳灵火与蛇灵火融合，晋升为极品灵火绝无问题。炼丹炉已经到手，至于灵药，他在玄天宗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便可以正式炼制完美筑基丹，然后将体内的虚丹一举冲上极品金丹的层次。秦大哥，你竟然早就拥有了赤阳灵火！敌对之人走后，沈莲英立刻凑到了秦毅的身边，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秦毅淡淡一笑道：我本来就是想着这送的灵火不要白不要，拿去卖了换原石也行，但万万没想到莲英你竟然帮我弄了一份赤阳灵火，于是我便打算试试看能不能将相同的灵火融合在一起，变成双阳赤灵火。我打算成功了再告诉你的。解释了2句，秦毅便看向楚玄，拱手道：多谢楚丹师帮我解围。他刚才察觉到了，在李翔释放出9头火蟒时，楚玄其实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救他。楚玄苍老的面庞上浮现一抹复杂之色，道：原本我还觉得你太冲动，没想到你竟是底气十足才答应与李翔斗火。即便你早就拥有了赤阳灵火，但以你的年纪能将赤阳灵火的最强状态释放出来，也意味着你控火的天赋极高。可惜你是玄天宗的内门弟子，不然的话，我倒是想将你收入麾下，好让你与莲英这丫头作伴。这丫头在其他人面前都是不苟言笑的，唯独在你面前跟小鸟依人一样。沈莲英顿时红了脸，道：师尊，您误会了。楚玄淡淡一笑：行了，我这老婆子还有点其他事要忙，就不这里影响你们2人了，你们该干嘛就干嘛去吧。说完，楚玄身形一闪，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沈莲英邀请秦毅去他的住处坐一坐，秦毅欣然答应。来到沈莲英的住处后，2人聊了一会关于大秦皇朝的事情。沈莲英得知真相后一阵唏嘘感慨，接着秦毅提出借沈莲英住处内的炼丹房一用。沈莲英没有丝毫犹豫，将带秦毅进入了炼丹房内。秦大哥，我这炼丹房里还放了一些灵药，你需要什么直接拿就行，如果还缺什么你跟我说，我帮你去找。沈莲英说道。秦毅道：暂时不用其他东西了，不过有件事的确需要你帮忙。秦大哥但说无妨。沈莲英说道。秦毅道：安排人去一趟柳家，告诉柳家的柳琪不必等我，他若有事可以先回玄天宗。沈莲英目光闪烁道：秦大哥跟柳家的关系如何？秦毅道：还算不错，柳家子弟在玄天宗对我颇有照顾。沈莲英嗯了一声，点头道：那我明白了，我亲自去一趟柳家，秦大哥在此安心炼丹便是。他亲自去柳家，意义可就不一样了，毕竟他的一举一动一定程度上
都代表着丹宝阁的首席炼丹师，哪怕沈莲英就只是亲自去传一句话给柳琪，对柳家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毕竟这世上总有一些人喜欢揣摩丹宝阁首席炼丹师这一层关系，足以让很多人主动去做大量的事情。沈莲英离开炼丹房后，秦毅立刻取出了那一座炼丹炉，炼丹炉表面的蛟龙图案栩栩如生。没想到他们故意为难我，给我一堆破烂，却让我从破烂中找到一座5阶下品的炼丹炉。秦毅笑着自语道：“之前那负责管理炼丹炉的周若，觉得这座炼丹炉最差恐怕也是4阶的，但实际上却是5阶下品。如果被那些家伙知道这座炼丹炉真正的品阶，事情一定会变得更加复杂。但现在已经尘埃落定。”秦毅祭出了炼丹炉后，便施展化龙神通，神龙虚影从他体内飞出，进入了炼丹炉内，算是祭炼这座炼丹炉，用的时候才能更方便。祭炼炼丹炉的同时，秦毅盘膝而坐，太眼分天诀，左右两手各自浮现一团火苗，左手的火苗便是赤阳灵火，右手的火苗则是蛇灵火，2份上品灵火。别人控火最多也就是用相同的火焰进行融合，勉强有一丝成功的可能，但秦毅现在要将2种不同的火焰进行融合。随着秦毅两手轻轻一震，2份上品灵火顿时便飞了起来，他的双手快速结印，运转太眼分天诀。1个时辰后，2份灵火完美融合在了一起，化作了赤色小蛇般的火苗。随着秦毅心念一动，这赤色小蛇般的火苗倏然暴涨，变成了一条赤色的9头火蟒。9头火蟒的9颗脑袋同时张口，喷吐出9轮赤色大日般的火球。也就在这时，那一座炼丹炉腾空而起，火焰蛟龙冲了出来，将9颗赤色大日般的火球全部吞掉，不然沈莲英的炼丹房都要被这9轮大日般的火球给轰碎。秦毅收回了火焰，蛟龙虚影回到了炼丹炉内。秦毅的化龙神通所形成的神龙虚影已经完成了对炼丹炉的祭炼，也立刻回到秦毅用于蕴养神通的窍穴中。万事俱备，炼丹。吕家吕海涛一脸怒容的回来，吕波与他爹，也就是吕家的家主吕海雄站在一起。吕波低着头，显得极为忐忑。吕海雄急忙问道：“大哥，这是小波惹来的祸，你要打骂都可以。”吕波急忙跪在了地上，道：“大伯，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甘愿受罚？”吕海涛叹气一声，道：“起来吧，我们吕家需要我在丹宝阁提升影响力，也需要在玄天宗那边站稳脚跟，如此一来才能越来越强。这次的事情虽然结果很糟糕，但也并非没有补救的机会。”吕波站了起来：“大伯，您说该如何补救？”吕海涛道：“秦毅已经惹到了李副阁主，但李副阁主毕竟身居高位，很多事情他不方便亲自做，也不方便说，但我们得懂得察言观色，杀了秦毅，将秦毅的炼丹炉以及灵火全部拿回来，再偷偷交给李副阁主。”吕波道：“那炼丹炉跟灵火虽然很不错，但李副阁主应该还看不上吧？”吕海雄道：“李副阁主当然看不上那些东西，但我们吕家必须拿出态度来。”吕海涛点了点头，道：“没错，要让李副阁主看到我的忠心，这才能让李副阁主重新信任我。”明白了。吕波说道：“大伯爹，这件事就交给我办吧，你想如何处理？”吕海雄问道。吕海涛也看着他。吕波道：“秦毅毕竟有玄灵峰内门弟子的身份，我们吕家尽量别亲自动手，免得被人发现蛛丝马迹，所以我打算联系血衣楼的杀手，在半路截杀秦毅。”听到血衣楼3个字，吕海涛与吕海雄都有些惊讶，这可是青州一个名气极大的杀手组织，很神秘，一般人根本接触不到。你能联系上血衣楼？吕海雄问道。吕波深吸了一口气，道：“大伯爹，你们有所不知，其实之前我姐就联系过血衣楼，想通过血衣楼的手杀了在玄灵峰内门影响到他地位的叶倾城。那次血衣楼嫌我姐给的少，所以没有安排他们内部的杀手出动，只是用悬赏的方式让7个江湖杰修出手，结果失败了。”吕海涛听后点了点头，道：“那就由你去联系血衣楼，需要多少原石？”吕波道：“稳妥起见，我觉得还是请一个铜牌杀手比较好。铜牌杀手哪怕最便宜的也需要3000颗原石。铜牌杀手实力最差也是元丹境10重修为，以他们的刺杀本事，元丹境10重修为的杀手刺杀出入归1境修为的目标都有很大的成功概率，杀一个秦毅必然万无一失。3000颗原石而已，不算很多，那就这么决定了。但你必须要拿到秦毅的灵火以及炼丹炉。”吕海涛说道。吕波拱手道：“大伯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丹宝阁沈莲英的炼丹房内，完美筑基丹可不是随便能炼制出来的，即便是秦毅全力以赴也花了3天。此刻丹成。”秦毅瞬间一手拍打，炼丹炉的盖子弹射而起，一颗圆润饱满的金色丹药从炼丹炉内飘飞而出。秦毅抬手一抓，将完美筑基丹拿在了手中，然后毫不犹豫便一口吞下。完美筑基丹进入腹中，顿时便化开，形成一缕缕金色的能量在秦毅的体内流转。秦毅运转鸿蒙仙经，炼化完美筑基丹的能量，控制着这股能量涌向他丹田内凝聚的虚丹中。虚丹表面逐渐泛起点点金光。秦毅待在沈莲英的炼丹房内，炼化完美筑基丹。他的丹田中虚丹泛起金光，正在快速朝着金丹演变。当然，
仅凭完美筑基丹是不足以凝聚金丹的，更别说极品金丹了。这需要此前的修行奠定极为雄浑的根基底蕴，秦毅完全满足了条件，再加上还有鸿蒙仙、金瓷等无上法门。又是一天时间过去，秦毅的丹田内极品金丹终于成了。极品金丹纯净无瑕，所蕴含的力量远超此前的虚丹不知多少倍，源源不断的力量从极品金丹中流淌而出，涌向秦毅的四肢百骸。秦毅只感觉自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而且极品金丹还有一个妙用，那就是自主吸收天地元气。正常情况下，不管是什么层次的武者，都需要运转功法才能汲取天地之间弥漫的元气，炼化入体，方能成为元力。可极品金丹却不用秦毅去运功修炼，也能吸引天地元气主动涌来。这就相当于接下来秦毅不管在做什么事，极品金丹都在替他修炼。虽然这个修炼的速度远不及秦毅自己来，但这依旧是一种非常变态的能力。如果处于战斗状态，秦毅一边消耗力量，极品金丹一边自动补充力量，他的持久力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上一世我纵然在天界得到巨大的机缘造化，可也仅仅只是凝聚出上品金丹。这一世我的根基底蕴比上一世要强许多，15窍、12脉、极品金丹，我将全面超越上一世。上一世我站在天界绝巅，这一世我必踏破绝巅，登临仙境，去看无限风光。秦毅轻声自语，而后结束了鸿蒙仙经的运转，一身气息犹如退潮般收回了体内。他打开炼丹房的禁制，走了出去。察觉到动静的沈莲英立刻赶来，脸上带着笑容道：“秦大哥，你炼丹应该还顺利吧？”秦毅点了点头，道：“多亏有你的帮忙，这才算是顺利完成了丹药的炼制。”沈莲英没有去打探秦毅炼的究竟是什么丹药，他摇头道：“秦大哥说笑了，我哪有帮上什么忙？”秦毅道：“若不是你帮忙，我在注册炼丹师的环节上就要被他们卡住了。而且不管是灵火，还是炼丹炉，以及这个炼丹房，处处都有你在帮忙的痕迹。”沈莲英对于自己做的事能得到秦毅的认可，他的内心还是非常高兴的。然后道：“秦大哥，你炼丹数日，肯定已经疲乏，接下来稍微放松一下，我亲自下厨给你尝尝，如何？”秦毅冷了一声，笑道：“那我可就有口福了。”事实证明，沈莲英虽有炼丹天赋，但没有厨艺天赋，折腾了许久，但要么是烧焦了，要么是还没熟，要么是味道太重，要么是味道太淡，最终秦毅只能亲自出手下面给他吃。沈莲英吃得非常满足，连汤汁都一滴不剩的吸完了。吃完后，沈莲英这才一脸不好意思地说道：“秦大哥，那个你不会笑话我吧？”秦毅淡淡道：“当然不会。”秦毅与沈莲英聊了一会，然后秦毅便打算离开四方城，要回玄天宗了。他成为内门弟子到现在已经将近20天，成为内门弟子的第1个月基本没什么事，但接下来就会比较忙了。玄天宗对内门弟子的管理算是比较严的，修行、任务、考核都有明确的要求。听到秦毅要离开了，沈莲英眼中流露出一抹失落之色，随即手中的储物借光芒一闪，取出了1只玉瓶，总共10只玉瓶飞到了秦毅的面前。“秦大哥，这是我师尊炼制的大潮元丹，2阶极品，在整个青州适合元丹境武者修行的丹药中，大潮元丹绝对是数1数2的。你回到玄天宗修行用度都要积分，有这10瓶大潮元丹在手，你近期起码不需要为了丹药而苦恼。另外，我会尽快学会炼制大潮元丹，等你用完了这些，说不定我就可以亲自炼丹给你了。”秦毅淡淡一笑，收下了沈莲英的这番心意，然后道：“莲英，那我就先走了，等我有空了再来四方城找你。”沈莲英点头，然后补充了一句：“秦大哥，路上小心。”接着，沈莲英送秦毅出了丹宝阁，然后又将秦毅送到了四方城的城门外，这才没有继续跟着。他怔然看着秦毅的身影消失的方向，轻叹了一口气：“秦大哥，如果叶倾城登上高处，他若疏远了你，那该多好。”沈莲英心中暗暗说道。这些天他已经打探到了一些关于秦毅在玄天宗的事，自然知道了秦毅与叶倾城的关系。片刻后，沈莲英回到了住处，心里空落落的。然后他进入了炼丹房内。秦毅在他的炼丹房内待了数日，他想再好好感受一下秦毅留下的气息。可一进入炼丹房，沈莲英的目光就被一张写满了密密麻麻字迹的纸给吸引了。他面露好奇之色，将这张纸拿在了手中，仔细查看上面的文字。看着看着，沈莲英越来越震惊，这是一份无比珍贵的炼丹传承。这份炼丹传承并不涉及某种具体的丹药，而是淬炼灵药，融合药性能量凝结成丹丸，以及温养丹丸的一种诀窍。看到最后还有一行字：莲英，月后即焚。沈莲英的神色变得极为复杂，以他现在的能力，过目不忘自然不成问题。他已经将这些文字牢牢记住。他深吸了一口气，手中倏然点亮一团火光，将这张纸烧成了灰烬。另外一边，四方城吕家的吕波终于等到了秦毅离开四方城的消息。他用极快的速度赶到了一片山林中，山林里一名戴着面具的男子盘膝而坐，这男子便是血衣楼的铜牌杀手元丹境10重修为，外号血刺。吕波冲到了血刺的面前，立刻道：“目标已经离开四方城，你可以动手了，杀了他，将他的尸体交给我，不许动他身上的其他东西。”
我已经支付了1000颗原石，等你把事办好了，剩下1000颗原石我会立刻给你。他跟吕海涛以及吕海雄说的是3000颗原石，但实际上他给血一楼2000颗原石。铜牌杀手血刺站了起来，露在面具外的一双眼睛中泛起阴冷的光芒。2000颗原石少了。血刺的语气冰冷。吕波，目标只是元丹境1重，而且只是下品白丹，杀这样的货色最多1000颗原石，我给2000颗原石，这已经是很高的价格了。血刺冷笑道，可目标是玄天宗的内门弟子，而且手里还有疑似4阶的炼丹炉，以及2份上品的赤阳灵火，以及1份上品的蛇灵火，单这些东西价值就不低于10万颗原石了吧？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吕波的表情极为难看。铜牌杀手血刺冷笑道，血一楼的杀手要动手前自然会调查任务目标，血一楼根据任务目标的价值来决定出手的费用。你之前隐藏了目标的信息，想拿2000颗原石，让血一楼替你杀死一个敌人，还要血一楼替你拿回不低于10万颗原石的资源，以及让你们去讨好丹宝阁的副阁主。2000颗原石就想要这么多？你当血一楼傻？吕波面色涨红道，你们之前已经接受了委托。血刺冷笑道，但我现在放弃这个委托。说完，他一挥手，1000颗原石砸在了吕波的身上。吕波正要说话，唰，一抹剑光便刺穿了他的咽喉。吕波顿时满脸痛苦之意，双手捂着咽喉，可鲜血依旧从他指缝中喷溅。他想要说话，结果一张嘴，又有大量的血液从他的口鼻中喷出。吕波的身体砰然倒下。血刺看着吕波，血一楼是重视信誉的，我放弃了你的委托，1000颗原石定金还给你了，然后我杀了你。对于我们血一楼的杀手来说，杀人越货，这很合理，你觉得呢？说完，他极为利索地将战利品收了起来。吕波全身抽搐了几下，然后一命呜呼。血一楼的铜牌杀手血刺看向远方，脸上浮现一抹兴奋之色。秦毅啊秦毅，你身上的好东西这么多，我大发善心替你保管。自语一句，他的身影瞬间犹如鬼魅一般消失。秦毅返回玄天宗的路上，他脚踏清风，每一步落下都直接跨越10丈距离。此时所施展的身法名为灵风身法，比起之前的牵引步速度更快更灵巧。这灵风身法乃是玄阶极品的传承，现在秦毅拥有了元丹境1重修为，而且还是凝聚的极品金丹，使用灵风身法对他来说毫无压力。所消耗的力量，极品金丹完全能够随时吸收天地元气补充回来，完全可以说是无消耗。忽然急速回归玄天宗的秦毅停了下来，他看向前方，眼中闪过一抹寒芒。何方宵小，偷偷摸摸，给我滚出来！秦毅冷喝。极品金丹已成，他的精神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方圆300丈之内的风吹草动都休想瞒过他的感知。好敏锐的洞察力！一道透着惊讶的声音响起，紧接着血一楼的铜牌杀手血刺从暗中现身。原本他是打算埋伏在路边，等秦毅经过时瞬间爆发致命一击。血刺拥有元丹境10重修为，但作为一个合格的杀手，哪怕目标只是下品白丹的元丹境1重修为的废物，他也还是选择袭击刺杀的方法。结果被发现了。秦毅盯着血刺，他感受到了血刺身上那股极为纯粹的杀气，能有这种杀气的人可不是什么良善之辈。杀手！秦毅开口。血刺冷笑道，没错，我乃血一楼铜牌杀手。小家伙，你区区一个凝聚下品白丹只有元丹境1重修为的废物，能死在血一楼杀手的手里，这可是你的荣幸。秦毅眼中寒芒更冷。又是血一楼。上次在叶倾城前往大秦皇朝的路上，伏击叶倾城的那7个劫修便是从血一楼领取的任务。秦毅本想查出到底是谁想害叶倾城，可只查到跟血一楼有关，暂时就无法继续查下去了。没想到今日竟然会有血一楼的杀手出现在他的面前。谁给你们下的委托？秦毅盯着血刺冷喝。血刺发出轻蔑不屑的冷笑声道，你不觉得很可笑吗？问出这种话来，我怀疑你这是在故意侮辱我作为一名专业杀手的素养。现在不说也没关系。秦毅神色平淡道，待会你会主动说的。我怎么感觉你在看不起我，你在挑衅我？血刺冷喝。秦毅点了点头道，你可以这样认为。小兔崽子，死！铜牌杀手血刺怒喝，再也没有了耐心。他脚踏诡异的身法，身形宛若鬼魅一般，带着一股阴冷的气息冲向秦毅。血刺来到秦毅身前，他的右臂猛然横扫，刹那间一把泛着血光的灵剑出现在了他的右手中，朝着秦毅的喉咙触摸去。秦毅嘴角上扬，划过一抹冰冷的弧度，刹那间盘石身运转，他的脖子处的皮肤骤然浮现一层石皮的纹理。血刺手中的血色灵剑从秦毅的脖子划过，竟划拉出了一串爆闪的火星。他这蓄势一剑，快准狠，结果根本无法破防。血刺那露在面具外的双眼中浮现惊骇之色。下一瞬，秦毅的另外一只手猛然抬起，五指一抓，掌心皮肤也随之浮现石头的纹理。他直接一手就抓住了那把来不及收回的血色灵剑。秦毅的力量狂涌，当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这把血色灵剑直接被秦毅硬生生折断。血一楼的铜牌杀手血刺全身猛地一颤，发出痛苦的闷哼声。祭炼的本命灵剑被毁，
他瞬间遭受了严重的反噬。秦毅的另外一条手臂抬起，手掌如刀，掌刀狠狠劈下，赤心刀法，赤地千里。血刺低吼一声，身上撑起一片厚重的灵光，抵挡住了秦毅这一记掌刀的劈斩。他的身体失去平衡，往后倒射，落地之后毫不犹豫，转身就逃。太可怕了，吕波，我干你祖宗18代，老子杀你，你死个不冤！你竟然给老子传递错误情报，这种层次的目标，哪是我这种铜牌杀手可以对付的？血刺的内心刹那间骂了吕波无数遍，完全忘了他在出手前也特地调查过秦毅。此刻的血刺只顾着逃命，可忽然间一道冰冷的声音就仿佛在他的耳旁响起：你逃不掉！刹那间，施展灵风身法的秦毅就已经追到了他的身后。秦毅一刀劈下，地煞斩，无需天地一刀斩，地煞之力就已足够。这蕴含着地煞之力的黑色刀芒，轻易便劈开了血刺以灵气撑起的护体光罩，劈开了血刺的后背，险些直接就将血刺的身体一分为二。砰！血刺的身体摔在了地上，秦毅飞掠而至，一脚踩在了血刺的胸口，脚掌发力，血刺的肋骨一根接着一根断裂，断裂的肋骨刺穿脏腑，还有霸道无比的力量钻入血刺的身体中肆虐。啊呀呀！血刺发出了凄厉的哀嚎惨叫，高抬贵脚。我告诉你，只要你答应放了我。秦毅神色淡漠道：你不能说你有着身为专业杀手的素养。说话间，秦毅脚下的力度加大，是吕波，四方城吕家的那个吕波。血刺不敢再谈条件了，大声喊道。秦毅的脚这才稍微收了一些力道。血刺生怕秦毅再折磨他，急忙继续交代：他许诺我2000颗原石，要我杀了你。他们吕家发布委托，一向小妾。我调查过你的情况，我嫌他给的太少，于是杀了他，拿了他的储物件，然后想要独吞你身上的炼丹炉与灵火。秦毅目光一闪，捕捉到了关键的字眼：他们吕家发布委托，一向小妾。吕家以前也对血衣楼发布过委托。秦毅追问：是，就在前1个月左右，吕波跟他姐姐吕芳找到了我，让我杀一个人，才给我1000颗原石，而要杀的目标是叶倾城。我当时缺原石，所以答应了他们，但1000颗原石杀一个玄天宗的天才内门弟子，我傻了才干，所以我就找了几个没有见识的杰修，让他们去办。听到这，秦毅神色更加冰冷。所以要害叶倾城的人就是那个在玄灵峰内门表面上对叶倾城极好的吕芳。上一世叶倾城被吕芳算计，受了重伤，而叶倾城后来还为了帮秦毅疗伤，去找吕芳，要吕芳将欠他的一些修行资源还给他，结果吕芳直接赖账，还恶语相向，驱赶叶倾城与秦毅。这一世前些10日，秦毅的虚丹被检测出勉强达到下品白丹的层次时，吕芳也在一旁冷嘲热讽。但即便如此，秦毅也无法确定要害叶倾城的人是他。现在真相已经浮出水面，吕芳，你死定了！秦毅心中暗道：秦毅，我有眼无珠，错了，求求你饶我一命，就当我欠你一条命，以后你有什么事交代我，我一定赴汤蹈火。铜牌杀手血刺哭喊着求饶：你这样的废物能为我做什么？秦毅冷喝，紧接着脚下再度发力，直接踩死了血刺。紧接着秦毅摘下了血刺的储物件，这里边还有血刺从吕波手里得到的东西，共有原石4000多颗，少量2阶丹药，1阶的丹药倒是一堆，还有一些杂七杂八之物。秦毅照单全收，统统塞入储物件内。紧接着屈指一弹，一缕火苗落在了铜牌杀手血刺的身上，几个呼吸的时间而已，这血衣楼的铜牌杀手血刺就在秦毅面前化作了一片灰烬。秦毅继续赶路回玄天宗，由于使用灵风身法，速度提升了许多，所以2天就从四方城回到了玄天宗，比去四方城的时候节省了1天时间。秦毅这才刚回到他在玄灵峰的住处，还未进门，秦毅的嘴角便浮现了一抹笑容。院子里属于他的房间内有人，是叶倾城的气息。看来叶倾城已经结束了秘境修炼，偷偷跑到他这里来了。可不等秦毅推门进去，便有2人朝着这边飞来。周师兄，看来咱们来的正是时候，这秦毅刚好回来。秦毅看了过去，嘴角的笑容消失，瞳孔中闪过一抹杀意。这2人，一个是玄天宗的副宗主之子周成器，还有一个则是玄灵峰的吕芳，都是秦毅打算要杀的人，竟然搅和在了一起。周成器与吕芳飞了过来，秦毅神色冰冷地看着2人，而周成器也在盯着秦毅，他神色傲然，仿佛高高在上，俯瞰着一只蝼蚁。吕芳冷哼一声道：秦毅，见了我们还不行礼？秦毅瞥了一眼吕芳道：你哪位？吕芳顿时被气到胸脯都抖了好几下，然后斥道：你不认识我，但我想你一定听过我的名字，叶师妹肯定对你说过，我乃是叶师妹在玄灵峰内门的好姐妹，我叫吕芳。秦毅嗤笑一声道：首先倾城没有对我提过你，其次我提醒你一句，你要拎清你自己的身份。倾城已是玄灵峰真传弟子，整个玄灵峰能喊他叶师妹的人屈指可数，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身上还穿着玄灵峰内门弟子的服饰，你也配喊称呼倾城为师妹？秦毅几句话便让吕芳火冒三丈。秦毅，你给我注意你说话的态度，我现在的确还只是内门弟子，但我刚突破到了归一境修为，很快我就会通过考核成为核心弟子，你在我面前
没有这样说话的资格。秦毅依旧还是一脸不屑之色，道：“他就等你成为了核心弟子再说吧。”吕方已经气到鼻孔快要冒烟，胸前肥肉都快要气炸了，剧烈起伏。周成器忽然抬起了手，示意吕方冷静。他带着傲然姿态道：“秦毅，我的身份你应该知道吧？毕竟外门大考核时你见过我。”秦毅淡淡道：“所以呢？”周成器眉头微蹙，秦毅这种毫不在意的态度让他很不爽，但一想到接下来的事，周成器压下了心中的怒意，耐着性子道：“我今天来找你，是打算跟你商量一件事。倾城已经结束秘境修炼了，他的收获很大，下品火焰道体的资质让玄天宗所有高层都很满意。但是倾城结束秘境修炼后，却让玄灵峰的灵峰主非常生气，而原因就在于你。倾城的未来将会走上辽阔的天地大舞台，灵峰主希望他能专心修行，可他却因你的事冲撞了灵峰主。如果这样下去，倾城会被你耽误，所以我们希望你能为了倾城好，主动离开。当然，我们不会亏待你。你离开了玄天宗，我可以推荐你加入别的宗门，而且动用关系，让你在别的宗门获得非常不错的待遇。这样做不仅对倾城好，对你也好。”秦毅听后面露冷笑，道：“你跟我是什么关系？”周成器：“我们算是同门。”秦毅再问：“你跟倾城又是什么关系？”周成器：“也是同门，同门修行而已。我与倾城的事，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秦毅的语气中透着浓浓的讥讽之意。周成器的脸色顿时一片铁青。秦毅，你别敬酒不吃非要吃罚酒！周成器怒喝。吕方也再次呵斥道：“秦毅，你在想什么？我们都清楚，你无非就是想要抱着叶师姐的大腿往上爬。对于你这种毫无背景、毫无天赋的废物来说，这是你唯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但你真以为你能抱紧叶师姐的大腿吗？你抱着叶师姐的大腿，当叶师姐的位置越来越高，周围的风暴都足以让你粉身碎骨。而且叶师姐也就现在还对你有感情，可人都是会变的。当你们的差距越来越大，你终有一天会被叶师姐一脚踢开。现在放手，你能得到许多好处，也保留了体面。你这种凝聚下品白丹的人，就该学会知足，贪婪只会让你最终失去一切。”秦毅看着周成器，看着吕方，随即淡淡一笑，道：“二位，我有一句话送给你们。”周成器保持着克制，道：“说。”秦毅：“关你们屁事！”周成器与吕方再也绷不住了，不给你一点教训，我看你是根本不知天高地厚。周成器怒吼：“周师兄，处理这种货色，别脏了你的手，我来便是。”吕方说道。接着他直接拔出了一把宛若冰晶般的灵剑，冰冷的气息从他身上爆发开来。他拥有中品寒冰灵体，而且修为境界的确实打实的踏入了归一境。吕方手握灵剑，剑锋直指秦毅，道：“给我跪下，磕头认错，然后主动离开玄灵峰，否则从今往后我见你一次就收拾你一次。”秦毅嗤笑一声，满脸不屑之色，道：“就凭你还敢口出狂言，我这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话音落下，吕方的灵剑一抖，一股寒冷的气息瞬间朝着秦毅弥漫而去。可不等秦毅出招，一旁的院门被一股气息从内部推开，紧接着火光席卷而出。吕方的剑气寒意在这一片火光的威势下直接湮灭，火光冲击到了吕方的身前。吕方脸色巨变，急忙横剑抵挡，可即便如此，他的身体也被掀飞了出去。包括来自玄天宗主峰、拥有归一境7重修为的周成器，也一样被这股火光逼退。你们两人说够了吗？我与一哥哥的事，就如一哥哥所说的那样，与你们无关，轮不到你们来指手画脚。这次我看在往昔的情分上，不跟你们过多计较，但是我把话放在这里，如果再有下一次，别怪我不客气。待在秦毅房间内的叶倾城飞了出来，他穿着一条火红色的长裙，整个人都散发出一股圣洁高贵之意。虽然还只是归一境5重修为，但他的威势之强，让归一境7重修为的周成器都承受不住。这就是下品火焰道体。周成器与吕方都傻眼了，完全想不到叶倾城竟然会在这里。据他们所知，玄灵峰的峰主灵玉一直盯着叶倾城，怎么就被叶倾城溜出来了？叶师姐，我都是为了你好啊！吕方急忙解释道：“为了我好。”叶倾城神色冰冷道：“你这种好我不需要，就凭你今日对我一哥哥出剑，你我曾经的情分便彻底结束了。以后你若胆伤害我的一哥哥，我说到做到，绝不客气。”吕方面如白纸，内心压抑无比。曾经叶倾城只是他的师妹，叶倾城的天赋比他好，得到了许多资源，他羡慕嫉妒，他想让叶倾城去死，可叶倾城没死，反而还因为体质进化成为了真传弟子。他在叶倾城的威势下连话都不敢说了，但他心中那股羡慕嫉妒之意更浓了。倾城，周成器也开口了。不等他继续说下去，叶倾城便道：“周成器，你以后可以喊我叶师姐，不要喊我倾城，我不想让我一哥哥误会。”周成器，叶倾城继续用着强势的语气道：“你们可以走了。”被叶倾城那灼灼如火般的目光盯着，周成器与吕方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两人只能颇显狼狈的离去。等他们走后，叶倾城身上那股威势陡然散去，他急忙转身看向秦毅道：“一哥哥，对不起，都是我不好，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受这些委屈。”全然好似变了一个人，紧张、担忧，满脸的歉意。
秦毅淡淡一笑，拉着了叶倾城的手进去说。进入院子中后，叶倾城随手一挥，一张符箓飞起，符箓在院子的上空激发，化作一层火红色的流光，笼罩了整个院子。紧接着这一层火红色流光又化作无形。一哥哥，这符箓效果很好，接下来没有人能打扰我们了。叶倾城说道。可是柳琪也住这，万一他回来，岂不是进不来？秦毅说道。毕竟这个住处，柳琪也要给积分的。叶倾城笑道。我昨天就见过柳琪了，我送了他一点见面礼，然后柳琪就听我的，去使用下品元力泉眼修炼室了。他这几天都不在。易哥哥，我们进房间吧。叶倾城拉着秦毅进入了房间，叶倾城顺手关上了房门，然后便扑到了秦毅的身上。许久后，一道身影飞到了秦毅的院子外，正是玄灵峰的峰主林韵。林韵脸色很不好看，他就出去一会，回来便发现叶倾城不见了。他猜到叶倾城来了这里，于是找了过来，感知到院子中的符箓静止，就已经确定了猜测。林韵的精神力弥漫而出，穿过符箓静止，下一瞬，他整个人如遭雷击，身躯随之一颤。在他的精神力感应中，两具白花花的身子正在翻滚起伏，战况激烈。易哥哥，我可以在上面吗？听到这声音，林韵的呼吸都变得无比急促，他的心态崩了。林韵站在院子外，呼吸急促，只觉得全身跟火烧一样，内心深处生出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立刻闯进去，将秦毅与叶倾城强行分开。但最终他深吸了一口气，忍住了。倾城毕竟还年轻，又是女子，名声无比重要，她不似秦毅这般脸皮厚，我不能这么做。自语了一句，林韵收回了精神力，然后随手一挥，又有一层无形的力量笼罩了秦毅的院子，加固了那一张符箓所形成的静止。现在这情况，只能等日后再说了。秦毅这混蛋，倾城都已经如此痛苦的叫喊了，他竟然还忍心继续折磨倾城。倾城这丫头也太单纯了，被他迷成了这样。以他的修为，收拾秦毅完全就是抬手的事，他竟任凭秦毅摆弄。林韵越想越气，然后赶紧飞身离去，继续待在这里，他怕气得道心崩溃。房间内，秦毅的眉头微微蹙起。易哥哥，怎么了？是我动作太大，弄疼了你吗？坐着的叶倾城赶紧停了下来，有些紧张地问道。秦毅蹙起的眉头舒展开来，摇头笑道：没有，你的天赋很好，悟性极高，我们继续。一个时辰后，猛然间，一股精纯的暖流忽然从叶倾城的体内倾泻而出，仿佛要将秦毅给淹没。倾城，你！秦毅惊呼一声，这是叶倾城在利用双修之术滋养秦毅，而且秦毅还不能拒绝，毕竟叶倾城的修为境界不低，而且还是下品火焰道体，加上叶倾城这个举动非常忽然，秦毅若是拒绝，那只会白白浪费。易哥哥，快点吸收吧，我只是想为你做一点事。叶倾城此时已经全身瘫软地趴在一边，香汗淋漓的他温柔地注视着秦毅。秦毅不是那种婆婆妈妈的性子，既然如此，那就吸收了再说。他立刻运转功法，将叶倾城提供的这份心意炼化。他身上的气息猛然一荡，竟直接突破了元丹境2重。正常来说，秦毅的极品金丹想要提升1重境界，需要消耗的时间还有资源都非常夸张，但叶倾城给他的能量极为庞大。秦毅的修为突破后，他的气息很快就稳定了下来，然后结束功法的运转，看向一旁的叶倾城。休息了一会，叶倾城已经恢复了体力，精致的面庞上宛若铺了一层红霞，全身上下都散发着迷人的光泽。只突破了1重吗？叶倾城轻声说道。看来我给的还是不够，易哥哥，再来当然是没有问题，但秦毅不会由着他乱来了。秦毅占据了主导。1个半时辰后，身心通透的叶倾城全身剧烈的颤抖了起来，他瞪大了双眼，因为他的下品火焰道体竟然快要晋升了，马上就要成为中品火焰道体了。集中心神，修炼圣灵诀。秦毅的声音响起。半天后，叶倾城的身上弥漫出一片火光，火光充斥着一股惊人的灵性，而且仿佛于冥冥之中能够沟通天地间的某种道运，玄妙莫测。当叶倾城散去周身火光，他睁开双眼，乌黑明亮的眸子内流露出不可思议的震惊之色。易哥哥，你又帮我提升体质了。秦毅淡淡一笑，将叶倾城搂入了怀里，道：这是你最近修炼圣灵诀积攒下来的底子，我只是顺势注入了一把火而已，就算没有我的助力，你1个月内也能晋升中品火焰道体了。不过晋升中品火焰道体的事先别告诉他人，就算林峰主都不能说，毕竟叶倾城之前只是上品火焰灵体，出去一趟回来就变成下品火焰道体了，这已经足够惊人。如果叶倾城的体质再次晋升的消息传开，虽然能更受玄天宗的重视，但也会伴随着失控的风险。目前来说，玄天宗就算更重视也没什么意义，毕竟玄天宗能给叶倾城的都会给。叶倾城也明白其中道理，他依偎在秦毅怀里，点了点头，道：易哥哥，我懂的，你放心，除了你我不会有第3人知道，而且我还担心，万一别人知道跟你双修，体质就能晋升，到时候玄天宗所有女人都来你门口排队，我怕一哥哥被炸弹。秦毅，叶倾城脸上流露出一抹狡黠笑容。秦毅很快就让叶倾城笑不出来了，也让叶倾城明白，像他这样的男人没有那么容易被炸单的。在叶倾城的要求下，2人都没有再运功，
就是全身心投入的去感受着彼此。次日清晨，叶倾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秦毅的怀抱。毅哥哥，我得先回去了，封主肯定发现我偷溜出来了，再不回去，我怕他会直接找过来。叶倾城说道。林封主昨天就来过了。秦毅将真相告诉叶倾城，叶倾城的脸色顿时唰的一下就白了。秦毅淡淡一笑，道：别紧张，林封主来了之后，还很贴心的给这个院子加了一层禁制。叶倾城的表情变得极度复杂。封主知道了。秦毅安慰道：他也是过来人，他能理解的，不用担心。叶倾城摇头道：毅哥哥有所不知，封主虽是大美人，但却还是黄花大闺女。秦毅片刻后，叶倾城回到了玄灵峰的峰顶，主动来到了灵韵的住处，无需任何人通报，他都能随时进出灵韵的房间。站在房间门口，叶倾城有些忐忑。进来吧。灵韵的声音响起，叶倾城推开了房间门，走了进去。封主，我……叶倾城正要说话，灵韵便已开口打断道：不用解释，我都知道了。倾城，你这又是何苦呢？明明被他折磨得那么痛苦，却还要让他肆意妄为。叶倾城表情古怪道：封主，毅哥哥没有折磨我，我也不痛苦，我看到了，也听到了，你又何必自欺欺人？灵韵说道。叶倾城低着头，尴尬至极，轻声嘀咕道：封主，您有所不知，这件事就是这样子的。灵韵只感觉心累，然后一挥手，一本剑谱飞到了叶倾城的面前。从今天开始，你就修炼这门地阶下品的剑法，没有达到大成之境，不准再离开玄灵峰的山顶。灵韵接过剑谱，立刻道：是。他感觉自己应该用不了多久，又可以去找一哥哥了。毕竟地阶下品的剑法而已，他现在可是中品火焰道体，资质悟性比之前更高了。叶倾城离开后，秦毅便进入了修炼状态。目前他手里最好的资源就是剩下几颗3阶下品的养魂丹，以及食品总共100颗2阶极品的大潮元丹。秦毅将养魂丹与大潮元丹同时服用，提升精神力的同时，也在提升武道境界，抓紧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强，才能更好的守护着叶倾城。而且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尽快杀了吕方。虽然现在的吕方看似已经没有了能够威胁到叶倾城的可能，但吕方马上就要成为核心弟子了。更重要的是，吕方跟副宗主之子周成器搅到了一块，这2个恶心的家伙以后肯定还会搞出一些事情来。秦毅可不想被动的去接招，他要主动出击。数天时间一晃而过，秦毅炼化了所有的养魂丹，全力释放出精神力的话，足以感知到方圆500丈距离的风吹草动。这种精神力强度已经可以与归一境的武者媲美。除此之外，还炼化了3瓶大潮元丹，他的修为境界提升到了元丹境3重。而他成为内门弟子满1个月了，算是过掉了新人适应期。接下来，身为玄灵峰内门弟子的修行生涯也要正式开启。秦毅结束了修炼，出了修炼室，然后打开房间门。房门打开的动静声顿时引起了柳琪的注意。柳琪立刻从房间内出来。秦师弟。柳琪脸上带着热情的笑容。柳师兄。秦毅拱了拱手，他一眼就看出柳琪的修为境界已经达到了元丹境4重，显然前面几天在下品元力泉眼修炼室那边有不错的收获。柳琪对秦毅的态度比之前更好了，毕竟秦毅在四方城丹宝阁内所经历的事情现在已经传开了，玄天宗这边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就更别说柳琪这种四方城出来的家族子弟。秦毅得到了丹宝阁注册的1阶炼丹师身份，这不是重要的，1阶炼丹师的影响力不大，重要的是秦毅跟丹宝阁首席炼丹师的弟子沈莲英的关系。前些时日，沈莲英只是帮秦毅去柳家给柳琪传了一句话，最近便有不少四方城的小家族主动去与柳家接触，使得柳家在四方城的地位无形中都上升了一个层次。当然柳琪也知道秦毅还在丹宝阁那边得罪了丹宝阁的副阁主李栋，但柳家并不会因此而跟秦毅拉开距离，划清界限。原因很简单，以前的柳家在丹宝阁首席炼丹师与副阁主的争斗中连战队的资格都没有，现在他们算是进入了丹宝阁首席炼丹师的阵营，风险很大，但利益也大。原来方寸的修行小队叫做狂刀，那我还真就不用去考虑其他了，我去狂刀小队。秦毅说道。虽然与方寸接触的不多，但秦毅两世为人，看人的眼力还是很准的。方寸非常不错，倘若加入狂刀小队，秦毅以后不管做什么都会更加方便。秦师弟，你应该还不知道狂刀小队的修炼场地在哪吧？柳琪笑着说道。秦毅摇了摇头道，的确还不清楚，走，我带你去，反正我要去试试看能不能加入龙枪小队，也顺路。柳琪说道。秦毅拱手，那就还得再麻烦柳师兄了。柳琪道，敌我之间无需这么客气。玄天宗占地极大，坐落于群山之中，玄天6峰高耸入云，而6峰又各自有极大的地盘，以玄灵峰为核心，又有36峰。这36峰有的是专属于一些位高权重的长老，每个真传弟子也能享受独自一座山峰的待遇，还有一些比较受重视的核心弟子，可以几个人拥有一座山峰。玄灵峰的7个修行小队各自有一座山峰用于平时集中修炼使用。狂刀小队的山峰叫做狂刀山。柳琪带着秦毅来到了狂刀山的山脚下。玄灵峰7个修行小队中，狂刀小队排名第2，狂刀山的高度以及修炼环境自然是极好的。秦师弟，我就不上去了，我去龙枪山那边。
柳七指了指距离狂刀山不远的一座山峰。龙枪小队在7个修行小队中排第6，所以龙枪山明显比狂刀山小了许多，也矮了许多。山上的环境肯定也是远不如狂刀山的。秦毅嗯了一声，那就祝柳师兄好运。柳七拱了拱手，然后便朝着龙枪山走去。秦毅则是朝着旁边的狂刀山走去。停下！一声冷喝响起，一名守在山道上的男子拦住了秦毅，道：狂刀小队修行之地，不可乱闯。此人乃是元丹境5重修为，但并不是狂刀小队的成员，只是接了狂刀小队的委托，负责在山脚下守着，每个月赚取1笔积分。在玄灵峰排名第2的狂刀小队，可不是那么容易加入的，天赋与实力缺一不可。秦毅取出身份令牌，男子确认了秦毅的身份后，目光一闪，道：原来是秦师弟，方执事有过交代，你来了的话，直接上去就行。说完，双手捧着令牌还给秦毅。山顶，一名老者带着一名年轻男子站在一个用特殊矿石打造而成的演武场上，面对着方寸。方寸，老夫老来的子，我这儿子天赋很不错，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元丹境5重修为，凝聚的是极品白丹，一手刀法根基也打磨得极为扎实。上次你拒绝了我儿加入狂刀小队的请求，所以老夫只能亲自走一趟了。老夫身为玄灵峰的大长老，主动来找你帮忙，难道这个面子你还不给吗？如果不是我儿执着于刀法，我就算将他送到排第1的剑心小队，剑心小队那边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我儿进入了狂刀小队，以后老夫也可以对你们狂刀小队多加关照。此人名为廖川海，玄灵峰大长老。旁边的年轻男子便是他的爱子廖吉。即便大长老也想将修炼刀法的儿子送到狂刀小队，毕竟在修行小队中历练一番有很多好处。方寸神色平静，拱了拱手道：大长老，不是我不给您面子，而是狂刀小队满员了。廖川海脸色铁青，冷哼道：狂刀小队共有15个名额，你们现在只有14个人。方寸道：还有1个名额，我早已经许诺出去了，我不能言而无信。谁？廖川海怒喝：老夫倒是要看看到底是哪家的人，竟比我的面子还要大。方寸道：暂时不方便说，还请大长老见谅。廖吉忽然开口了，道：我听人说过，方执事似乎对秦毅许诺过，狂刀小队给他留1个名额。方执事，那秦毅跟我可没得比，他只是刚达到元丹境，而且还是可笑的下品白丹。就在方寸要开口回应之际，他眼角余光忽然看到了登上山顶，然后朝着这边走来的秦毅，他心中咯噔一下，秦毅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有点麻烦了。方寸看了一眼秦毅，就立刻收回了目光。他正想传音给狂刀小队的一名弟子，让人先将秦毅带到另外一边，等应付了玄灵峰的大长老后再安排秦毅的事。可他的细微表情变化还是被大长老廖川海发现了。廖川海立刻转头便看到了秦毅，他不认识秦毅，可廖吉认识。爹，这个就是秦毅，1个月前外门大考核时我在现场观看见过他。廖吉立刻说道。廖川海冷哼一声，随即重新看向方寸，道：方寸，你就为了这么一个下品白丹的废物拒绝我儿，不给老夫面子。方寸心中叹气，既然秦毅被认出来了，他也不惧掩饰了。他直面廖川海道：大长老，他虽只是下品白丹，但他的刀道天赋非同一般，我愿意给他一个机会，而且我的确在不同的场合2次许诺于他，狂刀小队给他留一个位置，所以还请大长老见谅。廖川海极为愤怒。这时秦毅已经来到了方寸的面前，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秦毅朝着方寸拱手行礼，道：拜见方执事。方寸点了点头，道：你的事待会再说，你先在一旁等等。是。秦毅说道。方寸朝着廖川海拱手道：大长老，狂刀小队要开始训练了，请回吧。我不服。廖吉大喝，他一手指着秦毅道：秦毅，你给我听清楚了，狂刀小队最后1个名额是我廖吉的，你给我识相点，自己从狂刀山滚下去，这里不属于你这种废物，这里是狂刀山。方寸立刻加重了语气道：就算最后1个名额不给秦毅，我也不会招你。廖吉何曾受过这般屈辱，他顿时红了眼睛，看向他爹廖川海。廖川海怒极反笑道：好一个方寸，我看你拒绝我儿是假，你想要踩着我这个玄灵峰大长老的脸来出风头才是真。既然如此，老夫今天就把话给放在这，从今往后你给我小心了，最好不要有什么把柄落在老夫手里，否则老夫要你好看。方寸神色坚定，不为所动道：我方寸办事行得正坐得直，无愧于心。通过这几句对话，秦毅大概已经弄清楚了状况。这位玄灵峰的大长老想要为儿子铺路，让廖吉加入狂刀小队，但方寸却拒绝了。方寸坚持要将狂刀小队最后1个名额留给他。吉儿，走！很没面子的廖川海满腔怒火，要带廖吉离开。爹，等等！廖吉说道：就算我不加入狂刀小队，但也不能让人看扁了我。说话间，廖吉瞬间从储物戒中取出了一把2阶极品的灵气长刀，刀锋直指秦毅。既然方执事偏要选你，那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几斤几两，我要镇压你，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方执事放弃我而选你究竟是一个多么可笑的错误。秦毅，你要是个男人，就拔出你的刀来与我一战。廖吉的声音洪亮，带
带着怨恨与怒意。秦毅却看向了方寸，方寸说道：“在狂刀山，没有人能逼狂刀小队的人做任何事。”这个意思就是告诉秦毅不用理会，无需应战。然而秦毅却淡淡一笑，道：“方执事，我听人说过，加入修行小队都是有很严格的考验。我既然要加入狂刀小队，为了避免被人说三道四，那我就与他一战吧。通过这一战，也算是证明自己有资格加入狂刀小队，而且一定程度上能减轻方寸身上的压力。若就凭方寸一句话，然后加入了，外边流言蜚语必然不断，狂刀小队内部的成员说不定也会有许多想法，毕竟他们可都是通过层层筛选才加入的，容易引起狂刀小队其他人心理不平衡。”听到秦毅应战的话，方寸倒也没阻止，他只是点了点头，道：“既然你有了决定，那就与他一战吧。”秦毅心念一动，刹那间2阶极品的赤血刀出现在了他的手中，赤色刀光闪耀，廖吉手中的2阶极品灵刀铮铮作响，元丹境5重的修为力量轰然迸发，狂暴的元力涌入刀锋之中，掀起的刀光内隐约间好似浮现了一头猛虎虚影。这把刀名为琥珀刀，威势极为霸道。周围狂刀小队的成员也都很好奇，方寸不收廖吉，他们不觉得奇怪，毕竟廖吉的天赋与实力虽说的确是不错，但心性太糟糕了。方寸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人，所以方寸经常拒绝一些宗门高层安排的年轻人。他们奇怪的是，为什么方寸对秦毅这么好？这跟方寸一贯以来铁面无私的性格有冲突。能让方寸免除考核筛选，直接留出一个狂刀小队名额的人，哪怕是外门大考核的第一，但凝聚元丹后被封主检测出下品白丹，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人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答案很快就会揭晓了。吉儿，你想怎么出了这口气都行。大长老廖川海忽然说了一句：“爹，我明白，我不会让任何人小瞧了我们廖家。”廖吉回应：“秦毅，你这种废物也敢来夺我的机会，我这就让你知道厉害。”秦毅神色淡然，你马上就会知道为何方执事会选我而不是你的原因，那就刀下见分晓。廖吉怒喝，刹那间一步踏出，施展出精妙的身法，掀起一阵狂风，猛然冲向秦毅。他手中的琥珀刀猛然斩下，怒虎刀法，这是玄阶极品的刀法，而且这一套刀法与他的琥珀灵刀相得益彰。刀光之中，猛虎虚影栩栩如生，发出震耳欲聋的虎啸。虎啸声掀起的音波拥有冲击目标、精神意志之效。这一门刀法可以震慑心灵，爆发力极强。眼看着刀光之中那头恐怖的猛虎就要扑到秦毅身上之际，秦毅手中的赤血刀骤然掠起，刀光与火光交织。他所施展的乃玄天宗的传承，正是得到外门大考核第一的成绩后，宗门奖励的玄阶极品金乌刀法。哪怕他没有正式修炼过，但他看过刀谱，再结合体内的灵火，瞬间就爆发出了金乌刀法的真谛。刀鸣声化作了一道嘹亮的啼鸣，刀光与火光化作了一只三足金乌般振翅而去，灼热的光焰席卷，那一头猛虎虚影顿时便好似一个脆弱的气泡炸开，金乌刀气猛然冲击在了廖吉的身上，轰一声炸响，廖吉的身体直接被掀飞，摔出了几10丈外。虽然他有灵气护体，但还是受伤不轻，哇的一声吐了一大口血。方寸脸上顿时流露出了一抹笑容，好家伙，这是金乌刀法玄阶极品的传承。秦毅得到金乌刀法1个月，就已经修炼到了这个层次，差不多接近大成的熟练度了。由于秦毅刚才未尽全力出手，其实很随意，所以那一刀的确只展现出了金乌刀法6成左右的威力。廖川海脸色铁青，瞬间冲到了廖吉的旁边，将吐血的廖吉扶了起来，赶紧帮廖吉调理气息，生怕治晚了留下隐患。周围一个个狂刀小队的成员表情相当精彩。秦毅这个年纪，不管他的元丹是什么品质，不管他是什么修为，一招击败廖吉，这个实力加入狂刀小队绝对够资格了。秦毅手中长刀依旧缭绕着爆裂的火焰，他神色淡漠地看着廖吉，道：“你连我一招都接不住，所以方只是拒绝你，选择我，有问题吗？”秦毅的话说出后，被廖川海搀扶起来，正在接受廖川海的力量调理气息的廖吉又羞又怒，气息再次暴走，哇，又是一口血喷了出来，然后两眼一闭，带着极度的不甘晕了过去。廖川海赶紧将廖吉抱了起来，他的目光怒视着秦毅，宛若要杀人一般。大长老，令郎虽然伤势不重，但心境受损，还是应当尽快进行针对性的治疗，若耽搁了时间，恐留下终生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方寸适时开口，好心劝说廖川海赶紧带儿子走。廖川海咬牙切齿道：“好一个方寸，好一个秦毅，老夫记住你们了。”说完，廖川海抱着廖吉飞身而起，刹那间，狂刀山上一片片刀光爆闪，密密麻麻的刀芒骤现，朝着空中的廖川海劈斩而去。廖川海怒吼一声，气力激荡，轰然爆发，碾碎了所有靠近他的刀芒。方寸！廖川海的咆哮声中蕴含无边杀意。方寸一脸无奈道：“狂刀山净空，大长老是知道的，这不是我故意为之，是大长老您飞到空中触发了阵法。”廖川海气得3尸神暴跳，恨不得大开杀戒一场，发泄心中怒火，但最终还是只能咬了咬牙，
从空中降落下来，然后抱着他那昏迷的儿子，老老实实从狂刀山的山道往下狂奔。等廖川海离开后，方寸看向秦毅，眼中满是欣慰之色。秦毅立刻收了刀，然后快步走到方寸面前，拱手道：“给方执事添麻烦了。”方寸淡淡一笑，然后看向旁边一名浓眉大眼、体型魁梧的女子，道：“盛南，你告诉他，这个名为盛南的女子笑着说道：‘秦师弟，在狂刀小队有一句话，大家都很认可。现在你也是狂刀小队的一员了，所以我把这句话说给你听，记住了，不要怕麻烦，麻烦都是我们的磨刀石。’”秦毅拱手道：“盛南师姐的话，我一定记在心中。我姓李，你喊我李师姐就行。”“是，李师姐。”秦毅再次拱了拱手，他从李盛南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皈依境的气息，而且还是皈依境中的高层次。这李盛南是玄天宗玄灵峰的核心弟子，狂刀小队是内门的修行小队，但不局限于内门弟子。内门的范围其实包含了所谓的内门弟子、核心弟子，就算真传弟子，其实也属于玄灵峰的内门。在来狂刀山的路上，柳琪便对秦毅详细介绍过修行小队的情况。每个修行小队最多可以有15人，而这15人中可以有5个核心弟子。盛南还是狂刀小队的队长。方寸的声音响起：“你加入了狂刀小队，以后每天都可以来这里修炼。我每个月起码有10天的时间会在这里，专门为你们答疑解惑。即便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也可以向狂刀小队任何一个有空的人请教。倘若是任务上的事，由于盛南是核心弟子，核心弟子的任务跟内门弟子的任务差异比较大，所以这方面你可以向秀儿多多请教。秀儿是内门弟子，担任狂刀小队的副队长。以后你参加狂刀小队的内门团队任务都是由秀儿带队。狂刀小队实际上就是分成2个部分，一部分是核心弟子，一部分是内门弟子。队长李盛南负责狂刀小队很多事情，但做团队任务，他只能带狂刀小队的核心弟子。副队长秀儿便是专门负责狂刀小队内门弟子的团队任务。秦毅立刻环顾周围一圈，狂刀小队算上他，共有15人，这里有11个年轻人，人不齐，但也正常。有些人出去做任务了。在玄天宗以任务积分为核心，推动年轻人去历练修行，所以想要在玄天宗往上走，就必须努力做任务。即便一些颇有背景的家伙，也得积极的做任务，因为家世背景只能带给他们资源，却无法给他们带来玄天宗的地位。比如玄天宗的内门弟子分为初级、中级、高级、顶级4个层次，每一个层次的晋升都需要接受考核，而这考核不是实力够了就行，身份的提升也还要看是否完成了足够多的任务。不知哪位是秀儿师姐？秦毅问道。毕竟除了李盛南外，这里还有4个狂刀小队的女弟子。顿时一群人的表情都变得古怪起来，像是在憋笑。然后一个长得眉清目秀、皮肤白皙的男弟子一脸郁闷地说道：“我就是你的秀儿师姐。”秦毅，男子，我叫东方秀。秦毅拱手道：“还请东方师兄见谅。”一向不苟言笑的方寸脸上也浮现了笑容，他故意误导了秦毅，就是想要缓和一下气氛。行了，盛南，你先带秦毅去挑选入队礼物，挑选完了之后再带秦毅跟大家熟悉一下。从今天开始，狂刀小队满员了，然后就要开始全力冲刺，拿下今年的7队大比第一，赶超剑心小队。一听到赶超剑心小队这句话，顿时狂刀小队成员一个个都雄赳赳、气昂昂，充满了斗志。玄灵峰7个修行小队，狂刀小队排第2，剑心小队第1。拿下第1，这不仅是荣誉，也是狂刀小队每一个成员的根基。而且第1修行小队跟第2修行小队得到的资源待遇也有很大的差距。秦师弟，跟我来吧。”李盛南说道。秦毅跟着李盛南来到了狂刀山的一间专门存放物资的密室。密室内有功法秘籍、原石、丹药、灵气、符箓。李盛南道：“这些东西一部分是玄灵峰针对修行小队专门下发的资源，还有一部分则是我们每次做完团队任务后得到的任务奖励。这些奖励8成会按照做团队任务、参与任务之人的表现进行分配，还有2成则是会抽出来用于狂刀小队内部的激励。秦师弟，你现在是初级内门弟子，玄灵峰每个月提供20颗原石，1瓶1阶极品灵丹。加入修行小队后，每个月的基础修炼资源提升到50颗原石，1瓶2阶下品灵丹。”说话间，李盛南就将50颗原石以及1瓶2阶下品的灵丹拿来递给秦毅。秦毅收下之后，李盛南便道：“另外，每一个刚加入狂刀小队的新人都可以得到入队礼物。如果你挑原石的话，是300颗，丹药1瓶，符箓3张，功法5学、灵气之类的只能选1份，品阶不限，这里有的都随便你选。”秦毅也不客气，既然这是狂刀小队的规矩，每个加入的新人都有，那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现在他拿老队员积攒下来的资源，接下来他也会贡献资源，以后加入的新人也能得到他留下的资源。狂刀小队的这种规则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还是很有意义的。秦毅的精神力量弥漫开来，想要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忽然他的眼中亮起一抹炽盛的光芒，他走到了密室的角落，抓住了一块紫色的晶石。这紫色晶石内交织着极为驳杂的力量，其中一股力量竟是先天之气。秦毅在来玄天宗时
鸿蒙鼎内的先天之气就已经耗尽了。但毕竟才来没有多久，还没来得及想办法去打探先天之气的消息，结果竟然在狂刀小队的密室中发现了。这是紫灵晶，原本是锻造3阶灵气的一种好材料，但这紫灵晶的纯净度不够，所以就一直丢在这。李胜男说道。秦毅道：李师姐，我想要这个，可以吗？李胜男，这玩意拿去卖了也最多就100颗原石，你确定要？秦毅嗯了一声，此物对我有点别的用处。李胜男道：你决定了就行。他倒也没有去追问秦毅要用来干嘛，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更何况一颗质地不够纯净的紫灵晶罢了，也没什么刨根问底的意义。秦毅将紫灵晶收入了储物界内，然后道：李师姐是否知道这一颗紫灵晶从何而来？这对他有大用，若还能找到更多，那他丹田中的鸿蒙鼎就能持续发挥作用了。李胜男笑道：这是你问我还真就问对了，因为这块紫灵晶就是我带回来的。提起紫灵晶的事，李胜男脸上流露出一丝得意之色，他看着秦毅，示意秦毅继续问。秦毅非常配合道：哦，不知李师姐是从何处得来的紫灵晶？李胜男笑道：3个月前，宗门发布了一个核心弟子的顶级个人任务，无人敢接。任务的目标是一个半不动天境的魔道修士建立的势力，叫做嗜血门。说到这，李胜男又停了下来。秦毅，所以李师姐接了任务？李胜男神色间颇为感慨道：没错，这个任务的难度的确很大。那个嗜血门的门主一手魔功极为霸道，而且阴险狡诈，最终我用了将近10招才将嗜血门的门主击杀。这块紫灵晶便是从嗜血门的门主的储物界里找到的。就在这时，旁边又有一道声音响起：李师姐的确不到10招就将半不动天境的嗜血门之主击杀了。这件事还在玄天宗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但秦师弟有所不知，李师姐为此躺了3个月。要是秦师弟你早来狂刀小队几天，都能看到李师姐拄拐的样子。说话之人正是狂刀小队的副队长东方秀。李胜男顿时怒视东方秀：秀儿皮痒了。东方秀：李师姐，方只是让我催你们快点，他要开始今日的刀法教学了。说完，东方秀转身就溜。李胜男动作更快，一步踏出，追到了东方秀的身后，蒲扇般的大手捏住了东方秀的脖颈，手臂发力，随之一甩，东方秀的身体便在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被丢了出去。李胜男看向秦毅：秀儿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嘴欠。走吧，方直是今日的刀法教学，你可要认真听，因为会涉及非常高深的层次。说话间，李胜男便往存放资源的密室外走。秦毅立刻跟上，问道：李师姐，那嗜血门的位置在哪里？李胜男道：阴山。秦毅将这个地名记住。李胜男继续说道：我杀了嗜血门的门主后，身体状况不太好，所以就没有对嗜血门大开杀戒了。嗜血门的余孽仍在阴山那一带活动，现在清剿嗜血门余孽已经成为了玄天宗内门弟子的日常任务之一。李胜男看似5大3粗，实际上却有细心的一面。很显然，他看出了秦毅对这种纯净度极为糟糕的紫灵晶非常感兴趣，所以便有了这几句话的补充。秦毅目光闪烁，嗜血门余孽活跃的阴山，他必须要走一趟。虽然这一块紫灵晶的出现未必能成为有效的线索，但万一呢？若是通过这块紫灵晶找到了更多的先天之气，那就赚大了。就算找不到有关于先天之气的线索也不亏，毕竟他成为内门弟子已经过了1个月，必须要去做个人任务。秦毅跟李胜男回到了狂刀小队的演武场。狂刀小队的成员除了东方秀，其余都已经盘膝而坐，一脸期待之色，鼻子都塌了，面部明显有擦伤痕迹的东方秀怒视着李胜男。李胜男瞥了他一眼，道：不服。东方秀咬牙切齿道：李师姐欺人太甚。李胜男撸起了袖子，东方秀脖子一缩道：下次别让我脸朝下，毕竟我靠脸。顿时在场众人一本正经的脸上都忍不住露出了憋笑的感觉。咳，方寸轻咳一声道：行了，都坐下来吧。李胜男、东方秀还有秦毅也随之盘膝而坐。方寸开始了今日正式的刀法教学，他神色极为严肃道：武道修行，炼化天地元力为己用，力量是根本，而武学则是将力量发挥出来的方式。想要将力量彻底发挥出来，需要精妙的武学招式，而这关系到了武学的品阶以及武者对招式的理解与运用。但除了武学招式之外，还有一种方法能与招式配合，让力量爆发得更加彻底，甚至是达到超过自身力量的极限爆发。这种方式就是意境。武道修行，剑有剑意，拳有拳意，掌有掌意，刀自然也有刀意，但不管走的是哪条路，武道意境最终都是殊途同归的。虽然在玄天宗只有达到了核心弟子的层次才会尝试修炼意境，但在狂刀小队，我准备提前教你们，好让你们有一些了解。盘膝坐着的一个个内门弟子全都目光火热，就算是李胜男这种核心弟子也一副极为认真的模样。虽然核心弟子就能得到玄天宗的意境修行培养，但不是每个核心弟子都能得到这样的机会，也不是得到了机会就能成功掌握意境的。狂刀小队的5个核心弟子都没有掌握，整个玄天宗掌握了意境的核心弟子也没有多少。我所掌握的刀意名为狂风刀意，也就是我们狂刀小队这个名字的由来。接下来我会释放刀意，
你们好好感受。记住，不是让你们感受狂风，而是去感受刀意的本质。毕竟，狂风属性是我的天赋，你们的天赋都不一样，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路。说完，方寸的目光从众人身上一一扫过，在秦毅的身上稍微停留了片刻，确认大家都做好了准备后，轰！一股风暴从方寸的体内迸发，不是真正的风暴，因为地面的尘埃都未曾有丝毫动静。这股风暴纯粹就是一种无形的意境，众人瞬间就好像置身于恐怖的风暴之中，身形不稳，似要被风暴掀起，甚至身体都仿佛要被风暴撕碎。秦毅身处方寸的狂风刀意内，神色淡然。刀意，他当然懂。之所以过去一直不曾使用过刀意的力量，这跟精神力有关，需要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结合对武道的深刻理解，才能释放出意境之力。故此，玄天宗只对达到了核心弟子层次的人才提供参悟意境的培养资源，因为核心弟子基本都是达到了归一境的修为，归一境修为武者的精神力算是刚好跨过领悟意境的门槛。当然，最近秦毅的精神力提升很大，已经达到了释放刀意的要求，不过此时没必要太高调了。方寸才刚开始教，而且这场教学主要针对狂刀小队的核心弟子，内门弟子算是顺带的。如果秦毅直接就成了，那他给狂刀小队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惊吓。方寸的狂风刀意持续了1刻钟时间就散去，若太久了，会对狂刀小队的成员造成精神意志层面的伤害。狂风刀意散去后，方寸又做了详细的讲解指点。不知不觉，天色渐暗，狂刀小队众人散去，各自回住处。接下来几天时间，方寸不会来狂刀山，小队成员可以自由安排时间，没事的就来狂刀山，彼此之间切磋刀法，有事办事。秦毅回到住处，得知柳琪加入龙枪小队失败了，但柳琪并没有什么沮丧之意，他就是先去试一试。加入内门修行小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哪怕他那个天赋很不错的堂妹柳菲菲是龙枪小队的一员，也没法帮他走后门。得知秦毅加入狂刀小队时，还跟大长老的儿子廖吉起了冲突，柳琪有些担忧，道：“秦师弟，你可要小心了。”秦毅淡淡一笑，道：“明白。”次日，秦毅没有去狂刀山，而是去了玄天宗的任务堂。他现在可是一点积分都没有了。外门大考核第一，奖励的3000点积分，他用了2950点积分去兑换灵药，剩下50点积分是这个月的房租。他跟柳琪两人每个月各50点积分。秦毅没什么可选的，直接就领取了前往阴山清剿嗜血门余孽的日常任务。只不过在任务堂领取任务的时候，秦毅听人提到了玄灵峰内门弟子吕方。巧的是，吕方在昨日也领取了与他一样的日常任务，吕方也去了阴山。秦毅此行原本是想着按照玄天宗的规则做任务赚积分，顺便寻找先天之气的线索，而现在加一件事，杀吕方。秦毅在任务堂领取了任务后，就直接出发前往阴山。从玄天宗前往阴山，秦毅足足用了5天时间。阴山并不是指的一座山，而是这片区域终年弥漫着一股阴冷的气息而得名。放眼望去，周围草木稀疏，怪事嶙峋。秦毅抵达阴山后，体内的灵火释放出一丝灼热的气息，将阴山中弥漫的阴冷气息隔开。就在他准备施展寻气之法去猎杀阴山中藏匿的嗜血门余孽之际，忽然他的表情出现了一丝细微的变化，心念一动，一块巴掌大小、造型古朴的灵镜便已出现在了手中，正是当初在大秦皇朝从天师院得到的那一面灵镜。最初的灵镜只是1阶极品，秦毅用鸿蒙鼎升级强化过后，便晋升到了2阶下品。只不过进入玄天宗后，这2阶下品的灵镜对秦毅能带来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刚才秦毅正是感应到了灵镜散发出的一丝波动，这才将其取了出来。灵镜那光滑的镜面浮现了一张虚幻的人脸。主人，这里是我流落出去的地方。镜灵说道，语气之中透着激动之意。正常来说，这种低阶的灵气是不可能产生气灵的，但这一面灵镜比较特殊。当然，原本这家伙并不是气灵，而是一缕残魂寄托在气灵之中。残魂当初还想夺舍秦毅，结果被秦毅控制，将其炼成了气灵。秦毅目光闪烁道：“继续说。”镜灵道：“主人可还记得，当初在大秦皇朝，我曾与您说过，我掌握有一桩机缘的线索。”秦毅的声音淡漠，当时的确是有这么一回事，但那时候秦毅只想着赶紧处理大秦皇朝的纠葛，以及他自身实力还不够，不想去节外生枝，所以听都没听就将灵镜收了起来。镜灵继续说道：“主人，这里有一座古墓，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古墓的静止之力已经消散得七七八八了。我正是古墓中的一件陪葬品，后来有人闯入古墓中，将我带了出去，然后机缘巧合之下，我便流落到了大秦皇朝，被大秦皇朝的天师墓正南得到。现在主人在没有我提供线索的情况下，竟然也来到了这里，看来是天意注定。主人与这座古墓有缘，我这就带主人前往古墓，帮助主人得到古墓内所有的机缘。”秦毅听到镜灵这番话，道：“既然当初古墓被人发现了，现在那座古墓内的东西恐怕已经被人全部取走了吧？”镜灵用着极为确定的语气道：“不，因为这里的阴冷气息就是从古墓内弥漫出来的，只要这里的阴冷之气没有消失，就
就意味着古墓内最好的宝贝没有被人拿走。你倒是说说看，这个古墓是何人所留？里边有什么好东西？秦毅淡淡道。他并没有表现得很激动，因为机缘往往伴随着风险，他需要充分了解后才会决定要不要动手。静灵道，古墓的主人也是我曾经的主人，名为独孤阳，他是一个涅槃境的大高手。他当年被仇家追杀，生命本源即将枯竭之际，选择了葬身于此。距离现在起码已经过去了1000年时间。1000年时间，就算许多灵气都已经被岁月侵蚀，但独孤阳的手里有一件东西却绝对能保存的极为完好。那件东西名为天音宝珠，因为天音宝珠是独孤阳采集了大量先天之气炼制而成的6阶极品灵气，这里弥漫的阴冷气息都是源自于天音宝珠。听到这些话，秦毅的眼中亮起了一抹特殊的光芒。他之所以选择领取清剿嗜血门余孽的任务，就是因为这里可能会存在与先天之气有关的线索。现在结合静灵这一番话，此事已经可以确定了。静灵虽然被秦毅得到了一段时间，但根本不知道秦毅需要先天之气，所以不存在故意诱导秦毅的可能。秦毅立刻做了决定，随手一甩，灵镜飞在空中。别耍什么小心思。静灵道，主人，您的精神力烙印在我的灵体之中，您一念之间就可以让我魂飞魄散，我怎敢造次？况且我真心实意想要追随主人。少废话，带路。秦毅冷喝，不管是做任务赚积分，还是杀吕方，此时都可以稍微放在后边，先拿到古墓中的天音宝珠再说。灵镜带路，秦毅直奔古墓。可还没抵达古墓，忽然间一侧的乱石中忽然爆射出2道身影，朝着秦毅杀来。2人皆是元丹境武者，身上缭绕着猩红的血气，嗜血门余孽的标志。秦毅冷哼一声，他的精神力极为强大，可媲美归一境武者，早就发现了2人。刹那间，那飞在空中的灵镜陡然洒落出一片光芒，光芒落在这2个嗜血门余孽的身上。禁锢！灵镜之效爆发，2人的身体顿时就犹如2根木桩一般砸落在地。秦毅神色淡漠，走到2人旁边，玄天宗的王八蛋，我们栽了，要杀要剐随便。一人大喝，唰！秦毅一刀下去，人头滚动，血溅了，另外一人满脸都是。少侠饶命！秦毅淡淡道，你们嗜血门的其他人躲在哪里？我就只知道一个据点，但那个据点的精锐全部都被少门主调走了。少门主要办大事，将门主曾经发现的一个古墓彻底打开。我没有得到少门主的信任，所以我连这次行动都没资格参与，更不知道那座古墓在哪里。秦毅的目光一闪，显然嗜血门那个死在李胜男刀下的掌门得到紫灵晶并非是巧合，嗜血门的人竟然也发现了静灵所说的那一座古墓。你还知道什么？秦毅问道。嗜血门修士惶恐道，我还知道你们玄天宗的内门弟子吕方前段时间得知了少门主的计划，他带着玄天宗一个修行小队的内门弟子来，他不仅想要杀少门主，还想要夺取我们嗜血门图谋许久的古墓宝藏。秦毅的嘴角上扬，这还真是巧了，大家的目的都是那一座古墓，那就一起解决了。少侠，你还想知道什么？只要我知道的我都说，只求少侠饶我一命。我家中还有90岁的老母，重病的妻子，嗷嗷待哺的孩子。我加入嗜血门时属无奈，我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唰！秦毅再次一刀斩下，又是一颗人头滚动。嗜血门修炼的魔功吞噬人族鲜血，这个家伙身上的血气驳杂，吞噬了不知多少人的鲜血。秦毅杀起来自然不会手软。接着，秦毅将2人身上有用的东西收走，包括2块嗜血门弟子的令牌。这2块令牌是回去交任务的信物。主人，古墓已经完全暴露了，看来我们得加快速度才行。静灵催促道。秦毅闻了一声，他不再让灵镜带路，而是直接将灵镜抓在手里，让灵镜指明方向便可。秦毅施展玄阶极品的灵风身法，速度飙升。一路上，秦毅顺手又杀了好几个嗜血门的余孽，而且路上也遇到了不少玄天宗在此做任务的内门弟子。从这些内门弟子口中，秦毅得知吕方带着人已经找到了古墓的入口，与嗜血门的少门主形成了僵持的对峙。但吕方非常强势，禁止玄天宗的其他弟子靠近，他们想要吞下古墓中的机缘，不愿再有旁人瓜分。已经有好几个玄天宗的内门弟子靠近古墓入口，然后在吕方他们那群人的手里吃了大亏。人多眼杂，我要杀吕方有诸多不便，但吕方如此霸道，反而让我更好下手。秦毅继续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古墓入口，接下来都不需要灵镜指引方向了，因为吕方带着人跟嗜血门的少门主打斗的动静不小，他们在围绕着古墓入口展开争夺。秦毅只需要循着战斗动静去就行了。主人，其实我们大可以不必走古墓入口，我还知道一条通道可以进入古墓。灵镜给出秦毅建议。哦，灵镜立刻将另外一条进入古墓的通道所在的位置告诉秦毅。正当秦毅准备先去将天音宝珠拿到手之际，忽然2道身影呼啸而来，其中一人正是吕方，归一境1重修为，还有一个元丹境8重修为的男子。吕方在玄天宗的玄灵峰内门算是有点名气，也是修行小队的人。他所属的修行小队名为灵海小队，在玄灵峰7个修行小队中的排名仅次于狂刀小队，排在第3。收到消息，有人说你来了，我还不太相信，
没想到真的是你。吕方盯着秦毅，冷喝道，他的身上弥漫出寒冷的气息，使得周围的草木与地面都凝结了一层冰雪。秦毅从吕方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杀气，吕方的确想杀秦毅，这已经不仅仅是在宗门内爆发的那一些冲突导致的，还跟四方城吕家有关。秦毅在四方城丹宝阁注册炼丹师身份，先伤了他的堂弟吕强，导致他大伯吕海涛在丹宝阁的处境变得有些糟糕。更关键的是，他亲弟弟吕波聘请血衣楼杀手去杀秦毅，结果吕波再无音讯，基本可以确认吕波死了。没有证据证明是秦毅干的，可吕方将这笔账算在了秦毅头上。他本想着解决阴山古墓的事，获得这一份机缘，再回去晋升核心弟子，然后尽快想办法杀了秦毅。结果秦毅来了阴山。吕方听到这个消息，连与嗜血门的少门主争夺古墓入口的事都放在了一边，亲自赶了过来。秦毅，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给我滚！我们临海小队发现的古墓线索，其他人都别想染指。那跟吕方一起来的男子发出冷喝，但吕方则懒得说这么多了。他瞬间前冲，一剑横扫，刹那间冰冷的剑光席卷，朝着秦毅涌去。归一境一众的修为可谓是毫无保留，这一招就想置秦毅于死地。可不等秦毅出刀，顿时一阵阵灵光荡漾开来，数张符箓落下，符箓爆开，直接将吕方的剑气寒光炸碎。吕方对同门下死手，这不合适吧？清冷的女子声音响起，一名扎着马尾辫的少女飞掠而来，少女身边缭绕着一张张偏飞的符箓，符箓中的灵纹闪烁着光芒。明芊芊，这事与你无关，而且谁说我要对他下死手了？我只是想要警告他，让他滚远点，别来染指我们临海小队发现的机缘。吕方自然是不承认想杀秦毅的。马尾辫少女回过头来看着秦毅，面带笑容，脸上露出两个浅浅的梨窝，道：秦师弟，我叫明芊芊，来自福镇堂，明千尺长老是我爷爷，多谢明师姐。秦毅拱手道：明千尺正是当初那个看好他，想要招他进福镇堂的长老。明芊芊笑道：不用怕，师姐帮你。明芊芊，我劝你也离开这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吕方冷喝。明芊芊看向吕方道：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怎么个不客气法。那就看见。吕方动手了，中品寒冰灵体结合归一境一众的修为，瞬间爆发，寒光爆闪，一道道剑气凝结成冰剑，朝着明芊芊击射。明芊芊身边的符箓飘飞，抵挡吕方的进攻。王师弟，秦毅交给你。吕方的声音响起，那跟随吕方而来拥有元丹境8重修为的男子顿时便冲向秦毅，一拳狂轰，巨大的拳印朝着秦毅轰来。秦毅目光闪烁，这种层次的攻击，他只要运转盘石身，任凭对方打也打不破他的防御，一招就能杀了此人。秦毅的双手紧握赤血刀，一刀斩下，一招金乌刀法施展开来，轰！金乌刀芒破碎，秦毅的身体往后倒飞，口吐鲜血，做一场戏。如此一来，古墓机缘不见了，吕方死了，谁会相信跟秦毅有关？毕竟秦毅连临海小队一个元丹境8重修为的家伙都打不赢，还受了重伤，完全不具备夺机缘杀吕方的能力。秦毅还不滚，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临海小队的王姓男子大喝。明芊芊见状急忙后退，带上秦毅撤离。吕方并未追击，周围已经有不少玄天宗的弟子在看戏了，他不敢当着众目睽睽之下杀秦毅与明芊芊。走，回去先拿下阴山古墓内的机缘才是最重要的。吕方说道。哇！另外一边，明芊芊带着秦毅降落在了一片平地中，秦毅大口吐血，脸色苍白。明芊芊的表情有些难看，道：想不到你跟他们一样都是玄灵峰的内门弟子，他们竟然出手还这么重，为了古墓机缘，我看他们是疯了。说话间，明芊芊取出了一颗丹药递给秦毅，道：秦师弟，你先服用丹药疗伤，别过去了。秦毅服下丹药，道：给明师姐添麻烦了。明芊芊道：小事一桩，接下来你在这里等我，或者先回玄天宗吧。秦毅道：明师姐也想争夺古墓机缘。明芊芊笑道：我虽然是符阵师，但修行之路人人必争，有机缘当然要争一争，我去召集一些人手，不能让这好处都给吕方他们占了。说完，明芊芊便跟秦毅分开。秦毅苍白的脸色瞬间恢复了正常，现在连不在场的证明都有了。他立刻前往静灵所说的另外一条进入古墓的通道。片刻后，秦毅寻到了通道。主人，这条通道是当初将我从古墓中带出去的人挖开的，通道内还有微弱的阵法禁制之力，但您放心，我能处理，保证让主人您顺利进入古墓中。静灵的声音响起，秦毅手握灵镜进入通道内。这条通道极为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过。主人，您放开我吧，我在前面为您开路。静灵说道。秦毅松开了灵镜，灵镜飞在前面，不断闪烁着光芒，将原本存在的阵法禁制之力瓦解。1刻多钟后，秦毅穿过了这条狭窄的通道，直接进入了墓室。墓室并不大，而且显得相当简陋。墓室的岩壁上镶嵌着一些紫灵晶，跟秦毅在狂刀小队物资储存室内得到的那块紫灵晶一样。一具枯骨呈盘膝坐着的姿势，坐在墓室正中间的位置。周围一些物品或许曾经是不错的灵气，但都已经失去了光泽，布满了锈迹，就连指骨上套着的一枚储物戒都被岁月腐蚀了。唯独一颗珠子
散发着幽深的光芒，弥漫出阴冷的气息。这颗珠子位于这具枯骨交叠的双手的掌心上，秦毅瞬间就感受到了极为浓郁的先天之气的波动，而且他还察觉到这墓室内残存的阵法禁制跟这一颗天鹰宝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鹰宝珠显然是这墓中阵法的阵眼，主人，那就是天鹰宝珠。静灵激动地说道。秦毅瞬间抬起手臂，五指一抓，将天鹰宝珠吸了过来。就在秦毅手握天鹰宝珠之际，趁着秦毅不备，灵境之中陡然光芒大放，光芒融入墓室中的阵法禁制，直接将阵法禁制大部分的力量激发了。秦毅，你完蛋了！我凭借着阵法之力护住灵体，你在我灵体中留下的烙印再也伤不到我。接下来轮到我翻身做主了，我会夺舍你的肉身，将你的灵魂封印起来，让你也感受被奴役的滋味。秦毅手握天鹰宝珠，他看着从灵境中钻出来的虚幻老者身影，嗤笑一声，你这是在找死。那从灵境之中钻出的虚幻身影，此时掌控着这墓穴之中的战法之力，已然觉得胜权在握。他发出狞笑声，刹那间阵法的光芒涌动，然后化作一条条锁链，每一条阵法锁链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疯狂的甩动。秦毅啊秦毅，不得不说你是一个狠角色，像你这么优秀的年轻人恐怕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了，但你终究还是太年轻，太自大，太无知了。实话告诉你吧，这座墓穴的主人的确叫做独孤阳，但我可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你刚才进来的那个洞是我挖的，当年我找到了这里，本想着挖一桩大机缘，结果我被此地的阵法摧毁了肉身，幸好我的灵魂得以保存下来，遁入这一面灵境中沉眠。当我的灵石逐渐复苏，竟流落到了大秦皇朝那种一堆废物的地方。不过那都是过去了，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结果依旧还是好的。你这具肉身我可是太满意了。说话间，疯狂甩动的阵法符文锁链便猛然朝着秦毅卷去。看着这些阵法符文锁链，秦毅的神色漠然，没有任何闪避抵挡的意思。就在阵法符文锁链即将要触碰到他的身体之际，忽然所有的阵法符文锁链全都停在了秦毅的身边，一动不动。这是怎么回事？那飘在空中的虚幻老者身影顿时发声惊呼。他想不明白，明明没有问题的，你控阵的本事太弱。秦毅告诉了他答案。下一瞬，他手中的天鹰宝珠瞬间弥漫出光芒，这天鹰宝珠才是此地阵法最核心的阵眼。秦毅的精神力量注入天鹰宝珠，刹那间这座墓穴阵法的一切便都落入了他的掌控之中。你竟然也会阵法？虚幻的灵体声音中透着无比震惊的情绪。他自认为跟了林玄有一段时间，大概知道林玄有什么底牌了，但他万万想不到林玄竟然还拥有阵法师的能力，而且秦毅的阵法造诣不低。秦毅冷笑，没有再说话，心念一动，那一条条原本要将他缠绕住的阵法符文锁链直接就全部调转了方向，朝着那虚幻的老者身影抽打而去。这老者虽然没有真实的肉身，但这灵魂体一样能感受到疼痛。虚幻的灵魂体被阵法符文锁链不断抽打，碎了一片又一片。主人息怒，主人，我鬼迷心窍，我错了，求主人饶我一次，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了。秦毅神色淡漠，不为所动。这世上人性皆是如此，在死亡面前都会认错，可实际上这种情况下认的不是错，认的是命。秦毅自然不会再给这个老东西机会。片刻后，老者的灵体已经被抽碎了大半。秦毅手掌一抓，将其灵体揉成了一团，捏在手里，随之发力，就好似一个气泡在他的手中被捏爆。秦毅转身看了一眼那具骸骨，道：今日多有打扰，此墓不可再存，我会替你另寻一处风水宝地。话音落下，秦毅直接将这一具骸骨收入了储物界内。当骸骨消失后，秦毅目光一凝，这骸骨原本所在的位置竟还有一块令牌。秦毅将令牌收入手中，令牌表面镌刻有一条神龙图案，背面则是独孤阳的名字。这令牌的材质倒是不错，能保存到现在都完好无损，没有一丝锈迹。秦毅自语，暂时不知这令牌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便直接丢入了储物界中。接着秦毅又将墓穴岩壁上镶嵌的一块块紫灵晶挖了下来。虽然每一块紫灵晶内蕴含的先天之气并不多，但积少成多，秦毅并不嫌弃。将有用之物全部收了后，秦毅的精神力量便通过天鹰宝珠弥漫开来，控制着墓穴中的阵法之力快速扩散。接下来便是该取吕方的小命了。墓穴外，玄天宗福镇堂长老的孙女明芊芊带着一群人也想分一杯羹，但以吕方为首的这一批灵海小队的内门弟子非常强势，双方斗了一场，最终明芊芊终是不敌吕方。明芊芊，我看在明长老的份上，已经手下留情了，你最好现在就给我离开，否则我不会再那么客气。吕方冷喝。明芊芊嘴角一斜，他乃是元丹境9重修为，加上手里一堆符箓，其实是能跟吕方斗一斗的，但他临时召集的人实乃一群乌合之众。吕方身边的人可都是能加入修行小队的内门精英，个人实力极强，而且还配合默契。明芊芊擦去了嘴角的血迹，一脸郁闷，然后转身就走。等明芊芊等人离开后，吕方看向身边的灵海小队成员道：各位师弟师妹，我们得尽快了，被明芊芊这个贱人耽误了一些时间，是血蛟的少教主，恐怕都快要找到里边的宝贝了。说完，
他便下令带领众人冲进墓穴入口。很快，他们便追到了还在通道中艰难开路的嗜血蛟余孽，双方再次展开激战。吕方的对手正是嗜血蛟的少教主，皈依近2重修为。虽然是血蛟的少教主修为较高，但吕方毕竟拥有中品寒冰灵体，一手寒冰剑法颇为厉害，两人打得难解难分。吕方逐渐占据上风，抓住机会，一剑劈开了嗜血蛟少教主的胸膛。嗜血蛟的少教主身体往后倒射，后背砸在了墓穴通道中的岩壁上，大口吐血。死！吕方冷喝，这墓中机缘他要，是血蛟的少教主的脑袋，他也要。清剿嗜血蛟余孽这个日常任务，积分奖励一般，但是血蛟的少教主却是一块肥肉，这一颗脑袋价值2000点积分。眼看着吕方的剑锋就要斩杀是血蛟的少教主之际，忽然异变陡生，一股诡异的力量轰然爆发。下一瞬，吕方与是血蛟的少教主两人的身体便被这股力量卷走，消失不见。周围所有嗜血蛟余孽以及灵海小队的成员都懵了。墓穴最深处，砰的一声，感觉一阵天旋地转的吕方重重地砸在了地上。下一刻，他一个鲤鱼打挺，便站了起来，警惕地打量着周围。是你！吕方惊呼一声，盯着不远处的秦毅，你竟然跑到这里来了！正好，在外边不好杀你，可这里没有别人了，我就算杀了你，也不会有谁知道。说话间，寒冷的气息从吕方的体内弥漫而出，他手握灵剑，剑锋直指秦毅。紧接着，他一步踏出，身形激射。秦毅神色冰冷，嘴角上扬，给我跪下！刹那间，阵法之力轰然爆发，就好似一座大山压在了吕方的身上。前冲的吕方顿时承受不住，双膝一软，直接跪下。膝盖落地的瞬间，那股恐怖的撞击力直接使得他双膝粉碎。双膝粉碎，跪在地上的吕方只能用双手撑着地面，两条手臂剧烈的颤抖，艰难地抬起头，满脸惊骇之色。秦毅，你趴下！秦毅冷喝，那股压在吕方身上的阵法之力再度增强。吕方撑着地面的两条手臂也随之承受不住，手臂骨头被压断，吕方的身体直接趴着了。秦毅自身的实力也足以解决吕方，但现在有阵法使用，省心省力，更方便。他的脚尖一勾，吕方的身体翻了一圈，躺着，他已陷入了莫大的恐惧之中。你是阵法师？吕方的声音断断续续。秦毅直接一脚踩在了吕方的腹部，脚下力量震荡，哇！吕方大口吐血。秦毅，我乃即将晋升核心弟子的天才，我若死在这里，宗门一定会派人调查的。秦毅冷笑道，你若不死，那岂不是直接回去揭发我了？所以还是死了比较好。我保证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不会将你供出去。秦毅，只要你放我一条活路，我甚至可以帮你将你跟我们吕家的那点矛盾化解掉。另外，我可以帮你在倾城面前说好话，还有以后你在玄灵峰有什么事，只要找我，我绝对全力帮忙。你知道的，我即将晋升核心弟子，我的身份地位马上就能大大提升。秦毅踩着吕方腹部的脚掌缓缓捻动，吕方继续吐血。你当初联络过血衣楼的人，然后导致倾城去大秦皇朝的路上遇到埋伏，我没说错吧？秦毅语气冰冷。吕方，秦毅，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秦毅脚下力量再度加大，这一次直接踩碎了吕方的丹田。你承不承认都不重要，接下来说一说周成器跟你勾结在一起，准备做点什么事？你最好老实一点说，否则我有无数种手段可以让你生不如死。他之所以没有直接取了吕方的小命，便是想要知道周成器还想耍什么伎俩，了解敌人的计划，有备无患。陷入了巨大痛苦中的吕方赶紧回应道，周成器喜欢倾城，他要我帮他创造与倾城接触的机会，让我多在倾城旁边说他的好话，他还让我盯着你的动向，打压你，最好是想办法杀了你。但具体的计划什么都没有，因为倾城被封主重点照顾，我最近根本接触不到他。秦毅，我什么都说了。秦毅没有再听他继续说下去，唰，直接一剑取了他性命。收了吕方储物界那些有用的资源后，便直接祭出了赤阳灵火与蛇灵火融合后所形成的极品灵火，一把火将吕方烧成了灰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处理了吕方后，秦毅目光闪烁，那嗜血蛟少教主的脑袋值2000点积分，可不能就这么浪费了，他需要一个合理的方式拿下嗜血蛟少教主的脑袋。很快，秦毅脑海中就已经有了计划。下一刻，在他的精神力激发之下，墓穴中的阵法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大量的符文快速闪烁着光芒。秦毅立刻从进来的通道离去。当他离开墓穴后，轰！墓穴中的阵法彻底引爆，一大片地面直接坍塌，风暴汹涌，尘土滚滚。墓穴中一个个灵海小队的成员以及嗜血蛟余孽都无比狼狈地从风暴尘埃之中往外逃。撤走没有多远，实在不甘心的明芊芊刚好带着人悄然摸到了附近，发现这一幕，明芊芊极为果断，大喝一声，带人冲出。嗜血蛟少教主一边吐血一边逃命，他郁闷到了极点。原本以为挖开这座墓定有大收获，结果被玄天宗的玄灵峰内门弟子吕方发现了他的秘密，他差点死在吕方的剑下。幸好墓穴通道中忽然发生了预料之外的状况，他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卷走。他还以为撞了大运，大难不死马上就有好事发生，
或许机缘巧合之下已经接近了墓中宝藏。结果墓穴炸了，他伤上加伤，此时已经没了大半条命。现在他什么机缘都不敢去想了，只想着逃命。明芊芊发现了他，明芊芊往身上拍了一张符箓，速度飙升，追向嗜血蛟的少教主。拉近距离后，甩手又是一张符箓击射而出，符箓的力量在是血蛟的少教主身边释放，化作一片厚重的灵光，冲击在是血蛟的少教主身上。嗜血蛟少教主惨叫一声，然后身体朝着地面坠落。明芊芊面露喜色，俯冲而下，欲要宰了是血蛟的少教主。可就在这时，倒在下方地面上的嗜血蛟少教主低吼一声，身上顿时燃起了熊熊血光，他的双掌打出，血色大手印猛然轰向明芊芊。明芊芊瞳孔紧缩，脸色瞬间苍白如纸。糟糕，大意了！明芊芊匆忙间激发一张符箓，化作防御光罩挡在身前。轰！嗜血蛟少教主的血色手印轰碎了明芊芊的防御光罩，明芊芊的身体犹如断线的风筝往后倒飞。去死！全身燃烧着血光的嗜血蛟少教主扑杀而来。明芊芊心中慌乱，他已受伤，且在这种状态下根本来不及激发符箓了。也就在此刻，明师姐小心！一道身影快速掠来，秦毅一手抓住了明芊芊的胳膊，带着明芊芊在空中横移数10丈距离，避开了嗜血蛟少教主的扑杀，然后带着明芊芊逃。毕竟他之前明面上表现出来的战斗力比较普通，被临海小队员单进8重修为的王姓男子一招击伤，现在自然无法硬汉嗜血蛟少教主。但是血蛟的少教主已是强弩之末，施展秘法燃烧所剩不多的生命力，强行爆发，拖延一点时间，嗜血蛟少教主便撑不住了。到时秦毅便可光明正大、轻松地拿下这2000点积分。但最开始，秦毅的计划中并没有明芊芊，他没想过利用明芊芊来消耗嗜血蛟的少教主。你们都别想逃！嗜血蛟的少教主满身是血，显得无比凶残，目光狰狞，追向秦毅还有明芊芊。秦师弟，我伤势不轻，但我有办法杀他，但需要你配合。明芊芊的声音响起，秦毅声音凝重道：“明师姐，请说。”他的状态非常糟糕，但即便如此，你也远远不是他的对手。不过我有符箓帮你，你若相信我，我们一起干。秦毅道：“好，我跟师姐干。”明芊芊瞬间取出一张符箓，拍在了秦毅身上，顿时秦毅的身体表面变硬了。紧接着，明芊芊又是一张符箓，拍在了秦毅手中的赤血刀上。这把赤血刀变大了，秦师弟，我还要让你更快。说完，明芊芊第3张符箓激发，化作风浪，在秦毅的脚下呼啸。这跟秦毅的想法稍微有点出入，但并没有打乱他的计划。明师姐，那我去了。好。下一刻，带着明芊芊逃跑的秦毅忽然一个转身，朝着那追来的嗜血蛟少教主一刀劈去。金乌刀法，灵火之威爆发，加上有明芊芊的符箓加持，秦毅得到了非常全面的提升，一刀就将嗜血蛟少教主的身体劈成了2半，两半残躯燃烧着火焰，朝着地面坠落。哎呀！明芊芊急忙冲了过去，一挥手，一张符箓激发，化作倾盆大雨洒落，浇灭了2半尸体上的火焰。还好没有烧成灰，不然就白忙活了。明芊芊嘀咕道。秦毅飞了过来，明芊芊看着秦毅，笑着说道：“秦师弟，人是你杀的，你拿回去换积分。”秦毅拱了拱手道：“若无明师姐相助，我怎么杀得了他？他的储物界就归明师姐了。明芊芊，储物界的东西咱们平分吧。”秦毅道：“明师姐之前还帮了我，所以这储物界的东西我不能再要。”明芊芊眨了眨眼道：“你确定不看一下他储物界里有什么？”秦毅平静道：“不用看了。”明芊芊笑道：“好，那我就占你这个便宜了。”秦毅此次出来一趟，收获已经很大，解决掉了吕方这个隐患，杀了嗜血蛟少教主，能获得大量积分。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了先天之气，鸿蒙鼎又可以使用了。